病房内，娇滴滴的美女们哭声一片。我叫洛凡尘，身体出了一点小状况，没事，问题不大，就是快死了。都这种时候了，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竟然给我所有女朋友打电话，趁我病，要我命，真该死啊！现在我头正枕在雪白粉腿上，粉腿的主人是个凶气逼人的大眼萌妹，哭得梨花带雨。病床旁边，性感火辣、翘臀的黑丝御姐跪在地上，大声求我不要死。我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洛凡尘内心正爆发着强烈的求生欲。突然，病房门开了，凡尘，凡尘，又有4个美女尤物眼眶通红跑了进来。刹那间，病房仿佛明亮了，但我的内心黑暗了。2个还能应对，6个，哦，那算了，别活了，活着遭罪，死吧！阎王赶紧带走我，别墨迹，赶紧死！面对可预见的修罗场，有些人肉体活着，但他精神已经死了。洛凡尘一闭眼，一蹬腿，在哭声中意识陷入黑暗。哦，这位至高无上的靓仔宿主幽，您要老婆不要？黑暗虚无空间，洛阿飘凡尘，耳畔突然听到奇异声音。我死了，但好像还没死透。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系统？洛凡尘大感震惊和意外。没错，正是在下。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洛凡尘问。伟大的宿主幽，您要老婆不要？只要您金口，我这就给您送过去。这什么奇葩系统？洛凡尘也不是没看过小说，对系统不陌生，但他这个好像有点不太正经的样子。这是可以乱送的吗？要是把我送到我女朋友的床上，结果她老公正好回来了，那咋办？她又得死一次，还得多带走1个。不过老天给咱重活的机会，咱得中用啊。现在为了装逼说不要，可能真的要死透了。尊敬的宿主大人哟，那请问您丢的是高贵威严的女教皇老婆，还是冷艳迷人的圣女老婆呢？啊，这洛凡尘愣了。请问您丢的是俏皮可爱的公主老婆，还是火辣迷人的贵妇老婆呢？别闹，这怎么还换了呢？请问您丢的是冰山冷酷的龙女老婆呢，还是妖精祸水的九尾妖帝老婆呢？洛凡尘笑了笑，这很难选吗？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只会梭哈，但凡犹豫1秒，都是对系统的不尊重。全要，谢谢。洛凡尘笑道。作为你至高无上尊贵的宿主，这点小小的要求应该不难办吧？系统沉默，这操作直接给他整不会了，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冒昧问一下，宿主，您礼貌吗？洛凡尘立刻道歉。抱歉，是我太贪心了。那3个吧，就3个如何？系统，我觉得有被冒犯到，让你选，结果你特喵哥这里卡 bug 呢。洛凡尘苦口婆心道，作为一个成熟的系统，你应该学会自己帮宿主卡 bug 了。系统，汝听人言否？由于宿主选择时间超时，随机确认目标中。确认目标：红颜祸水、魅惑苍生、九尾妖帝苏九。选择附加奖励：无垢先驱、万古最强潜力双生武魂。检测到有禽兽想要霸占您千娇百媚的妖帝老婆，他急需您的拯救，立即开启穿越。目的地：魂武大陆。你这浓眉大眼的系统，看着挺老实，直接给我整人兽恋。轰！洛凡尘没吐槽完，就化作一道惊雷，消失在黑暗空间魂武大陆。啊！龙吟震天，一头恐怖丑陋的3头魔龙正喷吐着毁灭龙息，紫黑色的龙翼展开，犹如山峦一般，全身都散发着嗜血的气息。一道倩影被龙息扫中，坠向地面。苏九儿，乖乖做本王的妖妃，饶你不死。做梦！倩影起身，发出娇诈。那是一个风华绝代的高挑美人，蓝瞳犹如万年冰山，白色狐球覆盖凹凸有致的火爆娇躯，背后9根雪白狐尾，一双玉腿修长完美，赤着雪白玉足，踏在地面上不染尘埃，脚踝系着金色铃铛。美人蓝瞳透露着生人勿近的冷漠气质，浑身却散发着惊人的魅力，让人感觉魂魄都好似要被吸走一般。桀骜，别硬撑了，你不是我的对手。丑陋的3头魔龙涎液从口中滴出，腐蚀地面刺啦作响。苏九儿面若冰雪，口中溢出鲜血，死死地咬着失去血色的香唇，清冷眸光注视着魔龙旁边一个妖冶的女人，有愤怒，难以相信，更多是伤感。那女人走出，媚笑道：苏九儿，我的好姐姐，别怪妹妹给你下毒，妹妹这是为了你好，与我一同侍奉魔龙大人，不好吗？苏九儿气得闭上眼睛，娇躯颤抖，随后睁开，问道：你为什么要背叛我？背叛？妖冶女人媚笑道：魔龙大人可以帮助我提纯血脉，度过凶兽天劫，跟着魔龙大人可以获得执掌魂兽的权利，跟着你有什么？偏安一隅，在这青丘等着雷劫劈死。苏九儿完全没想到这个亲密无间的妹妹会给她下毒，如今落得这般田地，不怪别人，怪她太信任这个人了。她一言不发，没有谩骂，
没有质问，沉默的让人心疼。魔龙化形成邪异男人，妖冶女人主动钻进怀里。大人，我这好姐姐坚持不了多久的，我的毒酒她全都喝下去了，对人家一点防备都没有呢。哥，很好，够卑鄙，做得不错，本王喜欢。三头魔龙得意大笑，望着那气质冷艳无双、身材性感无比的美人儿，垂涎欲滴。他缠这个妖精身子缠了太久了，今天终于要到手了，兴奋的浑身每一个细胞都站立起来。苏九纤细玉指死死扣着手心，心中充满悲愤、绝望、不甘。他咬牙发出清冷坚决嗓音：便宜谁也不会便宜你这个畜生！我苏九在此对天劫起誓，谁若能救我，斩杀你们这对儿狗男女，女的我愿为奴，男的我愿侍奉他为夫君，永生永世，不离不弃。发誓！可笑至极，你太天真了，好姐姐。妖冶女人刻薄嘲笑。三头魔龙得意怪笑：你发吧，发破喉咙也没用，今天谁也救不了你。本王说的，我会慢慢享用你，让你体会人间极乐。苏九儿也知道誓言是虚无缥缈的，自己怕是糊涂了。他凝聚体内残存魂力，哪怕自爆也不会让对方占丝毫便宜，宁为玉碎不要袜拳。唇角溢出血丝，凄美悲凉。轰！晴天霹雳，天空突然炸响。三人抬头，只见一道金色雷霆浩浩汤汤，携带无穷神威从天而降。魔龙和怀中美姬瞳孔瞬间倒映出一片金光布。不要！魔龙神情惶恐，恐怖雷霆就在头上砸落。他面露狰狞，瞬间将美姬向上空抛去，自己朝侧面躲闪。但为时已晚，雷霆犹如五爪金龙一般，携带惶惶不可直视的浩瀚神威，当空坠落，不可阻挡，不可闪避。轰！为什么会这样？美姬神情挣扎，在惊雷之下飞灰烟灭。魔龙发出不甘的凄厉咆哮，也解体覆灭。苏九儿美眸瞪大，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耀眼的金光消散，地面只留下一道深坑。雷霆的威力让苏九儿心有余悸。对于他这种化形魂兽，最害怕的便是天劫。他小心翼翼地靠近深坑，瞳孔骤缩。坑内两块晶莹剔透的迷你骨骼漂浮，紫黑色的头骨和白玉色的腿骨，还有两道神异光环，一道血红，一道橙红。这是三头魔龙和美姬死后化作的特殊宝物，足以让人类强者疯狂厮杀抢夺。对此，苏九并没有感到意外。真正让他捂住红唇，心神震颤的是坑底竟然躺着一个婴儿，正睁着小眼睛看着他。苏九神情逐渐严肃起来，沉默良久，最后望向天空，喃喃自语：这是天意。他将婴儿抱到怀里，向下看了一眼。男婴吗？好吧。苏九冷颜突然绽放，玉指在婴儿额头轻轻一点，笑语嫣然：小家伙，以后你就是我苏九的夫君了。从天而落，来到凡尘俗世，夫君便叫做洛凡尘吧，也不知道这名字你喜不喜欢。哎呀，我真傻，婴儿怎么会听懂我说的话呢？苏九摇了摇头，可爱兽耳微动，长发飘扬。正因变成婴儿抑郁的洛凡尘看到近在咫尺的绝美玉容，不由得愣住。他一生也算见过无数女人，却从未见过如此又冷又郁的仙女，心跳仿佛漏了一拍。苏九，这就是我的妖帝老婆。人魂兽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哎呦，真香了我嫡宿主大人，您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苏九素手一伸，将坑内两道特殊光环分别收到两颗宝珠之内，同时将两块晶莹迷你骨骼收起。他冷哼道：两个孽畜死有余辜，但这些可是人间极品宝物，便给夫君留着。夫君放心，我定会将你养大成人。洛凡尘还未反应过来，便被搂紧，强行来了一波洗面奶，眼前凶气逼人，触目惊心。耳畔随即传来有些迷惘的声音：不知道夫君未来会长成怎样的人，也只有盖世强者才不算辱没我苏九呢。这不是苏九自傲，而是整个魂武大陆爱慕追求他的巅峰强者太多了，有人类，有魂兽，可他从未有看得上眼的。就在洛凡尘差点被闷死的时候，他终于被解放出来罢了。苏九长舒一口气，看着洛凡尘认真道：当你出现的刹那，我所有的屈辱和不甘都消失了，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一刻的感觉。未来无论你高矮胖瘦，贫穷富贵，哪怕只是凡夫俗子，我苏九儿也是你的妻子，跟定你了。只希望你快乐平安的长大，这就足够了。洛凡尘闻言后内心叹息，这是个好女人啊，她前世便是女性心理大师，不然怎会有那么多美女来给她哭丧。当然看得出苏九儿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犹豫迷茫，一直到最后坚定信念的心路历程。照理说苏九儿现在宰了她也没人知道，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这样实力强大绝代风华的妖帝，心比天高很正常，必然喜欢盖世英雄，但还是选择了自己。洛凡尘暗暗在心中许下一个诺言：虽然我是个渣男，但亲不负我。
我必不负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魂武大陆我洛凡尘来了。他心神一激动，要了。苏九突然感觉胸凉飕飕的，蓝眸先是迷惑，当看到水字，顿时娇呼：哎呀，你怎么可以随地小便？啪！苏九气得一巴掌就拍在小夫君的屁屁上，好羞耻！洛凡尘的小灵魂尴尬的满地打滚。时光飞逝，16年后，苍龙帝国大川省云村，苏姨，我回来了。挺拔俊逸的青年衣着朴素，扛着一头棕色野猪回到村舍小院。院子内，一道凹凸有致的火辣美妇正躬身在木桌上摆放饭菜，4菜1汤，营养齐全。挺翘的臀儿，纤细的丰腰，性感妖娆。听闻声音，美妇清冷脸蛋露出明媚笑容。凡尘，快去洗漱，今天是新菜式，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洛凡尘嘴角抽搐，不出意外又要试毒了。堂堂女帝，从前哪里会给人下厨，也没人配得上。你们知道这16年我是怎么吃过来的吗？坐在餐桌前，看着对面闭月羞花的美人，洛凡尘心中感叹，对方已经掩饰了10之7八的姿色，还这般动人，不愧是祸水级的9尾天狐，看什么呢，你小子。苏九娇嗔道：咦，你真美。苏九举起筷子一点洛凡尘额头，冷脸道：翠，说了多少次了，有外人在叫姨，没人在的时候叫老婆，叫姨不好听吗？洛凡尘笑着道，丝毫不害怕对方的冷脸，他知道自家的天狐老婆是外冷内热。记住你的身份，你可是我的童养夫。苏九凶巴巴道：别人想叫还没机会呢，谁敢叫我就打死他。洛凡尘哼声。苏九红唇上扬，霸道小男人，那你要努力了呢，不然未来可保护不了我。你女人想抢的人太多了，我会成为魂师，成为这个世界最强。洛凡尘声音平静，但眼里有光。16年前，苏九觉得应该让婴儿在人类世界长大，便将洛凡尘带到了这处村子，收敛了大部分容貌。但就算这样，村子里也有不知道多少青年、老年男人暗恋着苏九。至于明恋的，腿已经被打断了。让苏九没想到的是，洛凡尘思想成熟的要比正常人类早得多得多，容貌不仅没长歪，还愈发高大挺拔，一天比一天帅。这样的童养夫着实让人惊喜。别吹牛了，快吃饭，你老婆只希望你平安快乐。苏九夹了一块肉到他碗里。洛凡吃饭的同时若有所思，16年的时间，他已经初步了解魂武大陆，这是一个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世界。只有觉醒出强力武魂的魂师，才能算上踏入强者道路。武魂种类繁多，例如镰刀、锤子、蜥蜴。不过魂师大多觉醒的都是兽武魂、气武魂或是植物武魂，例如火焰、陨石，这些都属于特殊武魂。魂武大陆觉醒武魂之前，要先进行淬体，到16岁身体长成，再进行武魂觉醒仪式。明天神殿就要来村子给你们觉醒武魂了，觉得自己会觉醒什么武魂？苏九又夹菜过来。洛凡尘摇头，这上哪儿猜去，明天就知道了。系统已经16年没出现了，淬体都是苏九教他的，如今他已经是淬体巅峰，单手搏杀巨型野猪，这是初级魂师都做不到的事情。连苏九都感叹他天赋异禀，从未听说有人能在未觉醒之前淬体到这般强度。洛凡尘倒是不奇怪，还记得当时系统好像是说奖励他无垢先驱和双生最强武魂，先驱兑现了，就看武魂是什么了。他很期待。定，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4，吓老子一跳，死寂了16年的系统，竟然突然诈尸了宿主日夜苦修，自行修炼达到淬体巅峰，激发隐藏特殊奖励。天道酬勤，请领取奖励。都有什么奖励？洛凡尘心念一动，眼前出现透明面板。奖励1，顶级悟性。抱歉，过目不忘只是基操。奖励2，先天气运。请问你体验过跌落山谷捡宝物，随便救济一个乞丐便是绝世高人吗？奖励3，满级魅力。知道什么是行走的尖叫鸡吗？淡定的是你，尖叫的永远是别人。奖励4，仙姿玉骨，逆天神颜。你的颜值有毒，毒翻了芸芸众生，让妖精、魔女们不知不觉沦陷其中。4，查看完奖励，洛凡尘眸中绽放光彩。狠，太狠了。话说系统这是啥意思？暗示自己要开箱车当渣男？呸，他是那种仗着自己有点小运气，有点颜值，有一些小运气就为所欲为的人吗？坏系统别想带坏你良善的主人。洛凡尘能看见面板，饭桌对面苏九看不见啊，芳心乱颤。这小男人盯着自己那火热兴奋的眼神是怎么回事？听说人类男人到了年龄就开始有那种念头想女人了。苏九饭桌下一双玉腿不自觉并拢，翘臀收了收，正襟危坐，拿出了一个风饭。凡尘，
你听一说，你现在还小，身子还没长成，有些事还早。啊！洛凡晨光关注系统了，差点忘了对面还坐着千娇百媚的大美人。苏九儿美眸一瞪，露出长辈一般的威严，还跟一装傻。你刚才那狼崽子见肉一样的激动眼神，姨可都看见了。你现在身子骨太弱，不行的。这洛凡晨无语，这是误会了啊！系统的事又不能解释，只能道：我都能单手擒野猪了，还弱吗？苏九儿面颊一红，这是暗示我身强体壮，可以干体力活了吗？他啐道：小兔崽子，有话不能明说吗？绕来绕去的，你想要，姨还能不给你吗？但不能是现在，以后你就知道了。女人可比那野猪可怕多了，尤其姨还是狐族的女帝，30如狼，40如虎，50能吸土。洛凡晨下意识想起前世一句话，接着摇头，这都什么跟什么，女妖精给他带歪了，不能解释，越解释越乱。洛凡晨迅速扒拉2口饭，随后说自己吃完了，跑回房间。苏九被晾在原位，愣住。小男人这是被戳破心思生气了，也是，只让看不让碰确实过分，看来得给他点甜头，哄哄他。妖娆美妇想起前几日在城里买的特殊物件，精致冷颜羞红一片，贝齿一咬，就他吧。他望着屋子的方向，轻声啐道：便宜你了，臭男人，谁叫你是我的童养夫呢？静谧木屋内，洛凡晨坐在床头，他和苏九一直都是分房睡。苏九怕他忍不住，毕竟那祸水红颜、火辣娇躯以及天狐自带的惊人魅力，哪怕刻意收敛，也不是五肢健全的人能把持住的。不对，貌似是人是兽都把持不住。洛凡晨叹息，可惜实力不足，哪怕美食就在眼前，也无福消受，不然可能会被阴气灌体，冲到碉堡。好在明天就可以觉醒武魂，飞速提高实力的契机来了，系统领取奖励。刚才在外面，他怕动静太大，就没着急领。白云悠悠，皓日当空，一道庞大的虚幻金色龙影自九霄云外飞来，俯冲向地面，穿过房顶，没入洛凡晨天灵盖。轰！气运金龙贯体，洛凡晨全身宝光萦绕，骨骼弹响，身高凭空又长高了几分，灵台清明无比。本就帅气逼人的五官，如今更是犹如谪仙凌尘，散发着超凡脱俗的惊人魅力。超！怕啥来啥！气运金龙那一声龙吟，凡人无法察觉，但方圆千里强大的魂师尽皆有所感知。距离云村百里的茂密丛林，一个风华绝代的宫庄贵妇正带着妙龄少女历练，突然心有所感，凤眸注视远方。怎么了，教皇老师？妙龄少女问道。宫庄贵妇秀眉紧蹙，察觉到一股特殊力量，但很快消失了。咱们要去看看吗？少女俏脸露出兴奋好奇，她老师可是位高权重的女教皇，能引起她关注的力量肯定很有趣。你可是圣女，就知道贪玩。宫庄贵妇冷冰冰斥道。好吧，少女委屈扁着小嘴儿，缩了缩额颈。宫庄贵妇丢下少女向前走去，曼妙身姿，金色裙摆摇曳间隐约一双雪白腿影晃动，玉足踩着长筒金靴。冷声从前方传回，还不跟上，帮你找完第4魂环，可以去看看。好耶，教皇老师最好了呢。少女甜丝丝一笑，蹦跶跟了上去。顶级悟性，先天气运，满级魅力，爽。洛凡晨领取完奖励，修为没提高，却感觉龙精虎猛。砰！房门猛然推开，倩影急匆匆冲了进来。小男人，你没事吧？刚才没事，现在要事了。洛凡晨看着眼前美辣艳场景，鼻血差点狂喷而出。绝色美妇只穿着吊带背心，一条玉腿被薄如蝉翼的肉色丝袜包裹，另一边明显还未来及穿上，褶皱丝袜拖曳在地面上，羊脂白玉一般的脚趾踩着黑色高跟，还涂着红色指甲油。死妖精要命了！洛凡晨穿越以后，一直觉得这个世界 LSP 肯定很多，不然别的都是偏向古代不够发达，怎么就短裙、黑丝袜、高跟鞋、酒店这些特殊物件发达的要死？苏九似乎还没意识自己走光，追问道：刚才你这屋什么动静？你真没事？洛凡晨摇头。苏姨，你感觉错了吧？屋里一切这不都是好好的吗？苏九扫视一圈屋子，确实没发现异常。难道刚才真是错觉？他狐疑看向洛凡晨，只觉得对方身上仿佛散发着特殊的魅力，将他的美眸深深吸引，谈口不禁微张，呼吸短促。你，我怎么了？洛凡晨纳闷，为什么感觉这小男人好像变得更帅了？苏九心跳莫名加速，脸蛋都红润起来。这话终究是憋住，没好意思说出口，自家小男人怎会如此好看？一时间苏九惊异，分不清自己是狐狸精还是他是。咦，你先把袜子穿上吧。洛凡晨指了指。流氓！苏九低头一看，羞涩惊呼，玉足点地，他踏踏跑了出去。来都来了，别走啊！洛凡晨心猿意马，
立刻追了上去。翌日清晨，咚咚咚，苏九叫门：“吃饭了，小老公。”洛凡尘打着哈欠出门，看见饭桌上早已摆放好热气腾腾的白米粥、一盘煎蛋和2碟小咸菜，温馨的幸福感在心中流淌而过。洛凡晨吸溜了一口热粥，舒坦。堂堂女帝给自己做早餐，估计苍龙帝国的帝王也不敢想这种美事吧。噗嗤，苏九手肘拄着桌子，玉手托腮，忽然娇笑道：“小男人，你这熊猫眼怎么回事？这不都怪你。”洛凡尘一脸幽怨，昨晚他追上去直接吃了一个闭门羹，我要是开门，你还不扑上来给一吃干抹净？苏九撇嘴儿。洛凡尘咬了一口煎蛋，香气四溢，唇齿生津。开玩笑，我是那种人吗？苏九在桌边伸出修长玉腿，撩开裙摆，又白又长又细，想摸吗？洛凡尘下意识点头。你看，别狡辩了，你就是这种人。苏九飞速抽回玉腿，发出娇哼：“你这是钓鱼执法。”洛凡尘抗议：“什么执法？”洛凡尘不出声了，低头干饭。喂，小男人，你不会生气了吧？苏九用手指戳了戳洛凡尘肩膀，没回应。沙沙，苏九咬唇，将白嫩玉足从拖鞋抽出，涂着红色指甲的脚趾灵巧夹起洛凡尘裤腿，蹭着他的小腿肚。不信这样你还没反应？苏九得意想着，结果发现小男人还是无动于衷。我吃完了。洛凡尘起身，表面稳如老狗，实则金属探测仪都能在他身上探测的滴滴作响了。苏九表情微变，香风袭来，洛凡尘虎腰从后面被柔软娇躯搂住，藕臂穿过腋窝，一双玉手抱住他的胸膛，10根青葱玉指仿佛散发着淡淡香气，尤其是后背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山倒耸峙。呼，耳畔传来轻语，带着一股湿气。郎君，奴家错了吗？昨晚本来是想穿新买的肉丝袜鼓励鼓励你的，后来人家实在是太害羞了，你原谅人家好不好吗？洛凡尘耳背痒痒的，要命的是一根玉指在他胸前还划起了圈圈。他这区区10数年的渣男道行，如何与这万年的狐狸精斗法？你怎么突然想买丝袜？洛凡尘问道。给你买肉补身子的时候看见的，觉得家里的小色男人可能会喜欢，就买了。苏九撩人道。不只是肉色的丝袜，黑色的甚至粉色的都有买哦。洛凡尘绷不住了，回身直接搂住了那柔软无骨的纤细腰肢，精致绝美的五官近在咫尺。苏怡，好久没看见你全部开放的容貌了，给你看。苏九妩媚一笑，白光一闪，本就妖艳动人的容貌霎时间更妖娆了100倍不止。娇小白色兽耳，蓝色美眸，身披狐裘，脚腕系着金铃，9根雪白狐尾更是摇曳，轻轻擦着洛凡尘手臂。夫君呀，你看奴家还合您心意吗？卧槽！洛凡尘瞬间道心失守，情不自禁地对准那烈焰红唇吻了上去，唰，直接亲了个空。咯。苏九已经恢复人形美妇模样，哪里还有刚才的诱人媚态，犹如端庄贵妇道，一本正经道：“看来夫君已经不生气了呢。”切，又是这样。洛凡尘撇嘴。苏九过来抱住他的手臂，安慰道：“小男人，九儿早晚是你的人，我们狐族体质阴气太盛，会在特殊接触的时候自然流窜出去，对于修为强大的人是阴阳互补，但现在对你来说跟毒药一样。我懂，等我修为有成，一定狠狠收拾你这妖精。”洛凡尘咬牙道：“奴家也很期待呢，就等你欺负我了。”苏九眨眼，透出挑衅。洛凡尘又是心神荡漾，突然出手掐了一把苏九，引出惊呼：“先收点利息。”实际上苏九的修为哪里躲不开，顺着自家小男人罢了。好了，时候不早了，该去村口参加武魂觉醒仪式了。苏九轻声道：“夫君好好表现哦，今晚奴家穿黑丝奖励你，可以提前透支吗？”洛凡尘笑道：“现在是可以穿黑丝了，可是你也不想你老婆穿黑丝的样子被别人看见吧？”苏九眨眼：“那算了，晚上吧。”不像话，你们村子怎么回事？觉醒武魂都有人能迟到，当本大人的时间和你们这些平民一样细吗？村口广场上，神殿执事龙涛正呵斥着村长路人，广场周围数百名村民不敢吱声，10数个参加觉醒武魂的青年男女站在最前面，战战兢兢。陆村长佝偻着年迈的身子，冷汗连连，不敢多说半句。其实还差半个时辰才到时间，但神殿的大人物不是他能反驳的，只能连连道歉：“对不起，龙大人，是老朽疏忽。不过没来的那个孩子天赋异禀，相信觉醒出的武魂定然不会让您失望的。”路人村长道歉的同时，不忘了帮洛凡尘说好话。事实上，洛凡尘在村里的人缘极好，每次山上打猎回来都会赠予贫困户和年迈老人猎物，偶尔还会帮丧偶的小妇人干农活。是，龙涛执事冷笑道：“你口中的天赋异禀不算什么，
平民眼中的天赋，在大人物看来不仅一文不值，甚至可笑。没有时间观念的小子，想来武魂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看也没必要理会，本质是不稀罕，神殿更不稀罕。开始觉醒吧！明明没到时间，路人村长却不敢据理力争，不是魂师，注定低人一等。吼！龙涛背后出现一尊独角蜥龙的虚影，武魂附体瞬间，他的体型暴涨，浑身滋生出青色鳞片。看着周遭村民，青年男女畏惧，艳羡的眼神，龙涛嘴角上扬。他的独角蜥龙具备丝丝龙类血脉，远超寻常兽武魂，职位早晚会升上去。在他看来，前往各个村落执行觉醒任务，简直就是屈才。而且他今天已经走了4个村子，觉醒上百人，最好的不过是区2品武魂。一把锤子，他的耐心早已消耗殆尽，内心鄙夷，穷山恶水的，能有什么好苗子？真是浪费本大人的时间。如果不是神殿纪律约束，龙涛早就懒得测了。他在广场中央用一枚枚黑曜石摆成6芒星阵法，又拿出一根3米高的青铜石柱矗立在旁边。第一个女孩进入阵法，急得眼眶通红，也毫无反应，下去就挨了家里人一巴掌。死丫头，大米白面这么多年供着你，连个废武魂都觉醒不出来，白吃了。在悍妇骂骂咧咧中，胡子加油！一个黝黑青年心怀忐忑，在家人鼓励下走上去觉醒。6芒星阵法之中，黑曜石发出淡淡的金光，一抹绿影在他头上出现。麦穗！龙涛气得咬牙。废物，下一个！胡子有些不甘，弱弱道：“大人，那青铜石柱不测了吗？”测个屁！龙涛指着觉醒阵道。一直以来的规律就是武魂品质越高，觉醒时激发的黑曜石金光就越浓郁。金光1丈为最弱的1品凡级武魂，金光9丈则是传说中最强的9品神级武魂。那青铜石柱闪耀之时共有1色到9彩，是用来测定武魂品级的。你这觉醒金光就是个3寸钉，还需要去测试品级？黝黑青年沮丧离开，台上被执事大人鄙视，他害怕又被家人数落，内心不由得自卑彷徨。没想到一向严厉的父亲却是用粗糙大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胡子，多大点事，当不成魂师，那就跟爸下田种地，以后自给自足不丢人。爸，对不起，是我没用，不许这样说，老子生的种，老子说的算。一连觉醒10数个孩子，龙涛脸色越来越难看，就像要爆发的活火山。废物，都是废物，能不能招揽到好苗子，对他的升职业绩也是有影响的。最好的是头剑赤狐武魂觉醒阵金光腾升1丈9，让青铜柱闪耀双色光芒，勉强达到2品。那一家人直到现在还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欢呼雀跃。垃圾村子，果然觉醒不出什么好武魂。龙涛心情差到极致，冲着村长和村民骂了一声，就要收拾东西离开。等等！洛凡尘从远处跑来，跃上广场，苏九跟在后面，提前开始测试了。小子你来晚了，结束了，等明年吧。龙涛道。洛凡尘顿时冷脸，平民面对魂师没人权，害怕魂师，他可不怕。我还没测，你就要走？神殿的人不会都这么不守规矩吧？此言一出，直接给全场村民吓呆了，老村长更是惊得心肝乱颤，恨不得跑过来捂上他的嘴。龙涛也愣住了，除了面对上级卑躬屈膝，他在村里村外横行霸道习惯了，何时被人对过？你怎么敢？谁给你的底气？洛凡尘斩钉截铁，我没迟到，你不给我测就是你的问题，我会告到城里的神殿分店。龙涛一看对方有恃无恐，更是谪仙般的气质，心里顿时有些发怵。这小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乡野村夫，别是什么隐士高人的后代。先看他觉醒什么武魂，再决定是否收拾他。好了，开始觉醒吧，就等你了。这一幕给村民们看得面面相觑，什么情况？只是大人什么时候变这么好了说话？苏九给洛凡尘一个鼓励的眼神，在全场瞩目下，他登上6芒星阵法，闭上了眼睛。哼，天赋不知如何，派头倒是不小。龙涛连连摇头，斜了一眼阵法内的洛凡尘，随后看着村长、村民们不屑冷笑。不妨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真相，每一个没觉醒的平民孩子都自命不凡，心怀希望，殊不知平民祖上无强者，血脉不行，再怎么努力也觉醒不出强大武魂。而帝国贵族和大宗门子弟呢，哪怕再差的废物也能觉醒出3品以上的武魂。若不是神殿至高无上的女教皇仁慈，你们这些平民怕是连觉醒武魂的机会都没有，一辈子只能被奴役。觉醒失败的孩子和家长们心口如遭重击，沉重到无法呼吸，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卑微和绝望。龙涛情绪莫名激动起来，我瞧不起你们，难道是因为你们不够忠厚老实吗？他大声吼道。错，是因为你们弱就活该被我辱骂，不敢还口，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
平民们的内心被深深刺痛，攥紧拳头，却又自卑地低下头颅。这个时候，一道青年冷笑响起：“哦，是这样吗？那请问你这位神殿执事出身哪个大家族？”龙涛回身看见睁开眼的洛凡尘，而阵法这么久都毫无动静，眼神立刻轻蔑起来。看来你也是一个觉醒不出武魂的废物，亏我还以为你是隐世高人的后辈，准备巴结你。龙涛大方承认道：“是，本执事就是平民出身，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平民身份，我吃了多少苦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西龙武魂蕴含一丝尊贵的龙类血脉，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他讨厌过去的平民身份，因此厌恶所有的平民。曾经的平民龙涛死了，现在你们都要尊我一声龙涛大人。龙涛脸上出现强烈的优越感，掺杂着癫狂说：“我觉醒不出武魂。”洛凡尘嘴角掀起一抹自信弧度：“那你现在可要瞪大眼睛看好了。”话音一落，似是回应：“嗡！”整个六芒星诀刑法阵发出嗡鸣，黑曜石接二连三迅速亮起，唰，1颗、2颗、6颗，全部的黑曜石被激活，金光在表面闪烁涌动。这，龙涛瞳孔一缩，洛凡尘站上去那么久都没有动静，他心里已经给这小子归结成废柴，所以说话毫不客气。结果现在这觉醒动静，周遭村子和村民迅速屏住呼吸，再没见识也能察觉出不同寻常的气息。前面所有人觉醒的时候，能有2颗黑曜石亮起金光都不错了。轰！耀眼金光从黑曜石表面呼啸冲出，腾跃而起。金光1丈、3丈、5丈，一瞬间到达6丈，毫无阻隔，更是在继续向上攀升。天呐，7丈金光了！颓唐自卑的村民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不止于此，苏九儿小声肯定地说着，他九尾妖帝看中的男人不会让人失望。8丈了！龙涛目瞪口呆，他当年拼尽吃奶的力气，也不过金光5丈，但已足够彻底逆袭翻身。这家伙是怎样？他怀疑自己在做梦，狠狠咬了一口舌尖。清醒的刹那，环绕洛凡尘的觉醒金光气势不减，竟然冲击至9丈高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龙涛大惊失色，脑中犹如响起炸雷，不可思议的惊呼出声。你区区一个村民，如何能达到9丈高度？哪怕是皇室贵族、宗族天骄能达到这般地步也是传说。全体村民看到龙涛这般失态，立刻感到洛凡尘的武魂只怕比他们想的还要恐怖得多。刚才备受打击，自卑怯懦的情绪开始逐渐消散，振奋起来。村民激动挥拳，像是被打了一针强心剂。谁说我们平民注定是底层人？我们村里也有天才。凡尘好小子，陆爷爷就知道你可以。陆村长露出爷爷般欣慰慈爱的笑容。洛凡尘沐浴在金光之中，犹如天神下凡，谪仙临世，深邃黑眸隔空对视震惊的龙涛。他的脸上没有众人意料的欣喜若狂，庄严肃穆。龙涛，我之觉醒与你相比如何？我……龙涛哑口无言，不知该怎样作答。这话对得他真心没脾气。比起对方的天赋，他龙涛算个屁啊！9丈极限，这可是传说中的神奇之姿。没想到会在如此粗鄙不堪的村落出现，就像真龙在泥潭冲出，谁能想得到呢？说话，回答我。洛凡尘凝视，淡淡开口。龙涛心神慌乱，对方身上明明没有强大的魂力气息，但他为何有一种臣子面对君王的压迫感？金光已经推升至极限，你的武魂为何还没有出现？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村民们不解，就连苏九儿也迷惑起来。魂兽无需觉醒，但他知道9丈就已经是人类天赋极致了，都在好奇洛凡尘是何等武魂。极限？洛凡尘摇头，淡淡道：“是谁告诉你现在就是我的极限？”你说什么？龙涛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区9丈，破掉便是。洛凡尘话音落下，停滞在9丈的金光竟然再度攀升。9丈1，一股特殊的波动自洛凡尘体内涌出，武魂现，魂力出，那是武魂的波动，魂力的波动。9丈5，一道虚影轮廓在洛凡尘背后渐渐成型。9丈8，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那轮廓越来越大。还没停下，还不停下！龙涛决眦欲裂，死死地盯着洛凡尘。村民们都看傻了，就连苏九也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这小男人到底是何等潜力啊！觉醒光芒继续向上腾升，人间极致金光9丈9尺9寸。啊！一道惊天龙吟响起，震慑人心。洛凡尘那道虚影轮廓扩张到了数十米，竟是一道真龙虚影。其他人只是震惊，龙涛却血脉战栗，武魂附体状态直接在龙吟中崩溃，分离出的西龙武魂和他一同控制不住的颤抖。龙，怎么可能是龙类武魂？
龙涛头皮发麻，语无伦次。这武魂位格到底要高到何等地步啊？竟然让我的西龙武魂这般恐惧。苏九儿心神一震，谈口微张，他猜到自家男人不会弱，却没想到武魂能强到让他这个女帝都能感受到一丝压力，那是血脉上的压制。天啊，难道小男人这武魂竟能对魂兽产生天然压制？苏九儿捂住红唇，卷长睫毛颤动。胡子小声说道：不会，还没结束吧？山野村夫你懂个屁！心神摇曳的龙涛破口大骂，哪怕帝国老祖复活，神殿老教皇从棺材爬出来，也休想超越9丈9，不可能！刷刷，金光不断涌动，还要继续向上攀升，但似乎9丈9尺9寸真的到达了人间极致，上头仿佛存在着无形阻隔。轰轰轰，金光没有停歇，不断向上发起冲击。龙涛表情刹那间变得无比精彩，苏九和村民们更是死死的聚焦。会有奇迹发生吗？隆隆，天空乌云汇聚，雷声滚动，一股天地大势在此时压迫而来。苏九心神悸动，天劫，不好！他立刻冲着前方大喊：凡尘，快停下！这是触碰到禁忌领域了，上天不容的禁忌武魂天赋。所有人呼吸困难，惶恐不安，龙涛脊背发凉，这是何等可怕的武魂天赋啊！竟遭天妒，连苍天都看不下去了。是，洛凡尘痛苦闷哼，嘴角溢出血渍，染红了衣襟。他体内2股特殊的力量正在觉醒，要在世间凝聚出现，而此方天地大势在阻挡他们出现。小子，快放弃！9丈天赋已然无敌，天地大势难畏，不要与天斗争。龙涛也焦急起来，不忍看到这样盖世天骄死在眼前。快停下，你会死的！洛凡尘仰头望天，神情冷冽。他平日也许会和女人好友玩世不恭，但遭逢大事，内心有自己的原则坚守。耳畔不断传来惊呼劝告，瞳孔倒映恐怖天劫汇聚，他嘴角透出邪意狂放，发声质问：我只想觉醒属于我的武魂天赋，为何要阻止我？洛凡尘是华夏人，又有童子哥，怎会惧怕异界天命？华夏神话中的先祖都与西方神灵有本质的不同，与天斗，与地斗，从未屈服过所谓的天命。我非逆天人，不敢惹上苍，但天若执意断我修行之路，忤逆了这苍天之意，又有何妨？这一瞬间，龙涛和全体村民汗毛竖起，心肝颤抖。屈服于命运被贵族强者驯化的他们，何曾听过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苏九捂着张大的红唇，充满惊愕，万万没想到男人会说出此等惊世之语。不敬天，不是神，这是多大的气魄！芳心不禁悸动。如果以前是恩情远远大过爱慕，他现在是真的对洛凡尘多出了女人对男人的那种特殊的欣赏、青睐、心动。苏九开始积蓄全身力量，随时准备出手，目光坚定。小男人既然有此气魄，他纵死也要护到跟从。刷刷，乌云压顶，雷鸣滚滚。陷入黑暗的村庄中，唯独耀眼金光不断冲击着极限。洛凡尘背后龙影发出不屈震怒的龙吟，咔嚓咔嚓，黑曜石表面竟然出现一道道蛛网般的裂纹，颤动起来。轰轰，天际发白，数道落雷砸下，将洛凡尘周身地面轰穿，焦黑一片，吓得所有人连连后退，唯独一道倩影逆向前行。噗嗤，洛凡尘一大口鲜血喷出，双目透出倔强坚毅冷芒，倾尽所有气力。背后异象丛生，行到水穷，坐看云起，给我破！嘣！一瞬间，所有黑曜石轰然爆碎，尽数化为粉末。而那近无可近的9丈9极限金光猛然向上一跃，礼跃龙门，海阔天高，金光10丈，前无古人。洛凡尘低头看向龙涛，眸光深邃，平静道：人诞生不是为了逆来顺受的，明白吗？轰然间，那道真龙虚影在这一刻彻底巨现而出，恢宏庞大，龙气滚滚，仰天咆哮。扑通，龙涛背后的西龙武魂先跪了，下一秒他这个主人也跪了。魂兽一族，甚至兽类武魂，最重血统位格，一丝龙脉的西龙哪里顶得住真龙武魂的威压？咔嚓，苍天震怒，一道水桶粗细的毁灭天罚自9天之上砸落，村内所有人伏匐在地，耀眼雷光让所有人瞬间失明。危亡时刻，温柔娇声响起：小男人别怕，有我在。苏九儿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示警，那天劫蕴藏的恐怖威力，哪怕是他也阻挡不住，但纤细娇躯依旧违背身体本能窜出，飞越洛凡尘上空出手抵挡他，心中已有死志。当日恩，今日果，一命还一命。结果浩瀚天雷直接无视苏九儿施展的全部手段，如同穿过虚影，透过一切阻碍，硬生生轰入洛凡尘身体。啊！天雷入体，银光大盛，洛凡尘痛苦闷哼，浑身雷电游走。为什么我代替不了？
苏九儿紧咬失去血色的润唇，为洛凡尘渡入精纯魂力。感知到洛凡尘全身经脉充满毁灭气息的雷霆游走，苏九儿神情大变，这天罚不留活路，分明是要置人于死地。天罚落下后，仿佛消耗空了所有力量，又可能是上天或未知存在认为一道天罚便足以让洛凡尘彻底废掉，乌云消散，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村民和龙涛跪伏在地上，晃市民的双眼一时间难以恢复视力。同一时间，魂武大陆各处，在洛凡尘真龙武魂成型，金光破开9丈9极限，达到10丈的刹那，普通魂师一无所知，但一些神秘的未知存在被惊动苏醒。东方绿洲森林，魂武大陆最大的魂兽聚集地。此时整个森林内所有具备龙脉的魂兽，冥冥中似乎感应到什么，无论百年、千年还是万年道行，尽数伏匐在地，向着同一个方向朝拜。这直接惊动了森林核心区域的7大魂兽帝王。原先其实有8尊，3头魔龙不知什么原因下落不明16年。大哥，怎么回事？这群龙系魂兽什么情况？啊！突然，森林核心禁地区域地下震动，一股恐怖的气息复苏，让7大堪称人类巅峰强者的魂兽帝王站立起来。是主上，连主上都被惊醒了。一道寒寂空灵的女子声音响起，带着异样情绪。不可能，这座大陆怎么可能会出现比龙神还精纯的龙族气息？不惜一切代价，想办法找到这气息的源头。吾等遵命。7大魂兽帝王惶恐跪在地上，心惊胆战领旨。苍龙帝国皇族拥有魂武大陆最顶级的兽武魂太古苍龙，此刻正在上朝，所有皇族嫡系的太古苍龙武魂全部自动浮现，不拜高位的苍龙大帝都向着殿外同一个方向颤抖跪伏，惊吓到了所有朝臣。苍龙大帝也感受到了血脉的躁动，武魂欲脱体而出。放肆！一声暴喝，9道强大光环在他背后浮现，上下律动，龙已轰然炸碎，朝堂这才稳定下来。大帝息怒，群臣惊吓跪伏。苍龙大帝一步便踏出殿外，凝望远方，口中呢喃：奇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气息为何出现刹那便突然消失？他双眼微眯，来人！大臣们立刻追上来跪伏。臣等俱在。传令下去，国内有龙类至宝出世，谁找到进献过来，本地倾尽全国之力许之3个心愿。某处热闹街道，所有行人都捂着鼻子绕开墙角的老乞丐。那老乞丐断手断脚，闭眼趴在地上，像是死了，头前摆着破碗。突然他眸子开合，望向远方。叮当，3枚铜币砸在布满泥垢的碗里，将老乞丐目光拉回。他抬头感激：谢谢大爷，大爷早生贵子。丢币的人明显不想理他，似乎怕被缠上，听到声音反而加快脚步，匆匆走远。老乞丐看着碗里的铜币，眼里无光，嘴里喃喃：我是乞丐，只是乞丐，也只能是乞丐。无数未知存在惊动，距离云村百里，带领圣女猎取魂环的女教皇自然也察觉到了这股特殊气息。2天之内，同一个方向，特殊气息都是一闪而逝，着实有趣。女教皇冷唇翘起，看了一眼坐在月影天狼尸骸前吸收魂环的清亮少女。等银月吸收完魂环，是该去看看了。云村，苏九低头紧咬发白嘴唇，能做的都做了，他不知道洛凡尘能否挺过来。苏姨，可以了。有温度的大手突然抓住他的皓腕，娇躯颤动，抬头便看见阳光帅气的谪仙面容。你没事了？苏九不可思议，没想到洛凡尘真的能在那么恐怖特殊的天罚下挺过来。好在苏姨没事，衣服也没事，不然我要当重光锭子了。洛凡尘轻松一笑，这是该关注的重点吗？苏九破涕而笑，不过又立刻憋了回去，化作清冷模样。你啊，太莽撞了，9丈9金光就很好了呀，不可贪心。对，苏姨说的都对。洛凡尘这个时候可不敢嘴犟，这女人小时候没少打他屁股，他都记着呢，早晚要报复回来，拿小皮鞭抽他那翘腿儿。不过经历刚才一遭，说不后怕其实是不可能的，但顶级气运加上无垢先驱，要是能被天罚轻松劈死，系统直接当假冒伪劣产品返场算了。洛凡尘不知道的是，天罚变相帮他抹去了武魂觉醒的龙气，不然现在无数老妖怪已经顺着气息蜂拥而来。天罚气息消失，村民们也陆续站起，视线恢复。当龙涛看见洛凡尘还好端端站在那里，衣服都没坏，瞪着眼球像是活见鬼一般。你还没死？洛凡尘反问道。我应该死。不。龙涛突然脚下一震，气势汹汹猛冲而来，苏九侧步准备护在洛凡尘身前。结果龙涛做了一个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动作，在烈日下高高跃起，一个麻利滑铲滑跪在地上，摩擦地面滑到洛凡尘面前。操作连贯，砰的一声磕了个响头。神殿执事龙涛有眼无珠，此前说出一堆污言秽语，求您宽恕，我真该死啊。
这一幕直接把苏九整不会了。我还没出手，你就先跪了。村民们张大嘴巴，表情滑稽。我抄这还是先前那个狂拽炫酷吊炸天的龙涛大人。洛凡尘本人也无语了，这家伙简直离谱，只要跪得够早，就没人能在他跪下之前打倒他。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好奇洛凡尘会怎么处置。洛凡尘开口道：你起来吧，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生存之道，若是满口仁义道德，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也活不了几天。但做人还是当狗，都不能忘本。别忘了你曾经来自哪里。啥？您打算这么轻易就放过我？龙涛身躯一震，若有所思的同时瞪大眼睛，仿佛在说天底下得罪大人物以后竟然还有这好事。接着他砰的一声磕得头破血流，急促道：要不您还是砍我只手吧，不然就这么放过我，我走得不安心。你这货怕不是脑子有大病吧？洛凡尘刚骂完，突然意识到这里早就不是地球，不是对方有病，而是对方眼中的世界本就如此，弱肉强食随处可见，强者为尊。村民们在旁边看麻了，同时心里不是个滋味，痛楚悲凉。果真如龙涛所说，面对他们耀武扬威的神殿执事，但在面对强者和天才的时候，卑微的像条哈巴狗，太现实了。这一刻，洛凡尘下定决心要变强，只有强者才有尊严。而且如果力所能及的话，他也想试试能否改变一下这个世界人们病态的思想。既然拥有如此天赋，饭要吃，妞要泡，但总要做点什么，才不往异界走一走。龙涛最终起身，眼里充满崇敬，内心激动无比。金光10丈，武魂还是真龙？他竟然发现了这样一尊盖世天才，这下也要跟着飞黄腾达了。大人，我已经通过特殊方式传讯出去，很快神殿那边就会有大人来接您了。龙涛激动的搓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咱们现在测试一下您武魂的具体品级吧，金光可能不够精确。可……洛凡尘走到青铜柱前方，将体内觉醒后出现的魂力注入了进去。唰，青铜柱震动，亮出璀璨光华，单色、3色、5彩、7彩，一道道光彩新生，刹那间青铜柱便绽放9道彩光。9彩武魂，天生9品，至强武魂。龙涛眼神死死盯着，攥紧着拳头，心中羡慕的要死。众人震惊的同时，也在等待着什么。果然，一抹神秘尊贵的黑金色自9彩簇拥中升起，青铜柱绽放出10色光芒，照耀八方。传说9品就是极限了，10品，龙涛哑口无言，不敢想象这得是多吓人的武魂。苏九儿也是打死都想不到，天上掉下来个小老公，天赋能恐怖如斯。他从一个被吃软饭的，好像要变成吃软饭的了。没过多久，云村广场空间破碎，出现一道门户，2道人影从中走出。村民们惊为天人，不敢说话。苏九悄无声息退到人群之中。龙涛冲着洛凡尘兴奋道：破碎空间，这可是了不得的大神通，一定是我神殿90级以上的大人物，专程为你来的。灰衣老者带着一位华服青年自空间裂缝走出。那青年神情冷漠，双瞳赤金，似有火焰灼烧，神意非凡。二者在注意到云村简陋的环境后，眉头皱起。分殿执事龙涛拜见2位大人。龙涛跪地施礼。赤瞳青年诞生道：神殿圣子黄燕，这位是巫师4供奉。龙涛颅内轰的一声，圣子黄燕，这可是传说中被誉为天下最强天才之一，未来教皇的准继承人啊。至于供奉，何为供奉？只有真正的强者才值得供奉，供世人瞻仰侍奉。每一个供奉曾经都是神殿长老，真正站在神殿金字塔顶端的存在。如今隐退供奉殿，专心修行。神殿大供奉实力更是深不可测，乃是过去教皇退位，实力镇压一世，传说已经无限接近神明。他整个人都麻了，万万没想到一则消息会炸出这么恐怖的存在过来。但想到洛凡尘的天赋，他的心里也就有底了。黄燕道：你传消息说这里出现了100年难遇的盖世天才，我和老师路过，便过来随便看看。龙涛用力点头，指着洛凡尘道：这便是那位天纵奇才，武魂觉醒异象惊人，前无古人，后也恐难有来者。前无古人？呵，你倒是敢说。黄燕冷笑，甚至不屑多言，一个小小执事坐井观天，能有什么见识？洛凡尘将对方神态看得真切。这龙涛在外面难怪混得不好，这圣子明显便是倨傲之人，你说我前无古人，这不是打他脸吗？情商是个好东西啊。艾龙涛察觉到黄燕声音冷了下来，一时间茫然不解，神殿收获天骄，难道不该高兴才是吗？连忙解释道：禀告2位大人，这位武魂觉醒金光高达10丈，品级更是10彩10品，逆天神人之姿啊！不可能！4供奉使中半眯着的眼睛睁开，透出金芒。你敢为此话负责吗？龙涛感受到莫大压力，
汗水直流。大人明察，小人不敢有半句假话。四供奉笑了笑，皇儿，你信吗？老师，我不信。黄燕赤瞳看向洛凡尘，道：小子，释放你的武魂。洛凡尘皱眉，大人物专程找他，他很高兴，但对方说话的语气他很不喜欢。但来者明显实力强劲，他不想因为争一时之气给苏九儿找麻烦。唰！洛凡尘心念一动，魂力激荡间，抗长龙吟响起，耀眼光芒在掌心浮现。好强的龙威！四供奉和圣子瞳孔收缩，定睛注视过去，结果面色沉了下来。黄燕指着武魂道：龙涛，这就是你说的盖世之姿。龙涛目瞪口呆，人都傻了。远处的苏九儿和村民们也揉了揉眼睛，怀疑是不是看错了。此时此刻哪有什么真龙武魂，洛凡尘掌中只有一条不足半尺的小黑泥鳅，虽然散发着精纯龙威，但怎么看都不伦不类，弱得离谱。洛凡尘也有些头晕目眩，要不是系统之前说过是最强神级武魂，他现在都要怀疑人生了。哼！闷哼如炸雷，四供奉神情不悦。龙涛，金光10丈，10彩武魂就这样吗？大人，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龙涛神情慌张，不知该怎么解释。虚假上报是死罪。龙涛当时面色刷白，他跪着爬到洛凡尘脚下，揪着裤腿哀求道：大哥，你帮我解释一下。怎么会这样？洛凡尘摇头，将腿收回来，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总不能是天雷劈坏了吧。不过龙涛这么死了确实冤枉。其实我有2个武魂。洛凡尘左手伸出，柔和的青光闪烁，周遭香气四溢，一朵6瓣青莲出现。双生武魂，是传说中的双生武魂。龙涛大喜，感觉黑暗的世界又明亮起来。还有武魂？圣子黄燕吃了一惊。四供奉踏前一步确认，感叹道：没想到这等穷乡僻壤竟然还能出现双生武魂的拥有者，确实难得。不过也仅此而已了。双生武魂难道还不够强吗？龙涛心有不服，想发声质问，却欲言又止，不敢冲撞。四供奉似乎猜到他心中所想，默然评判道：天下公认的最弱武魂品类便是植物，而他这一株青莲简直毫无用处，连藤蔓都不如，若是有治疗之效，倒是可以当个辅助魂师。洛凡尘神态不变，宠辱不惊，但藏在人群中的苏九儿美眸已然竖起，大为不悦。龙涛也难以接受废武魂的评判，焦急道：大人，不妨用青铜柱当场验证一番。不必浪费时间。四供奉摇头，双生武魂必定是2大武魂品级相近，这泥鳅哪怕龙威纯正，但与青莲共生，便注定一样，只是毫无发展潜力的废武魂罢了，不值得耗费资源培养。可是龙涛还欲说话。放肆！黄燕冷喝道：我老师见识何等渊博，还会骗你？轰！刺眼白光辐射四方，黄燕背后显化一尊炽热火焰缭绕的4翼天使，他赤瞳散发无穷自信神光，威严道：看见了吗？这才是真正的顶级9品武魂。唰！又是一轮金灿烈日在黄燕头上显化，他张开双臂开口道：大日烛照，看见了吗？这才是真正的顶级双生武魂。村民们眼神震撼，龙涛也是十分震惊，但他还是隐隐觉得圣子的武魂虽然很强，但比起洛凡尘先前闹出的大动静，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何须向乞丐炫耀金山？皇儿你太着相了，走吧。四供奉嘴上训斥，实则眼神满意。相比圣子的威风，左手泥鳅右手青莲的洛凡尘显得寒酸，但他内心并没有太大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圣子嘛，行为有些幼稚，孩童心境罢了。他对自己的强者之路有很强的信心，这圣子不会是他的目标。四供奉抬手之间，空间破碎，露出黑洞，他带着黄燕踏入前，向洛凡尘丢出一物：小子，这龙血赠你，服用后什么造化就看你自己了，随手而为，不必感恩戴德。洛凡尘下意识接过，是一个透明小瓶，里面装着整瓶猩红液体。四供奉和圣子消失刹那，云村暗处藏匿旁观良久的一道倩影就要出来，被身旁的宫装美妇拉住。走了？就这么走了？龙涛连连苦笑，你这武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洛凡尘收起武魂，攥着小瓶，随口道：可能是天雷劈废了吧。龙涛想起那可怕的天罚，顿时抖了一哆嗦，难道这前无古人的10彩武魂硬生生的被天罚毁了根基，短短等候的时间里退化成了废武魂？他暗暗痛惜肉疼，看着洛凡尘始终平静的脸，龙涛一阵惊异，忍不住问道：本该是盖世神级武魂，却沦落成废武魂，被供奉圣子拒绝轻视，你都不痛惜难受吗？村民们不忍，摇头惋惜，苏九儿也咬着唇，他自家小男人受打击，内心担忧。
洛凡尘这边则是爽朗一笑，帅气面容透着难以言喻的谪仙气质，拍了拍龙涛的肩膀，而后向广场外走去，言语洒脱道：哪怕生而蝼蚁又能怎样？切记不可妄自菲薄，命薄4指也当有不屈之心，若且一间不坠青云之志。声音不大，却传进所有人耳中，品味其意后纷纷动容。苏九儿冷冷地凝视着遭遇这么多事却依旧洒脱轻笑的洛凡尘，芳心第二次激动。龙涛浑身发颤，这话直达灵魂，说到了他心坎里。他不就是因为平民出身一直妄自菲薄，不屈之心志向他有吗？如果有的话，他早已走得更远了吧。暗中关注这里的宫庄贵妇聆听此言后，高冷娇容也不禁为之变色。这是一个刚刚失忆的青年能说出的话吗？这等超凡心性，这等强者之心，太惊人了。至于贵妇旁边姿容绝美的妙龄少女，看着场内谪仙青年美眸不断泛动着异彩。定，宠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宿主意志坚定，自行领悟强者之心，激发隐藏特殊奖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请领取奖励。洛凡尘闻声心念一动，显示武魂信息，同时领取奖励。万古最强兽武魂，混沌祖龙。传闻混沌未开时便存在的史前真龙，龙族出祖，万兽之长。真灵寂灭后，机缘巧合化作宿主武魂，升级它，你将铸就无敌传说。万古最强器武魂，受损青莲。传说中的神秘至宝遭受重创，受到大气运吸引，因缘际会成为宿主武魂。开发它，你将解密出特殊惊喜。宿主领取奖励成功。奖励1：祖龙吞天诀，真龙9变，一变一重天，9重天后混沌再现。奖励2：一份羊皮卷。魂武大陆存在9处不为人知的神秘宝地，藏着关于宿主武魂的大机缘，这份地图就指向其中之一。哥这俩武魂这么霸道的吗？洛凡尘长吸一口气，内心振奋，确实没想到一副衰样的小泥鳅和青莲跟脚如此逆天，简直猛得一塌糊涂。他的衣襟中悄无声息多了一份羊皮卷，同时脑中好似有万龙咆哮，向着一道恐怖虚影宣誓臣服。一卷恢宏霸道的无上天宫深深印入脑海，仿佛与生俱来的记忆。此时外界不过经历数个呼吸。请留步。洛凡尘背后喊声响起，不是别人，正是自洛凡尘说完话便呆立在原地失神的龙涛追了上来。龙涛冲过来阻拦在洛凡尘身前，让陆村长等人面色一变。按道这家伙莫不是看凡尘武魂废了，便打算恢复欺软怕硬的刻薄嘴脸，准备报复。暗处的宫庄贵妇和妙龄少女也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洛凡尘问道：这是何意？龙涛整理衣衫，而后双手抱拳，冲着洛凡尘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行弟子大礼。所有人都懵了，这画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龙涛抿着唇诉说道：我一直厌恶自己平民的身份，说是厌恶，不如说是自卑，不敢面对自己的出身。对平民色厉内忍，对强者卑躬屈膝，早已在乱世迷失本我，活成了自己年少时最讨厌的样子，身陷囹圄而不自知。您的话振聋发聩，点醒了我，让我找回了本心。我就是平民出身，平民凭什么就不能有尊严？洛凡尘看着情绪激动的龙涛，若有所思道：你修行的速度应该比过去慢太多了吧？龙涛瞪眼：您怎么知道？神了？洛凡尘摇头笑了笑：没有那么神，瞎猜的。只不过你心思驳杂，迷失本心，如何能专心修行？肯定会慢。洛凡尘语气稍缓，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要知道，趋炎附势是生存之道，但不是强者之道。我辈魂师自当锐意进取，不然何谈破境？一番言论再度震惊四周众人。苏九无法理解，小男人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领悟出来的？暗中窥探的宫庄贵妇也心头一惊，这小子怎会有如此逆天的悟性，一语道破强者之心的真谛？要知道，好多无法突破修行桎梏的魂师，不是因为天赋不够，而是心境出了问题。少年早成，这等悟性，惊世之才啊！宫庄贵妇暗自认可。老师，他好厉害啊！妙龄少女清脆道：此子大善。宫庄贵妇点头。他还尚未修行，便有如此顿悟，前途无量。少女叹气：可是他的武魂，你为圣女，便不要如常人那般目光短浅。宫庄贵妇道：武魂还有机会靠机缘提升，但这等悟性天资，我看100万中无一例。少女暗暗咂舌，她这女教皇老师权倾天下，眼高过顶，可没几人能进她的法眼。就算那天赋绝伦的圣子，在老师眼里也只能得上一句蠢货的评价，现在却青睐看好这山村帅气小哥，确实了不起。言尽于此，告辞。洛凡尘看着再度愣在原地的龙涛走了出去，结果刚走出去几步，就听见龙涛欣喜若狂的声音：哈哈，
我明白了，我多年的心结终于彻底解开了。轰！龙涛发出酣畅淋漓的长啸，背后吸龙武魂出现，体内好似枷锁被打破，魂力增长，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竟是原地破境。他天赋乃是五品武魂，却困在29级多年不得突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心情愈发抑郁偏激。此时一招突破，到达30级，心情可想而知。突破后的龙涛第一时间对洛凡尘行跪拜大礼，无比真诚。感谢您的指点，此等大恩绝不敢忘。无需如此，我随口胡诌的。洛凡尘哭笑不得，谁能想到这家伙就这么突破了？离谱！您太谦虚了。龙涛摇头，起来吧。洛凡尘眼神怪异，有些不适应。我还是喜欢你以前桀骜不驯的样子。嗨嗨！龙涛嘴角一抽，起身后冲着村民方向施礼，看得村民们心里毛毛的。先前出言不逊，多有得罪，还请父老乡亲们别往心里去，就当个屁放了。村民们惊呆了，内心直呼卧槽。以前只知道洛凡尘这小子打猎牛逼，嘴炮也这样牛逼，这龙涛前后反差也太大了。龙涛气愤道：恩人，哪怕那四供奉和圣子看不上您，但我还是觉得您牛逼。神殿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您可以去苍龙帝国的魂师学院试试，日后打他们的狗脸。谁说神殿看不上他？一道冰冷威严的女声响起，恰如凤鸣。所有人顺着声音传来方向看去，空间撕裂，漆黑门户中走出2道高挑倩影。在场无论男女，心肝皆是一颤，不是因为实力，而是眼前的2个女人实在是太美了。贵妇凹凸有致的身段被金灿宫装长裙紧紧包裹，酒红色的瀑布长发垂落，雪白的额颈戴着蓝宝石项链，一双纤长玉腿踩着高跟长靴，浑身散发着难以言喻的贵气，凤眸更是散发着只属于上位者的威严。另一个妙龄少女梳着紫色干练的马尾，美眸灵动，唇似玫瑰花瓣，青涩可人，短裙包裹着翘臀，露着白嫩双腿，踩着黑皮靴。洛凡尘也是有一瞬间失神。来到魂武大陆以后，除了苏九儿以外，竟然又见到2个足以吊打前世一切名媛辣妹的人间极品教皇陛下。龙涛见到好似画卷中走出的绝世美人，瞬间吓得亡魂皆冒，腿肚子抽搐。西，你这坏家伙竟然认得我老师！少女发出黄莺般轻灵笑声。龙涛冷汗涔涔，神殿供奉隐世不出，鲜少走动，他没见过实属正常，但眼前之人他又怎会不知？杀伐果断，奉威天下的女教皇帝未央。小人曾有幸瞻仰过教皇陛下的画像。女教皇凤眸望向谪仙气质的洛凡尘，朱唇开合，再次冷声发问：是你说神殿看不上他？没有，小人不敢。是四供奉和圣子大人这么说的。龙涛惊得面色惨白，身躯颤抖，低着头根本不敢去看那双狭长凤眸。喂，抬起头，别那么没出息，刚才还说自己大彻大悟了。龙涛肩膀冷不丁被拍了一下，耳畔传来调侃声音，扭头赫然看见阳光帅气的面孔，不是走过来的洛凡尘还能是谁？别乱说话，快向教皇陛下行礼。龙涛快吓哭了，他能不害怕吗？魂武大陆有句话一直广为流传，宁犯阎罗王，别惹女教皇，可见帝未央流传在外的威名多么恐怖。四供奉。帝未央闻言后，凤眸透出一抹冷芒，淡声道：旧时代的残党如何能评判新时代的天骄？龙涛懵了，他本以为刚才说让洛凡尘以后争取打供奉圣子狗脸，被女教皇听见肯定完犊子了，结果对方似乎根本没在意，对供奉不屑，反倒是好像很看好洛凡尘。龙涛心神一动，不对，刚才那句话透露出的意思已经不仅仅是看好那么简单了。洛凡尘这边不卑不亢，正是女教皇那张不怒自威的绝世容颜，暗暗心惊。好一个神殿女教皇，姿色绝伦不说，更是霸气侧漏，就连最少95级以上的供奉都入不了她的法眼，沦落为旧时代残党。嘿，你不怕我老师吗？妙龄少女紫色马尾晃动，惊奇问道。洛凡尘反问：为什么要怕？少女阴唇微张，隐约能看见一对可爱虎牙，对方这一问直接把她整不会了。难道不应该怕吗？要知道，许多位高权重之人在教皇老师的强势气场下，也如面前这小执事和周围村民一般，像是老鼠见了猫，心神不安，不敢抬头。此时不只是圣女好奇，就连女教皇也略感诧异。身居高位多年，再加上恐怖的实力，敢与他对视的人寥寥无几，这青年着实与众不同。而且从不在意他人长相，脸盲的女教皇竟然隐隐觉得面前这青年帅得过于逆天，似是散发着某种特殊魅力。洛凡尘嘴角翘起，溢出一抹帅气弧度，行得端，站得正，做事无愧于心，纵然女教皇精灵，又何惧之有？紫发圣女见到那笑容略微失神，想着世间怎会有如此好看的男人，
桃城开河，你就不怕老师对你动手？洛凡尘摊手笑道：怕也是死，不怕也是死，那为什么要怕呢？而且我觉得两位若是想加害我，没必要说这么多，直接动手就好了啊。龙涛在旁边听的手心都捏了一把冷汗，要死了，这些话简直以下犯上，胆大包天，不要命了吗？大兄弟，不，祖宗，您是真有女教皇也一样硬刚，不给面子的吗？咱就算不当舔狗，说两句恭维的好话也成啊，大可不必这么硬气，把对方的好感做没了，就是等死啊。紫发圣女谈口微张，扭头朝着身旁冷艳女教皇惊奇道：老师，你说的没错，这家伙真的好特别，跟神殿其他男人不一样。女教皇清冷薄唇紧闭，并未回应，但眼神多了几分赞许之色。她平生最不喜欢的便是奴颜媚骨、趋炎附势之人，洛凡尘这等宁折不弯的态度深得她的心意。思索后启唇道：光明神殿第13代女教皇帝未央，你可愿拜我为师？一直心神紧绷的龙涛瞬间懵逼，如遭雷击。卧槽，啥？收徒？他没听错吧？女教皇决定收洛凡尘为徒，这和他设想的双双等死剧本不对啊。传闻不是说女教皇性格寡淡，不喜生人，尤其是不喜男人吗？周围的村民们更是面面相觑，互相都能看见对方瞪大的眼睛，一直不敢说话的他们不代表什么都没听见。这洛凡尘也太神了吧！3句话应对，让女教皇收他为徒。为什么？洛凡尘冷静问道。卧槽！龙涛双手用力薅着头发，双眼赤红，布满红血丝。哥，你疯了吧？女教皇要收你为徒，这还用犹豫？你不心花怒放，赶紧跪下谢恩，都想啥乱七八糟的呢？旁边村民们早已惊掉了下巴，脑子里回想着，他一向都是这么勇的吗？哦，好像是从小到大都超勇的，大多数村民都还记得，这家伙11岁就敢一个人进山打猎，伤痕累累，拎着头灰狼回村里。对于周围杀人一样的羡慕目光，洛凡尘视若无睹。作为一个穿越者，他天生对这个世界充满戒备，相信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人不会没有理由的对另一个人好。天真的人都死了，他要知道对方为何收自己为徒，毕竟明面上他的武魂看着就是废，实际有多牛逼，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紫发圣女呲出小虎牙，凶巴巴的道：可恶啊，我有一种想咬死你的冲动。你知道想拜入老师门下的天骄英杰有多少吗？犹如过江之礼，就算先前跟你气焰嚣张的圣子也在老师门前苦苦跪求了3天，但是老师看都不屑看那家伙一眼。虽然洛凡尘很帅，自己对他也很有眼缘，但现在真的好想把这家伙一口咬碎。他根本不清楚教皇老师开金口有多么不易，女教皇面若冰山，毫无表情。你要理由？是。洛凡尘点头，坚持己见。唰，皓日当空，夏日炎炎，周围温度却迅速下降，所有人不禁抖了个哆嗦，面露惊惧。帝王一怒，伏尸100万。女教皇傲人，娇躯正散发出如渊如玉的威压，凤眸凝视洛凡尘，不掺杂丝毫情感。我帝未央一生行事，无需向人解释。周围龙涛村民如芒刺在背，哪怕女教皇此刻没有针对他们，在这股强大气场下也是体表生寒，只能焦急地看向一直不出声的洛凡尘。哥，祖宗，说话，你倒是赶紧说话。紫发圣女也暗叫不好，芳心咯噔一下，教皇老师看样子真生气了，从来没有人敢忤逆老师。谁也没想到，在这个不可缓和的时候，帝未央再度开口。但我今天可以给你一个理由，本教皇中意你，这理由够吗？清冷霸道的话音落下，周围鸦雀无声，别说龙涛和一个个村民，圣女都张大着阴唇，满脸不可置信。人麻了，怎么可能？圣女是了解自己老师的，原则性极强，说不跟你解释就是不解释。今天这是怎么了？足够。洛凡尘纳头便拜，行拜施礼。弟子洛凡尘见过老师。帝未央颔首，唇角竟是掀起刹那芳华，周围一切都仿佛黯然失色，所有人都看呆了。天赋有缺有可补，人若有缺无药医。洛凡尘，那4供奉有眼无珠，但在本教皇眼里，你很好。洛凡尘惊鸿一瞥，心脏竟是漏了一拍，可惜那笑容转瞬即逝，又恢复冷酷模样。拜师后，他暗自轻呼了一口气，他难道真不怕死吗？得了吧，只有愣头青才不知死活，他洛凡尘又不是圣人，惜命得很，在死亡面前，他可以拥有很灵活的道德底线。其实他做任何事之前都是有思考的，事实证明他现在赌对了。第一，他确实需要对方给一个理由，以此判断对方收徒目的，小心才能活长久。第二，自家小老婆苏九身为妖帝，哪怕打不过还不能带她跑路吗？第三，前世他是谁？妥妥海王级心理大师啊，对各种女人性格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于冰山女王的冷傲性格来说，
你态度越是软趴趴，越是没自信没底气，他越是瞧不上你。敢躲避女王眼神的人，注定被女王嫌弃。在女王眼中，弱者皆臣民。想征服女王，那就只能比她更强势、更霸道，但绝不是中二无脑龙傲天那种。想说起来，细节可就太多了。洛凡尘摇摇头，见鬼，自己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八成是上辈子海王职业病犯了，他可没有要当冲师逆徒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现在绝对没有当务之急是如何步入修行正轨，研究俩武魂到底咋回事，羊皮地图指向的宝地是哪里。苏九儿此前并没有跟他说过太多关于魂师的事，这回觉醒完武魂，算是踏入全新领域。哎，在这世界，弱者无人权，没实力简直寸步难行。听说还有邪魂师在暗中为非作歹，好在他有女帝老婆，还有个女教皇师尊，安全稍微得到了保证。凡尘师哥，我叫白银月，以后叫我银月就好了。少女踩着黑靴的修长玉腿晃动，跑到洛凡尘身边，紫色马尾晃动，俏生生地说着。洛凡尘嘴角一抽，叫我师哥，你不应该是师姐才对吗？哎呀，都差不多，差不多。当师姐多麻烦，人家一直想有个关爱我的师哥了。白银月吐了吐舌头，似是想起什么，呼吸变得急促道：对了，那四供奉给你的什么龙血，赶快丢掉。丢掉龙血？什么意思啊？洛凡尘有些纳闷。白银月瞪着美眸，哼声道：那老狗一看便没安好心，给你的根本不是什么宝物，服用后反而会害了你的性命。洛凡尘闻言瞳孔一缩，低头看向手中小瓶，猩红液体在其内流淌。这不是龙血，是龙血不假，但却蕴含剧毒。白银月解释道：龙类魂兽被虐杀后，怨气会渗透到全身血液之中，将这蕴含怨气的血液炼化，就能淬炼出你这一小瓶怨龙毒。若是吞服了这怨龙毒，不仅修行根基会被破坏，精神还要遭受怨气侵蚀。龙涛在旁边听得遍体生寒，好狠的手段，可是四供奉为何要害他？洛凡尘将问询的目光投向帝微央，对方轻轻颔首，此物却为怨龙毒。得到女教皇的肯定，洛凡尘哪里还有怀疑，五指发力，死死地握紧小瓶，心底涌出一股怒火。无冤无仇，便要害我，还露出一副施恩的丑陋嘴脸，老狗怎敢如此欺我？这笔账，洛凡尘牢记在心里，不清算他意难平，欺人太甚。砰！他手指发力过猛，小瓶应声炸碎，玻璃碎片划破手掌，猩红液体迸溅而出。白银月惊呼：血液接触也要出大事的呀！卧槽，血液接触也不行，不好！闻言龙涛众人瞬间慌神，洛凡尘也急了，他自己也没想到觉醒武魂以后力气能增强这么多，一不留神竟然就能硬生生将小瓶捏爆。如今怨龙毒已经和伤口血液接触，想甩掉都来不及。干，这叫什么事？洛凡尘哭笑不得，心态直接裂开，难不成他要挑战穿越者最弱之死法？女教皇和躲在人群的苏九就要出手，洛凡尘掌心突然涌动魂光，小泥鳅武魂自动出现。巴掌大的小泥鳅张口，一股吸力凭空产生，将洛凡尘伤口侵染的怨龙毒尽数吸收。洛凡尘震惊，咱躲都来不及，你这还主动吸上了，生怕哥达的不够快。感应到小泥鳅武魂传来的贪婪、兴奋情绪，洛凡尘也没多迟疑，一咬牙便做了决定。吸吧，大口的吸！堂堂混沌祖龙武魂，万龙始祖，就算再落魄，也不可能拿捏不了小小的怨龙毒吧？嘶！狼灭啊，比狠人还多3点。周围倒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龙涛、圣女、村民们全都惊呆了。不是说了这玩意有毒吗？你怎么还甘之若饴的吸食上了？眨眼的功夫，小泥鳅不仅吞噬了洛凡尘掌心沾染的怨龙毒，哪怕是洒落在地上的都没放过。您没事吧？龙涛紧张问道。接触时间不长，但他已经被洛凡尘身上散发出的特殊人格魅力折服。没事。洛凡尘仔细想了想，舔唇道：见鬼，不仅没事，我好像莫名的还有点小兴奋。怎么可能没事？白银月堂口张开，面露不忍道：我曾见过圣子那家伙残忍的拿神殿犯人试验着怨龙毒，40多级的魂师啊，痛苦的疯狂嚎叫，硬生生将脸皮都撕烂了。吼！就在这时，一条血色迷你怨龙出现，凶厉咆哮。小泥鳅受到挑衅，猛然爆发出一股特殊气势，戾气十足的血色怨龙顿时萎靡，硬生生被小泥鳅吞噬殆尽。刹那间，单色光芒迸发，光芒中小泥鳅的身躯迅速延伸扩张，体表也有鳞片滋生。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龙涛察觉自己的五品吸龙武魂竟然畏惧小泥鳅身上散发的特殊气息，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武魂进化？白银月再次被洛凡尘狠狠地震惊到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妖孽啊？生吃怨龙毒人没事就够离谱的了，武魂还进化了。
帝未央凤眸透出奇异之色，显然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等逢凶化吉的异象。远处苏九儿暗自轻舒一口气，俏脸刚露出喜色，忽地又冷了下来，眸中杀意沸腾，悄悄退出人群，远去。唰！此时小泥鳅身形扩张3倍有余，从巴掌大小进化到如同一条小蛇，体表浮现出细密鳞片，周身萦绕的单色光芒明显比先前更深邃浑厚了。洛凡尘笑了，这武魂果然没让他失望，明显比先前威武了许多。矮小短错迅速再向高大长猛进军。老师，小师哥的武魂竟然可以进化！白银月惊奇道。帝未央皱眉，什么师哥？他是你师弟？白银月摇晃着女教皇手臂，扁着红唇，老师，人家不想要师弟，要师哥吗？帝未央无视圣女的撒娇大法，抬眸道，凡尘，你这武魂蕴藏很深的龙威，潜力位格绝对不低，若是能持续进化，不会弱了那圣子的9品炽天使和大日烛照武魂。现在还不知道这武魂是只能依靠吞噬龙族血液进化，还是吞噬其他能量也可以。洛凡尘点头，认真听着。身为女教皇，眼力自然是有的，那怨龙何等戾气，结果面对小泥鳅毫无反抗之力。能依靠吞噬进化的武魂，他闻所未闻，只见过这一例。哪怕洛凡尘武魂现在看似弱小，但潜力绝对无穷，只是不知道最终上限是几品，不由得多了几分期许。帝微央清冷道，你今日先回家中和亲人道别，明早我在这广场等你，带你外出修行。好。洛凡尘点头，毫无废话。帝微央玉容露出满意之色，不等白银月说话，带着他破碎虚空离去。村民们这才敢大口喘气，沸腾热议起来，多少人都满眼艳羡地看着洛凡尘，不过没有妒忌，大多是默默祝福。村长路人十分激动，看着这个从小在云村长大的孩子，他心潮澎湃。云村这下有可能要出真龙了啊！龙涛紧绷的身子放松，凡尘恩人，点醒之恩绝不敢忘，我就在青城光明神殿分店当差，有需要我帮忙的可以直接来找我。对了，那四供奉和圣子可以说是站在魂武大陆权力的顶峰了，哪怕心里再恨之入骨，也别与之为敌。龙涛无力感充斥心头，攥着拳头憋屈骂道，谁他妈能不恨这种人？可是形势比人强，若是有机会，最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化敌为友啊。你说的对，区区下毒害命之仇罢了，不算什么。洛凡尘嘴角上扬，和善笑道，我这个人呢，脾气其实很好的，那死供奉对我如此友好，有朝一日我必定好好感谢他全家上下，地下蚯蚓可中蛋黄都要顺带慰问一下。洛凡尘明明在笑，声音温和，龙涛却情不自禁地站立了一下，体表生寒，告辞匆匆离开。哎，苏怡跑哪去了？洛凡尘四处张望也没找到，心中纳闷，刚才人还在呢，大美女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消失了？咯噔咯噔，一架金碧辉煌的马车在幽静的山间小路行驶，四供奉和圣子黄燕乘坐其中，各自按着一个谄媚女子脑袋，半眯着眼睛，神情享受，同时欣赏着沿途风景。一道倩影悄无声息出现在虚空之上，婀娜火辣，正居高临下，冷冷注视着行驶的马车。老师，我想不明白，您临走前为何要赐予那小子龙血？马车内，神殿圣子黄燕皱着眉头询问，大手也没闲着，粗鲁按着谄媚女子的脑袋。四供奉眯着眸子，神情惬意道，你明知那是怨龙毒，为何要问？那小子胆敢服用，必死无疑。美滋滋地饮下本供奉赐予的宝物，最后在痛苦哀嚎中嘣的一声爆体而亡。黄燕眼神不屑，老师若是看他不爽，随手宰了便是，那些平民烂命一条，何须浪费一瓶怨龙毒？他不配。你懂什么？四供奉摇头。燕儿，你的天赋世上能与你匹敌者寥寥无几，但心计就太欠缺火候了。不就是一个平民废物，倘若厌恶，杀了便是，又能怎样？黄燕不以为然。你糊涂。四供奉瞪眼，杀一个平民容易，那其他人要不要杀？倘若不杀其他人，女教皇便有可能得知咱们擅自杀害一个觉醒双生武魂的魂师，难免要追究起来。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这个女教皇最在意平民性命，倘若杀了，全村的人都死干净，势必会引起神殿追查，而分店那边是知道咱们来过这里的，依然有可能存在麻烦。赐予他龙血，既在平民面前展现了你我的仁慈大方，又能无声地除掉他，何不美哉？黄燕不解问道。可是那小子不过是区一个觉醒废武魂的蝼蚁罢了，难成大器，就算让他苟活于世又能怎样？您又何须理会？四供奉冷笑，你又怎知今日的蝼蚁，来日不会因为特殊机遇成为名震天下的强者？那小子气宇轩昂，武魂虽废，却透露着古怪，这种人提前处理掉，永绝后患才是最聪明的做法，何必给自己未来添麻烦？就凭他，他也配？黄燕放声大笑，
擦了擦笑出的眼泪道：“老师，您太高看这些山野村夫了，哈哈哈。我黄燕出身显赫，天资无双，日后自无敌于世间，横推一切牛鬼蛇神。区区一介村民，何其卑微，无才无势，又算得上什么不得了的人物？”四供奉摇头劝告道：“叶儿，你嘴上可以蔑视敌人，但心里必须要重视一切敌人。那小子其实勉强可以被我收为弟子，耗费大量资源，未尝没有逆袭的机会。但你不仅是我徒弟，也是我儿子，我为何要耗费本该供给你的资源去培养别人？但此子我又不想落在别人手里，尤其是女教皇那一派系，用一瓶怨龙毒轻松解决，再好不过。”黄燕摇头，眸中傲气丝毫不减，反倒愈发锋芒毕露。“您老了，谨慎过头了。只可惜那小子估计已经被怨龙毒折磨得哀嚎痛哭，爆体而亡。不然来日我必定亲手将之打爆，证明您今日的小心是多余的。”四供奉苦笑：“你欲谋求教皇之位，实力、心计缺一不可。女教皇那贱人手段铁血，精彩艳艳，可不好对付啊。”黄燕脸上露出霸道邪魅的笑容：“圣女很快就会被我征服到手。女教皇，哼，她也别想跑，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我。慢吞吞的，搞快点，我要好了。”黄燕大手向下一按，随后闭上眸子，四供奉也是如此。即将陶醉释放之际，一道惊天炸响突如其来，吓得黄燕、四供奉猛地哆嗦。下一秒，狂暴的能量席卷整座马车，马车瞬间解体瓦解，爆碎开来木屑，宝石击射向四周，以破碎马车为中心，烟尘弥漫，一颗小型蘑菇云在原地升起。轰！四供奉浑身焦黑狼狈，带着奄奄一息的黄燕从烟尘中冲出，气得决眦欲裂，四处搜寻。是谁？是谁敢如此大胆？可惜了，没炸死你这老狗和你的狗儿子。伴随冷冽女声，空中一道火辣妖娆的倩影显现，白色狐裘裹着凹凸有致的性感娇躯，一双美腿心长，脚踝系着金色铃铛，赤着玉足，背后9根雪白狐尾，祸水级的容颜天生媚骨，淡蓝色冰眸散发着刺骨杀意。九尾天狐，你是青丘女帝，无冤无仇，敢招惹神殿供奉，你找死！轰！四供奉怒发冲冠，背后火焰升腾，一尊全身红色的12翼天使虚影巨现而出。天使脚下整整9道颜色各异的强大光环上下律动，散发出如渊如玉的恐怖气息。好一个无冤无仇！女帝冷若寒霜，杀气腾腾。她正是得知龙血有毒，咽不下有人算计自家小男人这口恶气，离开云村千里追杀的苏九。不等对方动手，她忍无可忍，率先轰了上去。放肆！四供奉关键时刻被打断，徒弟儿子又被重伤，气得头疼欲裂，嗷嗷直叫。啊！今日就宰了你，夺了你的魂环、魂骨，给我儿备用！轰轰轰！大战一触即发，山崩地裂，骇人能量激荡。圣子被打得半死不活，生机涣散。九尾女帝，你给本供奉等着！四供奉颅骨开裂，大口喋血，气急败坏，疯狂咒骂，携带化作焦炭的圣子仓皇逃走。日落西沉，皎月当空，黑夜中云村一片静谧。洛凡尘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饭菜，准备与常伴多年的贾小姨、真娇妻庆祝今日成功觉醒武魂。结果从下午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见人回来，菜反复热了好几次。洛凡尘坐着门槛，望着院外，失神自语：所以去哪儿了？总不能是不告而别，抛弃我这没用的小老公了吧？洛凡尘摇头，觉得苏九肯定不会如此，但还是有些担忧。16年的朝夕相处，早已习惯对方在身边陪伴。心烦意乱的他从怀中拿出一份羊皮卷，正是上午获得的地图，魂武大陆9处神秘宝地之一，还藏着关于我武魂的大机缘。洛凡尘苦笑，这地图勾勒的山川河流倒是清晰，可是他一处都不认得啊，如何找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地图除了苏九，他现在也不敢给别人看。女教皇和圣女初次见面，感觉虽好，但毕竟还不熟悉。唰，空中一响，一道倩影落在院内。洛凡尘面色一喜，立即起身，心中欢喜，嘴上却忍不住埋怨：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话没说完就被咳嗽打断。嗨嗨！月光下，苏九足下踉跄，依稀能看见他白皙的藕臂上出现了一道利刃划痕。小男人，担心着急了吧？我……苏九蓝瞳暗淡，急着启唇解释，话到一半又是轻咳。他，见到九手臂上的伤口，洛凡尘脑中嗡的一声，苦等一天的焦躁瞬间烟消云散，哪里还顾得上怪罪？箭步冲到苏九身旁，扶着他的肩膀。洛凡尘难以想象妖帝的他被谁伤了手臂。谁？是谁打伤的你？他面色难看，声音低沉。没关系，别太担心，一不碍事的。苏九薄唇磕碰，冰凉素手抚摸着洛凡尘俊逸脸颊，
轻声安抚着。怎么会没事？洛凡尘咬牙，啧啧，臭小子，真是长大了，知道心疼小姨了。看来这么多年没白疼你。苏九发出银铃般笑声，胸前乱颤。洛凡尘摇头，认真道：我知道你是觉得我实力弱，告诉我只是给我徒增烦恼，但是只要你说是谁伤的你，哪怕今日我不是他的对手，但来日必将清算，让他血债血偿。苏九愣神，小男人平日里都对他很温柔，第一次如此郑重严肃。看着那双透露倔强坚毅的深邃黑眸，苏九心中涌出一股暖流，交融露出惊心动魄的美艳浅笑。咱们家小男人越来越有男子气概了呢，一这颗小心脏都开始砰砰乱跳了。一向贪恋美色的洛凡尘此刻不为所动，神情依旧严肃，点头道：是那4供奉和那圣子吧，我记住了。走吧，不耽搁你时间，回屋疗伤。你怎么会知道是他们？苏九一愣，诧异启唇。洛凡尘回道：现在确定了。苏九瞪眼：好啊，你小子翅膀硬了，套一话。洛凡尘不语，眸光低沉，拳头攥紧。喂！苏九伸出玉指戳了戳洛凡尘腰，你这样就显得小姨很呆，很没有面子的。放心啊，区区致命伤，不足挂齿的。洛凡尘道：咦，你就别故意卖萌逗我了，你一个妖帝就不是那块卖萌的料，很尬吗？苏九低声问。洛凡尘老实回答：有一点。哦，好吧。苏九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周围空气陷入安静，俩人默契地向屋内走去。苏九坐在床上，忍不住问道：我其实好害怕你冲动，怕你得知事实后会不顾阻拦，无脑红眼杀出去送死。洛凡尘默然道：无脑蠢货只会让轻者痛，仇者快，我看着像是送人头的蠢货吗？我会努力修行，这个仇一定要报。苏九何等修为？一眼就看出洛凡尘只是表面平静，实则袖子下颤抖的拳头已经说明何等愤怒。他是在意我的，很在意。那4供奉年岁早已过百，乃是神殿长老退隐下来的，享用资源无数，说是整个人族的巅峰战力也不为过。若是整个魂兽族群的霸主麒麟帝出手斩杀那4供奉，倒是轻而易举，而已只是狐族一脉的妖帝，资源有限，修行时间其实比他短得多，实力自然是不如他的。而那圣子潜力无穷，未来至少有90%把握继承神殿大统，你确定要与之为敌？洛凡尘抬头与苏九四目相对，话语平静道：我这个人不懂什么大道理，只认一条死理。欺负我可以，只要别太过分，但谁敢欺负我女人，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要杀他全家，灭他满门。1年不行练3年，3年不行就练30年，打不过就下毒，下毒不行就算计。苏九芳心猛地悸动，美眸闪烁复杂情感。男人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词，更没有歇斯底里的誓言，但他能感受到一股不可撼动的意志扑面袭来，如浪潮一般冲击着他的神经，拨动他的心弦。这一刻，他心中渐渐出现了女人对男人的那种情感，而不是亲情。好啦，别气，别气。其实这次我没受委屈的。苏九心疼了，似乎生怕洛凡尘不信，苏九一指点在他的眉心。洛凡尘脑中随即闪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4供奉头颅开裂淌血，左臂被打烂，血肉模糊，怀中圣子更是一片焦黑，不知死活。最终在4供奉气的嗷嗷叫声中，苏九遁入空间逃走。这……洛凡尘眼神恢复清明，随即心头震颤，自家这小媳妇儿太狠了。他本以为苏九是吃亏的那个，看到洛凡尘诧异目光，苏九傲娇扬起下颚，露出妖帝威严：惹我可以，欺负我家小男人可不行，我苏九受不了这委屈。洛凡尘抓住那双冰凉柔体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下次不许为我冒险，太危险了。哎呀，出息了，敢牵小姨手了。苏九嗔怪，但未抽出，问道：那你有没有听过后面另一句啊？小女子报仇，一天到晚。苏九眯着美眸，那老狗没安好心，可惜没能宰了他。随后苏九将4供奉和黄燕在马车内的对话算计说给了洛凡尘。人心险恶，这些上位者视下人为草芥，蝼蚁确实该杀。洛凡尘冷笑道。苏九摇头庆幸道：那老狗实力深不可测，又有光明神殿的神器在身上，幸亏这次我是偷袭，而且对方也没想到我一上来就会用搏命秘术，再加上那老狗要护着狗儿子，所以才在我手下吃了大亏。但最后我若是不逃，搏命秘术效果结束，进入虚弱期，他有神器在手，被留下的就该是我了。你伤得怎么样？洛凡尘关心道。没伤及根本，但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苏九儿道：你如今拜女教皇为师，有人护着，而且那女教皇和4供奉明显不是一个派系，我也就可以放心的走了。什么？你要走？洛凡尘问道。
苏角叹息：“我毕竟是魂兽，人类世界终究不是我的归宿，在青丘那样的野外环境对修行帮助更大。这么多年是因为要让你在人类社会健康成长，如今你已经可以自立了。而且我预感到我的50万年凶兽天劫要来了，天劫凶险，需要闭关修炼了。”天劫？洛凡尘不解。苏角道：“如今你已经觉醒武魂，是时候好好跟你说说关于魂师的事情了。”洛凡尘凝神，认真倾听。苏九悠悠道：“魂武大陆人类在16岁之前进行淬体，打造体魄根基，16成人便可觉醒武魂。初次觉醒武魂，所有人魂力境皆为1级，称为魂师。如今你就是1级魂师，魂力修炼到10级，需要获取魂环才能突破到下一个境界，11级魂师。何为魂环？”洛凡尘疑惑问道。苏角回答：“魂兽死后，短时间内可以凝聚出魂环，特殊的魂兽还会出产魂骨，魂师将魂环签引入自身，便可完成突破。魂骨作用你以后会了解，这里面有很多讲究，我就不多说了，明日你的老师一定会教你。你现在是平民身份，懂太多不符合常理，容易暴露我的存在。”洛凡尘虽然好奇的心痒痒，却也只能点头。苏角继续道：“11级为魂师，也可称作1阶强者，1阶为10级，1阶到9阶强者依次为魂师、大魂师、魂尊、魂宗、魂王、魂帝、魂圣，称号超凡。那圣子、圣女进阶是4阶魂宗，不过看气息，那圣女应该是刚获得第4魂环完成突破，而那4供奉和女教皇则是9阶超凡强者，可以破碎虚空。但9阶超凡强者之间实力差距也极大，毕竟91级和95级可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你是什么等级？”洛凡尘追问。我，苏角道：“大概相当于人类95级左右的强者吧。”似是看出洛凡尘疑惑，苏角解释：“魂兽修为是看年限的，而不是等级。”啊！洛凡尘诧异，魂兽大致分为100年、1000年、万年、10万年。10万年魂兽相当于人类91级强者，出到10万年，他会面临一个兽生重大抉择。什么抉择？洛凡尘知道现在自己听见的知识绝不是凡人可以了解到的，格外感兴趣。他需要考虑是继续以魂兽之身修行，还是借机彻底化作人类之身，从头开始修行。苏九儿语气凝重起来：“如果以魂兽之身修行，每10万年需要经历一次天劫，九死一生，度过变生，不过就死，飞灰烟灭。而我选择的便是此道。”洛凡尘听得惊心动魄，暗自纳闷，为何这魂兽一族的修行之路如此艰难，还要面对天劫。对了，以你刚才说很快要面临50万年天劫，那你不会已经存活了50万年吧？你礼貌吗？苏九瞪眼：“我怀疑你在冒犯我，说我是老妖精。”苏九忍不住伸手拧起洛凡尘腰间软肉：“恶毒妖精，谋杀亲夫是不是？”呸！苏九嗔声道：“告诉你吧，魂兽年限相当于你们人类的等级划分，而不是存活的年头。如果论存活的年头，高等级的魂兽几万年才一只，还不早被你们人类历代魂师为了突破杀灭绝了。我在母亲庇护下修行，偏安一隅隐世不出，具体修炼了多少岁月，我其实也不清楚。修行的时间应该连那老妖精4供奉1/3都没有，不然他今日必死无疑。反正我很年轻。”苏九一字一顿，瞪着蓝瞳兄巴巴地强调着。冰山玉姐露出这般模样，简直可爱极了。洛凡尘忍不住想揉搓2把，但忍住了。从心惜命，大体的都跟你说差不多了，很多细节就等你的教皇老师教你吧。怎么老提女教皇？洛凡尘调侃道。咦，你不会见女教皇漂亮，吃醋了吧？吃醋？苏九眸光一闪，冷哼道：“吃谁的醋？”洛凡尘莫名的感受到一股杀气。来，小男人，你回答我，是姨漂亮还是女教皇漂亮？苏九浅笑盈盈问道。洛凡尘脑中顿时浮现2张面孔，一张红颜祸水，妖媚动人，看一眼便能引发最原始的欲望，欲罢不能；另一张倾国倾城，冷艳无双，散发着无限威严，让人望而生畏，却又忍不住沉沦其中。等等，醒醒，你在想屁吃，还真选上了。这可不是选择题。洛凡尘可是上大分的人，遵从内心的指引，毫无犹豫道：“那还用问？自然是一最漂亮。那女教皇与圣女再美，哪怕加在一起，又怎敌得上一的1/1000？”苏九满意颔首。洛凡尘内心暗暗吐槽：女人，口是心非的动物，还说你没有吃醋。苏九唇角上扬：“这次就算了，下次我当着你的教皇老师面再问你一次好了。”洛凡尘心里咯噔一下，最毒妇人心呐，想我死就直说，何必搞这么复杂？咯，
苏九看到洛凡尘吃瘪，笑得花枝招展，此时没有易容，散发着惊人的诱人魅力。看得洛凡尘喉咙干涩，想一清芳泽。美，太美了。他尝试将脸靠近，本以为这一次又要被无情推开，没想到苏九一声不吭，蓝色美瞳静静看着他。洛凡尘小心翼翼再度靠近，两人已近在咫尺，能听到彼此的呼吸，淡淡的香气萦绕在鼻尖，让人心猿意马。苏九闭上了眸子，卷翘的睫毛轻轻抖动，彰显着主人内心的不平静，暗示已经很明显了。这是16年来苏九第一次允许他有如此亲密接触，人家都这样暗示了，这都不亲，那还有情商吗？那还是人吗？但洛凡尘前世的海王经验让他狠心下了一个决定。苏九内心忐忑，别的方面他是一代妖帝，但男女之事还是一张白纸，这可是他的初吻，怎能不紧张？小男人在干嘛？人家女孩子都这么明显了，总不会如此不解风情吧？狗男人，你还在等什么呀？苏九暗自焦急娇嗔，一代九尾天狐妖帝何时这般紧张过，简直快比得上16年前被3头魔龙设计谋害。最怕空气一直安静。苏九偷偷睁开一道缝隙，发现男人并不是一副急不可耐的好色模样，正静静的温柔看着他，眸光澄澈，不掺杂邪念，仿若在欣赏艺术品一般，俊逸帅气的嘴角挂着温润如玉的笑容。这一幕让他大感意外。苏九天生媚骨，一颦一笑皆带着惊人吸引力，每次出现在人前必定引发无数贪婪目光，这也是最令他厌恶憎恨的。可是他也明白，世上男人谁又不好色，有几人见到他这样的人间尤物可以把持本心，虽然讨厌感伤，却也避免不了。更何况他现在送上香唇，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世上恐怕再无人能把持得住。但眼前的男人竟然做到了。苏九内心充满诧异，你在做什么？咦，你太美了，白璧无瑕，感觉我亲上去就是一种天大的亵渎。洛凡尘不卑不亢，由衷赞美着。扑通扑通，苏九芳心失了方寸，眼神躲闪，竟是不敢与男人那双璀璨真诚的心眸对视。可是有人说一世祸乱世间的妖女是狐妹子，谁说的？我杀谁？洛凡尘帅气面融透出凌厉之色，那是他们妒忌仪的倾城容颜。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也馋一身子，别以为姨不知道。苏九言语毫无杀气，更像是女人含羞娇嗔。洛凡尘摊手，无辜道：我要是有坏心思，那刚才为什么明明有机会我却没亲呢？苏九一愣，是啊，为什么没亲呢？啐，谁说要给你亲了？小伙子不害臊。洛凡尘道：你都闭眼睛了，我那是累了，休息一下。苏九嘴硬道：好好好。洛凡尘举手投降，笑道：你帮我看一下大宝贝，我就让你休息了。什么大宝贝？苏九问出口后，俏脸刷的就红了，美眸竖起，美腿玉足踢出，铃铛轻响。TUE， 小年纪不学好，流氓。洛凡尘突然就被踢到床底下，揉着屁股怒声道：咦，我怎么流氓了？你就踢我？苏九美眸瞪得溜圆。这么多年你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你能藏着什么大宝贝？我是想让你帮我看看这张地图。洛凡尘站起身，从怀中掏出那张羊皮卷。啊，这……苏九当即哑住，表面稳了一批，但洛凡尘看见他狐球下那10根羊脂白玉般的脚趾用力蜷缩，扣着床单。他清了清嗓子，发出清冷的女王音：拿来吧，我看看。洛凡尘看出这是女妖精转移话题的小把戏，内心暗笑，但是没有戳破。接过羊皮地图，苏九有些漫不经心，他不认为洛凡尘能拿出什么令他吃惊的大宝贝，结果只是粗略一扫，他娇躯瞬间做得笔直，吃惊道：你怎么会有这么详细的魂武大陆地图？这绝不可能是普通人绘制的。魂武大陆地域辽阔，一路上危机四伏，普通人穷极一生也别想走出一国之地。苏九越看越心惊，他猛地抬头，指着地图一处标示道，瞪眼道：这不是通往我家的路线吗？什么？通往你家？洛凡尘也是陷入震惊，有些不可置信，不是说好通往宝地的吗？怎么直通娘家了？苏九像是见鬼一样直勾勾地盯着洛凡尘，看得洛凡尘心里毛毛的，忍不住道：不就是指向你家吗？何必如此震惊？不就是？苏九激动道：青丘乃是我天狐一族隐居之所，真正的世外桃源，除了天狐一族，无人知晓青丘方位。而你这地图标注的清晰明了，哪怕当年因为3头魔龙背叛我的天狐美姬，都因为保密誓言不敢泄露青丘方位。洛凡尘顿时晓得其中厉害。这地图你从何处得来？我说我捡的，你信吗？洛凡尘耸肩。苏九深深看了洛凡尘一眼，知道他是不想说，也不逼迫，继续低头细看。这地图路线不仅通往青丘，
最终目的地更是我青丘禁地。苏九倒吸凉气，心中骇然。青丘禁地，看着洛凡尘茫然的样子，苏九调整呼吸后道：“你是自己人，告诉你也无妨。那青丘禁地据说封禁着一个可怕的存在，不允许任何狐族之人踏入，就没人进去看过。”洛凡尘问道。苏九摇头：“我天狐一族最重视规矩，看重誓言，那不还是有人背叛了？”洛凡尘嘀咕：“找打，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苏九抬腿便踹，不过长腿连族最终还是抵在洛凡尘胸口，没舍得踢出去。这地图对你很重要。洛凡尘觉得系统一直以来还是蛮靠谱的，不可能叫自己去送人头，随即点头：“很重要。行，那等我回青丘，想办法去查探一下，注意安全，实在不行就算了。地图用还你吗？”“不用，我都记住了。”苏九谈口微张：“你没事背地图干什么？”“没啊。”洛凡尘道。“这不是扫一眼就能记住吗？你不是在吹牛吧？”苏九狐疑。洛凡尘随后伸出手指，在虚空勾了线条。顶级悟性的他，现在可以轻易做到过目不忘。苏九这回真的是震惊到了。凭他修行至今的神魂强度，过目不忘不难，但对于刚觉醒武魂的洛凡尘来说，能做到这种程度，简直是逆天资质。武魂品级其实只是一方面，神魂、体魄，对于剑、枪各种道路的领悟都存在天赋，只不过一般武魂强的人，别的方面也不会太差。洛凡尘如今便能做到过目不忘，说明神魂强度足以吊打铜铃。体魄天赋自不用提，轻易便达到淬体巅峰，当初就让苏九吓了一跳。可以升级进化的特殊武魂，再加上这些天赋，小男人要逆天了啊！苏九暗暗心惊。对了，你虽然记住了地图，但应该还不清楚这些方位都是哪里吧？行，那姨给你简单说说，以后行事方便。苏九耐心指着地图讲解。魂武大陆共有4大魂兽聚集地：东方绿洲、南方死亡荒漠、西海岸、极北冰原。西海岸是海魂兽的天堂，深不可测，鲜有人踏足。东方绿洲最为繁盛，魂兽种类最多，所以魂师猎取魂环都会前往东方绿洲，这里也距离咱们最近。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苍龙帝国，白虎帝国在西，神皇帝国在南，北边则是玄武帝国，4族鼎立，各有争端。他们4家也拥有着魂武大陆最顶级的兽武魂，10家拥有顶级器武魂的宗门，各有支持的帝国，分布在4大帝国疆域之中，而神殿和其他势力则是在疆域之外。很多秘辛说起来就太长了，你以后会了解到。洛凡尘眸子愈发明亮，好像一幅波澜壮阔的神秘画卷在眼前逐渐打开。本来陌生的世界，在苏九的讲解下逐渐清晰了起来，让他有些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里，外出探索。洛凡尘收心道：“好了，天色不早了，不打扰你休息了。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苏九轻哼：“没啊。”洛凡尘随后快步离开房间。苏九看着关上的房门，气得直咬唇：“你混蛋，主动给你亲都不亲！”他咽不下这口气，美眸灵巧转动：“有办法了，哼，看你还能装模作样多久？”苏九下床去翻箱子。洛凡尘回到房间，连拍胸脯：“呼，好险，多亏跑得快。女妖精要是稍微露点媚态，他真要抵不住诱惑了。他刚才忍住不要苏九初吻是有原因的，对方一定是因为明日即将分别心中触动，这才打算让他亲一口。但这一口亲完，也就是一锤子买卖，对方到时候肯定又要恢复冷淡，一下不让碰的状态。所以越到这种时候越要忍住，必须要想办法趁热打铁，推进感情才行。刚才他虽然亲是没亲上，但对方对他的感情明显升温了，猴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招叫什么？叫欲擒故纵。暂时的忍耐一定会换来更好的回报。洛凡尘嘴角上扬，估计苏九现在心里跟猫挠了一样，很有可能会追出来找他，不找也没关系，一定要沉住气。他是懂女人心思的，这样做有错吗？没错，洛凡尘自认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爱情快速升温，句句真心，这应该叫有情调才对。而那些只欺骗感情，不对女人负责，让女人流泪的男人才叫渣男。洛凡尘脱鞋，盘膝坐在床上，摒弃杂念，放空心神，初次尝试运转祖龙吞天诀。刹那间，洛凡尘精神恍惚，仿佛看到一头无法言喻的恢宏龙影在虚空游弋，仰天长啸，发出亢长龙吟。张口吞吸间，日月星辰都被纳入口中。嗖嗖！与此同时，一股吸力自洛凡尘体表产生，周遭天地灵气被牵引而来，迅速没入他的身体。灵气按照玄妙路线在经脉游走，最终尽数汇聚在丹田之中。轰！轰轰！洛凡尘体内接连传出特殊响声。许久后，洛凡尘睁开双眼，面露诧异之色。他丹田内刚才只有1道气旋，
如今又增加了4道气旋，不知道这样意味着什么，但应该是好非坏。他气力、精神明显比修炼前强大了数倍，这祖龙吞天诀果然玄妙特殊。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洛凡尘心神一动，进来吧。门没锁。精心打扮的苏九进门刹那，洛凡尘双目惊艳，鼻血差点流出来。而对方感应到洛凡尘刚突破的气息，小嘴儿也张得老大，陷入震惊。你，俊男靓女四目相对，异口同声。嘶！洛凡尘吞咽口水，想过苏九可能会来，但打死也没想到来的会这么猛烈。女妖精一改往日的冷艳搭配，堪称性感到极致，可爱弧耳，妖娆五官，火红包臀裙将凹凸身材体现得淋漓尽致，露着白皙雪滑的香肩，裙摆摇曳间能看见纤长美腿，竟然还裹着薄如蝉翼的丝袜，左腿黑丝，右腿白丝，美足踩着绑带的高跟鞋，纤细的丝带顺着小腿绵延而上，走出一步，怀上系着的铃铛便发出叮当轻响。对面苏九则是死死盯着坐在床上的洛凡尘，震撼道：你刚才在房间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就是试着修炼一下啊。洛凡尘纳闷，反应激烈的不该是自己吗？怎么对方比自己还激动？就试着修炼一下。苏九声音有些急促。唰，香风袭来，洛凡尘眼前一晃，苏九就已经闪到身前，抓起了他的手腕。那惊心动魄的宝宝粮仓近在咫尺，洛凡尘只觉得头晕目眩，口舌干燥。我操，别闹！一上来就拿这个考验干部，这谁能顶得住啊？似是难以置信，苏九又反复用精神力感应了好几次，这才放手一双蔚蓝美瞳，看得洛凡尘心里毛毛的。你偷吃什么天才地宝了？没啊。洛凡尘摇头，感觉很奇怪。我就随便修炼了一下，至于这么大反应吗？随便修炼一下。苏九声音陡然拔高，反应激烈。也就跟我分开不到3炷香的时间，你就从魂师1级窜到了魂师5级，这么恐怖的突破速度。你告诉只是随便一练啊？这洛凡尘隐约明悟，你是指丹田内的气旋吗？要是指那个的话，好像确实比刚才多了4个。苏九红唇张开，见鬼，这家伙是怎么用如此平静的口气说出这种话的？虽然魂师等级是最好突破的，但也不该快成这样吧？这才多久的功夫就连破4级，简直离谱。小男人看样子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真没服用什么天才地宝辅助？苏九忍不住问道。洛凡尘无语道：你那怀疑的眼神是怎么回事？我再给你演示一下可以了吧？不是怀疑。苏九没等解释完，就看见洛凡尘已经盘膝坐好，闭合双目。这是可以演示的吗？苏九愕然，随后手扶着脸颊，无奈叹气。胡闹，突破不易，不是想突就能突的位。呼呼，异象产生，房间内灵气汇聚，尽数涌向洛凡尘，没入他的身体，顺着4肢百骸经脉流入丹田。坐下隐约浮现出一道6瓣青色莲台，散发着单色光芒的小泥鳅虚影在他头上，张口吞吸着灵气。苏九美眸放大，这是小魂师修行能有的动静。轰，一道轻响，苏九瞳孔收缩，亲眼看见洛凡尘魂力气息向上腾升一截，短短的时间内竟然真的完成了一次突破。这家伙苏九已经震惊得合不拢嘴。洛凡尘睁眼，神异的青莲和小泥鳅武魂消失，冲着苏九耸了耸肩，叹气道：咦，这回总相信我了吧？苏九沉默了。对了，你刚才说啥来着？我忙着修炼没听清。洛凡尘挠头，什么不能掩饰，什么不易。苏九娇颜微红，这就尴尬了，涂着红色指甲油，被丝袜包裹的脚趾抠着鞋底。洛凡尘指了指，咦，你干嘛呢？别抠了，再抠丝袜就破了。啊，诚心让姨难堪是不是？小孽畜，我跟你拼了！苏九被齿紧咬，抬腿就踢了过来。冷静，这位青丘女士，请你冷静一下。洛凡尘抬手超抱，将那美腿抱了个正着。这，洛凡尘心神一荡，胆子肥了，还敢非礼仪了。苏九差点来了个站立一字马，但妖帝是何等柔韧性，大半夜的穿成这样夜闯南宅，不是等着背。洛凡尘没等嘟囔完，苏九长腿一旋，挣脱他的控制，一脚踢来。小孽畜，我要宰了你！砰！洛凡尘胸口遭受暴击，前仰后合，栽在床上。谋杀亲夫啊！洛凡尘捂着胸口，一脸痛苦。哼，别装！苏九撇唇道：我只用了脚尖，没用鞋跟，才不会有事。嘿嘿，就知道你舍不得。洛凡尘讪笑起身道：原来多一个气旋就代表魂力提升1级啊！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那我现在就是6级魂师咯。提及这个，苏九可就精神了。小男人看样子确实是什么都不懂，连魂力气旋都不知道。他好奇地看着洛凡尘，想着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怪胎？哦，确实是怪胎，天上掉下来的，就没有比这更特殊的。这么想，苏九貌似就能接受了。真的，你这个突破速度，我从来就没见过。苏九感叹道。洛凡尘道，话说你是魂兽吧？能见过几个人类魂师？苏九白了他一眼，看不起谁呢？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关于一些天才的修行速度，还是听说过的。我怀疑你骂我，而且我有证据。洛凡尘小声嘀咕，想着努力修行强大以后，一定重振夫纲，翻身农奴把歌唱。苏九突然笑了，笑得花枝招展，诠释着什么叫做红颜祸水，人间尤物。洛凡尘喉咙微动，你突然笑什么？苏九抿着红唇笑道，我在想，明天那女教皇和圣女见到你已经一夜突破到魂师6级，该是何等表情？也不一定是6级，这一宿不还没过去呢吗？洛凡尘摊手。苏九笑容戛然而止，空气陷入安静。看着眼前谪仙俊逸的帅气男人，天赋也已经出现峥嵘，苏九未免感叹，当初将他捡回来的时候，想着长大别太丑，别太弱小就可以了，哪里想到对方带给他的惊喜越来越多，甚至某些时刻的表现还让他怦然心动。难道真的是老天垂怜，天赐良缘吗？苏九芳心悄然发生着微妙变化。咦，你是想我了吗？才这么晚过来？翠，不要脸，少想美事，谁会想你？苏九轻啐一声，好好好。被打断的洛凡尘也不生气，内心暗道口是心非的女人，傲娇的小毛病也不是1天2天了。诺，这个给你。苏九儿有些受不了洛凡尘仿佛看穿一切的眼神，面色红润，玉指从怀中夹出一物抛了出去。洛凡尘下意识接住，是一枚小巧的白狐玉坠，晶莹剔透，手感细腻，上有余温，仿佛还携带着特殊清香。定情信物吗？洛凡尘笑着道。做梦。苏九俏脸一板，露出一副高冷范儿，翘唇轻哼，别想太多，你这小男人只是小6级魂师，本姑娘可是一代9尾天狐妖帝，追我的人太多了。啊，对对对。洛凡尘点头，只是一个动作就把装起来的妖帝搞破防了，拿起玉坠放到鼻前轻嗅，啧了一声，香啊，我要掐死你，你个混蛋，耍流氓是不是？苏九被齿紧咬，扑了过来，扭打了一会儿，苏九察觉不对，这家伙怎么越来越兴奋了？低头一看，正跨坐在洛凡尘腿上，很亲昵的姿势，不像是他施暴，更像是打情骂俏。掐脖子他也不敢用力，这不成了白让他占便宜了。流氓！苏九迅速起身，恶狠狠在洛凡尘腰际掐了一把。嘶哈，真掐啊！洛凡尘吃痛，掐我的是你，说我流氓的也是你，你这女人不讲道理，本妖帝就是道理。苏九仰着娇颜，傲娇动人。好，你说的都对。洛凡尘正色道，夫妻本是同林鸟，明月就要各自飞了，我是男人，今晚便大气一些，都让着你。提及分别，苏九神色一暗，声音也不自觉地低沉了几分，不过嘴上还是不服输的道，分开就分开呗，又能怎样？本帝早就迫不及待想回青丘老家了。洛凡尘凝视着他，认真道，你如何我不知道，但我舍不得你。苏九娇躯一颤，他本以为小男人这一次也要硬气对他，说早就受够他了呢。男人一句话让他压制在心底的回忆泛滥，想起了这么多年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其实一开始他想把初吻给对方，让心里好受一些，可是对方不按套路出牌，直接回屋了，这叫他心神凌乱，于是便穿搭好追了出来。不幸对方还能装模作样，后来因为嘴硬就聊跑偏了。洛凡尘抓住那双玉手，这一次向来强势的苏九没有反抗，任由对方牵住。我知道你要养伤，还有天劫要应对，所以不会挽留你，让你为难。我也需要独自历练，成为真正的强者，这样才能保护我在意的人。总被自己女人保护，我心里终究不舒服。苏九立即抬眸道，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我不嫌你弱的。洛凡尘笑了，望着窗外，深邃黑眸闪动着炙热的光。错了，你不是压力，是动力。况且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倘若一生碌碌无为，长命千岁也无趣。长大了，当年的小男孩真的长大了。苏九芳心低语，只觉得洛凡尘这一刻身上散发着一种迷人的气质。美人配的不一定是英雄，但一定是有气魄的男人。一代妖帝何等心高气傲，世上天骄无数，又有谁能被他放在眼里？但是现在他的目光愈见迷离了。凡尘，漫天星光溜进木屋，复印在青石地面。家人轻声一语，娇躯轻拂，玫瑰花瓣般的红唇主动凑近男人。洛凡尘低头，举止温柔。黑暗中两人初吻一同逝去，情感却在暗中滋生，今晚别走了好吗？
洛凡尘虽是询问，但紧紧抓住女人的手，带着几分不容拒绝的霸道。苏九娇躯先是挺直，想要还口，最终还是软糯下来。好，不走了。洛凡尘眼神顿时火热了几分。苏九柔体紧按着红裙，贝齿半咬着润唇，轻声说道：腿可以碰，但是别的不行，不然你就出事了。我身体好，受得住。洛凡尘道：肯定不行的。苏九向来凌厉的冰山蓝瞳多了几分哀求之色。等你修炼到70级，成为7阶魂圣，就勉强可以了。洛凡尘低声道：70级吗？大概要多久？初吻都被你骗走了，还有什么不是你的？以你的天资，修行到70级很快的，估计15、20年就可以了。苏九安慰道：什么？这叫快？洛凡尘像是被一盆冰水泼中，陡然惊醒。需要那么久？苏九白眼，这已经是进步神速了好吗？魂力突破越往后越难的7阶魂圣已经算是登堂入室的强者了。我不会要当20年太监吧？洛凡尘大手摸着黑丝，一脸痛苦。苏九用力咬了咬唇，一世不行，但你可以再找一个女人。啥？洛凡尘惊为天人，不敢相信的看着妖娆美人，这是可以再找的吗？苏九轻哼，你那么吃惊干什么？魂武大陆帝王3妻4妾不是很正常？魂兽一族也没有一夫一妻的，强大的雄性甚至拥有一个族群的繁衍权，不怕你找，就怕你没本事，没人愿意跟你。可嗨嗨！洛凡尘连续咳嗽，感受到三观有被狠狠冲击到。不过想想，这里可不是地球，就算是地球，不提也罢。变强必须要变强，武魂要晋级，实力要增强。20年太久，只争朝夕。洛凡尘攥着拳头，又一次深刻体会到这个世界的现实，明显是强者吃肉，弱者吃奥利给的世界。滚啊，不正经，哪有拿这种事当目标的？苏九娇嗔，咻的一脚踢出。洛凡尘眼疾手快，100%空手接玉足，左黑丝右白丝，鼻血差点喷出。苏九本以为这家伙要一直瞎折腾，哪里想到洛凡尘正襟危坐，竟是又开始修行起来，惊得目瞪口呆。这么努力的吗？苏九摸了摸或水级的美颜，有些怀疑胡生自己不会这么没有吸引力吧。他哪里知道洛凡尘是实在忍受不了，只能看不能吃的痛苦，还不如抓紧修炼。轰轰，一夜无眠，接连突破的声音响起。苏九儿痰口越张越大，随后眼不见心不惊，自己也盘着一双美腿恢复伤势。翌日清晨，天未亮，洛凡尘起身，骨骼噼啪弹响。快洗漱，准备吃饭了。凡尘。苏九儿丰腰系着围裙，厨娘穿搭，桌子上摆着精致小菜，白粥、软糯馒头。这么早？洛凡尘惊讶，他今天睁眼的比平时早多了，毕竟是第一天正式见老师，提前去礼冒险，总不能让人家等你。没想到苏九竟然也起来了，还提前准备好了饭菜。饭桌上，洛凡尘有些不自在，对面一双美眸直勾勾地盯着他。你看怪物呢？是啊。苏九捧着塞子，啧啧称奇。你等会儿见到女教皇，估计能吓他们一跳。我已经开始期待他们的表情了。你想多了，不会的，天才妖孽他们在神殿肯定见多了。洛凡尘不以为意，淡定咬了一口白馒头。苏九摇头，看样子这小子还不清楚自己修行速度和别人比到底有多变态，他昨晚可是真的吓了一大跳。对了姨，这是做什么的？昨天你都忘了告诉我。洛凡尘吃过饭，从怀中拿出白狐玉坠询问。你滴血试试就知道了。苏九道。好。洛凡尘伸出手指。苏九瞪眼，滴啊，这是干嘛？帮我咬一下。去。苏九红唇一撇，嫌弃道。脏死了，才不要。洛凡尘激将道。其实我也嫌弃你的口水，不过谁叫狐狸牙锋利呢？我自己又下不去嘴。你讽刺谁呢？苏九气得一把将洛凡尘手指抓过来，张开痰口咬了上去，湿气袭来，断了，要断了。洛凡尘疼得龇牙咧嘴，这娘们没安好心，这次是真舍得咬啊！想占便宜，没门！苏九傲然冷笑，将唇边血渍一抹，本就红润的嘴唇显得更加妖冶邪魅。洛凡尘将血滴在白狐玉坠上，血液渗透其中，很快消失不见，整个玉坠散发出微光。洛凡尘能感受到他和玉坠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催动魂力灌注进去。唰！洛凡尘感知到玉坠内部存在着一处特殊空间，少说也有一个仓库大小。空间内只存放着一个青铜箱子，不知道装着什么。他心念一动，砰！青铜箱子在房间砸落。这……洛凡尘惊讶，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储物空间吗？苏九笑道：悟性不错嘛，这么快就上手了。这是我青丘狐族的宝贝，里面藏着一方空间，可以进行储物。
哪怕是七阶魂圣，也要打破脑袋去抢的宝物，都是上古流传下来的，现代已经没几人会制造了，所以你平时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确实是好东西。洛凡尘点头，他很喜欢这个吊坠，不过还是递了回去。君子不夺人所爱，这种宝物恐怕你也只有一个，我不能收。苏九儿有些惊讶，寻常人估计一听是宝物，立刻就据为己有了，哪里还能还你？他唇角上扬，心情愉悦，摇头道：你可是我的小情人，给你点东西，本姑娘乐意。我知道你现在穷，那就等你日后有本事了，再回赠我个好宝贝。而且，苏九冲着地上的青铜箱子努了努嘴，没储物空间，这东西你可带不走。这是？洛凡尘好奇。苏九解释道：我用特殊手段封印的2枚魂环和魂骨，但它们级别太高了，你现在吸收不了。等你什么时候有能力破开这箱子封印再用吧。洛凡尘登时想起当年化作惊雷将士时砸死的3头魔龙和天狐美姬，应该就是这俩大冤种的遗产。来，我给你戴上。苏九薅下数根纤长的青丝，拧在一起，穿过吊坠的空洞，亲手挂在了洛凡尘的脖颈上。咦，洛凡尘轻声呼唤，来到陌生的异世界16年，是苏九一直与他朝夕相伴，如今分别，自然心中不舍。说了多少次，在外面喊姨，回家要叫老婆。苏九凶巴巴纠正，最后咬着唇不说话了。洛凡尘正欲说话，到时间了，你该走了。苏九陡然起身，冷着脸，无情将洛凡尘向外推去，青铜箱子也被丢了出来。砰！大门闭合，门外，洛凡尘沉默矗立，眸光悠远。良久后，他俯身收起青铜箱，将颈上玉坠小心珍视地放入怀中，转身离去。正是踏向外面强者林立的残酷世界，步步坚定，似是藏着某种登顶的决心。他什么都没说，却仿佛什么都说了。门内，苏九素手掩面，美眸泛红，目送男人背影消失在路径尽头。苏九打开房门，轻声呢喃：要加油啊，小男人。倘若不是需要养伤和准备迎接天劫，苏九真的不愿离开。而且对于能否度过50万年的凶兽天劫，他只有5成的把握，心中自然愈发不舍。这件事他不敢告诉洛凡尘，而且就算说了，也只能是给对方增加烦恼，不可能帮得上忙。天色渐亮，旭日东升，一缕晨曦落在谪仙青年身上，他正往村口广场走去。嗡，魂光涌动，6瓣青莲武魂自动浮现。洛凡尘驻足，有些惊讶，只见青莲武魂滴溜溜旋转，清香四溢，花瓣中一道青色光芒飞出，落向他的指尖。洛凡尘低头一看，刚才被咬破的手指在青光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很快他的手指就恢复如初，看不出任何伤痕。这治愈能力着实厉害。洛凡尘赞叹一声，同时觉察到体内魂力出现了消耗，看来这样的治愈之光也不是无穷无尽，与自身魂力储备有关。他收起武魂，即将走到村口，突然愣了一下。前方土道两旁堆簇着云村的村民，一张张熟悉的质朴面孔映入眼帘，哪怕没全村出动，最少也出来了10只7、8，明显是早就守候在了这里。村长，您和大家这是？洛凡尘看见了老村长路人，佝偻着身子站在路中央，皲裂褶皱的双手紧紧抓着2个包裹好孩子，真是长大了。路人饱经风霜的老脸露出慈祥欣慰的笑容。大家知道你要走，都是来给你送行的。洛凡尘环视四周，拱手道：凡尘在此感谢大家多年的照顾。路人村长摇头：好孩子，这么多年你什么都不欠村子的，是大家欠你，总是你外出打猎帮衬着村子，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你收下。村长将手上2个包裹塞给洛凡尘，在接触右手接到其中一个包裹的刹那，洛凡尘突然感觉体内的青莲武魂意象震动了一下，传来渴望的情绪。洛凡尘问：村长，这是？村长道：左边是大家凑出来的一点钱，穷家富路，自家的孩子到了外面总不能太寒酸。右边包裹里是老头子我30年前捡到的一块黑石，刀劈斧斩都不能在上面留下一道划痕，我想着兴许你能用得上，就给你拿来了。村长执拗道：一定要收下，不然大家会伤心。我们都接受了你分享了多少次猎物。洛凡尘拿着2个包裹，心神触动。他上一世便为孤儿，一直在福利院孤独长大，可能是由于从小孤苦缺爱，才招惹了许多女孩子，如今在异世却感受到了来自长辈的关怀。村长轻拍他的肩膀：好好努力，飞出去的苍鹰飞得越高越好，争取永远不要再回到这贫瘠的土地。你有出息，云村也为你感到骄傲。快去吧，我们这些人太寒酸了，就不送你到广场那边了，怕大人物看见了碍眼。不碍眼。洛凡尘认真道，同时将所有到场的一双双至朴黝黑的面孔记在心里。
村长和村民们最后也执意不肯跟着，目送洛凡尘出村。洛凡尘来到广场，撕拉，空间撕裂，黑暗无边。金灿宫装的威严女教皇从中踏出，清亮圣女跟随在旁边，纤长粉腿踩着黑靴，紫色马尾轻晃。圣女白银月抬手轻摇，眨了眨美眸。早上好啊，帅气的小师哥，看你人缘真不错呢，远处这么多村民出来送你，太有魅力了。一向不苟言笑的女教皇也是微微颔首，有天赋而不自傲，对弱者能保持尊重，赢得民心，这很好。洛凡尘暗自嘀咕，两女明明是刚来，却像是亲眼看见了刚才村口情景一样。走吧，帝未央淡然开口，但当他视线落在洛凡尘身上，仔细打量的时候，却忍不住发出一声惊疑，不复刚才的淡然。怎么了，老师？小师哥有什么问题吗？白银月是懂女教皇的，很少有什么事能让对方流露出惊疑的情绪。帝未央看着洛凡尘，诧异问道：“你突破了？”洛凡尘点头承认：“老师慧眼如炬。”白银月轻笑道：“不错嘛，小师哥，这才一夜的功夫就突破了。”还行。洛凡尘谦逊一笑。女教皇冰冷威严的上位者气息让人多少有些拘束，但白银月的活泼性格倒是让洛凡尘轻松自然了许多。白银月有些奇怪地看向女教皇，不解道：“老师，小师弟突破也不算什么大事，不至于让您如此意外吧？”女教皇美眸斜了他一眼，红唇轻启，嗓音犹如凤鸣：“确实不算什么大事，只是一夜连升9级罢了。”哦，连升9级啊！白银月下意识点头，接着猛然抬头，卡姿兰的大眼睛瞪得老大，写满了错愕。不可能吧？连升9级？您不会是说小师哥一夜之间从魂师1级修炼到了魂师10级？帝未央扭头道：“凡尘，你释放魂力气息。”唰，洛凡尘将内敛的魂力气息释放，气势不强，却让白银月樱桃小嘴张大，仿佛能塞下一根香蕉。怎么长得这么快？太夸张了，小师哥，你不会是嗑药了吧？没有。未等洛凡尘说话，帝未央肯定回答：“他身上没有灵药残留的气息。”哇，那小师哥比我当年厉害多了。白银月没有妒忌，手指搭在唇上，回忆道：“我当年觉醒后，一夜也只是连破5境罢了。那4供奉和圣子，要是知道小师哥竟然有如此天赋，估计要后悔死。”洛凡尘摇头，按道他们估计不会后悔没收我为徒，只会后悔没一拳干死我。白银月挥了挥袖拳：“小师哥加油，争取有朝一日陪着师姐暴打圣子和供奉狗头。”洛凡尘嘴角抽搐，他才发现神殿圣女竟然是个话痨，不过一点也不讨人厌，是个漂亮可爱的话痨。他忍不住问道：“冒昧问一下，你一个神殿圣女，总说要暴打供奉和圣子狗头，这像话吗？”白银月轻哼：“这俩狗东西，一个算计老师，一个想娶我，没一个好东西，都以为我是傻白甜，其实本姑娘这双眼睛雪亮着呢。看来神殿也不是铁板一块。”洛凡尘若有所思道：“当然啦，有权势利益的地方就有斗争，烦死了。”白银月撇着红唇，美眸上翻，透着一股俏皮活泼的青春气息。不过小师哥你没人指导就敢自己瞎修炼，真的超勇哦。洛凡尘挠着头，腼腆笑道：“我就是把外界的灵气一吸，在丹田内一收，最后一看，哎，吸进来的灵气好像全都化成气旋了。本来我还担心哪里练得不对，现在听老师和师姐一说，我就放心了。原来多一个气旋代表升了1级。白银月人妈了，修炼有这么容易吗？就是一吸一收一突破。但仔细想想，这话说的好像也没啥大毛病。不过虽说大道至简，但你这也太简了吧？确定吸错地方不会走火入魔吗？凡尘，前天和昨天这附近分别有2次天地异动，应该都是你引起的吧？帝未央这个时候突然问询，把洛凡尘吓了一跳。仔细想了想，还是大方承认：“是因为我第一次天上来了道金光，直接进我体内了，但是我没什么感觉。第2次觉醒武魂的时候，天雷轰在我身上，当时感觉很痛苦，但事后身上竟然没有损伤。”有趣。帝未央唇角上扬。白银月忍不住问道：“老师，天雷入体，那小师哥不会有事吧？”踏踏。帝未央裙摆摇曳间，一双踩着长筒金靴的美腿交替迈动，走到洛凡尘面前，握住他的手腕，带来冰凉滑腻的触感。感知后摇头：“没有什么隐患，你师弟的身体状态很好，甚至远超常人。”“不是师弟，是小师哥了，教皇老师。”白银月撅唇纠正，随后迟疑道：“那他这2次异象是怎么回事？我竟然闻所未闻。”帝未央摇头：“我也不知道。”啊，就连老师您都不知道？白银月惊讶：“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所以人切莫自满。”帝未央告诫完徒弟后分析道：“这第1次异象我猜不到，第2次天雷降时应
应该是凡尘这武魂太过于逆天，甚至是本不该存于世间，所以才引来天罚。不过庆幸的是，凡尘这武魂根基没有被毁，显然还有进化的机会，只是不知未来会进化到何等层次。白银月好奇心泛滥，想再与洛凡尘多问几句，被女教皇出声阻止。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机缘和秘密，不可多问，不可深究。说完，帝未央深深地看了洛凡尘一眼，也不计较他说的有几分真几分假。洛凡尘心中庆幸，看来自己运气很好，遇到的教皇和圣女人品毋庸置疑。哦，我好像是气运金龙加身，鸿福齐天。那没事了，走吧。帝未央开口。洛凡尘好奇道：老师，咱们去哪里？帝未央静谧美眸，此时不免闪过一抹无奈。他也没想到洛凡尘如此妖孽，原计划直接被打乱。本来打算先给你讲解基础的修炼知识，再开始修行。现在的话，需要先带你去获取属于你的第一个魂环。这么快？洛凡尘有些惊讶。不然呢？帝未央反问。洛凡尘第一次体会到女教皇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撕拉，空间撕裂，露出黑暗空间。洛凡尘犹豫了一下，没敢贸然拉女教皇的手，怕被打死，伸出空着的手去牵白银月。三人一起进入，洛凡尘感觉一道金色护罩罩住了他们，在黑暗中穿梭。白银月俏脸一红，小声娇嗔道：不用牵的，老师直接就可以带咱们走。啊！洛凡尘触电般缩回手，抬头对上女教皇那清冷凤眸，尴尬的脚趾扣地。那你咋不躲啊？白银月委屈道：我这不是怕躲了你尴尬吗？伤了师兄妹情谊多不好。听我说，谢谢你。洛凡尘嘴角抽搐，这下更尴尬了。我还是第一次被男性牵手脸。白银月小声嘀咕着，他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这个小师哥除了帅气，身上更是散发着特殊的魅力，让他不自觉的想亲近，一点也不排斥。鬼使神差的就让牵了。不会吧，小时候总会被父亲拉手的。洛凡尘惊讶，女孩连手都没被拉过，这在他上辈子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没亲过嘴都该烧高香了。白银月摇头，马尾轻摇，没有爸爸，我是孤儿，被老师捡回来的。这样啊？洛凡尘点头。白银月气恼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我都怎么惨了，就不会安慰一句吗？那个，我也是孤儿。洛凡尘心里又补了一句，不仅这辈子，上辈子也是。两世孤儿，够不够惨？他心里琢磨了一下，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父母祭天，法力无边？白银月憋了一下，心疼道：那小师哥比我可怜多了，我好歹还有老师疼，以后师妹疼你，谁欺负你，我帮你揍他。圣子，洛凡尘道。这个，白银月沉默数秒，而后气鼓鼓的道：喂，我是师妹，不是师姐，师妹是用来疼的，你怎么能真用来当打手呢？好吧，看出来你打不过他了。洛凡尘老实道。啊！白银月看向女教皇，指着洛凡尘状若抓狂。老师，我现在可以掐死他，还来得及吗？太气人了。女教皇淡淡道。自己选的小师哥，含着泪也要相处。白银月如遭雷击，捂着胸口一团，扎心了。洛凡尘也愣了，他没想到女教皇还懂冷幽默的。到了，空间再度撕裂，帝未央带着俊男靓女从黑暗中飞出。洛凡尘发出惊疑，周围一片空荡，什么都没有。看下面那小师哥。白银月清脆道。洛凡尘低头，心头不禁一颤。他竟是处于1000米高空之上，身体被无形大力托举着，下方视线所及尽是绿色，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就在脚下。白银月解释道：小师哥，这里就是东方绿洲了，整个魂武大陆最大的魂兽聚集地。我前几日就是在这里获取的第4魂环，这次轮到你了。洛凡尘长吸了一口气，眸中闪烁着震撼光彩。这样大规模的丛林能叫绿洲？看覆盖面积，只怕比上辈子的一个国家还要辽阔。唰！帝未央带着两人向下飞去。白银月继续解释道：老师这是要带咱们去绿洲的外围进行捕猎，内围外围有什么说法吗？洛凡尘感兴趣问道。白银月耐心道：绿洲外圈生活的都是弱小的魂兽，越往内灵气越充裕，魂兽实力也越发强大。外围基本都是100年和上千年级别的魂兽，而内围最弱的都是万年魂兽。内围的最中央被称为核心区域，绝对的人类禁区。白银月顿了顿，美眸流露出忌惮之色，因为那里存在着8大魂兽帝王，每一个都是远超10万年的绝世凶兽。都有哪些帝王？洛凡尘好奇道。白银月轻笑道：那样强大的存在，距离咱们现在实在是太遥远了，就别想了。洛凡尘心里默默道：很遥远吗？亲都亲了，就差负距离了。不对，自家的妖帝尤物不是绿洲这边的，但想来实力应该也差不多。
帝未央突然开口道：“如今应该是7大魂兽帝王，老八魔帝已经消失了10余年，不见踪迹。人类高层怀疑魔帝已经身陨。”白银月红唇张开，震惊道：“我记得那3头魔龙不是40万的大凶兽吗？谁能有这么大本事，竟然可以不声不响地斩杀魔帝，修为简直通天了。”洛凡尘眼底闪过一抹怪异之色，暗暗道：“不会吧？不会是他当年砸死的那头大冤种吧？”那没错了，你说的通天高人正是在下。帝微央柳眉皱起，凝重道：“魔帝身死，他遗留的40万年魂骨和魂环乃是顶级至宝，若是让90级魂师吸收，势必会造就出一个可怕的9阶超凡，潜力无穷。倘若吸收这至宝的是邪魂师，必定要生灵涂炭。”白银月灿烂笑容也立刻从脸上消失，严肃起来。洛凡尘表情异样，透过女教皇和圣女的表现，才知道吊坠里躺着的魂环、魂骨比他想象的还要珍贵100倍。他丝毫不怀疑，要是现在从吊坠里把魔帝魂骨拿出来，估计能吓两女一大跳。但这种事在脑子里想想就好，他要是真拿出来，那不是装逼，是傻逼，比魔帝那大冤种还冤种。白银月自然注意到了洛凡尘表情的变化，但压根不会多想。魔帝的层次何等高级，师哥刚从贫瘠的小山村出来，能知道什么特殊消息？小师哥，你恐怕还不了解什么是魂环、魂骨吧？我给你说说。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洛凡尘跟随帝微央走在魂兽绿洲外围，脚下踩着灌木丛，传出沙沙响声。刚才白银月一番讲解，他对魂环和魂骨不再是一知半解。魂师修炼到每阶10级以后，必须吸收魂环才能完成突破，而魂兽死后一定会出现魂环。100年为黄色，1000年为紫，10000年为黑，10万年为红。10万年之上是何种颜色？因为过于稀有，白银月不知道。女教皇可能是觉得这个层次对于洛凡尘过于遥远，就没说。但洛凡尘已经猜到了，橙红色，因为魔帝的魂环就是橙红。看来那天狐美姬应该是10万年魂兽，魂环为红色。不过据白银月所说，魂环吸收也与实力和体质有关，不同级别的魂师所能承受的魂环年限都不一样。10万年以上的魂环必须得是90级强者的体质才可以承受，低级魂师贸然吸收，只有一个下场。蹦，爆体而亡。洛凡尘这时也明白了苏九的良苦用心，为何要将魔帝魂骨、魂环封印。至于魂环，除了能帮助魂师突破，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魂环会赋予魂师一个可以使用的技能，增强魂师战力。但这个技能不是随机的，而是和魂兽生前的天赋技能有关。所以魂师在选择魂环时尤为慎重，尽量挑选契合自己武魂属性的魂兽进行猎杀。而且年份不能太高，太高身体承受不住，太低了获得的技能太弱，浪费天赋。如今帝微央就带着他在森林内找寻找着适合他的魂兽进行猎杀。而先前在提及魂骨的时候，白银月则是美眸闪光，说魂骨是魂武大陆第一至宝也不为过，它可以被魂师吸收，与自身骨骼融为一体，大幅度提升身体强度，提升魂力。而且魂骨还会附带一个魂技供魂师使用。不过魂骨与魂环不同，虽然也是魂兽死后吸出的，但重点是魂骨是随机出产的。100年、1000年魂兽出产魂骨的概率近乎为0，万中无一。10000年魂兽概率能高一点，但千里无一。5万年以上的魂兽百里无一。特殊的是10万年魂兽必出魂骨，而且魂骨远远要比普通魂兽的魂骨要强。洛凡尘听得很明白，这魂骨之所以如此珍贵稀有，就是因为强的魂兽不好杀，弱的爆率低，需要碰运气。而提到碰运气，洛凡尘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你要说这个，他可就不困了。鸭王对鸣姬纯属专业对口了吗？这不是。此刻一名欧皇忍不住露出了他帅气的微笑。吼！一声厉笑惊动思索的洛凡尘。唰！一道黑影灌木丛窜出。铁背苍狼。白银月声音从旁边传来，洛凡尘定睛看去，前方一头恶狼拦路，绿瞳闪烁着幽光，利齿间咸液滴落在地上，全身长满钢针一般的灰色狼毛，但背部尤为特殊，铁签颜色散发着坚实无光。恶狼好久没有品尝过人类的滋味，察觉到3个弱小人类的魂力气息，便立刻追踪了过来。凡尘，你去。帝微央开口。好。洛凡尘答应的过于干脆，脸上没有丝毫胆怯，让帝微央和白银月都有些诧异。白银月忍不住问道：小师哥，这铁背苍狼看气息足足有200年修为了，相当于魂师巅峰，你不害怕吗？洛凡尘将手上村长给的2个包裹放下，边撸着袖子向前走，边笑道：教皇老师让我上，自然有上的道理，而且我在村子时常上山打猎，早就习惯了。白银月表情一呆，自己这个小师哥从小就这么野性吗？他急促提醒道：不能大意，
这可不是村里那些普通的兽类，而是修行了魂力的200年魂兽。刷！洛凡尘已经冲了出去，铁背苍狼没想到气息不显的孱弱人类不仅不逃，竟然敢主动出手，顿时咆哮还击。白银月道：“老师，您上来就让小师哥对付200年魂兽，是不是操之过急了？而且小师哥这也太忙了，要吃苦头的。”帝未央凤眸看向他，清冷道：“不要求能胜，只是用这苍狼试试他的底子，看出他的极限在哪里。我在这里，他会有事。”这话仿佛是在说：“你再叫我做事。”让白银月吐了吐舌头，关注向战场。结果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只见苍狼高高跃起，直奔喉管扑咬。洛凡尘眼神锋利，一个滑铲，来到铁背苍狼下方，一拳向上轰出，势大力沉，倒在苍狼柔软腹部。砰！苍狼悲鸣，砸落在地上。洛凡尘追身而上，一手推着苍狼下颚，一手猛凿脖颈。老师，他这也太夸张了。远处白银月捂着小嘴儿，美眸充满诧异之色。打死个200年魂兽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但对于刚觉醒武魂1天的菜鸟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结果洛凡尘当场打脸，给他秀了一套什么叫操作。动作确实很粗糙，没什么章法，都是乡村野路子，但是快、很准、很实用。不对，不只是实力问题。白银月暗道，这小师哥眼光也很毒辣，攻击刻意避开了苍狼最坚硬的头部和背部，硬的不搞，专挑软的下手。他看了一眼老师，发现女教皇冷眸出现了短暂的停滞，明显也很意外，出乎意料。很快，洛凡尘单手托着铁背苍狼的一条腿走了过来。暴躁老狼现在已经是奄奄一息。搞定了，老师。师妹说的没错，这畜生确实比村里的那些普通野兽难对付。看着洛凡尘摇头叹息的模样，白银月气的想打人。大哥，咱刚觉醒武魂就能干200年魂兽了，如此生猛，难道还不知足吗？白银月时再忍不住道：“你管这叫难对付？身上可是一点伤都没受哎。”洛凡尘摇头：“我以前上山打猎都是秒杀的，现在太吃力了。”白银月瞪着眸子：“感情您的吃力就是指无法秒杀？这什么鬼才逻辑？”帝微央凤眸闪烁，开口道：“你底子很扎实，积累了不少战斗经验。如果不是你毫无战斗技巧，我甚至都要怀疑你是不是被强者专门调教过。很多人不重视觉醒武魂之前的淬体，觉得魂力为王，但你应该达到了淬体巅峰，这很好，未来你会知道持续练体的好处。”洛凡尘心头一震，不愧为一代女教皇，眼光果然毒辣，一语中的。他甚至怀疑女教皇只是不想打探他的秘密，才没有深究细问，胸襟果然宽广。帝微央继续道：“银月之前与你说的不够具体，魂师获得的第一个魂环吸收极限在400年，超越这个年限就有爆体的风险，如何确定极限？”洛凡尘问道。帝微央讲解道：“通过战斗，不借助外物的情况下，你能战胜多强的魂兽，便能吸收多强的魂环。本想借着苍狼探探你的底，倘若根基不牢，便需要先花费时间打磨根基，再行突破。我的弟子第一魂环年份必须要400年魂环，铸就最强根基才可以。”洛凡尘试探着问道：“第一魂环有没有可能超越400年？”有。女教皇点头：“天下不乏拥有特殊机缘的天才，这种人往往是天才中的妖孽，可以打破极限。从古至今，有记载的第一魂环最高年限600余年，才多200年，那也没多很多啊。”洛凡尘下意识嘀咕着。女教皇神情不变，一旁的白银乐气的呲出小虎牙：“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200年还不多，这可是多出了原来的一半啊！就像跑步到达极限后，多坚持一个呼吸都是地狱般的煎熬，魂环极限多突破1年，对人体带来的负荷也是如此。”洛凡尘顿时领悟到了关键，这才是第一个魂环就多出了1/2，后续每个魂环要是都比别人的极限多出1/2，对于总体实力增幅那就太恐怖了。毕竟后面的魂环动辄1000年、10000年，多出一半比别人领先的年份就太多了。哎，反应得很快吗？白银月点头：“就是如此。比如到了90级，拥有9个魂环，前面的魂环其实也就是辅助作用了，真正倚仗的是第9魂环。倘若你是10万年，他是15万年，这其中差距的威力就太恐怖了。”洛凡尘明悟道：“这样说的话，前面吸收的魂环如果年份太低，也会影响后面吸收魂环的年限。”对。白银月点头：“其实存在10年魂兽，魂环是白色的，但如果第一魂环附加白色的，这辈子都别想突破到20级了。”洛凡尘问道：“那我在10级多耗一段时间，专注熬练体魄，做到能打败700-800年的魂兽，不就可以吸收超限魂环了？”这一问直接把白银月问不会了。他修炼的时候都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来的，
也没这么多问题啊。帝未央开口，瓶子里装满水，便装不下了。人体就如瓶子，要么获得特殊机缘扩张瓶子，要么突破下一个境界。瓶子的储水极限不会因为你努力就能增多，所以该突破的时候就要突破。天赋好的人，天生瓶子变大，第一魂环300年在顶尖势力便算是天才，400年便是银月圣女这个层次。观你的修行速度和战斗表现出来的肉身强度，我认为你可以挑战极限，有机会超限达到500年，实属不易。600年便是创造古今历史，7、800年。女教皇不禁摇头，意思很明显了。洛凡尘得到了女教皇很高的评价，白银月也很认同，觉得这个山村出来的帅气小师哥表现出来的东西屡屡让人惊喜和意外。白银月道：小师哥，你是因为一上来就接触的我和老师这个顶尖层次，所以可能觉得有些东西没什么，等你以后接触到外面的魂师就知道你有多特殊了。在外面的很多魂师学院里，第一魂环200多年那都是受人追捧的天才了，而且就连我和老师都对你的天赋感到吃惊，等你真正出山到外面，肯定能名震天下，吓坏好多人。自己这么变态的吗？洛凡尘仔细想了想，他真不是故意装逼，而是接触的魂师确实太少了，对实力和天赋这方面真的没什么概念。身边都是妖帝、供奉、女教皇这些大佬，总觉得自己好弱。他已经开始期待出山之日。唰，一道浅黄色魂环在铁背苍狼体表凝聚而出，两女一男探讨的太久，老狼终究是咽气了。走吧。帝微央道。洛凡尘点头，刚俯身去捡地上包裹，体内2道武魂突然几乎同时产生异动，传出激动情绪。小泥鳅武魂更是直接浮现而出。先前吸收了怨龙毒的他，已经从巴掌大增长到小臂长，体表生出鳞片，看起来更像是小蛇。他急速飞向死去的铁背苍狼，张口间凭空产生吸力。刷刷，苍狼尸骸震动，红色血气涌出，连同那黄色魂环一起飞入小泥鳅口中。这，洛凡尘觉得眼前的一幕似曾相识，记得小泥鳅上一次这样，还是上一次。女教皇的圣女愣住了，都准备走了，没想到洛凡尘的武魂能突然异动。看到小泥鳅将魂环吞入口中，白银月焦急道：不好，小师哥你快控制武魂停下来，要是附加这200年魂环，你的天赋就浪费了。来不及了。帝微央叹息道，这小泥鳅吞得太快了，连他都没反应过来，看来洛凡尘只能附加200年的魂环了。唰，小泥鳅全身散发单色光芒，光芒愈发强盛深邃，它的体型也在迅速扩张，体表的鳞片不断滋生，位格攀升。白银月诧异道，这也不是附加魂环的动静啊。帝微央凤眸凝视，轰，小泥鳅体型从先前的小臂大小扩张了足1倍，少说也有1米余长，脉象明显比先前威武许多，不再是小泥鳅，而是青鳞小蛇，体表散发着双色光芒，不再是先前的单色。洛凡尘明显能感知到青鳞小蛇传来的喜悦情绪，内心升起明悟，它变长了，也变强了。不过你这小老弟不厚道啊，自己吃也不给主人分一口。白银月震惊到小师哥这武魂竟然真的可以持续进化，而且这进化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有趣。帝微央唇角上扬，颔首道，世间竟有此等武魂，不知道进化的终点在哪里。师妹，你说什么来着？洛凡尘刚才把心思都放在小泥鳅晋级上了。哎呀，白银月俏脸出现惋惜之色，你这武魂可以不断进化，潜力何等了得，第一魂环只附加200年的，太可惜了。洛凡尘感应了一下，摇头道，没感应到你说的魂环啊。怎么可能没有？白银月黑靴美腿一跺，轻身示范，背后一轮紫色冷月升起，寒气四溢，周围温度骤然下降。洛凡尘手脚冰凉，按道这武魂非同小可，白银月明显收敛气息，还能让他感到阵阵寒意。刷刷，黄黄紫紫4道光环自紫月内部浮现而出，上下律动。白银月解释道，你看，这是我的9品顶级武魂太阴幽灵，已经附加了4道魂环。洛凡尘有样学样，催动魂力，青鳞小蛇在虚空游弋，但并无魂环出现。他肯定地说道，确实没有，那魂环应该是被我这武魂当养料消化掉了。白银月发出惊呼，怎么可能？魂环只能附加在武魂上，而无法被吸收成个人的力量是公认的啊。帝微央开口道，凡尘的武魂确实还没有附加魂环，武魂内部没有那铁背苍狼魂环的气息，真就把魂环当养料吸收了。白银月美眸满是不可思议，很多妖孽生来就是打破常识的，你是圣女，要稳重。帝微央忍不住摇头，觉得这妮子太欢脱了，属实不像是圣女。可是白银月扭头看见洛凡尘依旧稳如老狗的站在那里，就有一种要抓狂的感觉。他很想薅住对方的领子，大声咆哮，喂，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这武魂到底有多变态？传出去要吓死人的啊！别人附加完魂环以后，哪怕再猎杀多少魂兽也没用，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魂环最终消散在天地间。而洛凡尘这武魂可好，丝毫不浪费资源，嘎嘎乱吸，来者不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强。而且恐怕还不止于此，凭借白银月圣女级的眼力，很容易就判断出这是洛凡尘如今的武魂需要能量进化。倘若武魂进化到究极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将吸来的力量反哺主人，加速主人修行？别的强者只能吸收灵气修行，修行手段单一，而洛凡尘既可以吸收灵气，也可以用武魂疯狂吸收魂环修炼。想到此处，白银月倒吸了一口凉气，如同看怪物一般盯着帅气的小师哥。要逆天了！洛凡尘这边完全没想那么多，收起武魂，将2个包裹从地上捡了起来。青莲武魂还在异动，对小泥鳅喜欢的铁背苍狼毫无感觉，但对包裹内的东西却饥渴难耐。不过他还是决定先别拆开了，不然到时候再出现什么特殊情况，他真没法解释了。当他抬头时，发现白银月和地未央都没有出声，皱着眉正盯着同一个方向。洛凡尘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瞳孔一缩，先前威风凛凛的铁背苍狼此刻如干尸一般，好似全身精血被抽尽，干瘪枯槁。卧槽！洛凡尘心头一颤，女教皇不能把自己当成邪魔歪道扼杀在摇篮里吧？就算不提前视剧本总这么演，说实话，他要是站在路人视角，都有一种不寒而栗想灭了自己的冲动。他小心翼翼看向两女，关注对方的神态变化。圣女师妹白蟒美腿晃动，蹦跶过来，甜美笑道：“小师哥，差点忘了，你这武魂不仅可以吸收魂环进化，还可以吸收血气来着。”是。洛凡尘点头，紧张的情绪略微舒缓。他刚才还真怕小师妹高呼一声代表月亮消灭你，但是心思敏锐的他察觉到对方美眸刚才闪过了一抹不自然。走吧。地未央神色依旧如万年冰山一般，没有丝毫动容，挪动脚步向森林内部走去。走啦，小师哥。白银月挥了挥手。洛凡尘属实没想到，都这样了，女教皇还是连问都不问，给足了信任。沙沙。丛林之中，洛凡尘正和一头半人高的螳螂对峙。他以前从未想过一头螳螂能长这么大只。螳螂一双镰刀般的前臂闪烁着钻石一般的晶莹光芒，美好而又充满杀机。远处的白银月担忧道：“老师，您这就让小师哥和400年的钻石螳螂战斗，是不是太难为他了？你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啊。”地未央淡声道：“劣等老师胡乱教学，误人子弟。普通老师教学方式墨守成规，只能培养中庸之人。为师因材施教，大器可成。你二人天赋各异，培养的方向自是不同。”白银月点头，但脸上焦色未退。道理他都懂，可是让刚觉醒武魂1天的人去打400年的魂兽，还是太强人所难了啊。尤其是关于魂师的特殊战斗技巧还没教给洛凡尘，他不觉得老师能忘记这种事，应该是故意的，但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嘘。洛凡尘避开攻击，闪到一旁，龇牙咧嘴：“真疼啊！”这畜生凶猛，在他身上少说划开了4-5道口子，好在避开了要害。他丝毫不怀疑，先前的铁背苍狼要是到这里来，能被这钻石螳螂一镰刀活劈了。刚才尝试操控小泥鳅武魂攻击，明显吸不动活物，而且还出现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他分心操控小泥鳅攻击，本体行动就迟缓了，差点被钻石螳螂一记横扫腰斩。眼看钻石螳螂再度攻来，洛凡尘咬牙迎上，同时召唤出青莲武魂。6瓣青莲旋转间，香气四溢，飞出一道青光，打在洛凡尘身上。刹那间，他的伤口迅速愈合，轰轰轰！洛凡尘眼看治疗有奇效，直接采取以伤换伤的狂暴打法，猛凿钻石螳螂，轰击他的腹部、头部。远处，白银月眼看钻石螳螂气息越发衰颓，洛凡尘越打越猛，红润小嘴儿已经合不拢。真要拿下了400年的钻石螳螂啊！小师哥还没掌握真正操控武魂的战斗技巧呢，而且他这青莲武魂的治愈能力有点太变态了吧？这不应该是顶级辅助魂师的资质吗？嘣！巨响传开，洛凡尘一拳将钻石螳螂整个脑袋锤进土壤，生生爆头，还反复补刀，生怕死而复生一般。白银月闭紧阴唇，再也不谈辅助俩字。这家伙别看帅得一塌糊涂，结果每次出手暴力的跟人形凶兽似的，与那些弱不禁风、狗在大后方乃人的辅助根本就不沾边。呼呼！洛凡尘喘着粗气起身，衣衫褴褛，染红鲜血，但身上并无伤口。代价是催动青莲武魂，让体内魂力消耗大半。唰！一道明黄色的魂环自钻石螳螂尸骸表面浮现，小泥鳅嗖地飞上去，张口吞吸，黄色魂环和缕缕血气受到牵引，
快速口中。洛凡尘笑骂：打架的时候靠不住，捡人头的时候冲得挺快。轰！小泥鳅体型扩张，再度进化，1米长的身躯增长到了1.3米，粗度已有拳头粗细，青鳞闪烁着幽光，散发的双色光芒愈发深邃。洛凡尘仔细观察着，照理说吸收了400年的魂兽肯定比200年增长的幅度要多，但是并没有，看样子是越往后增长的越困难，不过进化的速度也很快了。最后螳螂尸骸干瘪下来，闪光的钻石钱币也如石头般暗淡。唰！小泥鳅这边刚安静，青莲武魂飞了出去，悬浮在其中一个包裹上空，滴溜溜旋转。这是怎么回事？白银月惊呆了，师哥的小泥鳅武魂特殊就算了，这青莲武魂又是什么情况？帝微央冷言，明显也露出诧异之色。洛凡尘无语，2个逆子啊，一个都不叫我省心。我知道你饥渴，但是再忍忍，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再给你不行吗？算了。洛凡尘能感应到武魂只是本能做出对宿主有利的反应，没有灵智也没法怪罪。他走上去也不再遮遮掩掩，打开青莲武魂心心念念的包裹。包裹打开，露出一枚漆黑如墨的石头，拳头大小。洛凡尘仔细打量着，暗道这就是村长说的那枚无坚不摧的怪石吗？原石。旁边的白银月神情意外，明显认出了怪石的来历。不等洛凡尘询问，6瓣青莲武魂便迅速落下，底部附着在怪石之上。唰！青莲武魂绽放出柔和光芒，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香弥漫开来。伴随着怪石的漆黑颜色迅速褪去，一股股浓郁的灵气涌入青莲武魂之中。女教皇、圣女还有洛凡尘都瞪大眼睛观察着。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青莲武魂原先只有6瓣，随着灵气的滋养，6道花瓣的间隔竟然又长出了新的花瓣。第7瓣、第8瓣，在增长到第9瓣的时候，青莲生长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因为怪石表面的黑色已经很淡了。白银月震惊道：太神奇了，武魂不是死物吗？小师哥的这青莲竟然真的如果植物一样在生长。第10瓣了，咔嚓，青莲底部的怪石化为灰色，最终变为白色，原地裂开。唰！洛凡尘抬手一招，青莲武魂体型迅速缩小，落入掌心，滴溜溜的旋转。原先的6瓣依旧是天青色，充满勃勃生机，新生成的4瓣青色中则是混杂着淡淡的红意，隐约散发着热气，看样子好特殊，有什么变化吗？白银月犹如好奇宝宝一般凑近过来，卡姿兰的大眼睛扑闪扑闪。我试试。洛凡尘催动青莲武魂，青色的6瓣飞出治愈之光，而新出现的4瓣则毫无反应。奇怪，这新生成的4瓣我操控不了。洛凡尘迟疑道：怎么会呢？白银月也很不解，一直观察的帝微央开口道：你这新生成的4瓣明显蕴藏着不同于前6瓣的力量，也许是没有生成完全，所以无法操控。白银月眸光一闪，老师您的意思是小师哥的武魂前6瓣是治愈能力，后面这4瓣不是，必须生长完全了才可以使用。帝微央颔首，也许吧，这也只是为师的猜测。白银月忍不住感叹，小师哥这俩武魂真是一个比一个怪，根本不走寻常路，太特殊了。洛凡尘闻言后若有所思，他确实能隐隐觉察现在的青莲武魂有一种残缺感，先前是6瓣才可以使用治愈能力，难不成还要再长出新的6瓣才能开发新的能力？是了，很有这个可能。先前系统的介绍也说明青莲武魂是残缺需要修复的，这样的话，那只需要想办法让青莲再生长出2瓣，就可以验证这个猜想了。而能让青莲异动的石头就是关键。洛凡尘将目光投向地面，先前坚不可摧的黑石现在已经化作了寻常碎石，明显被榨干了。他抬头问道：师妹，你认得这石头？白银月点头，并没有卖关子，耐心解答道：此物为原石，蕴含着浓缩的天地灵气，可以助长魂师修行。从哪里可以大量获得此物？洛凡尘追问。小泥鳅吸收血气和魂环倒还好说，青莲武魂明显吸收大量原石才可进阶。大量？白银月美眸上翻，轻哼道：别说大量，出现1-2块在各大拍卖会上都会引起争夺。啊，不会吧？洛凡尘十分诧异。银月圣女白眼道：你不会认为这东西像是铁矿一样随处可见吧？到现在都没人研究出这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哪里来，偶尔有幸运的魂师得到以后也会第一时间吸收掉，不会便宜别人。你知道刚才那一块原石给普通魂师吸收能提升多少修为吗？洛凡尘摇头。白银月道：最少提升25级魂力，而且还不是魂师这种低级的魂力。这么多？洛凡尘瞬间错愕，随后阵阵肉疼，这青莲武魂推败加了一点，完全不像小泥鳅这么好养活，不挑食。
不过一样是没良心的逆子，吸了那么多，不给爸爸留一口。小师哥，你们村长是不识货，还是太大方了，竟然舍得将这种宝物给你。白银月讶然感叹。洛凡尘身躯一震，心神触动。他不会天真的觉得村长是不识货才给他的，如果真的不识货，那为什么藏了整整30年，谁也没给，就给他了呢？也许村长不知道这玩意叫原石，但是刀劈斧凿都留不下划痕的东西，用屁股想都知道多稀有，最终却白白送给他当送行礼物。洛凡尘抬头望着远方，目光悠远，这份恩情不会忘，也不能忘。他洛凡尘有仇必报，有恩必还，有机会也可以向村长打听这原石是从何处捡来的。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村长之所以愿意将宝物给他，一是看着帅气的小辈很有好感，二是村长没儿没女，而洛凡尘这么多年见他年迈，偶尔会帮他打猎种田。人心都是肉长的，老头路人根本就没想过什么天赋，什么回报的事情，期望洛凡尘能越飞越。洛凡尘将包着石头的布捡起，没有扔掉。白银月奇怪道：小师哥，原石都没了，你还留着这破布做什么呀？洛凡尘摇了摇头，将布规整叠起来。原石有价，情义无价。白银月娇躯一震，愣愣地看着帅气的小师哥。他发觉这个男人真正接触之后，远远比他想象的更有魅力。人帅气，天赋强，更重情义，这样的男人要是出山，那得迷死多少女人。莫名的心头一悸。帝未央绝美冰冷的容颜始终没什么变化，但凤眸深处却闪过一抹赞许认可的光芒。他开口道：凡尘，今天太阳下山之前打败一只500年的魂兽。洛凡尘虎躯一震，啥？这进度也太快了点吧，打400年钻石螳螂他都差点嘎了，500年的魂兽，这不是为难我胖虎吗？噗嗤，看出洛凡尘的犹豫，白银月眼唇笑道：我还以为老师说完小师哥你就要提刀满山找500年魂兽呢，看来你也不是莽夫嘛。洛凡尘白了他一眼，是什么给了你一种我是莽夫的错觉？哥是刚，不是虎，明显找死的事儿不干。帝微央冷声道：好了银月，不要逗你师哥了，将真正操控武魂的战斗方式告诉他。真正操控武魂战斗的方式，洛凡尘诧异说道，脸上流露出浓郁的好奇之色。对，提及正事，白银月收起嬉戏态度，露出认真之色。武魂需要正确的操控技巧才能展现真正的威力，想必你刚才战斗的时候应该已经有所体会了。洛凡尘点头，确实，我刚才在使用青莲武魂治疗能力的时候还好，但在战斗的同时操纵小泥鳅一同进攻就分心乏术了，感觉他帮不上忙。白银月解答道：师哥这青莲属于气武魂，操控时给一个念头便可以，而小泥鳅属于兽武魂，战斗时一心二用，自然展现不出真正的威力。青莲是气武魂。洛凡尘诧异道：他不应该是植物武魂吗？白银月耐心道：草、木、藤、莲确实属于植物武魂，日、月、雷、电属于天象武魂。天下武魂千奇百怪，细分之下，武魂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难以辨别。但是从本质上区分的话，天下武魂其实只有2种。哪2种？洛凡尘追问。白银月答道：兽武魂和气武魂。能与魂师进行人魂合一的武魂便是兽武魂，不能的便是气武魂。怎么样，这样区分简单吧？白银月觉得自己说话可能太凶了，不好意思的吐了吐丁香小舌。那个小师哥你别害怕，我做正事的时候就下意识比较严肃，嘻嘻。不碍事，你继续说。洛凡尘摇头，压根没在意这些。神殿圣女所掌握的知识一定都是无数前辈强者总结下来的宝贵经验，站在伟人的肩膀上，总比自己瞎琢磨提升实力快多了。提及人魂合一，他心中已然有所感悟猜测，仿佛即将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就差临门一脚。白银月恢复严肃，继续道：人魂合一简单来说就是引魂入体，让你的兽武魂进行附身，与你的身体合二为一，大幅度增幅你的力量。刷！白银月背后一轮紫月升起，娇吟一声，武魂附体。那一轮紫月瞬间扩大1人高，与白银月的娇躯重叠，合二为一。轰！白银月体表紫光萦绕，眉心浮现一轮紫月，睫毛结起冰霜，全身白皙的肌肤都散发着冰冷刺骨的寒气。本就娇艳欲滴的美颜，更增添了几分妖异清冷的魅力。惊人的魅力让人难以抗拒。圣女的言传身教，让洛凡尘脑中犹如一道闪电划破迷雾，瞬间明悟。人魂合一才是正途。错了，亏他先前还怪小泥鳅没用，原来是他自己操作不当，将小泥鳅当狗放出去咬人，那能好使吗？洛凡尘观察着娇躯不断散发寒气，美丽动人的圣女，沉吟道：既然武魂附体会增幅宿主的力量，
那不同类型的武魂附体为宿主增幅的方向是不是都不同？白银月讶然，似乎没想到洛凡尘一点就透，反应如此迅速，点头肯定道：是的，我的太阴幽影武魂附体后，可以大幅度增加我对水、冰属性攻击的抗性，同时增强我对水、冰、月3种力量的掌控。师哥，你的增幅是哪方面，就要等自己附体后感受了。洛凡尘惊讶道：也就是说，你在有冰、水、月光的地方战斗，战斗力会大幅度增强。对，得到白银月的肯定，洛凡尘暗暗咂舌，好变态的武魂，夜幕降临哪里没有月光？等等，洛凡尘迅速意识到一个问题，貌似那狗日的圣子好像是有一个武魂是大日烛照，岂不是火焰之中，太阳底下，战力无限增幅？这还只是其中一个武魂，难怪这狗贼一副鼻孔朝天的样子，确实有几分自傲的本钱。洛凡尘暗道可惜，这等煌煌大气的武魂，给那家伙倒是可惜了，给他多好，跟师妹这月亮正好配对儿。我在想屁吃。洛凡尘暗自摇头，他在胡思乱想什么？别人的武魂怎么可能成为他的？根本不可能。但他可以做到努力修炼，将对方打爆。洛凡尘攥了攥拳头，更加迫切提升实力。接下来的时间，女教皇帝未央不见踪影，不知道做什么去了。翠绿草丛中，俊男靓女对坐，白银月带师传经授道，将如何引魂入体、人魂合一的方法交给洛凡尘。好了，细节你都知道了，虽然不是特别难，但想掌握诀窍的话，没个大半天可不行。白银月抻了个懒腰，一脸轻松，胸前的饱满呼之欲出。洛凡尘想不注意都难，暗呼厉害，这都怎么发育的？青涩少女到这般程度，简直离谱。好看吗？悠悠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洛凡尘心头一跳，却稳如老狗，目光抬起，投向那张看不出喜怒的娇颜道：师妹天生丽质，冰姿雪肤，自然是极好看的。白银月笑盈盈的道：小师哥可不能撒谎，刚才貌似不是盯着人家的脸在看呢。刚才我在思考武魂附体的细节。洛凡尘与圣女对视，面不红，气不喘。开玩笑，前世海王本王的他，岂会在这丫头面前露了怯？师哥就说实话嘛，银月不会介意的，长出来不就是给人看的吗？只不过别人看，银月不喜。师哥要是喜欢看的话，银月自然是愿意的，倘若是想摸的话。白银月神情暧昧，言语里充满蛊惑的味道。洛凡尘下意识就要承认，在注意到美眸深处一抹狡黠之后，心头一震，好险，差点着了这丫头的道儿。翻开某位海王的把妹日记，第一条就是：男人和女人相处，最忌讳的就是节奏落入对方手里。你要调动掌控对方的情绪，而不是被对方拿捏。弱国无外交，弱的男人也无外交。女人往往对那些能撩动他们情绪的男人特别有感觉。洛凡尘的原则就是和女人相处可以付出真心，但一定不能太老实淫月啊。洛凡尘露出一本正经的少年老成模样，让正以为奸计要得逞的白银月神情一愣。他本来是打算等洛凡尘承认以后，当做一个小把柄。你不听话，我就告诉老师你调戏我。坏心眼肯定是没有的，哪个少女不爱作弄人呢？而且往往是自己有好感的对象才想作弄。就像是上学时，有的男孩总是会去揪前排女生的辫子或者撩弦。洛凡尘道：你叫我一声师哥，我喊你一声师妹，关系清白。可是你现在怎么能勾引师哥呢？谁要勾引你了？白银月美眸瞪大。洛凡尘无辜道：师哥一心修行，不想看那些无用之物，你非要让师哥看。无用之物。白银月如遭雷击，这怎么还倒打一耙了呢？刚才你俩眼睛都快钻进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个圣人模样。白银月气得抓心挠肝。啊，你这男人好可恶啊！白银月也不想调戏了，张开阴唇就要反击，结果被洛凡尘打断。师妹，你也不想这种事让师尊知道吧？切莫再提了，师哥是正人君子。哈，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吗？白银月人妈了，他没想明白自己心里计划的好好的，怎么就被反杀了呢？我去尝试一下人魂合一了。洛凡尘一身正气，起身大步流星离去。三言两语之间，两人攻守之势一也。白银月望着那潇洒背影，气得银牙紧咬，狠狠揪了一根绿草，从中间拽断。呸！口是心非的男人，大猪蹄子，别的我都信，但我才不信你这家伙不好色。你等着，我非要揭穿你好色的一面。白银月鼓着腮子，满脸的不服气。练吧，累死你个臭师哥，没2个时辰，你压根就别想练会。白银月不是无的放矢，不提他自己花了4个时辰，当初圣子黄燕那般逆天悟性，也是足足花了2个多的时辰才完全掌握武魂附体。轰！远处一道轰鸣打断他的思考，白银月将目光投去，阴唇瞬间张得老大，舌尖凝固。只见远处丛林中，洛凡尘气息暴涨，帅气阳刚的容貌多了邪异尊贵的气质。
魅力更加惊人。露在外面的肌肤覆盖上了一层晶莹的青色鳞片，浑身血气蒸腾，气势比先前强大了2倍不止。不会吧？怎么会这么快？白银月惊愕之间，差点咬到自己舌头。师哥，这明显是武魂附体成功的征兆啊！可是这未免也太快了一点吧？自己这边刚给他讲完要点，他那边就完成了。说好的最少2个时辰呢？一时间，白银月精神有些恍惚。她身为神殿圣女，地位尊贵，学识渊博，不该屡屡表现得这么不淡定的。可是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绝世大妖孽，每一次都不按套路出牌，让人震惊不已。轰！白银月愣神的功夫，美眸倒映远处的洛凡尘突然如同炮弹一般冲了过来，将他撞进了草丛，整个人都被压住。啊！师哥，你要做什么？白银月脸色唰的就爬满一层红雾，咬着银牙喊话的同时，体内魂力涌动。师妹，别误会，我不是故意的。洛凡尘连忙解释。你都给我扑倒了，还不是故意的？白银月看着压在自己身上的洛凡，沉气抖冷。虽然对帅气小师哥很有好感，但这进展未免也太快了点吧？你听我狡辩，不，你听我解释。洛凡尘现在也很猛，语无伦次。他就是想弹过来，让白银月看看自己的武魂附体有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刚一登地，身体就猛地前冲，根本刹不住车。想撑地起身，结果直接摸到了白银月那一双踩着黑皮靴的白蟒大长腿。洛凡尘心头一沉，完了，这下解释不清了。压还不够，你还要摸？白银月瞪大美眸，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张邪异尊贵的帅脸，仿佛是在说，你这浓眉大眼的师哥看着正人君子，没想到摸起来竟然毫不手软。快起来啊，老师可能马上就回来了。白银月气得想爆发魂力把洛凡尘炸开，但终究还是心软了，化作急促娇嗔。在呢。清冷的御姐音从旁边传来，洛凡尘和白银月身躯一颤，表情瞬间僵化。咯噔咯噔，师兄和师妹如同木头人一般扭转头颅，顺着声音方向看去。粗壮的树梢上，女教皇帝微央抱着肩膀，居高临下凝视着叠在一起的2人。不知道看多久了，洛凡尘社死了，师尊不能觉得咱是禽兽吧？白银月人妈了，老师不会认为我是投怀送抱，欲抗还赢吧？没事，你们继续。女教皇又道了一声，将洛凡尘和白银月内心的尴尬推升到了巅峰。2人如闪电般分开。白银月粉腿上还沾着草屑，红着脸道：老师，是师哥，师哥先扑过来的。对，我先扑过来的。洛凡尘先是点头，接着摇头道：但我不是故意的。明白，不用解释。女教皇缓缓道：凡尘第一次武魂附体，力量暴涨控制不住，很正常。白银月闻言恍然，怎么把这事忘了？差点还以为师哥因为武魂兽性大发了呢。洛凡尘就差泪流满面，多亏女教皇说了句公道话，不然他清誉就没了。不对，他突然意识到女教皇也是腹黑的，可能早就回来了，一直在看热闹。洛凡尘问道：老师，我这人魂合一没什么问题吧？能有什么问题？白银月撇嘴道，虽然对洛凡尘刚才的行为表示理解，但被白摸了大腿，感觉还是好气啊。太亏了，不行，找机会他要报复回去。洛凡尘迟疑道：师妹说最少需要大半天才能掌握人魂合一，结果我试了一次就这样了，就担心这速成品会不会有什么缺陷。白银月惊了，汝听人言否？说话不带这么气人的，没必要追着人啪啪打脸吧？帝微央摇头认可道：没有缺陷，你领悟速度很快。他是懂天才的，但是不懂你。白银月俏脸耷拉下来，美眸露出幽怨。亲爱的教皇老师，拉一踩一就真没必要了，我是失宠了吗？洛凡尘这才来得及仔细感受武魂附体之后的变化，感觉浑身力量暴涨，力量少说比常态翻了3、4倍不止。手指轻轻叩击覆盖肌肤的晶莹轻灵，犹如钻石般坚硬的触感，防御力显然大增。丹田内积累的魂力在持续消耗，但消耗速度不是很恐怖，说明武魂附体维持几炷香的时间应当毫无问题。白银月又蹦跶了过来，如同好奇宝宝一样打量着洛凡尘。小师哥，我见过别的蛇类魂师武魂附体，附体后蛇化，丑死了，阴森的跟个鬼一样，你就不一样了，跟个死鬼一样。洛凡尘翻白眼道：不。白银月摇头，笑盈盈道：很帅，真的很帅。洛凡尘突然有点佩服白银月，刚才还抑郁的要哭似的，现在又笑嘻嘻的，青春活泼，清丽动人。你师哥这个更像是龙化，身上没有丝毫蛇类武魂的气息。女教皇从旁道：凡尘，你这武魂尚未进化完全，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武魂附体后形体改变不算大，日后武魂愈强，身体龙化的幅度便越大，实力加成自然也愈发强大。明白了老师。洛凡尘点头，
随后好奇问道：“老师，您刚才离开是？”帝未央眸光微动：“该来了。”啊！洛凡尘先是不解，随后从林中传来沙沙的声音，随后3道兽影冲了出来，赫然是3只半人高的钻石螳螂，体型与先前苦战耗死那只400年的钻石螳螂差不多。厉！钻石螳螂发出厉笑，小眼猩红。洛凡尘悟了，合着女教皇这么大会儿啥事没干，给他找小怪拉仇恨去了。战斗是检验突破的最好方式，去吧凡尘。女教皇道：“飒！”洛凡尘没上，3头钻石螳螂挥舞镰刀切割了过来，呈现3角包围之势，打算先砍了这个碍眼的工人类，再去灭了那2个母的。来得好！洛凡尘嘴角上扬，掌握人魂合一后，正感觉浑身充满精力，没地方发泄。女教皇给了他机会，轰！他踏跃而起，挥舞拳头迎了上去。当当当！镰刀划过他灵化的肌肤，竟然擦起道道火星，而他翻身轰出一拳，硬生生将其中一头钻石螳螂头部锤爆。爽！洛凡尘这一拳锤得酣畅淋漓，半天前对付那头螳螂的打法真不是一般憋屈。来到女教皇身旁观战的白银月唏嘘道：“小师哥这熟练新战斗方式的速度也太快了点吧？”女教皇瞥了他一眼，问道：“还没习惯吗？”白银月张了张嘴，这是能习惯的吗？他也是凤毛麟角的天才啊，可是也从没见过这种妖孽。为师以为你早就习惯了。女教皇又一句，差点把白银月搞破防。他心里无声叹息，再适应了，已经再适应了。砰砰砰！战斗结束，洛凡尘打的一拳开，3只螳螂埋，3只全被锤进湿润土壤里。3道明黄魂环浮现。呼！洛凡尘喘气，直呼爽快。这才过去多久？不到半天的时间，先前需要耗费全力才能磨死的钻石螳螂，他现在可以轻松打死3只，堪称进步神速。武魂附体解除，小泥鳅兴冲冲奔向3只战利品。嗖嗖！吞吸之间，小泥鳅体型再度增长，1.3米的身躯长到了足足有1.8米，粗度已有小树粗细，体表的青鳞增大，蛇鳞细密，这鳞片更像是龙鳞，表面的双色光芒更加浓郁。洛凡尘看着飞回的小泥鳅，哪里还有刚开始觉醒时那黑小错的模样，愈发高大威武。只不过他也敏锐觉察到，同样级别的魂兽给小泥鳅的增幅越来越小了。女教皇道：“走吧，太阳快下山了。”洛凡尘没忘老师布置的任务，太阳落山前要击杀1只500年的魂兽，先前还觉得不可能，如今的话他充满信心。洛凡尘没有注意到，帝未央和白银月在临走前都隐晦注视向干枯的3具螳螂尸骸，眼神凝重，闪过异色。哞！丛林震动，魂兽嘶吼，一道单薄的青年身影正与一头蛮牛交战。蛮牛浑身散发凶气，体型魁梧，一双牛角在夕阳下闪烁着纯金光辉，犹如黄金铸造。500年魂兽，黄金蛮牛，气力同级无双。踏踏踏！蛮牛红了眼睛，四蹄践踏，顶着一对黄金牛角冲击而来。带！洛凡尘低喝一声，血气蒸腾，覆盖青鳞的双手猛地探出，瞬间抓住牛角。砰！黄金蛮牛冲击力惊人，洛凡尘双脚离地，离出数米才化解冲击，陷入僵持。哞！黄金蛮牛厉笑，似是嘲笑渺小人类不自量力，竟敢与蛮牛决力，这是他最擅长的。小师哥不会是膨胀了吧？树上观战的白银月娇躯紧绷，蓄势待发，随时准备营救。他没想到洛凡尘这么忙，一点也不迂回，直接硬碰硬。女教皇凤眸平静，饶有兴致地看着，丝毫没有要救援的意思。刷刷！双方僵持不下。洛凡尘星眸璀璨，握着黄金牛角的双掌竟是出现一道漩涡，吸力产生。他气力衰减，而他气力增长。蛮牛不再得意，发出惊恐嘶吼，拼命甩头想要挣脱束缚，才发现晚了。给我起！洛凡尘死死紧握牛角，屈膝下沉，硬生生将重若千斤的蛮牛撅起，轰然砸在地上。地面震动，西方天际传来最后一缕夕阳，映照在他刚毅的侧颜。夜幕降临，500年的黄金蛮牛足。白银月摇了摇头，刚才他竟是看得出神，圣女岂会轻动凡心？这男人绝对有毒。解除武魂附体，小泥鳅冲向蛮牛尸骸，张口吞吸。小师哥，你刚才那是什么手段？白银月想起刚才看到洛凡尘双手出现漩涡的那一幕。洛凡尘道：我刚才战斗的时候发现，小泥鳅的吞噬能力在武魂附体以后我也可以用，吸收对方气血化为己用，此消彼长。洛凡尘体质特殊，夜间能视，他看见白银月听到此等神迹，不仅没感到欣喜，反倒是娇躯一颤，面色白了几分，小心翼翼地看向侧面的女教皇。这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小师哥，快看你的武魂！
白银月指着蛮牛尸骸的方向，忍不住发出惊呼：“有什么问题吗？”洛凡尘听到白银月惊呼，心中纳闷，扭头一看，瞳孔骤缩，吓了大一跳。小泥鳅原先1.8米细长的身躯，如今夸张地膨胀着，就像是鼓吹到极致的气球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炸开。体表的双色魂光明灭闪烁，气息极度紊乱。洛凡尘惊得头皮发麻：“老弟，你特么不是要进化？你这是想不开了，要爆炸啊？顺便想把哥一起带走？”地威央凝重的声音从后方传来：“麻烦了，你这武魂吸收血气和魂环太多，消化不下去了。”洛凡尘瞥见地上那一整大只风干蛮牛，嘴角抽搐。咱就算嘴馋，也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吧？蛇吞大象，纯纯找死。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小泥鳅没有灵智，所以不可能有节制这个观念，需要他这个主人有意识的控制才行，是他太疏忽了。老师，这种情况师哥应该怎么办啊？白银月贝齿紧咬着樱唇，急促询问。地维央面不改色，冷静判断道：他的武魂外人帮不上忙，只能靠自己处理。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本体帮助武魂分担吸收压力，但危机相应也会转移过来。倘若没有这种舍身魄力，便只能放任这武魂自生自灭。明白了。洛凡尘听完点头，一个箭步便冲了上去，眸中闪出果决之色，将手掌按在小泥鳅要炸开的身躯上。小泥鳅乃是崛起资本，又是他的武魂，怎可能放任不管？一道道澎湃躁动的血气和魂力迅速顺着手掌经脉流入他的身体，小泥鳅胀大的身躯在缩小，爆炸危机解除，但洛凡尘的身体却鼓胀起来，魂力紊乱。可洛凡尘闷哼一声，嘴角溢出血丝，筋骨中有外来的血气乱窜，经脉内多余的魂力在奔涌。白银月十指紧扣，担心道：“老师，小师哥他顶得住吗？”地威央红唇开合：“无妨，有我在。”白银月心中大定，既然老师说没事，那一定就没事。不过，老师，您刚才不是说外人帮不上忙吗？地威央凤眸斜了他一眼，清冷道：“你话好像有点多。”白银月不敢多言，悻悻地撇了撇柔软小嘴儿。在注意到地威央看着洛凡尘欣赏的目光后，他明白了，老师这分明是在借机会考验师哥。地威央开口道：“临危不乱，处事果决。银月，你要学习你师哥的稳重和魄力，人家只是和自己人话多一点嘛。”白银月撅嘴，似小女孩一般不服气地辩解道。眼看洛凡尘已达极限，就要一泻千里，地威央挪步就要出手。嗡！青莲武魂悄然浮现，自动护主。一道道香气浓郁的治愈光芒打在洛凡尘的身上，洛凡尘濒临掌破的筋骨和经脉迅速得到修复，血气在破坏筋骨，也在融入其中，筋骨就在这样一次次破损和修复的过程中逐渐增强，经脉中涌动的魂力也是如此。在青莲的变态治愈能力下，魂力不仅没有将经脉掌破，反倒变相拓宽了经脉，局势反转，转危为安。这样的情景让白银月脸上露出喜色。地威央讶然，他都准备出手帮洛凡尘化解血气和魂力，没想到他如此了得，仅靠自己就度过了难关，着实让人刮目相看。换做常人，只怕九死一生，外来的庞大能量可不是那么好消化的。轰！小泥鳅气息增强，蛇身从1.8米大到了2米，位格再度向上攀升，体表散发出的双色彩光中，一抹新的色彩盎然浮现，化作3色，更加威武。白银月看出了端倪，惊异道：“老师，小师哥这武魂不会是要化龙吧？”地威央颔首，他的武魂隐约散发着一股很纯正的龙威，只怕不只是要化龙那么简单啊，恐怕是要化真龙。怎么可能？白银月摇头道：“天下杂龙武魂无数，可是真龙武魂不是唯独只有苍龙帝国的皇室传承武魂太古苍龙吗？小师哥又没有皇室血脉，这真龙武魂从何而来？”地威央道：“为师也不知道，他的武魂才刚开始进化，体内龙威隐而不发，显露的还不明显，等到日后显露峥嵘之时，怕是要石破天惊，甚至有可能撼动苍龙武魂第一龙类武魂的地位。”白银月红唇张开，内心震惊，他知道自己老师有多惜字如金，此时竟然能开口说这么多话，说明师哥这武魂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有潜力。轰！洛凡尘全身爆发血气，魂力比之方才更加浑厚凝实，睁开的双眸神采奕奕。不错啊，小师哥收获看样子不小啊。白银月美腿晃动，青春活泼的蹦跶过来，奇怪道：“喂，你这次因祸得福，怎么还皱起眉头来了？”洛凡尘迟疑道：“奇怪，我这魂力和血气较之先前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为何没有丝毫突破的迹象？”哎呀，白银月白了他一眼：“笨，之前不是说过了吗？不附加魂环肯定是无法突破的，这也是老师此前说该突破就要突破的原因。
不然会耽误修行。魂师突破速度最快的年龄段就是16到25岁，如果为了让自己获得更高年限的魂环，便在一个级别停留打磨太久，是不划算的。明白了。洛凡尘一丝不苟地听，态度认真，倒是把白银月弄得不好意思了。小师哥，你这次筋骨变强，经脉拓宽，不仅对未来有好处，只怕获取魂环的年限又可以提高一个档次了。帝未央开口道：凡尘，今晚你仔细巩固修为，明日便是时候去寻一个合适的魂环。洛凡尘攥了攥拳头，感受完身体的充沛力量后，自信道：老师，我觉得我可以打破第一魂环400年的极限，现在的身体状态附加一个500年以上的魂环应该不难。白银月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个便宜小师哥早已在无形间打破了常人身体的极限。不对，是天才附加第一魂环的极限。身为圣女的她，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挫败感，太打击人了。这小山村到底蹦出了一个多大的妖孽啊？是她圣女不够天才吗？不是，是这家伙太变态了。一个武魂能吞噬气血魂力进化，一个武魂吸收原石生长，就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圣子黄燕都给不了他这么大的压迫感。帝未央开口道：凡尘，你还是太保守了，哪怕是600年的历史记录，你也可以尝试破上一破。600年。白银月美眸凝滞，对于普通势力来说，第一魂环300年便算是天才，只有对于顶尖势力来说，400年才算是绝顶天才。第一魂环600年，哪怕是他当年都不敢想，那自诩天资盖世的黄燕圣子一样不敢。历史上只出现过一个获得特殊机缘的特例，现在小师弟轻描淡写的就要去破历史记录了。白银月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掐了自己一下。洛凡尘苦笑道：老师，我怕我这武魂又闹出什么幺蛾子，把魂环给吸了，我就没得附加了。帝未央神色认真起来，严肃道：你现在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武魂，不要再让它肆意吸收血气和魂环。今天你也看见了，吸收晋级固然迅速，但过犹不及，很容易出问题。吸收到一定程度后，便要停下来消化一段时间，不要让武魂成长的速度超过你的控制力，不然会失控。一切必须要在你的掌控之中，魂力等级才是根基。洛凡尘点头，对此深有体会，真切体会到武魂要炸的那一刻，他简直怕极了。今日便在此地休息。帝未央道：啊，就在这里。洛凡尘扫视四周，丛林中已经陷入黑暗，树叶中有刷刷的声响，远方有古怪的未知怪叫传来。白银月俏声道：怎么，有师傅师妹2个顶级大美女陪伴在你身边不够吗？还想念你村头的硬板床？洛凡尘笑道：老师自然是大美女，师妹你吗？你信不信我这一拳下去，你可能会没命。白银月挥舞起粉嫩秀拳，蹙着穷鼻。我是觉得此地简陋。洛凡尘暗道，女教皇和圣女不应该都是锦衣玉食的吗？圣女明白洛凡尘的意思，随意摆手：我和老师才没那么娇气，修行到哪里便是哪里。小仙女睡野外也一样是香喷喷的。好了，银月。帝未央道：你去猎一头野味回来，让你师兄尝尝鲜。啊！白银月丧着小脸：以前我去，现在有师哥了，还需要我去当苦力吗？你师哥要巩固修为。帝未央补道：对了，打野味之前先把篝火升起来。白银月如遭雷击，他现在很生气，因为隐约感觉失宠了。老师不会再爱了是吗？有了新欢，难道就忘了徒儿这个旧爱？他给自己加完内心戏，跺着一双雪白美腿，挺翘臀儿上下晃动，美眸狠狠夹了一下洛凡尘：我要你这师哥有何用？哼，抛弃你们了，都别想我回来。入夜，林间篝火灼烧，柴火传出噼啪响声，圣女提供着一条龙服务，撅着小翘臀蹲在那里，处理着架子上的烤肉，正在给烤肉刷油撒香料。香料自然是女教皇带着储物的宝贝，肉香很快溢出，让人食指大动。女教皇夜间有意散发了几缕强者威势，周遭再无魂兽胆敢靠近。洛凡尘有被震惊到，他以为的圣女应该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种，实际上圣女师妹手法竟然娴熟到好似烧烤大师一般，可盐可甜，还能做饭，太贤惠了。魂武大陆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优质妹子？要是换成上辈子的有些小仙女，则洛凡尘不禁摇头。烤肉尚未好，他盘膝进入状态，听从女教皇嘱咐，开始巩固修为。修炼中途，他耳朵微动，在烤肉的白银月轻轻挪动脚步，好似故意不想惊动洛凡尘。找到远处的女教皇，说起了悄悄话。洛凡尘体质异于常人，哪怕对方谈话细若蚊声，也被他不小心听到了。老师，您会杀了小师哥吗？白银月压低声音询问，说话前还特意看了一眼盘坐在篝火旁正在巩固修为的洛凡尘，确定他不会听到。哦。夜色下，帝未央唇角翘起一抹冷艳弧度。为何要这样问？卧槽！是啊，为什么要杀我？偷听到白银月说话，
洛凡尘心肝震颤，白天他就察觉两女看自己眼神有点不太对劲，果然有问题，还是要命的问题。白银月小心翼翼道：“吞噬生灵气血，反哺自身，只有邪魂师才有这样的手段。而老师您一向嫉恶如仇，见到师哥武魂这般残忍，我怕您一狠心大义灭亲，将他提前扼杀。”帝微央没有回答，绝美容颜清冷威严，看不出任何情绪，反问道：“银月，那你是怎么想的？”啊，我……白银月一时间之无，低头脚尖。女教皇杀伐果断，嫉恶如仇，她何尝不对邪魂师恨之入骨？回想起往事，她一双小手微颤。15年前，她的双亲、爷奶尽数被邪魂师残忍吸食气血，在哀嚎中身体干枯死去。哥哥保护她躲在地窖，依然被发现了，要将他俩生吞活剥，是女教皇路过出手营救，这才幸免于难。明面上她青春活泼，但阳光外表下，心中有着这么多年一直挥之不去的伤痛和阴影。白银月深吸了一口气，重新抬头，眼眶早已发红。老师，师哥这武魂确实与当初邪魂师吸收气血的方式一般无二，甚至更加霸道。糟了，我这就成邪魂师了。洛凡尘暗叫不好，虽然他也不知道啥是邪魂师，但顾名思义就能猜到，肯定不是什么好鸟啊。喂，不要乱扣帽子，会死人的啊。白银月一句话，算是给他送进了棺材。帝微央颔首，的确，凡尘这武魂比之邪魂师的武魂还要邪性可怕，掠夺生机，伤人利己。嘶！洛凡尘听得心惊肉跳。女教皇这份肯定相当于盖棺定论，不仅把他棺材盖子给盖上，顺手还钉上了钉子。不行，要稳住。洛凡尘强行忍住跳起来解释的冲动，继续听下去，想知道两女打算怎么处理他。白银月犹豫数息，咬着唇道：“老师，您可不可以放过师哥一马？”哦，帝微央挑眉：“你再替他求情。”白银月点头，鼓起勇气道：“师哥武魂的手段确实与邪魂师相同，但我觉得师哥是个好人。听我说，谢谢你。”洛凡尘感动的不行，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被女生发好人卡是如此美妙的一件事。帝微央冷声道：“现在是好人，不代表以后是。大多数邪魂师也不是一出生就是坏人。他的武魂既然可以吸收魂兽，一样可以吸人。吸来的气血可以让武魂升级，同样也可以让自身快速进阶。倘若享受到了吸人快速进阶的快感，你觉得世上有几人还可以踏下心来耐心苦修？那些邪魂师不都是在疯狂追寻力量的过程中误入歧途，迷失自我，最终陷入癫狂？”洛凡尘哑然，说实话，抛开小命不谈，他也觉得女教皇这话说的没毛病。前世谁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又有多少人能狠心戒掉？更何况现在这情况，吸人比吸烟还爽，对自己身体还无害，只要心里没有道德，分分钟平步青云。老师，虽然接触时间尚短，但我相信师哥跟那些杂碎不一样。您不也总夸师兄心性坚毅，超凡脱俗吗？白银月瞥了一眼洛凡尘方向，气得撇唇。这铁憨憨师哥都快被师父师妹商量着刀了，还傻乎乎修炼呢。帝微央道：“银月，你要知道，凭他这样的天赋，倘若走上歪路，成为邪魂师祸乱世间，天下必将生灵涂炭。”洛凡尘被小师妹感动了，但现在一动不敢动，怎么感觉美女师尊铁了心要刀他？白银月美眸收缩，看到女教皇一步步走向洛凡尘。不会吧，老师这就要动手了？他是知道自己老师的铁血手腕，杀起人来从不手软的。洛凡尘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超无情，天崩开局，刚拜师，师傅就要砍我，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按照他对女王型女性心理的了解，女教皇应该不至于这样急着刀他啊。不要！刷！白银月呼应一声，闪身拦在两人中间，俏脸露出一抹倔强，脆声问道：“老师，我们该杀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些为非作歹的邪魂师吗？倘若一人尚未作恶，我们便不能用主观的猜测、怀疑就夺走他的性命，宁可杀错1000，绝不放过一个。那我们这种行为和那些邪魂师又有何异？”帝微央驻足，凤眸注视向他，但白银月一步未退，坚定表达着自己的态度。他从未忤逆过老师，但觉得师哥是好人，那就不该早死。空气陷入安静，只有篝火在炸响，师兄妹两人心脏都在砰砰乱跳。女教皇动了，她缓缓点头，喉咙发出御姐清冷嗓音：“不错，这才是圣女该有的样子，整日嘻嘻哈哈，成何体统？”看到老师满意赞许的目光，直接把白银月整不会了，发懵道：“老师，您不打算杀师哥？”帝微央红唇翘起一抹戏谑弧度，冷艳迷人，开口反问道：“我何时说过要杀你师哥？”啊，这白银月美眸呆滞，好像
好像确实没说，都是他揣测的。可是您眼里一向不揉沙子的。白银月道。帝微央摇头，口吻霸气。他是我徒儿，是你亲口叫的师哥，不是沙子。为师眼力容得下天下芸芸众生，难道还容不下自己的一个弟子？白银月惊讶道。师哥的武魂，你也一点都不在意。帝微央道。手段不分善恶，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刀无罪，要看握刀的人是谁。况且徒不教，师之过，为师相信自己会教好他。白银月阴唇张大，美眸闪烁起崇拜的小星星。洛凡尘心情跟走了过山车一样，内心惊叹不愧为一代女皇，这份胸襟只怕让天下多少男儿都望尘莫及。只听女教皇继续道，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这个弟子，不然为何是要收了他？是吧，凡尘？女教皇突然点名，洛凡尘心头一震，合住人家早就知道自己醒了，一直在偷听。干，这下人没死，射死了。老师慧眼如炬。洛凡尘睁眼起身，被对方一语道破，他也知道装傻充愣毫无意义，不如大方承认。帝微央绝美双瞳清澈透亮，笑骂道：听半天了吧，你小子倒是挺沉得住气的。您是说师哥一直在偷听？白银月讶然。哼，你这师哥机灵着呢。帝微央唇角扬起，也不生气。所以老师您刚才说的很多话都是特意给师哥听的。白银月也很聪慧，迅速明悟过来。帝微央颔首，既是对他，也是对你。你身为圣女，不可整日嬉闹，该当也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可被外人左右。嘻，徒儿聪明拙啊。白银月甜甜一笑，我啊，才不会被人骗。说话间，帝微央扭转目光，凡尘，你这武魂煌煌大气，并无邪性，但若是不小心使用，肆意吸收血气，魂环也容易堕入魔道，一定要加以克制。在为师和银月面前使用尚可，但尽量不要让外人发现他可以吞噬生灵净化。很多人的正义只是死板的正义，又或是为了实现他个人利益的口头正义。声音句句冰冷，但洛凡尘不是小孩子，品得出这背后藏着关心。洛凡尘点头，老师放心，徒儿明白。捷径虽快，但上限不高，很容易走到尽头。苦修虽累，但这世间最累的路，往往是那可以走得更远的路。帝微央闻言，神情一愣，仔细品味，望着洛凡尘的眼神愈发奇异。这样的话，可不像是一个16岁青年能说出来的。每每所言，发人深省，这哪里是山野年幼之人可以领悟出的道理？帝微央内心暗道，看来不能将自己这个徒儿当孩子看待，他远比神殿内部许多执事长老还要成熟。白银月倒是没想这些，脸蛋红扑扑的。他意识到刚才自己极力维护洛凡尘的一面，只怕被对方全都听了去。臭师哥竟然偷听，可恶啊！师妹，刚才仗义直言的事谢了。洛凡尘笑道。看着洛凡尘嘴角溢出的潇洒帅气微笑，白银月脸蛋红得更厉害了。他攥着小手板起俏脸道，你不要多想啊，我只是因为你是我便宜师哥，可不是因为对你有多大好感才求情的。明白明白，师妹堂堂圣女怎么会喜欢我这些小子呢？洛凡尘揶揄道。哼，知道就好。白银月傲娇地扬起下颚，烤肉快糊了，本圣女现在没工夫理你。白银月走后，洛凡尘忍不住问道，老师不知道何为邪魂师？帝微央道，邪魂师境皆是性格偏激，喜好杀戮之人，武魂千奇百怪，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的武魂可以吸食气血，吞噬神魂，提升自身实力。往往杀戮越多，他们精神失常的就愈厉害。洛凡尘心里嘀咕，这不就是一群有实力的精神病吗？想想确实有点吓人。话说他们要是发现自己武魂也有吸血能力，别再把自己当成病友同类看待。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他这可是混沌祖龙武魂。什么邪魂师，滚远点，别来沾边，不然指不定咱俩谁吸谁。帝微央凝重道，等你学成出山以后，务必要小心，普通邪魂师不足为虑，但若是遇到血魔教的邪魂师，格外谨慎。血魔教？洛凡尘诧异，难不成一群精神病还能有组织有纪律的混在一起？帝微央点头，脸色难看。魂武大陆正道第一势力是哪家尚有争议，但血魔教是无可争议的邪道第一势力。3大血魔种子，实力天赋堪比圣子、圣女，7罪骑士，每一个都有8阶巅峰的实力，也就是89级。传说中的圆桌石老实力进阶在90级之上，身份不明，每一个都穿着黑斗篷、血色面具。我操，这么强，强的有点太离谱了吧？可能比正道任何一家都凶猛了。洛凡尘听完这时吓了一跳，有些生气的想着，这群正道势力是吃干饭的吗？怎么可能让一群精神病发育成这样？除非正道有特娘的内鬼。
等等，看着帝未央似乎有话没说的样子，洛凡尘脑中突然浮起一个可怕的猜测：圆桌石老科一盟面试人，总不会这里面藏着正道势力的老大哥吧？他手心发凉，世界太危险，还是得赶紧提升实力，不然真没安全感。好在眼前还有大腿可以抱，可以开动了。白银月招呼起来，用洗干净的脆叶包着金黄香脆的烤野味，先送到帝未央面前，而后又递给了洛凡尘一块。白银月眨了眨美眸，我和老师不会吃太多，师哥你要多吃光哦，最讨厌浪费粮食了。洛凡尘也不客气，直接咬了一口，烤肉外焦里嫩，香嫩的肉汁在舌尖爆开，刺激着味蕾，美味。他竖了一个大拇指，白银月腼腆一笑，蹲坐在那里，很淑女的小口进餐。女教皇启开红唇，动作端庄优雅。深夜丛林，美人烤肉，洛凡尘竟是觉得有几分惬意，同时不由得想起相伴多年的苏九。也不知道小姨不小媳妇儿伤势恢复的怎么样了，还要多久渡天劫？他想帮忙，但现在实力也不够进餐结束。洛凡尘起身想要收拾，被白银月推了回去。我来吧，你就抓紧时间巩固修为，明天早点去获取合适的魂环，不然你只能一直困在魂师10级，根本没办法继续向上突破。洛凡尘也不矫情，他确实有了提升实力的紧迫感。这段时间他已经认识到，这世界没实力尊严，随时有可能会被强者践踏，运气不好还有可能被邪魂师害死。泡妞，没实力你套路会的再多也白费，有颜值都容易被女大佬抓走当玩物。真理只在实力范围之内。夜越来越深，丛林愈发幽暗，唯独篝火散发着微光。洛凡尘在盘膝打坐，白银月火辣娇躯躺在一根细长绳索上，帝未央完美玉体倾斜，倚着大树，闭着眸子。轰！突如其来的轰鸣，帝未央和白银月瞬间惊醒，眸子先后锁定传出异响的洛凡尘。突破的气息，帝未央讶然，白银月惊呼：怎么可能？师哥魂师10级，体内形成10道魂力漩涡，已经大圆满，不获得魂环根本无法再突破了啊。洛凡尘刚睁眼，心头一惊，两张绝色交融，近在咫尺，正紧紧地盯着他。老师师妹，你们靠这么近做什么？洛凡尘都能闻到两女娇躯传来的悠悠体香。白银月呼吸急促，师哥你刚才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啊，不是老师教我巩固修为的吗？洛凡尘茫然不解，没明白两女为何如此反常。你身体有没有特殊变化？白银月追问，他觉得自己老师肯定不会无的放矢。洛凡尘摇头道，身体倒是没什么变化，就是巩固修为的时候，丹田内的魂力气旋一不留神多了一个。你说什么？白银月卡姿兰的大眼睛瞪得溜圆，似乎听到了什么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呢？这根本不可能的。听到白银月的惊呼，洛凡尘不解道，师妹，多出的气旋和前面10个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啊。看到洛凡尘一如既往的淡定样子，白银月几乎要抓狂，这家伙到现在还没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师妹，别叫我师妹，叫我渣渣，你这个妖孽。白银月咬着唇，心灵又受到了打击。洛凡尘将目光投向女教皇，短暂失神。太美了，皎洁月光顺着树叶缝隙流淌下来，落在那张绝美的雍容上，女教皇显得更美了，加上那饱满双峰、性感臀儿、修长玉腿，散发凡人难以抵挡的惊人魅力。只是世间没有几人能无视威严，如此走进凤仪天下的女教皇。老师师妹这是怎么了？洛凡尘觉得自己不能欺师灭祖，迅速调整心态。白银月瞪大美眸，怎么了？你还问我怎么了？明明是你和妖孽太吓人了。凡尘，你确定丹田内现在有11道魂力漩涡吗？帝未央似乎也有些不敢相信。洛凡尘点头，我和老师都惊呆了，你还这么不咸不淡的。白银月觉得有必要给这天杀的师哥扫扫盲。师哥，1道魂力漩涡便代表1级。洛凡尘点头，这个他知道。丹田修出10道魂力漩涡，便代表魂师10级，达到这个境界的大圆满。倘若不附加魂环，那便绝对无法突破到第11级。明白了，洛凡尘笑道。所以是因为我不需要魂环就达到11级，吓到你了？你明白个锤子哟。白银月道，要是那样，我堂堂圣女还不至于这么震惊。那是。洛凡尘疑惑。白银月苦笑，魂师最多只能修炼出10个魂力气态漩涡，达到11级的标志是其中一个漩涡液化，2个漩涡液化便是12级，当10道漩涡全部液化便是20级。至于你这种突破，真是活见鬼了，我这个圣女连听都没听说过。帝未央凤眸闪过异彩，启唇道，没想到我竟收了一位破线级天才为徒。破线天才？洛凡尘和白银月同时好奇地看过来。帝未央颔首，
传说拥有特殊机缘者可以打破凡人极限，在某些领域达到寻常天骄也无法达成的突破。常人只能拥有一个武魂，拥有2个武魂其实就可以算作破线天才。白银月点头，魂武大陆数千万人中都未必能觉醒出一个双生武魂的拥有者，而凡尘能修出11道漩涡，自然意味着在魂师这个领域他是破线级天才，而且起步便能多1道漩涡，下一个境界漩涡液化，他又能比别人多1份优势。讲到这里，帝未央也为之动容，他当初决定收徒，更大的原因是看中洛凡尘这个人，觉得天赋差一点可以想办法弥补，心性差杂多少资源也扶不起来。结果这叫天赋差。帝未央一向淡然的心湖都掀起了涟漪，还真是从山沟里捡到了金凤凰。白银月咂舌，师哥战力本来就明显比同境魂师厉害，如今魂力破线，岂不是同境无敌？说着说着，小美女就酸溜溜地看向洛凡尘，发出可爱的恶龙咆哮。该死，让你巩固修为，没让你突破啊，太气人了。那个洛凡尘挠头道，我觉得我好像还没到极限，还可以再巩固一下。白银月气的脸蛋鼓鼓的，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喂，师哥你这个样子真的很欠打，破1次就行了呗，还想破几次？不可能的，做梦去吧。帝未央何等身份地位，现在也有些难以保持淡定了。白银月看着右盘西坐回去修炼的帅气男人，美眸眨呀眨，费解道，老师，师哥这表现的也太淡定了，要是换成那黄燕，只怕要牛气到天上去了。帝未央赞赏道，银月，这才是男人该有的稳重。为师看得出他心里有野心，这是好事。金陵岂是池中物，潜龙在渊，腾壁9天。清冷的御姐声音在轻轻回荡。白银月没想到老师竟然如此看好师哥，美眸下意识偷瞄向那帅气专注的人影，脸蛋不自然地浮现一抹绯红。凡尘师哥确实比圣子那讨人厌的家伙好了无数倍呢。老师要带师哥回神殿争那圣子之位吗？不，我自有打算。帝微央望着洛凡尘方向，微微出神，似乎在斟酌什么。白银月有些奇怪，觉得老师似是话里有话。对了，老师，师哥这次破线，岂不是意味着第一魂环附加的年限又可以向上提高了？当然。帝微央点头，先前便可以打破400年的极限，挑战600年的魂环的记录，如今破线又该到何等程度？白银月有些不敢再往下去想，太变态了，这家伙就是披着人皮的怪物。鬼使神差的又偷看洛凡尘一眼，啐，该死，这妖孽师哥还真是帅的没话说啊，不知道学成出山以后要迷死多少女孩子。哼。一夜无话，月隐日生。清晨之夜蒙上露水，丛林远处传来奇异鸟鸣。一男二女这边倒是很安静，有女叫黄奕散出威压，没有魂兽敢靠近。洛凡尘结束打坐，起来抻了一个懒腰，贪婪吸着早晨新鲜的空气，不得不说比前世空气好太多了。准备吃饭啦，师哥。白银月正用勺子将铁锅内蒸煮的乳白瘦奶取出，盛到水晶碗里。旁边一张方桌上还有切成小块的精致枣糕摆放在洁净翠叶上。洛凡尘讶然，师妹也太贤惠了，而且这俩大小美女出门带的东西是真全，桌子都装。嚼着软糯甘甜的枣糕，喝着香醇瘦奶，对面还有2个秀色可餐的绝色大美人。洛凡尘只觉得岁月静好。师妹，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哼，看看不行吗？白银月撇唇，抚音感叹道，还好你这次真的只是巩固修为，没有再破线，不然真的要吓死个人啊！洛凡尘不紧不慢地吸了口奶，嘴角扬起一抹帅气弧度。谁告诉你我没突破？噗嗤，白银月一口乳白液体喷出，好在洛凡尘躲得够快，不然就要被奶水喷到。你真的又突破了。洛凡尘慢悠悠地将最后一块枣糕塞入口中，点头承认。丹田内现在12道魂力漩涡了。白银月红色唇角还挂着奶渍，却无心理会，内心震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太可怕了吧，常人破线1次千难万难，结果这家伙一夜之间破线2次。你这家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10万年魂兽化形为人吧？接着他又摇头，不可能，初步化形成人的魂兽，凭老师的修为不可能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人，这叫什么话？洛凡尘一脸无语，微笑道，师妹，会说话咱就多说一点。呸！白银月撇唇，知道这男人是故意说的反话讽刺他，不然拳头为何攥得硬邦邦，好像随时要倒向他。老师，师哥绝对不可能一直这么破线下去吧？不然别的魂师还活不活了？白银月问道。未等帝微央说话，洛凡尘皱着眉道，我银已经察觉到极限了，最多再破线1次，就必须要突破下一个境界才行。什么？白银月猛然站起身，一双纤长雪白玉腿笔直，美眸瞪大。破线2次还不够，还有第3次。
师哥，你那遗憾的眼神是怎么回事？给我解释一下。难不成都这样了，还嫌自己不够妖孽吗？白银月深受刺激，作为天才的他，天赋何曾被这般碾压过？一直以来都是别人因为他的天赋感到震惊和惊讶。帝未央拿起餐巾，优雅擦去嘴角残渣，启唇道：“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去哪里？洛凡尘问。帝未央道：“替你找陪练。”吼！丛林之中，一头近乎3米的黑毛凶猿捶打着胸膛，2颗尖牙呲出，咸液滴落，血红色的双瞳充满残暴戾气，死盯着对面青年。小师哥，这可不是普通的猴子，这是700年魂兽大力魔猿，要是打不过，就跟师妹喊救命，我会救你的哦。白银月俏皮活泼的眨了眨美眸。轰！洛凡尘还是首次对战这个级别的魂兽，完全不敢托大，第一时间武魂附体，骨骼噼啪弹响，气血暴涨，全身覆盖青色鳞片，整个人显得邪异尊贵。他没急着出手，谨慎观察着魔猿，寻找弱点。白银月分析道：“老师，这700年魂兽，实力弱的16、7级魂师应该都打不过吧？小师哥哪怕破线2次，想轻易战胜这大力魔猿也根本不可能，恐怕要经历一番苦战才行。”帝未央又冷又飒，没有说话。吼！大力魔猿按耐不住，咆哮一声，践踏着地面快速冲来，挥舞双拳带起破空声音，砸向洛凡尘脑袋。看着同样挥拳打向自己的孱弱人类，大力魔猿血眸露出不屑之色，洛凡尘则是全力以赴，不敢有丝毫大意。白银月凝视战局，随时准备出手支援。砰！双拳对击瞬间，魔猿脸上自信消失，神情大变，庞大猿身直接轰飞了出去，砸的后方一棵2人抱合的粗壮树干木屑翻飞，摇摇欲坠。这怎么可能？直接秒杀了！白银月震惊地看向洛凡尘，没想到洛凡尘也正目光错愕看向他们这边，满脸挂着问号。师妹，你确定这货真是700年的魂兽吗？我刚一出手，他就倒下了。白银月哑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心中仿佛有千万只羊驼奔腾而过。吼吼！大力魔猿从地上爬起，若是寻常魂兽，只怕早已吓得逃走。但魔猿身怀魔血，发怒后精神暴虐错乱，拍打胸膛便再度冲来。滚！洛凡尘打法刚猛，踏步前冲，一拳轰在大力魔猿的下颚，将他捶得离地，倒砸在地上。你个彩笔，奎哥刚才那么小心认真。砰砰砰！洛凡尘又是一拳将魔猿敲闭眼，提着颈部毛皮离地而行，划出一道沟壑，走到大小美女面前。师妹，会不会搞错了？700年魂兽，就这，感觉还不如先前那头黄金蛮牛了。白银月没好气的道：“有没有可能不是他太弱，是你突然之间变得太强了？”这个时候，魔猿身上漂浮出一道深黄色的魂环，明显比那蛮牛的明黄色魂环要深邃许多。洛凡尘顿时不再怀疑，回想了一下，上次他和小泥鳅吸收黄金蛮牛的血气和魂环，便获得了不小的好处，而后又破线2次，战力增幅到这般，也可以理解。解除武魂附体，2米余长，威风凛凛的小泥鳅就要飞过去吸收大力魔猿。洛凡尘立刻将他牢牢控制住。还想吸？消化得了吗？你就吸。突破下一个境界前，肯定不能再吸了，再吸要炸。很好。眼看洛凡尘可以轻松控制自己的武魂和吸血欲望，帝未央露出一抹满意之色。这下看来，师哥破第一魂环600年的记录是板上钉钉的了。白银月暗暗咂舌，好多魂师第2魂环都没有600年，哪怕是他，也只是附加了900年而已。而900年已经是魂师附加第2魂环年限的天花板。目前洛凡尘虽然还未附加魂环，但明显已经逼近别人第2魂环的水平，这就太离谱了。那等他修炼到20级的时候，又该附加多少年的魂环？白银月有点不敢想，忍不住抚着额头，按道这家伙赶紧出山吧，估计能吓死一大批人，不能老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份被打击的痛苦，太难受了。此时，洛凡尘和白银月已经转身准备离开，帝未央却停下脚步，发出一声轻疑：“等等，怎么了，老师？”洛凡尘问。帝未央眸光惊奇，青葱指尖燃起一团让洛凡尘心悸的金色火焰，只是一小团，却瞬间将大力魔猿焚化。灰烬中，一道黄色的光团格外亮眼，映入3人眼帘。不会吧？700年的魂兽怎么会出现这东西？白银月小嘴张成 O 型，连连摇头，紫色马尾晃动。帝未央凤眸也流露异样色彩。踏踏踏！白银月快步上前，黑靴美腿晃动，热裤包裹的翘臀撅起，饱满诱人。俯身将灰烬中的黄色光团拾起，水润阴唇张大，竟然真的是魂骨！见鬼了！700年的魂兽怎么可能爆出魂骨来？
虽然理论上百年魂兽也可以爆出魂骨，但那也只是理论上，听都未听说过。白银月将茫然的眸光看向女教皇，试图得到一个合理的解答，但女教皇也是摇了摇头，显然同样极为意外。洛凡尘看清那黄色光团中是一枚迷你臂骨，通体纯黑，晶莹剔透，溢散着魂力波动。师妹，看来咱们运气还不错。白银月摇头，不是我们，而是你。你这运气岂止是不错，简直就是逆天了啊！白银月连连咂舌，难以平静。百年魂兽爆出魂骨的概率1/1000都没有，这是什么概念？嗨，偶尔走一次狗屎运，算不得什么。洛凡尘摆了摆手，保持低调，心里琢磨着，这次倒是印证了他先前的猜测。自从听白银月说魂骨爆率极低，10万年以下的魂兽只能靠碰运气，他就笑了。作为一个欧弟，和那些脸黑飞球能一样吗？除非爆率根本就是0，不然只要有概率，那就给割出。师哥，你脸怎么突然黑了？白银月震惊道，别人得到魂骨都乐得要死，怎么感觉你还要哭呢？洛凡尘确实想哭，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前面几次打魂兽为啥没出魂骨？一个可能是因为魂兽年限低，另外一个可能是他的小泥鳅把魂兽精华全都吸跑了。那魂骨还能爆出来吗？这败家逆子到底偷吃了他老爹多少钱吞金兽啊？白银月一直盯着洛凡尘在看，他发现这家伙不是在演戏装逼，好像是真的有点不高兴呢。服气了，不带这么气人的。师哥，这可是魂骨哎，虽说只是700年的魔元左臂骨，但要拿出去卖，只怕要引来无数魂师争抢。就连我这个神殿圣女也没办法直接获得魂骨，需要为神殿完成任务，做出贡献才可以兑换。洛凡尘也想表现得激动一点，但实在做不到啊。先不说白虎玉坠的储物空间藏着2块极品魂骨，就凭这运气，日后获得更高质量的魂骨只怕也不难。只不过必须要克制逆子的气血吞噬，不然什么好玩意都得让他糟蹋了。看着圣女对魂骨爱不释手的样子，洛凡尘摆手轻笑道，师妹若是喜欢，这东西便送你了。送我？白银月不可思议道，师哥看来是根本不清楚这东西有多珍贵吧。洛凡尘洒脱笑道，千金易得，真情难寻，师妹，老是真诚待我，区魂骨，何足挂齿。青年帅气的脸上露出豪迈笑容，魅力滋生，看得白银月有些失神，心跳刹那间乱了。娇媚白皙脸蛋浮现一抹绯红，就连一旁的女教皇也是暗暗颔首，为之侧目。世间纷争多出自名利2字，多少兄弟朋友为利益反目成仇，互相算计。思索间，帝微央那犀利冰冷的凤眸软化柔和了几分。白银月甜甜一笑，上前将魂骨毫不犹豫地塞给洛凡尘。师哥大气，感动的人家不要的呢。不过当妹妹的怎么能贪哥哥的宝贝呢？我想要的东西我会自己去争的。说完，他冲着帝微央吐了吐香软小舌。老师您看，人家这声师哥确实没叫错吧？凡尘师哥多有男人味，嘻嘻。帝微央点头，凡尘确实比你要成熟一些。你又扎我心。白银月捂着饱满胸口，半咬着薄唇，一副我见犹怜的可人模样。洛凡尘摇摇头，也没多言，将魂骨收起。透过刚才举动，他看得出自己这小师妹明面上欢脱，实则内心是不喜占人便宜，喜欢依靠自己打拼的倔强女孩。帝微央提醒道，凡尘，这魂骨虽是宝物，但凭你的天赋，吸收700年的魂骨就太可惜了，有什么说法吗？洛凡尘询问。帝微央看了一眼白银月，后者心领神会，解答道，魂骨分为头骨、躯干骨、四肢骨，共6块，其中头骨和躯干骨最为珍贵。传说中还有最为特殊稀有的外附魂骨，但还未听说当代谁获得过，只怕是假传的消息，不提也罢。魂骨一旦吸收，提升战力的同时也无法再进行更换。洛凡尘理解道，也就是说，我若吸收了这魔元左臂骨，日后再遇到更好的左臂魂骨，也无法更换吸收了。答对了。白银月眨了眨美眸，除非将左臂砍掉，不然这魂骨便与你融为一体，再也取不下了。不过正常人拿到魂骨的第一瞬间还是会选择吸收的，毕竟魂骨太过于稀有，很多9阶强者都凑不齐一套，大多数也只有2、3块。所以你明白这东西的珍贵了吧？对了，我刚才拒绝可不是嫌它年份低哦，只是不想占师哥便宜。这魂骨要是拿去拍卖，换取一些天才地宝，很轻松的。明白。洛凡尘点头，别的不说，他看人的眼力还是有的。他洛凡尘可不是对谁都好，那种喂不熟的白眼狼就得一棍子给他敲死，敲不死就猛凿，骨灰都扬了。人活一世，该大方大方，该自私也得自私。师妹现在身上几块魂骨了？洛凡尘好奇询问。1块都没有。
啊！白银月气得跳脚。喂，你那鄙视的眼光是怎么回事？不会吧，圣女怎么可能一块魂骨都没混上？洛凡尘颇为意外。白银月解释，因为质量越高的魂骨吸收难度越大，我现在41级魂宗的修为还不够。帝微央开口道，凡尘，那魔元左臂骨日后你卖了换取资源便可，为师恰巧知晓一枚极品的龙翼左臂魂骨下落，到时取来送你，全当你的拜师礼。谢老师。洛凡尘没矫情，这样又美又飒，出手更是大气阔绰的冰山女教皇老师，谁能不爱老师？您提到的这几品龙翼魂骨，该不是大供奉珍藏的那一块吧？白银月惊诧道，那老家伙可是一毛不拔，而且一直联合四供奉他们针对您啊！帝微央冷眸微动，不要多嘴。白银月立即捂住小嘴儿，内心震惊，老师这是有多看重凡尘师哥，竟然打算去大供奉那边虎口拔牙了。洛凡尘在旁边听得仔细，暗暗揣测着，神殿貌似有两大派系，一脉为女教皇，一脉为供奉一伙人。这供奉一脉实力绝对恐怖，不然按照女教皇铁血霸道的性格，能剿灭只怕早给他们镇压了，还能留活路。老师，倘若是不可为，便算了。洛凡尘用屁股想都知道，女教皇想拿到大供奉手上的魂骨有多难。无需多言，帝微央冷冷道，为师说到就会做到。六，洛凡尘无言，心说女教皇这性子还真是傲到了骨子里。日升西沉，丛林光暗交替，时间流逝。轰！洛凡尘起身，心眸熠熠生辉，又破线了。旁边同样打坐修行的白银月被惊醒，洛凡尘叹了口气，这次慢了些，生成第13道魂力漩涡，竟然耗费了2日之久。白银月沉默，数息后瞪眼，我有一种想要掐死你的冲动，疯了吧？2天还久？唰！洛凡尘眼前一晃，女教皇已经出现在面前，绝美五官冷傲威严，让人不敢有半分亵渎之念。金色长裙下是魔鬼般的极品身材，新长美腿被金色长筒靴紧紧包裹，性感火辣。不错，是时候去获取属于你的第一魂环了。帝微央降唇，掀起一抹满意的弧度。洛凡尘全身似是触电一般，美，太美了。今朝不识女教皇，前世跃进美女也枉然。前世那些黑丝辣妹、白丝 JK 小萝莉、性感美妇，给女教皇提鞋都不配。他内心感叹，深吸一口气，回忆小姨苏九的妖娆容颜，抵制心头之火。如今实力不济，怎能有骑师灭祖这种想法？太该死了！获取魂环要紧。好的，老师。帝微央点头，清冷女王欲解音自润喉流出。既然准备好了，那便去吧。为师和银月会在此地等你。洛凡尘先是点头，很快反应过来，瞪眼诧异道：“您不与我一起？”帝微央道：“如今你已有了自保之力，此处又是森林外围，并无高阶魂兽。若是时刻都要人保护，不去迎接挑战，如何才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强者？”洛凡尘嘴里苦涩，大道理咱都懂，可是森林这么大，是个人都怕。白银月有些焦急道：“老师，让师哥一个人去，是不是太草率了？他连秘技都还没学呢。”秘技？洛凡尘心中一动，这秘技和魂环附带的魂技又有什么区别？没等他询问，帝微央冷斜了白银月一眼，闭嘴。白银月贝齿咬着润唇，委屈巴巴。帝微央冷声叮嘱道：“凡尘，你体质异于常人，又破线3次，比常人多了3道魂力漩涡，这般际遇天赋，连为师也要惊叹。现在看来，第一魂环400年的常人极限对你来说已经是轻而易举，600年的历史记录你破掉也毫无悬念。先前破线2次便可秒杀700年魂兽，如今破线3次击败800年魂兽，想必不在话下。此次你去获取魂环，为师建议你可以考虑800年到1000年之间，800年最为稳妥，吸收没有生命危险。第一魂环800年，绝大多数人杰第二魂环才不过700年左右，你已经领先的足够多了，没必要冒险吸收更高年份。当然，若是你有野心，也可尝试吸收900年魂环，但这并不容易，严重甚至会危及性命。白银月小嘴微张，在旁边听得心潮涌动，太恐怖了，真的太恐怖了。第一魂环800年，前无古人的恐怖成就，很快就要诞生了吗？传出去要吓死多少人？事实上，就连女教皇自己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内心也并不似表面这般平静。这弟子太妖孽了，偏偏因为他自己接触的魂师不多，到现在都还没有体会到自己有多妖孽。洛凡尘认真听完，发现女教皇看似霸道，但十分尊重弟子意愿，从没有逼迫他一定要怎么做的念头，总是详细陈述事情的利弊，然后让他自己进行选择。他思索后问道：“老师，我可以尝试吸收1000年魂环吗？”不行。帝微央肯定道。白银月俏脸升起一串问号，
惊呼道：“师哥，活着不好吗？你是想不开了吗？有什么问题吗？”洛凡尘不解。白银月道：“魂兽从100年到达1000年，实力会实现质的飞跃，就像咱们人类突破瓶颈一样。一头1000年魂兽可以轻松吊打5、6只999年的魂兽，底子差一点的30级魂尊，第3魂环还停留在黄色呢。唯有一些精英魂尊才可以突破1000年限制，吸收1000两300年的紫色魂环。”洛凡尘看着白银月气恼的眼神，仿佛是在说：“第1魂环就想破1000年，你在想屁吃，找死！”师妹第3魂环是多少年的？洛凡尘好奇地问。1700年，但我是圣女啊，凤毛麟角的顶尖天才，特殊点很正常吧？白银月往日对别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底气十足，但此刻面对眼前这个帅气师哥，却着实有些泄气。跟这妖孽比，自己倒是显得寻常了，就很过分。去吧，帝未央催促。最后一件事便是要记得，魂环尽量获取与自己武魂相匹配的，这便要看你自己的判断了。好。洛凡尘看出女教皇有心想要借此机会考教和试炼自己，欣然面对挑战，利落转身，踏跃而起，向着丛林深处穿梭。白银月不放心，但奈何女教皇不让跟着，他也不敢忤逆。老师，师哥衣服这几日破损太严重了，我去给他列几块上好的兽皮缝补缝补。帝未央神情冷酷，没回话，目送洛凡尘背影在林间彻底消失。走。女教皇突然开口，让白银月有些错愕。啊，去哪儿？不等师哥了吗？帝未央淡淡瞥了他一眼，裙摆下美腿金靴轻轻一踏，飘然来到树梢之上。您等等我呀！白银月追上去，跟在后面。沙沙，翠绿树叶摩擦产生细微声响。洛凡尘在茂密树冠中谨慎穿行，时刻警惕四周，寻找着合适的猎杀对象。在这样蛇虫毒蚁都存在的野外环境，大摇大摆乱逛就等于活靶子。找死！烦死了！你们两个别离本郡主这么近，滚远点！一道少女呵斥自远处传来，犹如黄莺般清脆动听，但又带着浓郁的泼辣味道。有人！洛凡尘听到声音，立刻停止行动，俯身在树冠中，借助翠绿树叶隐匿身形，暗中观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没有注意到，在更远处的树冠上，正有2道绝色倩影远距离观察着他。不错，反应很机敏。帝未央颔首。白银月小声嘀咕：“老师，您之前不是说原地等候，不保护师哥的吗？”帝未央冷哼一声，反问道：“不会吧？你不会真觉得我会放任他一个人出来冒险吧？”白银月惊住了，套路这么深的吗？女教皇这么一问，还真把他问不会了。您这么讲话，就显得我很呆，本来也不太聪明的样子，为师走就想开小号了，现在正好有你师哥了。白银月如遭雷击，人麻了，不带这么扎心的，故意的，绝对是故意刺激他的。白银月老早就知道，威严高冷的女教皇师尊，其实一直都有腹黑的隐藏人格。白银月张嘴，正欲哭诉，被女教皇无情打断：“嘘，有人奔着你师哥方向去了。”女教皇似乎比洛凡尘更先感知到了前方未出现之人的情况，冷艳红唇翘起，露出一副饶有兴致的看戏模样。7人小队，领头的是个5阶魂王，那魂王一定会发现你师哥，看他怎么处理。洛凡尘完全没有察觉到女教皇在暗处，正小心潜伏在树冠中，等待着前方之人现身。沙沙，很快一支7人小队出现，一个老者，6个年轻人，尽皆锦衣华服，显然都是贵族。队伍里只有2个少女，其中一个无人问津，另一个被2个贵族青年簇拥着，一个捧着玉瓶，一个拖着方盒。西英郡主，赶路半天肯定口渴了吧？这是我父亲珍藏的佳酿，被我借来了，要不要坐下来尝尝？杨威，咱们出来猎杀魂兽，你想让郡主喝酒误事？郡主，听说你爱吃点心，这是出发前我特意吩咐家中大厨为你做的桃酥点心。哦，苟在树上的洛凡尘将2个青年的殷勤之语听得清清楚楚，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听发言，这不纯2个大舔狗吗？实锤了。他认真打量过去，那2个青年仪表不凡，衣着华丽，显然不是寻常人家。后方还有3个青年，虽然没凑上来，但眸子若有若无，都在偷看前方的那道倩影。条件看样子都不差啊，什么样的女人让你们甘心当狗？正当洛凡尘疑惑之际，那道被青年们众星拱月的倩影转身，发出嗔怒交斥：“李洪鹏、杨威，你们2个丑八怪，带着那点破东西滚远点，别跟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烦死人了。”2个华服青年被训得狗血淋头，却一句话不敢反驳，灰溜溜走到一旁。其他几个青年也目光躲闪，惊得不再敢偷看少女。这俩哥们明显也不丑啊，还挺帅的。这郡主怕不是个外貌协会的吧？
太挑剔了一些。果然，舔狗不得好死。洛凡尘心中忍不住吐槽，不过也趁这个机会看清那道倩影容貌，眼前不禁一亮，那是一个发丝黑长直的性感辣妹，丹凤眼，烟熏妆，涂着红润丰唇，戴着一对银穗耳坠，上身里面黑色吊带包裹着隆起的白腻饱满，性感诱人，外面宽松小风衣，下身热辣短裤，修长玉腿被薄如蝉翼的黑丝袜紧紧包裹，丝袜缝隙透着白皙肉色，黑丝脚踝没入短筒高跟靴。看来这俩哥们当舔狗是有原因的，这要是搁在前世，妥妥的夜店小女王，能吸引全场雄性生物尖叫追捧的极品辣妹。话说这身打扮是郡主，洛凡尘有点不敢相信，他想象中的郡主应该是淡黄色长裙，知书达理，哪里会这么火辣诱人？总觉得这个魂武大陆始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这边到底是哪个 LSP 发明的丝袜和高跟鞋？黑丝郡主泼辣道：铁说这两个在骚扰我，你就把他们腿打折，出了事情本郡主担着。这队伍中唯一的白发老者面露难色，显然两个贵族青年身份尽皆不俗。怎么，本郡主的话不管用了吗？辣妹郡主一双丹凤眼闪烁出凌厉光彩。不敢。老者道：一切听您吩咐。洛凡尘观察向老者，对方驼着背，满头白发，看上去风烛残年，气息不显。但洛凡尘不敢有丝毫大意，没有这老人保护，6个贵族青年只怕没底气进入这魂兽绿洲，所以实力必定不俗。突然他敏锐发现那老者袖子下隐约露出的双手漆黑，如同黑铁一般散发着乌光，这是装的假手还是练的绝活？洛凡尘不想节外生枝，就等着这路过的7人离开，他好去寻找合适的魂环。至于什么郡主再辣都跟他没半毛钱关系，人可以好色，但那要建立在吃饱了和有实力的基础上。他现在一心只想获得魂环，早日修行有成出山。7人路过他这棵大树，洛凡尘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不想被发现。辣妹郡主和其他年轻人明显毫无察觉，但那白发驼背的老者眸光却陡然犀利，大喝道：谁？速速出来！郡主和其他年轻人竟然没有一个提出质疑，瞬间汇聚在一起，警惕观察四周，显然训练有素，绝非普通魂师。洛凡尘心脏猛地一震，这尼玛自己都憋住不喘气了，这老家伙咋还能发现他？难道发现的不是自己？正当他心怀侥幸的时候，树下驼背老者陡然抬头，在上面，老者闪电般拍出一掌，砸在粗壮树干上，木屑炸飞。轰！参天古树摇晃，树叶簌簌作响，洛凡尘难以再维持俯身姿势，从树上坠了下来。洛凡尘气聚舌尖，在坠地前便开口：别动手，路过的。砰！老者听那声音年少，便将向上拍出的一掌收回，洛凡尘得以顺利落地。不过7人已经将他团团围住，无处可逃。白发老者呵斥道：你是谁？为何藏在树上？倘若不是老夫收手，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老者以为是他饶了洛凡尘一命，殊不知暗中女教皇也将探出的素手收回。白银月撇嘴儿：哼，多亏没上我师哥，不然你已经是一个死人。我见阁下气质正派，绝非那些不问青红皂白便出手的小人。小子只是为了猎杀魂环碰巧路过此地，听到声音便隐匿起来，并无恶意，希望诸位行得方便。洛凡尘拱手说话，没有丝毫慌乱，冷静处理，表现得不卑不亢。他与妖帝、女教皇等强者朝夕相处，岂会被这老者气势吓倒？一番得体的回答，倒是让老者刮目相看，点了点头。其他锦衣华服的青年们好奇打量着洛凡尘，当看见他穿着山村样式的粗衣麻布，沾染灰尘，多处破损，眸中警惕顿时消失，多出了轻视和嫌弃。不过洛凡尘那谪仙般的帅气颜值，却无法被一身的粗糙衣物掩盖，让青年们心中不禁生出了几分妒忌。虽然很不想承认，但这家伙怎么比他们这些贵族生的都帅？谁也没注意到，性子高傲如小孔雀一般的辣妹郡主，起初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洛凡尘一眼，刹那间美眸聚焦，死死盯着，再也没舍得将目光移开。哼，一看便是粗鄙的山野之人，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给你真是浪费了。洛凡尘闻声看去，正是先前那献酒的舔狗1号，叫杨威的青年，说话的酸味隔着老远都能闻到。嗨，吓我们一跳，还以为是什么危险刺客，原来是觉醒像样武魂都费劲的山野村夫，那能有什么本事害人？说话的是那送糕点的舔狗2号李洪鹏。驼背老者警惕依旧，没有大意，问道：小子，你家人和老师呢？就放心你自己出来冒险？洛凡尘摇头：我没有家人，就一个干小姨孩离开了，至于老师……杨威走过来摆手道：铁老，您就别问了，看他这穷酸样，能有像样的老师愿意收他吗？肯定是孤家寡人啊。
区区平民也没什么好在意的，我们之中任何一人都能轻松碾压他，就算让他一只手，他也杀不了我们啊。他倨傲的面孔对准洛凡尘。好了，你走吧，别担心，吾等贵族还不会与你这平民一般见识。是啊，不用怕，我们瞧不起平民归瞧不起，但不会因为你弱小就欺负你。走吧。舔狗2号李红鹏发言。远方暗中观察的白银乐器的银牙紧咬，攥着粉拳。啊，可恶啊，我想打死这群垃圾，一个个装什么呢？我是个什么背景，什么势力，你们确定惹得起？老师，您放我过去。帝微央摇头。银月，欲成大树，莫与草争。帝王有剑，不斩苍蝇。你是圣女，就该拿出圣女的气魄。旁人说你一句便能干扰你的心神，如何成就大事？看你师哥是怎么做的。白银月重新将目光放回。洛凡尘在笑，他怎么说也是两世为人，不会因为对方说话刺耳便挥拳上去搏命，更不会反讽什么我老师是教皇，那样岂不是与对方一样幼稚可笑？告辞。洛凡尘摇摇头，扭身离开。至于那辣妹郡主，他没有多看一眼，不想横生事端。望着那道离去背影，其他人连声感叹。看样子这家伙还有几分孤傲，倒是令人敬佩。不过他恐怕还不知道，平民血脉太差，无论是武魂还是其他天赋，都注定是有上限的，无法与贵族相比。这明显是个可怜人啊，没天赋，没家人，没势力，底层人注定只能独自奋斗，连护持的老师都没有，太悲了。是啊，确实。打住，你们几个同情平民干什么？咱们祖上数代的奋斗才拼出一个贵族，他们凭什么努力一辈子就可以追上咱们？有差距就对了好吗？就在这时，一道如黄莺般动听却十分泼辣的女声响起。喂，前面那小子，你站住！众人侧目，不解地看向喊话的郡主，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拦住那衣衫褴褛的小子。洛凡尘不仅没有停步，反倒是加快脚步，要远离这是非之地。这样表现气的刁蛮郡主直跺一双修长性感的黑丝美腿。喂，你是聋了？听不见本郡主讲话吗？杨威凑近道。西英郡主，那样的家伙一看便没什么能耐，注定和咱们不是一个世界，有什么好理会的，让他滚便是。住口，你才应该给我滚！郡主留下一句话，冲了出去，留在杨威呆立在原地，人都傻了。洛凡尘被迫停下脚步，无奈地看向拦在身前的黑丝性感辣妹，近看仿佛更美了，尤其是那一双丹凤眼，灵气十足。他暗自摇头，这女人走辣妹风浪费了，若是配上马面裙，竖起高马尾，一定非常英气迷人。这念头只不过是一闪而过，他开口问道：不知道郡主拦住在下，还有何事？本郡主叫你停下，你听不到吗？辣妹郡主瞪着美眸质问。在下自幼耳背。洛凡尘睁着眼睛说瞎话，直接把郡主整不会了，准备呵斥的话全都哽在喉咙里。喂，你不能走！洛凡尘眸子凌厉了几分，三言两语也就罢了，对方若是有意刁难他，他也是有火气的。他觉得女教皇应该不会真放心他独自出行，大概率是考验。这群人如果不是欺人太甚的话，他不想拿生命去赌女教皇到底在不在暗中跟随。这位郡主，第一，这里没人叫位，我有名字；第二，我为什么不能走？洛凡尘丝毫不怂，说话掷地有声。后方的青年们倒吸凉气，暗自为这个不识相的平民默哀。谁不知道西英郡主是乾隆城城主的掌上明珠，自幼骄纵成性，无法无天习惯了，全城上下讨好都来不及，谁敢忤逆？西英郡主诧异，男人那一双炯炯有神的深邃黑眸，面对他竟然不闪不避。整个乾隆城敢跟他对视的男人，只有他爹一个。你混蛋，就不怕我让铁老杀了你？洛凡尘点头，直言不讳道：怕，但难道因为怕死就要跪下奴颜媚骨讨好别人？这样的回答让西英郡主更为错愕，冷笑道：你这可不像是怕死的样子。洛凡尘笑了笑，毕竟总有一些东西比死更让人难以接受，比如给人当狗。西英郡主愣住，顺耳的话他听得太多了，这样的话还是一次听，有一点特别，而且说话的人很帅，简直帅到了骨子里。大胆，你怎敢跟郡主如此讲话？太放肆了，郡主若是看得起你，那是你的荣幸，多少人想当奴才都打破头没机会。后方的青年们本就是西英郡主的狂热追求者，又打心里蔑视平民，自然恼火起来，冲过来质问洛凡尘。西英郡主杀气腾腾地扭转目光：杨威、李红鹏，本郡主与别人深入交流，没你们插嘴的份儿。啥？两个贵族青年全傻眼了，脸上刻着一串大写的问号，陷入懵逼状态。郡主，我们是替您说话啊！俩人语无伦次。西英郡主不耐烦道：聒噪，别在这里狗叫，
滚远点，很烦哎。说完，不理会呆若木鸡的两人，黑丝辣妹看向洛凡尘，说出的话更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本郡主也不为难你，你很帅，是我的菜，识相的话，以后就跟我混吧，怎样？洛凡尘闻言有些错愕，他刚才猜测过对方留下他的很多理由，羞辱、霸凌，唯独没想到竟然是缠他身子。之前躲在树上的时候，洛凡尘就感觉这刁蛮郡主像是花痴，果真被他猜中了。这火辣的黑丝小美妞真是一个颜狗，不可啊郡主，这样有失体面，区区一个山野村夫怎配得到你的青睐啊？没等洛凡尘说话，刚才被骂走的杨威和李红鹏重新冲了上来，那脸色仿佛是被人绿了一样。啪！西英郡主手中闪出一根鞭子，直接抽在他们两个贵族青年身上，毫不留情。郡主，您竟然为了他打我们？杨威两人疼得龇牙咧嘴，眸子却瞪得溜圆，满脸都怀揣着忧伤。卧槽，你们哥俩这舔狗行为也没谁了啊！洛凡尘在旁边都看不下去了，这他妈也太舔了吧！你说你们俩图点啥？人家都无情铁抽你们了，不还手也就算了，还哭诉上了，男人的尊严呢？西英郡主一双丹凤眼散发着煞气，本郡主一生行事，何须你们指手画脚？杨威和李红鹏被梦中女神又抽又凶，面容扭曲，仿佛戴上了痛苦面具。他俩齐刷刷将目光锁定洛凡尘，眸子仿佛要喷出火焰来，充满了妒忌和仇恨。其余两个青年也暗暗敌视洛凡尘，虽然表现得很隐晦，但还是被洛凡尘察觉到了。离谱！伤害你们的是这小娘们，有种冲他发火啊！仇视我干什么？神经病！西英郡主扭头，当看见洛凡尘那谪仙般的出尘颜值，生气蹙起的柳眉缓缓展开。跟我走吧，本郡主不会亏待你，让我当小白脸？做梦！洛凡尘摇头道：郡主好意心领了，在下心比较野，不喜欢屈居人下，恕难从命。拒绝我？我看上了你，你竟然还要拒绝我？西英郡主瞪着美眸，脸蛋气得不正常的红润起来。洛凡尘无语，这女人应该不只是刁蛮任性那么简单，不会是个病娇吧？那她可得快点脱身，病娇都是那种上一秒哥哥我爱你，下一秒我要刀了你的女变态。洛凡尘指了指后面的杨威和李红鹏，开口道：郡主，在下只是一介布衣，凡夫俗子罢了。我看你身后这两位倒是一表人才，家世显赫，何必为难在下呢？听到夸赞，杨威二人都以为洛凡尘是自卑了才说出这番话，顿时挺起胸膛，一副算你小子识货的傲然模样，等待着郡主的检阅。结果就他们那张丑脸，也配与你比？西英郡主红唇不屑一瞥，仔细盯着面前这个充满魅力的帅气男人，根本不愿回头多看一眼。杨威二人脸上傲然之色戛然而止，如被天雷劈中，全身僵直，好像置身于寒冬腊月，天空雪花飘落。眼看黑丝辣妹油盐不进，洛凡尘服气了，内心无语叹息：古人诚不欺我，帅果然也是一种罪。谁能体会到他现在的痛苦，这就被病态辣妹缠上了。郡主，放我走吧，强扭的瓜不甜。洛凡尘苦笑，试图讲道理，但是解渴呀。西英郡主美眸闪着兴奋的异样光彩，让洛凡尘这个变态都觉得变态。出来混要讲势力，讲背景，你一无所有，但本郡主什么都有，只要你乖乖跟我混，本郡主有的都可以赏赐你。大丈夫只能马子上驰骋，岂能屈居人下？洛凡尘摇头，果断拒绝。不，我这人天生牙口好，爱吃硬的，不吃软饭，喜欢的东西自己会争取，不需要别人给。卧槽！一旁的杨威等人完全看傻了，根本没想到洛凡尘拒绝的这么干脆，这小子不怕死吗？而且难道不知道傍上郡主的好处？要知道，对于平民来说，只要能抱上贵族的大腿，那就相当于平步青云。结果这家伙想都不想，直接拒绝。果然是土老帽，没见过大人物，都不知道郡主这样的身份能受到多少人的追捧。不识抬举，忤逆郡主，这小子铁废了，给他3分颜色就敢开染房。郡主的忍耐力可是有限的，估计已经到头了。后方众人一致在心里给洛凡尘判了死刑。你，西英郡主紧咬银牙，美眸溢散着杀气，红润丰唇颤动。没有人敢拒绝我，从来都没有。别以为长得讨本郡主欢心就可以为所欲为。黑丝辣妹将手中鞭子扬了起来，犹如铡刀，随时都要落下，声音泼辣道：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跟不跟我走？后方的杨威等人攥住拳头，着急的不行。这小子可千万别答应，快抽，抽他，快抽啊！洛凡尘心中也生出了火气，而且也想起了前世一些病娇女的心理特征。他开口就骂：走你个头啊！胡搅蛮缠，很好玩吗？有本事你今天整死我，
但别想让我看得上你，以为自己是郡主就该被所有人捧着。我当你是郡主你是，我当你不是，你什么都算不上。来吧，弄死我，等不及了，让哥哄着你，做梦。洛凡尘一套连喷，直接给刁蛮郡主喷懵了。他低着头，没人能看见表情，气息低沉的可怕。别说被人骂，他从生下来就被人温声细语对待，没有人敢跟他大声说话。杨威等人全部都张大着嘴巴，体表生寒。这家伙是疯了吗？敢骂郡主，完了，生怕死的不够彻底吗？一旁始终气定神闲的白发铁老都惊得胡子震动，不可思议地看着洛凡尘。卧槽，这年轻人，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勇的吗？说实话，洛凡尘自己喷完都有点后悔了。完蛋，一时性情了。关键是他2辈子也都是拿捏女人，从没被女人威胁过啊。现在只能希望他前世理解的病娇喜好是正确的，或者女教皇就在暗处看着自己。要是都不对，他一个滑铲下去，靠着有点小帅的脸求饶，应该也还来得及吧。空气莫名安静，四周丛林仿佛鸟鸣都停滞了一般。突然，一响自低着头的西英郡主身上传出，接着就看见辣妹郡主从脚到头，那一双黑丝性感美腿，短裤包着的小翘臀，饱满胸脯，肩膀全部不正常的微颤起来。这可吓坏了身后众人，这得给郡主气成什么样子？滴答，数颗泪珠滴落在西英郡主的白靴上，包括铁老在内，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杨威十分确定，凉了，这小子铁凉凉，给郡主竟然气哭了，这回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了。杨威怒气冲冲杀了过来，郡主，看我拿下这小子，给你出气。旁边的李红鹏哪里会让他这个情敌抢先？小子，你敢欺负郡主，我踏马来了。洛凡尘顿时摆开架势，准备还击。他感觉这2人身上的气势不强，根本没有在面对白银月时的那种压迫感，应该打得过。啪，一道鞭影甩出，洛凡尘下意识就要抵挡，结果发现不是打向自己，而是抽向后方。杨威2人争先恐后，要第一时间拿下洛凡尘，哪里想到会有内鬼出手，一人挨了一下，被抽了回去，疼得龇牙咧嘴，捂着红肿手臂。杨威2人难以理解地看着挥鞭的西英郡主，辣妹已经抬起头，眼眶通红，但眼神凶厉，犹如护食猛兽。别给脸不要脸，我的人你们也想动？李红鹏震惊道：郡主，这小子根本不识相，不是都给你气哭了？哭不哭本郡主乐意，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西英郡主扬着下巴，满脸写着傲娇。我抄！暗恋女神的杨威等人心态崩了，想不明白为何自己等人整日嘘寒问暖，还被嫌弃的不行。这小子都这样了，郡主还能忍？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洛凡尘心里有底了，这西英郡主大概率沾一点病娇，但看表现还是以抖 M 为主。他刚才既然赌对了，接下来对症下药就容易多了。西英郡主瞪着眼前这个帅气男人，这家伙明明气得他咬牙，恨不得直接抽死他，可是气到极致，身体又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恨不起来。怎么看都比周围那些谄媚软骨头的家伙让人顺眼的多。说吧，怎么才能跟我走？本郡主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你一个普通人定然没有资质，无人赏识，但只要哄好我，我可以不惜资源将你喂起来。这杨威又想说话，不过身上挨的鞭子现在火辣辣的，不敢多逼逼了。李红鹏也怕再多说一句，郡主那刁蛮疯批的劲儿上来，不管不顾，让铁老给他拍死。洛凡尘薄唇上扬，一出冷笑：你太可笑了，真当钱是万能的？当有一天你无钱无势，你周围的人都会离开你。可悲的小妞，人人为你怕你，到现在连一个真心的朋友都没有。一行人贵族公子哥麻木了，队里另一个女生眼睛微微闪光，觉得这帅气男人确实比周围这些家伙有男人味。不过出身贫寒，肯定无天赋无势力，这种人他再喜欢也不会在一起，还不如选择周围这几个男人，家世显赫。西英郡主娇躯继续震动，喉咙传出泼辣颤音：骂，你再敢骂一句，哼，对于你这种刁蛮成性的女人，我无话可说。洛凡尘摇摇头，似乎不屑再多说一句的样子。西英郡主咬住了丰润蜜桃唇，直勾勾盯着男人：我叫叶西英。哦。洛凡尘嗯了一声：你混蛋！叶西英气得直跺小白靴：我已经不刁蛮了，好好跟你说话，还对我爱答不理。抱歉，我实在对威胁我的人生不出好感，不过名字告诉你也无妨，洛凡尘。叶西英哼声道：既然我们互相知道名字了，那就算朋友了。我想让你留下来，这下朋友的要求你总不会拒绝吧？洛凡尘瞪眼：你们家朋友就是这意思？他实在绷不住了，这特奶奶的是什么企业级理解？对啊。叶西英点头：我的朋友都不会拒绝我的要求。
洛凡尘吐槽道：“你是不是傻？朋友之间如果存在强迫关系，那就不是朋友了。”叶希音很生气，但没有发作。那你说什么是朋友？洛凡尘道：“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说不，而不伤彼此的真挚感情，这才是朋友。”叶希音茫然不解。洛凡尘笑了笑：“我也没指望说了你就能理解，毕竟你根本没有朋友。你在暗示我蠢？”叶希音瞪眼：“没有。”叶希音肯定道：“就有。”洛凡尘摇头：“因为我不是暗示，是明示。”啊！可恶！叶希音黑丝美腿绷紧，挥起皮鞭，又放下了。对方骂他，他还舍不得抽，感觉自己有点犯贱。做我朋友吧。叶希音道：“不行，做我朋友还委屈你了。”洛凡尘道：“我现在要去获取魂环，没时间跟你这养尊处优的刁蛮郡主浪费。你一个人多危险，跟我们一起组队吧。”不，感觉跟你们在一起更危险。叶希音大怒：“我还能吃了你？”洛凡尘点头：“有可能。”叶希音竖起美眸，一声令下铁书：“看住这家伙，别让他跑了。”是，郡主。白发老者闪到洛凡尘身前。叶希音盯着洛凡尘，丰唇翘起：“你放心，等帮你猎杀完魂环，本郡主一定放你离开。我只是担心你自己猎杀魂兽死在丛林里。你这么帅气有趣的男人，死了太可惜了。要是这好心都要拒绝，我现在就让铁老拍死你。”洛凡尘嘴唇蠕动，最终还是从心了，因为他看见铁老那袖子下的黑手蠢蠢欲动。不过跟着这样的队伍确实比一个人探险安全，正好也了解一下外面贵族魂师的实力和水平。被逼着吃软饭，他也很无奈啊。他身怀气运金龙，鸿福齐天，总不可能打在这美辣的黑丝斗 M 郡主手里吧。旁边的杨威等人气的眼神都快杀死洛凡尘了。哼，不着急，大家都是来获取魂环的，等郡主看到你小子获取的魂环远不如大家，就该意识到你本质上就是个垃圾了。暗中的白银乐气抖冷，要不是女教皇压制着，早就冲出来的。那小贱货要抢我师哥，他也配？老师您别拦着我，我要撕了他。帝未央斜眼冰冷问道：“反应这么大，你不会喜欢你师哥吧？这才接触几天啊！”白银月娇躯一震，定住，他僵硬地扭转过娇颜：“老师，您说什么呢？人家可是圣女哎，跟那个只看脸的花痴刁蛮郡主才不一样呢。”帝未央凤眸静静凝视他，最后点了点头，绛唇轻启：“好，那找机会为师帮你师哥介绍一门亲事，你和为师一起挑选一下哪个大宗门贵女合适。”啊！白银月阴唇张大，有些磕巴：“您要给师哥介绍亲事？师哥还小，太早了点吧？走，跟上。”他们走了。帝微央冷淡开口，率先动身离开。老师您说清楚啊，那些大家族贵女脾气都很古怪，您不能把师哥送进火坑啊。白银月紧随其后，不停地说着，他没有注意到帝微央微微扬起的唇角。吼吼！丛林绿洲外围，伴随着一声凄厉咆哮，一头肩高2米的巨大黑豹应声而倒。他遍体鳞伤，胸口一道血窟窿是致命伤，涓涓流出的血液浸染绿草黑土。哈哈，单杀350年的魂兽风影豹，这战绩在魂师10级这个层次，应该少有人能及了吧？杨威手执一杆散发着暗金光芒的长枪，脚踏风影豹，全身华服破损，但眉宇间尽是傲然之色，大有一副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杨少太残暴了，凭借10级之力就能斩杀350年魂兽，距离比肩大势力顶尖天才也只差50年而已。一个字：猛！厉害，确实太厉害了。队伍里的几个青年迅速围了上来，看着杨威脚下的魂兽，满是敬畏。就连不苟言笑的黑手铁牢脸上也是露出一丝笑容。杨公子不愧为杨家后人，根基果然扎实。哎，铁老谬赞。杨威随意摆手，斩杀区350年魂兽罢了，远不如顶级天骄的400年层次。话虽如此，但他早已喜上眉梢，扬起了下巴，心安理得接受着其他人的吹捧，同时将目光望向火辣刁蛮的郡主这边。结果心上女神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就将闪亮眸光放在旁边帅气的洛凡尘身上。该死！杨威咬牙，心中喜悦瞬间被冲淡。为什么？不就是一个长得帅点的小白脸吗？长得帅不能打有个屁用。洛凡尘自然注意到了那杀气腾腾的眼神，倒是没在意。他现在心里极度懵逼和不解。话说，不过是斩杀了一头350年的魂兽罢了，你们有必要这么激动吗？听着其他人对杨威的恭喜和吹嘘，洛凡尘心中的茫然加剧。他看得出来，其他人不是虚与委蛇，而是真心的在感叹杨威战绩惊人，简直离谱。别说350年魂兽，800年的魂兽洛凡尘现在都有信心一只手爆掉。一路走过来，
洛凡尘对这支队伍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7人都来自隶属于苍龙帝国的乾隆城，6人是王城精英魂师学院的学员，铁老则是学院导师。其他人实力不超过30级，需要获取魂环，唯独铁老是5阶高手，54级的魂王。得知铁老等级后，洛凡尘也明白此前对方为何会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一路上，这几个嫉妒他帅气的青年有意无意嗅着大贵族的优越感，摆出天才精英的派头，试图让洛凡尘感到自卑。结果就这啊！别人什么水平，洛凡尘还没看到，但这舔狗1号杨威着实让他自卑到了。喂，晨晨，你不会被这家伙的战斗吓到了吧？西英郡主扑哧一声，露出美辣微笑。洛凡尘错愕道：“我被吓到。”叶希英道：“本郡主虽然不喜欢他，但不得不说，这家伙天赋还是不错的。你不是也要附加第1魂环吗？可敢和这350年的魂兽战斗？”洛凡尘一阵无语，差点笑出声。这不是拿他逗乐子吗？他都懒得搭理这黑丝辣妹郡主，将目光投向吸收魂环的杨威。这倒是他第一次看人吸收魂环。眼看洛凡尘不回话，叶希英气的美眸直瞪，张嘴便想骂。他咬了咬唇，看在脸的份上，忍了回去。晨晨，你别有压力，这杨威的水平在乾隆城已经算很高了，大势力的顶级天才第1魂环才能附加到400年。我这么说你就懂了吧？你出身平民，吃了先天血脉的亏，等会儿能附加200年的魂环，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本郡主保证，到时候不会有人嘲笑你。谁嘲笑你？我替你揍他。洛凡尘，200年的环，埋汰谁呢？350年的狗都不带。话说这妞这辈子不会是第一次安慰人吧？倘若她真是普通人，被这么安慰，估计心里肯定更难受了好吗？叶希英看身边靓仔沉默不语，还以为他是见到杨威的表现心里有压力难受了呢，就要再度开口，结果被洛凡尘打断。郡主，麻烦你一下，咱们能不叠字吗？我听着太难受了，有一种看大海的感觉。什么是大海的感觉？叶希英纳闷。想吐。你。叶希英气得牙痒痒，穿着白靴的黑丝美腿，还有翘臀、酥胸，全都微不可察地轻颤了一下。你又骂我？洛凡尘眼力毒辣，敏锐察觉到对方娇躯的微颤，脸蛋更是浮现一抹不自然的潮红。这女人不会真是个抖 M 吧？你好好说话，哥能骂你。洛凡尘道。嫌烦啊？那别留我，赶紧让我滚！本郡主要杀了你！除了吸收魂环的杨威，其他人目光都被西英郡主的喊声吸引过来。叶希英高高扬起皓腕，用力攥着鞭子，瞪着丹凤眼，一副你不服软我就打死你的模样。但洛凡尘逐渐摸透这女人的底，哪里吃这一套？舔狗不得好死，硬汉才是正途。洛凡尘眸光犀利，言辞有力。来，用力点！今天你要么打死我，要么给我道歉。什么晨晨？那是娘炮！叶希英娇躯的微颤演变成肉眼可见的抖动，吓得后面其他青年向后退，怕被迁怒。你服不服软？服个屁！你个刁蛮的丫头，没有铁老帮你。你看我给不给你屁股打爆？后方铁老金的胡子乱颤，这小祖宗无数人成天哄着都哄不好呢，你还敢骂？疯了，太疯狂了！叶希英气的面色潮红，猛地将鞭子抽落，音爆声响起，啪！洛凡尘毫发无损，他脚边的土壤炸开，出现深邃鞭痕，抽碎的草屑溅落。叶希英指着洛凡尘鼻子恨声道：混蛋，不叫晨晨，以后叫你洛凡尘行了吧？这一幕直接将铁老、李洪鹏一众年轻人看呆了，心里直呼卧槽，这家伙这样做都不死。郡主那暴脾气能惯着他这臭毛病。李洪鹏不理解，想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长得帅一点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刷！这时一直没动静的杨威起身，手中暗金长枪浮现出一道暗黄色圆环，封印杀。他低喝一声，向黑豹尸身猛然刺出一枪，那道刚出现的暗黄色魂环闪光，枪头出现道道无影锋刃，轰！黑豹尸骸刹那间炸开，被数道锋刃绞碎。洛凡尘眼睛一亮，这就是魂环附加的魂技吗？果然有意思，那杨威战斗力明显增强了。只不过加强归加强，这杨威给他的感觉怎么好像还是有点弱，仿佛一巴掌就能扇死。恭喜杨少吸收魂环，正式成为11级魂师，这魂技果然厉害，锋刃无形，防不胜防啊！对于旁人吹捧，杨威显得很受用。扎心的是，耍帅没用，他心心念念的女神辣妹郡主还是看都没看他，专心盯着那个可恶的男人。啊！他气得胸闷。铁老开口：走吧，抓紧时间，天黑之前其他人也要找到合适魂环，不可在这边过夜，变量多，太危险。西英郡主缠着洛凡尘在前面走，杨威和其他青年在后面看，
袖子下紧攥的拳头直哆嗦。杨老弟，别着急，再忍忍。李洪鹏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道：等郡主看见那小子附加垃圾魂环的时候，就该明白他和咱们的差距了，知道咱哥俩的好了。杨威隐忧道：这万一那小子撞大运真有点天赋怎么办？咱俩岂不是再没有机会了？我看小子底气好像有点足啊。李洪鹏低声笑道：你是关心则乱，急糊涂了吧？哥听说过最牛逼的平民魂师，第一魂环也不过附加300年而已，他拿头跟咱们比。而且你都没看见，这小子刚才看你打死350年魂兽，表情都不自然了，明显是害怕了。杨威闻言嘴角上扬了起来，反讽道：那就希望这小子不要让郡主太失望吧，千万别附加个100年魂环，那可就太丢人太没劲了，咱们赢的也没意思，哈哈哈。李洪鹏摇摇头：格局懂不懂？你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我从来就不会把一个垃圾平民和自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没有可比性的好吧？队伍前面突然传来郡主清脆泼辣的声音：杨威，你们俩过来一下。啊！杨威和李洪鹏先是愕然，接着对视一眼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爆发出的惊喜之色。郡主回心转意了，看你那小子终于知道咱们的好了。叶希英驻足，冷声斥道：你俩在嘀咕什么呢？还不快点过来！哎，来嘞！杨威两人争先恐后从队伍大后面冲到叶希英面前。郡主有事您吩咐。李洪鹏说话的同时，挑衅地斜了洛凡尘一眼，仿佛在说：嘿，你小子也没得意多久啊，这就失宠了。洛凡尘直接无视，这俩贵族公子哥评价就一个字：舔。太特么舔了！刚才抽的你嗷嗷叫，现在喊一声你俩就屁颠屁颠跑过来了。郡主了不起，郡主还能比普通人多个洞，反正他不在乎。不过叶希英突然喊这俩货干啥，洛凡尘还真不知道，好奇地看过去。杨威，你打算送我的酒呢？拿出来。这儿呢，这里呢。杨威心头大喜，郡主终于打算接受他的礼物了。手中一闪，精致翡翠瓶出现。李洪鹏着急了，掏出系着蝴蝶结的玉石方盒。郡主，还有我吩咐打出准备的桃酥点心呢。叶希英伸手，知道，一并拿过来吧。洛凡尘呼，好家伙，这俩公子哥都有储物的宝贝。九儿小姨不是说外面储物宝贝很稀有吗？看来这俩家伙身份比他想的还要高。不过这实力看着确实不怎么样啊。眼看无数次明确拒绝他们的叶希英现在肯收下礼物，两人心情激动，强忍着才没开心的大笑出声。不过又有些奇怪，如果郡主对他们有好感，应该只会收一个人的礼物，总不可能对两个人都有好感吧？这么贪心的吗？正当两人心潮澎湃之际，叶希英突然将美酒玉瓶和点心盒子射向旁边的洛凡尘。诺，本郡主赏给你吃了。杨威、李洪鹏俩人愉悦的笑容戛然而止，这一瞬间心跳仿佛停了，眼珠子瞪得老大。不要，谢谢。洛凡尘推手拒绝，毫无兴趣。女教皇和师妹很有可能就在暗中看着，随便接受别的女人礼物，师妹万一闹别扭不给她做吃的了怎么办？银月圣女的手艺确实没话说，让洛凡尘有些食髓知味。杨威两人眼珠子瞪得更大了。妈的，我们千方百计花心思准备礼物，上赶着送郡主东西，结果被无数次拒收。现在郡主主动送礼物，你特娘还一口回绝。叶希英丹凤眼溢散出杀气，泼辣喊道：你个混蛋，别不识抬举啊！我是看你独自冒险穿梭在丛林猎杀魂兽，身上有没有储物宝贝，估计又累又渴。这次给你找点吃的，还不领情？独自冒险，没有储物宝贝，又累又渴。洛凡尘表情怪异，哥的快乐你都想象不到好吧？他瞥了一眼快气到炸裂的哥俩，摇头道：这是别人给你的心意，你给我，他们可是会伤心的。哎，这么重的绿茶味是怎么回事？洛凡尘忽然觉得自己刚才说的话味道好像不太对。叶希英点头，伤心正好，赶紧走，以后可以不用烦我，本郡主早就受够了。要不是他们父亲和我父王是故交，早就抽死他们。对他们俩也好，以后不用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咔嚓咔嚓，那是杨威两人心碎的声音。洛凡尘注意到这哥俩瞪着的眼睛已经涌出红血丝，表情狰狞起来，攥紧着拳头。哎，啧，舔狗终于要雄起了吗？洛凡尘抱着肩膀，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结果这哥俩积蓄了半天的怒气值没冲着郡主发泄，全部将发红的眼睛对准他。杨威吼道：小子，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郡主赏赐你东西，那是你的荣幸，速速收下，不然别怪我们俩不客气。李洪鹏也大声道：卧槽！洛凡尘彻底无语了，本以为这俩舔狗的爷们之魂觉醒了，
终于敢挥拳打向这个火辣抖 M 的刁蛮郡主，结果到最后也只敢跟他逼逼赖赖，最主要还帮着郡主劝他收礼物，这跟买了个豪华大床送给女神和情敌躺下深入交流有什么区别？洛凡尘岂能惯着他们俩臭毛病，无情回怼：收个屁，赶紧拿走，不稀罕。李红鹏气到面容扭曲，干，跟本少这么讲话，哪儿来的胆子？你怎么敢啊？来，有种单挑啊！杨威也怒不可遏，洛凡尘摇头，对二人的挑衅无感。幼稚！啪啪！正当杨威两人怒发冲冠之际，两个巴掌清脆甩在他们脸上，就像一盆冰水当头浇下。杨威两人僵硬扭头，疯了，还是吃了雄心豹胆，敢威胁本郡主的人？叶希英正拿着粉色短帕擦手，皱着柳眉，满脸嫌弃的模样。郡主，杨威捂着脸，满嘴苦涩。李红鹏心里更不是滋味。郡主，您千万不能被蒙蔽，这小子要实力有脸，要天赋有脸，要势力有脸，除了颜值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啊？叶希英冷笑道：实力、天赋、势力，本郡主都有，我看中的人有脸就够了。洛凡尘静静地站在旁边看热闹，就见叶希英手指向他这里。他若怎么了？难道怪他自己不努力吗？我们是比他强，但倚仗的血脉和资源不都是上辈人给的？找一个平民单挑，你们还真不害臊。叶希英冲着白发驼背的铁老道：他们在靠近我3丈之内，您直接出手。嗖！铁老闪身而来，将心碎一地的杨威二人拦到一边。叶希英从储物空间将美酒和糕点拿出来，两个碍眼的本郡主赶走了，还不快收着？洛凡尘摇头，没兴趣，你自己留着吧。你非要拒绝本郡主好意？叶希英气急败坏道：到底怎么样才肯收下？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洛凡尘心说，这郡主有强迫症吧，不收还不行。他逐渐已经摸清这个女人的秉性，这种自幼娇生惯养习惯，受尽别人嘘寒问暖，还是抖 M 属性的女人。你越顺着她，越完犊子。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但也需要讲究套路。我就不能拒绝收下？洛凡尘问。对，洛凡尘道。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要求。叶希英瞪眼，你还敢跟我提要求？求我？洛凡沉思，毫不露怯的回瞪，与之对视。此言一出，周围偷偷关注这边情景的其他人全都心头猛战，这小子没毛病吧？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很怕自己死不了。你做梦！叶希英一口回绝，气得娇容发红。这辈子只有别人求我，不吃就饿死。他带着玉瓶和盒子，迈着六亲不认的小步伐，丢下洛凡尘向前走去。洛凡尘丝毫不慌，反倒是露出笑容。这女人迟早会再来找他的，沉住气就好。毕竟按照这郡主表现出来的泼辣性格，真生气就该挥动鞭子抽她了。向前看去，晌午的阳光落在那火辣的娇躯上，瀑布般的青丝折射着暖光，饱满的翘臀一扭一扭的，黑丝紧裹的长腿圆润无比，配上白靴，火辣妖娆。洛凡尘摇摇头，该说不说，抛开性格不谈，这妞儿确实又美又辣。轰！丛林中炸响传开，黑丝辣妹的叶希英魂光涌动，正在和一株长着暗色星纹的巨大藤蔓交战。铁老在旁边护驾，洛凡尘则是和其他5人在观战。通过众人对话得知，这是800年的植物系魂兽暗星藤，而叶希英如今20级，要选择这暗星藤作为第2魂环。啊！叶希英体内一声龙吟，白粉魂光涌动，一头数米长的白龙虚影巨现而出。这白龙身体不似血肉，更像是树木一般质感。一圈明黄色魂环在龙躯上律动，武魂附体。轰！叶希英与白龙虚影重合，藕臂、面颊长出白色精灵，眼眶浮现粉翼，美眸化作树瞳。西英郡主的8品武魂太古英龙。杨威等人眼神火热，目不转睛地看着强势战斗的叶希英，不舍得移开。暗星藤挥舞9根藤蔓，犹如群魔乱舞，抽打向叶希英。叶希英白靴踏地，辗转腾挪，躬身侧腰，做出种种高难度动作，躲过藤蔓围攻。龙啸！随着那一圈黄色魂环闪光，叶希英红唇张开，发出震耳厉笑。暗星藤舞动的身躯瞬间一滞，砰！最终叶希英瞅准时机，轰中暗星藤根部，将之击毙。一圈深黄色魂环浮现而出。呼呼！叶希英吐气幽兰，在其他人的祝贺声中，侧眸看向洛凡尘，扬起了白洁的下巴。那傲娇的眼神仿佛在说：看见姐的实力了吗？随后便取出一个蒲团，盘着黑丝美腿，闭眼开始吸收魂环。洛凡尘颇感意外，他确实没想到这个刁蛮任性的花痴郡主实力竟然如此不俗，明显是认真修炼过的。8品英龙武魂嘛，距离圣女师妹和那燕狗圣子的9品武魂也只差1线。这个时候，杨威眼看郡主闭眼，又凑了过来，
挖苦道：“小子，看见了吗？这就是郡主的天赋和实力。你一个废物点心，好意思攀郡主这个高枝吗？差距太大了，你们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洛凡尘斜了他一眼：“你哪只狗眼看见我是攀郡主高枝，没看见是他非要缠着我？”杨威神色一滞，洛凡尘继续道：“你等会儿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别烦我了，赶紧放我自由。”你，杨威气血翻涌，你信不信我揍你？来吧！洛凡尘嘴角上扬，勾了勾手指。铁老他打不过，这货打个350年，魂兽都吭哧瘪肚，他还真就不怕。杨威突然松下拳头，笑了：“哼，别想骗我出手，等会儿再求郡主找我麻烦是不是？本少爷聪明一世，岂会中你的诡计？”哦，洛凡尘挑眉，觉得他脑补的有点多。郡主只是一时兴起，觉得你好玩，等你附加魂环，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怎样的垃圾。没了郡主撑腰，你什么都不是。杨威的妒忌之火在熊熊燃烧，尤其是看见叶希音英姿飒爽的战斗之后。哎，郡主你醒了。洛凡尘道。杨威喝得向后一个大跳，火速扭头解释：“郡主您别误会，我就是和这家伙开个玩笑。”结果发现叶希音还未睁眼，他顿时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啊，可恶啊！你小子难道就只会逞口舌之力？洛凡尘提醒道。郡主醒了。放屁，当我傻？本少爷岂会再中你的计？杨威恼怒。杨威，你在干什么？愠怒的泼辣女声自后方传来。杨威一颤，叶希音站起身，白靴一踏，身下新出现的深黄魂环闪光。第二魂技盘龙。嗖嗖，地底钻出2道藤蔓一般细长的龙影，将杨威盘住，摔到一边，吃了个狗啃草泥。洛凡尘无奈地耸了耸肩：“傻孩子，哥都提醒你了，不听劝。哎。”趴在地上的杨威听见话音，气得差点一口血喷出。很快，众人坐在林间清理的空地休息调整，吃着带出来的盒饭点心。洛凡尘自然是没有的，但也不在意，索性闭着眸子调整修炼状态，准备附加魂环。这片区域800年魂兽居多，再往里应该就会有适合他的魂兽出现了。喂，点心你吃不吃？叶希音玉手推了推洛凡尘，将他推醒。你打扰我修炼了。洛凡尘不悦。切！叶希音白眼。血脉不行，练了收益也不大，但是你不吃饭就要饿肚子。不吃？你真不吃？滚！你骂我？叶希音气抖冷。洛凡尘点头。对，你欠骂，放着2个痴情种不找，老打扰我干什么？很烦的。叶希音娇躯微抖，美眸直勾勾盯着他，让人有些发毛。他细若闻声道：“求你。”那我求你总可以了吧？你说什么？没听见。洛凡尘道：“你不要太过分啊。”叶希音瞪眼：“去吧，找不过分的去。”洛凡尘那帅气谪仙的面容露出冷酷之色。行，我求你。叶希音大喊一声，吓了其他人一跳。一直偷偷观察这边的杨威和李鸿鹏一瞬间痛心疾首。痛，太痛了！捂着胸口，嘴里的可口饭菜仿佛失去所有味道。你还要我怎样？叶希音已经取出了鞭子，大有你再敢逼逼我就搏命的架势。洛凡尘看出火候可以了，再装逼就是真作死了。行，拿来吧。不，洛凡尘起开翡翠玉瓶，浓厚酒香扑鼻而来，同时身体还有清灵舒泰之感。这是好酒，甚至是灵酒。看向郡主帮打开的糕点盒子，香醇糕点气息溜入鼻孔，雕花精致无比。洛凡尘依靠在树边，咬一口香软甜糯的糕点，灌一口玉瓶中的美酒，畅快潇洒。叶希音扬着下颚冷笑道：“哼，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倒是很诚实。”洛凡尘没理他，跃上大树，呼吸着林间自然的清新空气，欣赏着绿植风景，气得美拉郡主在下面直跺脚。混蛋，岂有此理！本郡主早晚要剁了你喂狗。远处的铁老等人完全被洛凡尘的操作震惊了，表示无法理解。而杨威眼泪都快不争气的流下来。我超啊，这小子吃软饭还吃得这么硬气，要不咱们跟这小子的说话方式学一学，没准郡主就吃这一套呢。李鸿鹏若有所思，两眼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一直跟随在暗中观察的白银乐器的穷鼻翘起，手指在狠狠地揪着一串树叶。可恶啊，师哥混得好，我应该高兴才对，怎么就如此生气？狗郡主想抢我师哥？帝未央也有些讶然，没想到洛凡尘在敌方队伍可以混得如鱼得水，还能做到那么嚣张都没事。白银月盯着杨威方向哼声道：“那几个蠢货到现在还认为师哥是垃圾，自己这般贵族天骄了不起。等会儿师哥遇到合适魂环，我就看他们几个能吓成什么样。”帝未央饶有兴致道：“你觉得你师哥会选择去附加多少年魂环？”
白银月想了想，900年吧，师哥的性格肯定不甘心选择800年保底，老师认为呢？帝微央道，你师哥看似好些是不在意，实则很有野心，他应该会选择无限趋近1000年的魂环。白银月手指一抖，震惊道，不会吧，多少人第3魂环都没有1000年，这不现实啊，等着看吧。帝微央相信自己没猜错。众人休息过后，继续由魂兽绿洲外围继续深入，一路上叶希音不信邪的持续找洛凡尘试图挑起口角，结果这男人对他始终不咸不淡，导致叶希音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在乾隆城青年一辈，追求他的人太多了，家世、美貌、身材均是上佳，就连天赋也没话说，尤其是如今获取的800年第2魂环更是接近极限的900年。叶希音内心便更是骄傲，结果这家伙就是保持臭屁模样。哼，估计是自己没附加过魂环，根本不知道附加魂环的难度，不知道本郡主的厉害。叶希音气恼地想着，同时到洛凡尘身边道，这边的魂兽都是近乎1000年的了，不适合现在的你，给你做第4魂环都够了。等会李鸿鹏那家伙附加完第3魂环，我让队伍掉头，带你去100年的魂兽区域挑合适的。洛凡尘摇头，我倒是觉得1000年的挺合适的。叶希音红唇一撇，切，我知道你是故意吹牛给本郡主逗乐，不跟你计较。哼哼，不是看不起你哈，敢附加个400年都能给你炸掉。洛凡尘懒得解释，没理他，眸光检索观察四周树木草丛，他预感就快要和自己的第1魂环相遇了，打算挑战一波999年极限魂环，心里还有点小兴奋和刺激。看着别人嗷嗷附加魂环，他也馋啊。突然，前方2道特殊的奇异兽吼传了过来，瞬间引起队伍所有人的警觉和注意。滋滋嘶，绿洲林荫中2头魂兽在咆哮中厮杀，一头半人高的灰毛大猴子，尾巴和双爪燃烧着耀眼的红色火焰，上蹿下跳，不断抓向对面一条赤红鳞片的3米蟒蛇。那蟒蛇鳞片内部犹如有岩浆流动，散发着灼热高温，扭身尾部鞭打反击。赤火猴、焚灵蟒，他们怎么打起来了？叶希音略感诧异，他们一行8人正拨开隔绝视线的茂盛草丛，偷偷观察着前面。旁边的洛凡尘本来想提醒叶希音黑丝袜勾丝了，白腻的大腿肌肤已经顺着黑丝缝隙露了出来，不过前面激烈兽斗将他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开玩笑，哪个真男人能放着爪子能起火的猴，鳞片爆红颜的蟒蛇不看，去看没用的黑丝啊？铁老压低声音冲着众人道，看体型，这赤火猴大概1100年左右，那焚灵蟒可以压制赤火猴，明显修为要强上许多。他扭头看向李鸿鹏，李少，你第2魂环600年，这第3魂环我看这赤火猴就足够了，我就不能用那焚灵蟒吗？李鸿鹏有些不乐意，焚灵蟒无论从实力还是卖相都明显要强过那赤火猴，出产的魂环品质给的魂技质量定然更高。铁老笑了笑，老夫是根据李少战力估计的，李少要是真有野心，大可去猎杀那焚灵蟒试一下。李鸿鹏咬牙，有些犹豫不决，他馋那焚灵蟒，但又没信心能打过，这么多人看着，在女神面前丢脸他真遭不住。就吃火猴吧。众人潜伏距离不远，洛凡尘自然听到了对话，神情古怪，大哥，你都30级了，猎杀个1000年魂兽还这么怂，专挑弱的欺负。洛凡尘目光掠过草丛，看着那赤鳞闪烁远比赤火猴威武帅气的焚灵蟒，心中微动，陷入思量，自己的第1魂环还没着落呢，要不就他了。不过女教皇老师让他千万不可附加超越1000年的魂环，会有性命危险，这一点让他有些犹豫。你们快看那边！杨威突然开口，众人顺着他目光看去，发现远处有一个直径不足半米的小水坑，水坑延伸出一株碧绿小树，枝丫悬挂着数颗小果，鲜红诱人。朱果，铁老眼睛一亮，看来这2兽就是因为这灵果打起来的，咱们运气真不错，这2兽没什么威胁。他扭头道，李少，老夫会帮你拦下赤火猴，剩下看你的了。刷刷，铁老带着众人从草丛跃出，争斗的2兽隔着老远就发现人类踪迹。那焚灵蟒3角蛇瞳闪光，竟是第一时间放弃争斗，向着反方向游弋，火速逃走。而浑身焦痕的赤火猴则是暴躁异常，冲着8人示威性的咆哮，孽畜找死！李鸿鹏直接冲了过去，背后出现一道鹏鸟虚影，武魂附体，面颊生出羽毛，嘴巴前凸犹如鸟啄，全身闪烁着雷火光芒，2圈黄色魂环脚下浮动。赤火猴高高跃起，挥动火焰利爪撕扯而来。第1魂技雷闪，唰！李鸿鹏陡然加速，出现在赤火猴背后，手臂如意将赤火猴斩击了出去。他露出的一狞笑，不仅不跑，还敢叫嚣还击，谁给你的底气？第2魂技
天雷击。面对赤火猴暴怒挥爪反击，李红鹏手中电光涌动，与之对轰，雷火四溅。喂，看呆了！叶希英伸手在洛凡尘眼前晃了晃，这家伙的武魂是雷炎鹏，7品武魂，不如杨威的8品龙鳞枪潜力大。你不会是被吓到了吧？吓个屁！这货虽然是30级，但跟千年赤火猴打得有来有回，洛凡尘还真不是很怂。他在心疼刚才逃走的焚灵蟒，这畜生也太鸡贼了，刚看见有人过来就跑路，追都没法追。得不到回应，叶希英气不打一处来。其实刚才大腿的黑丝袜是他故意不小心划开的。别的男人都对他青睐不已，唯独这个男人对他视而不见，他数次怀疑自己的魅力，于是就使了点小手段。结果这家伙还是跟瞎子一样，平民没天赋修行有什么前途啊？抱他的大腿不香吗？这家伙是不是脑袋坏掉了？洛凡尘突然开口，不对劲儿，这赤火猴可能有问题。哪有什么问题？叶希英没关注战斗，一直在气恼地盯着他，而观战的杨威等人被打扰，不悦地看了过来。洛凡尘道：咱们一行8人，而且铁老完全没掩藏5阶魂王的魂力气息，这猴子为什么不跑？杨威不满道：说明他脾气暴呗，你小子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你能比我们更懂魂兽，别找存在感行不行啊？其他青年也趁机开口，一路上叶希英缠着洛凡尘，早就让其他人看他不顺眼到了极点。叶希英泼辣骂道：都给我闭嘴，本郡主的奴才只有我自己能骂。其他顿时闭紧嘴巴，不敢说话。杨威暗恨地盯着洛凡尘，本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等郡主看清你有多废物，就是你失宠之时。有天赋的平民不可能没有老实垂青，可怜到独自来绿洲猎兽获取魂环的人能厉害到哪里去？此时一声刺耳的凄厉悲鸣传来，赤火猴被李红鹏一爪爆头，血液白浆炸开，无头躯体砸落在地。很快一圈浅紫色的魂环浮现。该死！李红鹏虽然斩杀赤火猴，但面色难看，因为他已经使出了全力，却只能将这战斗半天的赤火猴堪堪击杀，说明此前铁老判断的没错，他吸收这魂环已经是凶多吉少。他现在是3环不假，但天赋明显比叶希英和杨威要差得多。直到目光扫到衣衫破旧的洛凡尘，李红鹏这才露出一丝笑容，心情舒畅了许多。他跟真正的贵族天骄比要逊色几分，但跟这家伙比，那就天上地下，强的太多了。该死！李红鹏内心暗骂，我真是糊涂，跟这小子有什么好比的？再堕落也不能这样想，格局不能忘。李红鹏傲然的眼神自然被洛凡尘敏锐注意到了，不过他没放在心上。在他看来，这种人不过是温室中成长的小丑罢了，无需理会。倒是那水洼中的绿植红果引起了他的好奇，铁老正小心翼翼从树上摘下那红色小果，放入玉盒之中。似是看出他的好奇，叶希英道：此物为朱果，灵气充沛之地长成的灵果，服用后可以解百毒，并且提升魂师魂力修为，少有的宝贝。洛凡尘颔首，没想到这郡主排除刁蛮泼辣以外，见识还很广泛，比他要强得多。想要吗？叶希英扬着俏脸道：求我，本郡主可以考虑送你几枚，铁树会听我的话。洛凡尘挑眉，这东西应该很贵重吧？叶希英笑了笑，这朱果对寻常魂师自然价值千金，但千金难买本郡主一乐，只要你开口求我，我就送你。最看不起你们这些有钱人的嘴脸。洛凡尘笑道：你自己留着用吧。我不需要，不需要。叶希英瞪眼，没想到这家伙对美色不动心也就算了，对这天才地宝也没想法。不可能，你这家伙在欲擒故纵对不对？美拉郡主笃定道。洛凡尘摇头，面色如常。系统赠予他的无垢仙躯虽然暂时未见霸道之处，但天生通8脉，开9窍，百毒不侵，自是不需要解毒，而提升修为更不需要。要想快，直接让小泥鳅嗷嗷吞吸就可以了，他反而要担心的是修行速度太快影响根基。叶希英讶然，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周围贵族青年都在盯着那装朱果的玉盒，眼神火热，而这家伙的脸上是真的没有任何波澜。他内心涌出好奇，不信邪道：本郡主一向一言九鼎，你不用担心不作数。接着他看见男人那双帅气黑眸透出浓郁的不耐之色，冷冷的男声传出：郡主，你拿着这套把戏嘲弄别人去吧，坦白说，我的修行速度不需要这东西。叶希英一愣，精神受到冲击。多年以来，周围人都在虚情假意巴结他，讨好他，纵容他，或是因为他的身份，或是因为他的美貌，又或是因为他的武魂天赋。第一次，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明确对他露出这样厌烦冰冷的态度，对他，对宝物全都不屑一顾。等等，他突然回过神，你的修行速度不需要这东西。开什么玩笑？
就连我这等八品武魂的天赋都不敢说这种话。洛凡尘脑中不断闪过刚才那只焚灵蟒的画面，那晶莹的红色鳞片内部仿佛有业火焚烧，岩浆流动，让他喜欢的不行。与自己的小泥鳅相得益彰，正合适。错过中意的魂兽，这郡主还在说个不停。他大感烦躁，扭头锁定那双阴气丹凤眼，冷淡道：八品武魂很强吗？你这是什么口气？八品武魂难道还不强吗？叶希音先是瞪眼，接着似是想到什么，突然消气，美眸甚至闪烁几分怜悯和同情。我忘了，你这样出身不可能有老师，定然没有人跟你说过这里面的区别。等会儿带你退出这里，到外围亲自附加百年魂环尝试的时候，你就知道难度了。轰！震响传来，李洪鹏潇洒起身，雷烟鹏武魂旋绕着3圈魂环，两黄一紫。与此同时，周围草丛沙沙作响，嘶嘶，数十条红色鳞片的蟒蛇从四周涌来，领在前头的赫然是先前逃走的那条焚灵蟒，如今圈土重来，杀了回来。众人警惕凝视四周，洛凡尘看乐了，好家伙，这是去摇人不摇蛇去了。不过最强的好像还是先前那头焚灵蟒，看样子有点智慧，但不多。铁老摇头，这些畜生不强，你们6个出手解决吧，正好是锻炼的机会。李洪鹏刚刚吸收完魂环，整个人都急于表现，率先冲向那头先前没信心对付的焚灵蟒。都别插手，这头最强的让我来。叶希音跃跃欲试，扭头冲着洛凡尘道：你插手不了这种级别战斗，乖乖待在这里。轰！黑丝郡主召唤出鹰龙武魂附体，冲出去前野蛮喊道：铁叔，保护好这家伙，若是伤到脸皮，拿你是问。轰轰轰！6个贵族青年全部出手，对上周围涌来的红蟒。铁老听郡主号令，来近身护持洛凡尘。洛凡尘冷静关注战场，都是2环，1环的修为，3环只有一个李洪鹏。如今李洪鹏吸收魂环后，已经突破到31级魂尊，但对战那焚灵蟒竟然只能旗鼓相当，足以见得这千年焚灵蟒血脉的强大，远强那赤火猴。观察完双方战力后，没有感受到压力，洛凡尘脚下玄镜蠢蠢欲动。铁老似有察觉，提醒道：你小子不会是要出手吧？别胡闹。第3魂技赤火爪。李洪鹏手爪涌出火光，撕向焚灵蟒7寸。赤！鳞片碎裂，鲜血涌出。但那焚灵蟒关键时刻躯体躲闪，让李洪鹏双手扣中的位置偏移了半寸。焚灵蟒3角同闪出凶色，全身鳞片齐齐爆出炙热火光，蛇尾反卷向李洪鹏手臂，将对方锁住的同时烫得皮开肉绽。李洪鹏发出惨叫，这才意识到中了畜生奸计，竟是故意让他扣入蛇躯，好借机攻击他。拼命挣开蛇躯束缚，但那蛇头此时已经回转，从口中喷出火毒，轰中他的胸口，弹飞了出去。李洪鹏惶恐嚎叫：不行了，铁老救我！你小子可别乱跑，我去救回。铁老提醒一声洛凡尘，就要出手救援，哪里想到身旁轰的一声，土壤炸开，底气十足的声音响起：铁老，让我来！看到冲出去是洛凡尘，铁老刚要大声喝止，却瞬间哑住，满眼露出惊疑之色。怎么会？这小子爆发的速度怎么可能比郡主还要强？洛凡尘闪入战场，拦在焚灵蟒和狼狈逃窜的李洪鹏中间，唤出了小泥鳅武魂。那焚灵蟒张开猩红巨口，就奔着他撕咬而来。其他处于战斗中的人都注意到这一幕。卧槽！杨威一脸震惊，疯了吧？这么急着去送命？其他人也被惊到了，发出连串呼声。这货在干什么啊？是不想活了？螳臂当车去送死吗？无脑冲锋，他怎么敢啊？李洪鹏都懵逼了，彻底傻眼。他最看不上的平民，舍命拦路来救他，什么以德报怨啊？这是……洛凡尘没听见他心声，不然只能说你在想屁吃，单纯只是享受了这魂环罢了。叶希音怒声骂道：洛凡尘，退回去！那是千年魂兽，你想死吗？铁老，快来！屏蔽周遭呼声，洛凡尘人魂合一，身体异化，不闪不避，抬手对准那张开大口撕咬而来的千年焚灵蟒轰去。轰！拳光迸发，瞬间洞穿焚灵蟒巨口，炙热的蛇血高空洒落，溅落在草地，传出嗤嗤声响。叶希音没说完的话梗在喉咙，满脸的难以置信。李洪鹏张着嘴巴，忘记了火毒灼烧之痛。杨威等人死死瞪大着眼睛，铁老也懵了。千年焚灵蟒首领轰然砸落在地，数十条蟒蛇小弟眼见老大死亡，四散仓皇逃窜。林间树影斑驳，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眼看着同一个方向，眸中充斥着不可思议。谪仙出尘的青年屹立在那里，
本就帅气的面颊青色精灵覆盖，显得更加邪异尊贵。染血的蓝缕衣衫完全不能阻挡他超凡的气质，脚下粉鳞蟒赤红色的鳞片一点点暗淡熄灭，千年的粉鳞蟒被他打死了。杨威嘴唇哆嗦，磕巴了起来，一拳就用了一拳。他完全不敢相信，看似人畜无害，除了帅一无所有的平民小子，竟然能爆发出这样的恐怖实力。这怎么可能？得救的李洪鹏惊骇异常，他可是31级的魂尊啊，他都差点被这血脉特殊的粉鳞蟒搞死，结果这平民家伙一出手，把粉鳞蟒秒了，那岂不是证明这个他一直看不起的平民实力比他还要强？不可能，这不可能！他连连摇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怀疑是不是出了幻觉。但洛凡尘就强势地站在那里，其他贵族青年们根本忍不住内心的惊讶，口中发出呼声：我操，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一拳爆头粉鳞蟒，这是一个年轻的平民可以做到的吗？叶希英俊主构思的黑丝袜美腿笔挺定在那里，丹凤美眸泛着异样光彩，甜润丰唇微张。突然发觉本就帅气异常的洛凡尘更有男人味道了，美辣脸蛋不禁浮现一抹病态润红，喘息短促了几分。这家伙除了帅，竟然还有这种实力。对于这群人震惊的目光和惊呼，洛凡尘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无视，懒得理会。菜鸡才喜欢到处装逼，强者都是稳稳发育。他现在抓紧时间在调整精神和体内魂力，等待着这头粉鳞蟒的魂环出现。这粉鳞蟒1100多的修为，就连30级的李洪鹏都不敢吸收，最后吸收赤火猴的魂环突破后，战斗还不是对手，足以说明这粉鳞蟒多么极品。对于洛凡尘来说，吸收这粉鳞蟒绝对要冒着大风险，可是高风险高回报，拥有青莲武魂变态治愈能力的他，想挑战一下，看看自己的真正极限在哪里。这魂兽不仅帅强，还和他很契合，冒一点点风险是值得的。喂，小友。话到嘴边，铁牢把小子改成小友，他远比其他人敏锐，察觉到了很可怕的一件事。洛凡尘扭头看向他，笑道：请问铁老有何指教？铁老摇头，指教不敢当，没想到老夫此前竟然看走了眼。想必小友定然不是先前所言的魂师10级，你到底隐藏的是何等修为？还请告知解惑。其他人大感认同，连连点头。对，这哥们绝对是有意扮猪吃老虎，魂师10级怎么可能这么强？他要是魂师，我直接去茅厕大吃大喝3天3夜。杨威攥着拳头羞愤道，这实力显然已经在30级之上，他先前根本就是在撒谎，在欺骗咱们。对啊，一开始坦白告诉咱们多好，非要骗人说是来附加第一魂环的，这不是开玩笑吗？没附加魂环能强成这样，打死我都不相信，太离谱了。都住口！叶希英呵斥道，人家孤身一人行走丛林，遇到陌生人隐瞒实力等级不是很正常吗？谁再多说一句废话，让本郡主看看。看着众人的吵吵闹闹，洛凡尘只觉得聒噪，无语的耸了耸肩，摊手道，我真是来猎杀第一魂环的，信不信随你们。众人自然满脸写着不信，神态不满，觉得洛凡尘不真诚。这不是把咱们当傻子吗？魂是什么实力，我们还能不知道？这都一拳干碎千年魂兽了，能踏马的是魂师。对啊，这家伙真没劲，都到这时候了，还和咱们隐瞒等级不说实话，咱们顶多是瞧不起平民，数落几句罢了，又不会出手对付他，他还不信任咱们，小家子气。哼！队伍里的另一个金色短发女孩而撇着润唇，叶希英斜了一眼絮叨的众人，冷笑一声，本郡主看你们是嫉妒这家伙的实力，在发泄心中的妒忌情绪吧。我不妒忌。杨威脸黑道。李洪鹏摇头，我也不妒忌，感激对方出手救命，但一看到叶希英维护洛凡尘，他就不自觉的难受气愤。一群贵族青年心高气傲，天赋又不差，哪里肯在嘴上服软，尤其是认定洛凡尘在隐藏等级不说。刷！这时粉鳞蟒体表无数紫点汇聚，凝成一道紫色魂环，明显要比先前那赤火猴的魂环深邃许多。不甘心啊，这魂环的品质绝非赤火猴可以比。李洪鹏惋惜连连，低头看了一眼，双臂被烫得皮开肉绽，胸口更是让火毒灼烧的大片焦糊，这枚极品魂环就要浪费了，着实可惜。铁老摇头，队伍里已经没有30级魂师了。踏！叶希英迈动踩着白靴的黑丝玉腿，挺翘饱满的臀儿摇曳间就来到了洛凡尘面前。还看什么呢？咱们走吧。洛凡尘摇头，看向美拉郡主那双英气十足的丹凤眼，缓声道：郡主，我可以相信你吗？怎么，终于想通了，准备抱本郡主的美腿了？叶希英扬起白皙下颚，傲娇道。眼看洛凡尘不回话，就用那双深邃黑眸静静看着他。叶希英俏脸一摔，
本郡主平生好色，冲你这张脸，就肯定不会害你。说吧，你想做什么？洛凡尘点点头，指向那枚极品的千年魂环，拱手道：我欲吸收这魂环，想请郡主为我护法。可以，本郡主答应你了。叶希音讶然道：不过，你确定要吸收这魂环？你30级还是40级？其他人自然也听到了这边的对话。杨威忍不住跳出来道：洛凡尘还说你没隐藏实力，魂师可吸收不了千年魂环。洛凡尘掏了掏耳朵，淡淡斜了他一眼：无知，你没见过不代表不存在，世上就没人能将千年魂兽当作第一魂环。杨威十分确定，其他人也是肯定的点头，并不是针对洛凡尘，而是他们在魂师学院学习的魂师专业知识不允许看见这么明显的谎言出现，简直就是侮辱他们的智商和见识。哦，那现在你就要见到了。洛凡尘淡淡道了一声，解除武魂附体，身体异化消失，2米长的威武青灵蛇出现，身上闪烁着3色光彩。他第一时间制止小泥鳅要吞噬这焚灵蟒血肉进化的欲望，盘膝打坐，闭上眸子，准备引动魂环入体。惊呼声突然响起，队伍里的短发少女指着洛凡尘，瞪着美眸：快看，他武魂上真的一个魂环都没有，他是魂师。其他人这一刻都发现了这个事实，心神波动，大感意外，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家伙真的没骗咱们。杨威嘴巴张得很大，感觉脸上被狠狠地抽了一巴掌。李鸿鹏双眼发直，急促呢喃：他还是魂师？怎么会呢？这不可能啊，魂师怎会有击杀千年焚灵蟒的本事？叶希音倍感震惊，这男人不是30级，更不是40级，竟然还停留在10级。众人一个个捂住额头，想到头痛也想不明白，洛凡尘究竟是怎么做到以魂师之身击杀焚灵蟒的？这根本不符合他们在魂师学院学到的常识。我想明白了。铁老一双闪动睿智的光芒，冲着看过来的众人道：众所周知，魂师再强也只能对抗400年魂兽，1000年绝不可能。叶希音等人点头。铁老解答道：他是捡了李鸿鹏的便宜。李鸿鹏已经将这焚灵蟒拼得精疲力尽，手段尽出，一身实力所剩无几，所以才让洛小友一招秒杀。但哪怕如此，这位洛小友的实力也绝不会弱。李鸿鹏长舒了一口气，我说呢，他战力怎么可能有1000年？那就太夸张了。原来是捡漏啊。杨威得到合理解释，皱着的眉头舒缓，显得很满意，脸上浮现笑容。要是同为一环层次，我不信他可以做到比我的350年魂环更强，就算强也强的有限，毕竟400年极限就在那里。等等，他身躯一震，想起来洛凡尘说要吸收这千年魂环，顿时将目光重新看去，正巧看见那轮紫色千年魂环飞向洛凡尘，没入他的身体。我操，这家伙不想活了吗？真敢第一魂环就吸收1000年的。杨威震惊的头皮发麻，指向洛凡尘的手指都哆嗦着，这他妈不是勇气可嘉，这是纯纯找死啊！快阻止他，吸收1000年他必死无疑啊！李鸿鹏发出尖锐的大声呼喊。他虽然妒忌洛凡尘，讨厌他，甚至还看不起他的平民身份，但是对救了自己的人，并不想看他出事。叶希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抬手发动魂力便要阻止，可是洛凡尘体内已经涌出紫光，明艳俏脸刷的就白了。完了，来不及了！刷！铁老已经冲到近前，面露难看之色。阻止不了了，这洛小友难道没有老师教导吗？这是他一个10级能吸收的魂环吗？怎么办？铁说，您快救他啊！叶希音咬着阴唇，面色难看，就像是刚得到一个喜爱心动的玩具，眨眼就破碎了一般。不，这仿佛比失去玩具更令他慌张。融合进程无法阻止，回天乏术了。铁老连连摇头，悠长叹息。我能觉察到，这是平民中少有的好苗子啊，可惜了。杨威攥着拳头，恼火道：这不是脑子不好使吗？你一个10级魂师，吸收个屁的千年魂环啊！本少他们希望的是在郡主面前你被我一拳打倒，而不是这么蠢的方法去死啊！众人沉默地看着盘坐在蛇尸边上的洛凡尘，犹如在看一个死人。叶希音绷不住了，本就刁蛮任性的情绪有些崩溃，连声骂道：混蛋，混蛋，混蛋！你就是一头大蠢驴，给本郡主当奴才不香吗？我又不会虐待你，何必冒这个风险作死？铁老小声道：郡主，小点声会影响他，本就9死1生，现在是10死5生了。死就死，不用你管。叶希音嘴上这么说，声调却猛然降了下来，小到听不见。丛林暗处，白银月眼眶红了，一双藕臂和白蟒美腿胡乱挣扎着。老师，您困住我干什么？快去救师哥啊！他怎么可能消化那1100年的焚灵蟒魂环？不救，
帝未央开口，一袭金灿宫装长裙，雍容绝美到极致，冷颜宛若冰霜一般无情。您不管师哥了。帝未央清冷凤音传出。音乐，你要明白，一切利害关系都跟凡尘讲清楚了，这是他自己的抉择，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插手阻止。你我都是他亲近之人，更应该尊重他。可是，白银月坐立不安，道理他都懂，但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师哥死啊！帝未央清冷道。他不是莽撞之人，既然是他自己的决定，那我们要做的就只有相信他。唰，帝未央似有所察，冰冷凤眸锁定远处一个方向，有一群孽畜过来了。沙沙沙，丛林传来大规模的嘈杂摩擦声，不远处的古树很快晃动起来，惊起大片飞鸟。不好，有东西过来了！铁老瞪眼跳起，迅速护在叶希英身边。李鸿鹏众人迅速合拢阵型，汇聚在一起。吼！翠绿欲滴的茂密树冠中，道道高大黑影窜出，赫然是一头头体型威猛、长着尖牙利齿的灰毛大猴子，足足有20余头。他们将众人团团围住，发出唧唧嘶吼。赤火猴？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猴子？杨威习惯性爆粗口，捅了特娘的猴子窝了。李鸿鹏道：还好，大多都是不足1000年的猴子，有铁老在，咱们根本不用慌。嘣！两道巨大猴影从空中砸落，体型足足比1000年赤火猴还要足大上5倍不止。李鸿鹏笑容僵住，全身颤抖。这体型是8000年赤火猴，还是两头？两头巨型赤火猴看见了远处血液早已干涸的猴尸，正是李鸿鹏吸收的那只。捶打胸膛，发出悲痛震灵的吼声，棕色猴瞳竟是流淌出发红泪水，充斥着仇恨怨毒目光。吼！巨猴悲愤咆哮，刹那间将众人围成一圈的20余头赤火猴，爪子同一时间燃烧出炽热火焰，声势骇人。青年们都哆嗦起来。杨威颤声道：郡主，咱们撤吧，太吓人了，看样子这两头猴王与那猴尸非亲即故，只怕是来找咱们寻仇的。叶希英厉声道：不撤，本郡主岂会怕一群毛猴子？队伍里的那个女生弱弱道：只怕您是为了保护那小子吧？叶希英回瞪：放屁，谁怂就赶紧滚。铁老紧盯着众猴，担忧道：郡主，为了您的千金之体，咱们还是撤吧。这两头8000年猴王实力毫不逊色5阶魂师，老夫会被他们拖住，到时候郡主你们被猴群围上就危险了。不撤。叶希英态度坚决，丹凤眼散发着阴气和倔强，一点余光微不可察地瞥了后方洛凡尘一眼。恰在此时，洛凡尘发出闷哼，全身涌动着狂暴紫光，鼻子嘴角溢出血迹，肉身好似濒临崩溃一般。郡主，这家伙肯定死定了，咱们护着一个死人没有意义啊。是啊，郡主，咱们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跟这群发疯要拼命的猴子死战，做无谓的牺牲啊。咱们不是不愿意救，是他已经活不了了，郡主留下来也没用啊。这群猴子灵活敏捷，带他走也走不掉的。铁老也忍不住劝说，1000年魂环的确不是10级魂师可以消化的，骆小友坚持到现在不爆体已经是奇迹了。咱们还是撤退吧，您如果出什么事，老夫实在没法跟城主大人交代啊。叶希英紧咬着银牙，生命受到威胁。两大8000年猴王堵在前方，杀气腾腾，周围猴群虎视眈眈，不断积蓄着威势，围而不攻，似是要摧残众人心态。身后洛凡尘生死不明，躯体摇摇欲坠，血液不断自皮肤涌出。所有同伴都在急切看着他，等待他下达撤退的指令。叶希英玉指颤抖，陷入真正的两难之地。黑丝辣媚俊逐紧咬着玉唇，怕别人害怕，难道他叶希英就是铁做的，不知道害怕？从小到大，他养尊处优，就没遇到过这般危及生命的险情，怎么可能不心慌？吼！火光冲天，两头巨型猴王疯狂咆哮，眼神充满嗜血恨意，震得周围树叶沙沙作响。包围众人的20余头赤火猴齐齐发出嘶吼，声势骇人。众青年耳膜刺痛，心理防线一点点被猴群的威慑摧毁，神情惶恐，急声催促：郡主，快撤吧，这群猴子显然是在折磨戏弄咱们，很快就要冲上来了。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您的千金之躯岂能是后面那将死之人可以比拟的？他已是必死之人，肯定没救了，咱们就算放弃他也理所应当啊。叶希英听着那一声声急促呼喊，心中的恐惧也在放大，脑中仿佛也响起一个声音：留下来可能真的会死。是的，别人说的没错，他没救了，留下来也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难道单纯就因为一个人长得帅就要为之拼命冒险？不值得，根本不值得。他皱着的柳眉开始舒缓，紧攥的纤长玉指渐渐松弛，轻呼了一口气，转过身来，瞥了一眼浑身浴血、不停颤抖着的洛凡尘，摇了摇头：铁老，
杨威等人看到叶希英情绪不再纠结，一副释然模样，顿时松了口气，面露欣喜。郡主想通了，太好了！郡主英明。吼！远处2头猴王发现众人要逃，耐心耗尽，凶性彻底爆发，号令全体赤火猴发动进攻。一道道火影窜出，穷凶极恶，向着众人冲杀而来。轰！鹰龙武魂瞬间附体，叶希英面颊覆盖白色精灵，眼眶似涂粉色眼影，双眸化作树瞳，显得越发阴气迷人。脚下2圈黄色魂环律动，准备抛弃洛凡尘突围逃走的众人，突然发现叶希英竟朝着相反的方向转身，直面从远处冲来的猴王猴群。杨威立刻焦急提醒：“郡主，方向错了，咱们得从这边猴群薄弱的地方突围。”呵，突围！叶希英冷笑，红唇上扬，翘起一抹骄傲弧度：“突个屁！怕死的赶紧逃，别留在这里碍眼。”众人瞪大眼睛，傻在原地。没想到叶希英做出这等出人意料之举，逃和不逃，这踏马不是傻子都会选第一魂技龙啸。叶希英红唇张开，白龙吟自喉咙涌出，正向迎来的赤火猴。此时没有时间留给众人思考，猴群已经杀到，众人武魂附体进行抵挡。眼看郡主不走，铁老第一时间挡向那2头8000年赤火猴王，背后一道黑色铁甲龙虚影出现，黄黄黄紫紫，整整5圈魂环环绕，气势还要强那单个猴王一筹。乒乒乓，杨威手持武魂龙灵枪对敌，他才刚突破成11级魂师，应对1头700年的赤火猴都很吃力，险象环生。糊涂啊郡主，千金之躯不作微堂，为了个必死之人值得吗？其他人也是叫苦不迭，他们第一时间就想逃，可是没有铁老护送，根本就逃不出去。但是郡主不走，铁老根本就不会走，因为铁老不仅是王城魂师学院导师，还是郡主的家臣，忠心耿耿。砰！铁老一人独占2大8000年赤火猴王，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能抽出空隙出手帮助其他人。他大声吼道：“郡主，这群畜生数量太多，再战斗下去，我很难护住您啊！您一定要考虑清楚。”盘龙，叶希英玉手一点，数道藤蔓般的鹰龙长影自土壤下飞起，缠住赤火猴肢体，却很快被对方用燃烧火焰的利爪撕扯挣脱。同时，侧方也杀来1头赤火猴，直趋他的胸口。他白靴点地，仓促躲闪，脑中闪过男人那双认真深邃的黑眸，耳畔同时响起那道声音：“郡主，我可以相信你吗？”“哼，当然可以。”叶希英露出骄傲冷笑，娇躯在空中翻转，甩出勾破的黑丝袜长腿，靴头踢飞扑来的赤火猴，同时红润嘴唇传出霸气泼辣的娇喝：“铁老，这个人本郡主保定了，我允许他死在自己手里，但不可以死于咱们抛弃，死在一群畜生手里。”铁老闻言豪迈大笑一声：“得了，我上了，您自己小心。”他双臂长袖猛然爆碎，露出2条漆黑似铁的手臂，撞击间境是传出金铁交鸣之声。第3魂技铁拳，佝偻的瘦削身子挺直膨胀，爆炸肌肉涌起，挥舞铁拳凶悍凿向2大猴王。真正的家臣永远不会质疑主家的任何决策，哪怕是去送死。吼吼！铁老发力，2大凶悍猴王大感吃力，发出嘶吼，呼唤族人帮忙。6头强壮赤火猴驰援而来，其他人的压力骤然减轻。可是6个青年需要应对的还有10几头赤火猴，依靠着学院训练的阵型才勉强抵挡。随着魂力不断消耗，众人渐渐体力不支，身上添加一道道焦糊划痕。疯了，疯了！杨威自认天赋很好，但一环的实力在队伍里最弱，在手臂挨了一爪子后，心态崩了。郡主平时刁蛮胡闹也就算了，怎么现在疯得连命都不想要了？就为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瞎附加魂环将死之人的小子，到底死了没啊？杨威斜了一眼后方的洛凡尘，血肉仿佛随时要裂开一般，气息愈发低迷。呼，终于要死了，可以撤了。叶希英听到声音，回眸看见风烛残年的洛凡尘，心头一抖，银牙紧咬。混蛋，本郡主命都赌上了，你还是要死！他一时愣神，后背被赤火猴挠了一爪，衣衫破损，娇嫩玉背镯烧出一道爪印。郡主！其他人惊呼，铁老暴怒，疯狂出手，被猴王和手下死死缠住。郡主吃痛，柳眉紧蹙，润唇被嘴角溢出的血液染得更加艳红刺眼，魂力干涸，气息虚弱。唰！洛凡尘头上一株青莲虚影陡然浮现，10道莲瓣展开，6道翠绿，4道泛着红意，清香四溢，弥漫四周。嗖嗖嗖，那青莲滴溜溜旋转，闪耀出青光，一道飞向洛凡尘。他身上的伤势瞬间痊愈，吸收魂环进入尾声。同时，那青莲分出7道翠绿光束，携带浓郁生机，眨眼间划过长空，射入郡主和其他人体内。7人尚未来得及反应，
青光就已经没入身体。这是什么？李洪鹏话未说完，便感受到体内爆发出一股外来的浓郁生机，快速帮他治愈伤势，恢复体力。他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其他人的惊呼也相继响起。怎么可能？这是什么变态治愈能力啊？我的体力恢复了。杨威发出惊疑，吃惊地盯着手臂，我被划伤的胳膊竟然这么快就好了。叶希英美眸满含震惊，背部疼痛难忍的灼热针刺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清凉舒适。他以2环之躯应对千年赤火猴，早已精疲力尽，如今竟然开始快速恢复。以一敌众的铁老在青光注入后虎躯一阵，炸裂的一双黑金铁手开出，硬生生将面前猴王逼退。回头看向洛凡尘位置，瞳孔骤然紧缩，不可思议高喊道：双生武魂！他竟然是双生武魂！众人与赤火猴战斗的同时，忍不住凝望过去，顿时看见在洛凡尘头顶旋动的璀璨青莲，心头皆是剧烈震动。杨威满脸惊诧，怎么可能？他竟然还有一个武魂？这……李洪鹏张着嘴，磕巴的说不出完整的话来。帮我的是他，叶希英也没有例外，美眸瞪得老大，不敢相信这武魂竟然是洛凡尘放出来的。他竟然还藏着一个武魂，而且治愈力竟如此强大，几乎瞬间帮他抚平身体伤痛，而且还可以同时分心给7个人治疗的，太强了！众人满心的惊愕，却来不及发泄，猴群不断进攻，根本不给他们多做喘息的机会。久攻不下，猴王发出暴怒咆哮，赤火猴群不要命的开始发动进攻，是要将这群害死猴王子嗣的人类生吞活剥，永远留在这片丛林。众人压力倍增，铁老被死死缠住，分心乏术。6个贵族青年这边愈发危险，郡主小心。叶希英在竭力抵挡2头千年赤火猴进攻，一头赤火猴从侧面发动偷袭。李洪鹏决眦欲裂，脑子一片空白，红着眼睛就冲了上去，帮郡主挡下攻击。代价是右臂无力悬垂下去，肩膀被挠得皮开肉绽。李洪鹏你……叶希英侧身，正好看见对方帮他抵挡攻击的这一幕。郡主不必担心，区区皮肉伤，不碍事。李洪鹏大笑，冲着猴子帅气竖起中指。该死，你们这群死猴子疯了吗？滋滋，数只千年赤火猴受到挑衅，又似是意识到这些人类青年里，这女人地位最重要，只要杀了她，可以干扰那个老人，竟是暂时放弃攻击其他青年，一同扑杀过来。超，我真是傻逼！李洪鹏吓得神色巨变，后悔不该装逼，哪里还有刚才的神气劲儿？你们不要过来啊！赤火猴齐齐冲向李洪鹏和叶希英，挥舞的一双双利爪燃烧着灼热红色火焰。郡主，铁老焦急大喝，但2大猴王和其他族人岂能放他顺利离去，疯狂撕咬进攻。杨威等人追在赤火猴后方发动进攻，对方全然不管，选择硬吃伤害也要抓死这人类女人。滚开！叶希英紧咬着嫣红润唇，魂力运转到极致，竭力挥舞着手中长鞭，但面对众猴围攻，心中已然升起绝望，口中发出愤怒的交炸。该死！鬼迷了心窍，为了一个该死的混蛋，把命赔上，亏死了！完了，挡不住！李洪鹏吓破了胆子，嘴里不住的急促呢喃，最终发疯般狂笑。哈哈，死就死吧，能和女神死在一起，我李洪鹏这波不亏，血赚！临死前爆出憋了多年的真心话。郡主，您从来没对我有过好脸色，要是愿意对我多笑笑，我就是当狗也愿意啊！啊！铁老脸上青筋暴起，拼命出手，却无法脱困。杨威众人眼中满是无力。即将成功的一众赤火猴露出了人性化的得意笑容，愤怒残忍。暗处始终凝视战局的帝威央站不住了，抬起完美无瑕的玉指对准战场。然而再点下去的瞬间却突然停住，他的目光看向侧面，冰冷声音带着几人讶然。成了！轰！巨响传开，土地炸碎。一道耀眼男人身影如流星般冲入战场，气势汹涌。他来自叶希英一直坚守的背后方向。给我开！伴随男人有力的声音，拳影横空，暴力无双。砰砰砰，一连串闷响，袭向叶希英的凶残赤火猴尽数被砸飞出去，摔进树丛或在地上翻滚。所有的危机在一瞬间被化解。暴怒红眼的铁老愣住，进攻的猴王合族人也停滞了一拍。杨威等人目瞪口呆，李洪鹏傻眼了。叶希英美眸凝固，火辣交融满是难以置信，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突袭救场的那道人影。所有赤火猴也想知道是哪个该死的破坏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看清了那道帅气绝伦、脊背笔直，犹如插天长枪站立的挺拔身影。青年一身蓝缕血衣，难以掩盖其特殊的气质。坚毅五官散发着足以惊艳世间的魅力，深邃黑眸熠熠生辉，仿若能看穿一切。真正让众人震惊的是，洛凡尘的脚下
竟然踏着一圈纯紫色的魂环。拥有第一道魂环算不得什么，在强者林立的魂武大陆只能算稀松平常。很菜，千年魂环也不算什么，大把的魂师都有，也很菜。但现在洛凡尘脚下这第一道魂环是紫色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一抹紫色面前保持淡定，没有任何一个。别说郡主和一众贵族青年惊讶到极致，就连暗中的圣女白银月、女教皇帝未央星神都震动起来。千年，杨威嘴唇哆嗦着，李洪鹏双眼就要从眼眶中蹦出来。第一魂环千年，他竟然真的办到了。铁老咽了咽口水，太可怕了，见鬼，这怎么可能？太恐怖了，他怎么成功的？这不可能！众人发出一连串的惊呼，难以掩饰的内心的震惊，甚至连周围的赤火侯围攻危机都忘了。暗中的白银月整个俏脸都呆住了，口中失神呢喃着：“老师，您是对的，师哥真的做到了。他做到了前人无法达成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帝未央那犹如万年冰山，从未融化的绝色冷颜露出一抹满意浅笑：“很不错。”吱吱吱，丛林内的赤火猴们回过神来，意识到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敌人。虽然刚才出场表现的特殊，但和人群中最弱小的那个魂师一样，只是一道魂环的普通魂师罢了，不足为惧。再度挥舞火爪，发起冲锋。叶希英仿佛忘记外物，沉浸在特殊的心情中，咽了咽精液，如同看怪物一般盯着洛凡尘道：“你真的成功了？”洛凡尘嘴角勾起一抹帅气弧度，他轻声笑着答非所问：“果然，我可以相信郡主。”郡主心神触动，瞬间失神，如同触电般的特殊感觉在全身各处滋生。这好像是这混蛋第一次不对我冷脸，露出笑容。呸，不就是一个笑容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哼哼，一头千年赤火猴已经率先厉笑冲杀过来，正和郡主说话的洛凡尘眉头一皱，聒噪。他目不斜视，看都未看，便将一拳轰向侧方。那凶猛攻来的赤火猴锋利坚硬火爪瞬间分崩离析，双臂炸成血雾，整个身躯如同破烂麻袋砸飞出去。寂静四座，全场皆震，所有人稍缓的心跳又剧烈加速起来。一招就打飞了赤火猴，我抄，看都不看，赤火猴就干飞了。李洪鹏等人发出惊呼，满脸尽是震撼之色。他们可是最清楚这些赤火猴战力的。如果这群畜生真的是菜鸡，他们这些魂师何至于被逼得如此绝境，面临生命危险？结果随手一拳就将千年赤火猴的一双利爪打碎了。刚刚达到突破的杨威自然更不用说，嘴巴张得老大，头皮阵阵发麻。这是一道魂环该有的战力。我也是11级啊！他感觉洛凡尘都不用一拳，一根手指就能点死同级别的自己，这让他不禁开始怀疑人生。叶希英一双丹凤美眸闪烁着震惊光芒，因为他认出了刚刚被洛凡尘轰飞的那只赤火猴，正是让他数次险象环生的那只。他21级大魂师，2枚魂环都无法解决的猴子，结果就这样被洛凡尘秒了。好帅！叶希英就欲开口说话，被洛凡尘不解风情的直接打断：“郡主，现在还不是可以闲聊的时候。”他转身直面那群赤火猴。吼！一众赤火猴受到惊吓，一时间不敢上前，但见到砸在地上的同伴死去，尸体飘起一圈千年魂环，又听到与铁老战斗的2头猴王急促咆哮，凶性顿时被激发出来，发狂袭来。杨威等人脸上顿时浮现出惧色，被这群赤火猴一次次悍不畏死的冲锋吓到了。我没力气了。哪怕被洛凡尘用青莲武魂治愈一次，但杨威的魂力再一次干涸，其他人也露出无力苦笑。哪怕洛凡尘表现得很强势，可是这么多猴子发疯似的冲锋，他一个人能顶住多少？根本无法护住所有人啊！李洪鹏一条手臂垂落淌血，另一条手臂哆嗦着，有恐惧，也有脱力。再不突围，真的坚持不了多久了。这群畜生难道就不会累吗？听着众人唱衰的声音，洛凡尘淡声道：“无所谓，我会出手。”唰！青莲武魂旋转间发出6道光芒，照亮了6人错愕的神情，再一次帮助他们恢复体力。而洛凡尘已经从龟缩的阵型中冲出，主动杀向赤火猴数量最多的汇聚之地。吱吱吱！红眼的赤火猴们眼看着杀死同伴的人类竟敢如此嚣张，主动冲出挑衅，顿时放弃其他进攻对象，集体杀来。洛凡尘嘴角上扬，他的目的达成了，为的就是吸引火力，帮助其他人减轻压力。一群猴子有脑子，但是不多。他顶着凶险突破结束，只感觉现在浑身充满膨胀的力量，急需要发泄出来。而眼前猴群数量虽多，但最强不过是千年的存在，正是最好的检验突破战力的对象。刷刷，10余头赤火猴一同袭来，同时挥舞利爪，
将洛凡尘的四面八方围得水泄不通，毫无死角，看得让人心惊肉跳。快撤回来，在外面你会死的。双拳难敌四手，别大意啊！你一个人应对不了这么多的猴子，快回阵行来！李洪鹏等人同时发出呼喊提醒，额头因为过度紧张渗出冷汗，都觉得洛凡尘被暴涨的实力蒙蔽双眼，实在太冲动了。他们现在已经看不见洛凡尘的身影，那里完全被赤火猴里3层外3层的包围。第一魂技，焚焰甲。轰！一缕缕紫光自众猴身体包围的缝隙中冒出，猴子们被一股来自内部的大力震飞了出去，露出了里面人影。洛凡尘人魂合一，身体异化，肌肤浮现青色精灵，散发着邪异尊贵的美感。脚下那一轮紫色魂环散发光芒，涌入洛凡尘的体内。轰！覆盖着洛凡尘体表的一枚枚青色精灵，脚下率先开始变化，化作赤红精灵，内里仿佛有岩浆流动，火焰燃烧而出，火焰向上蔓延，燃过头顶。嘘嘘嘘，所有火焰漫过的青色精灵全部转化为燃烧火焰的赤色精灵，洛凡尘全身被火焰覆盖。开始吧！洛凡尘踏的而起，杀了出去，直接与赤火猴硬汉在一起，让众人棘手躲避的火焰，洛凡尘丝毫不惧，甚至还在克制着小泥鳅的吞吸之力，不然他感觉可以将对方的火力吸为己用。抓住一头900年赤火猴的后腿，当作武器抡了出去，砸开2头前冲的猴子，同时闪身突进，腿部犹如钢鞭甩出，边在千年赤火猴腹部砸向远处树干。卧槽，赤灵铠甲合体，这魂技也太飒了！我靠，拉风，太拉风了！这魂技貌似不仅可以加持防御、气力，还可以附带火焰伤害，并且免疫部分火攻。真正的极品魂技还能更变态点吗？在众人连续的惊呼中，洛凡尘越战越勇，将赤火猴拿手的火攻克制得死死的。李洪鹏羡慕得直流口水，叶希音没想到这份灵莽的魂环与洛凡尘武魂如此契合，不然绝不会产生这种效果。哈哈，好小子，太让人惊喜了！远处与8000年猴王酣战的铁老发出朗声大笑，心中的阴霾忧虑一扫而空，出手大开大合。砰砰砰，林中一连爆开数团血雾，又迅速被火焰蒸干。在洛凡尘打爆3头千年赤火猴后，发疯的猴群如同被泼了凉水，冷静下来，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做生命本能的恐惧。吼！2大猴王看见猴群久攻无果，伤亡惨重，他们在爆发一轮后也后力不济，顿时发出不甘的撤退吼声。逼退铁老一波后，带着猴群连族人尸体都来不及捡，迅速撤退逃走。赢了，终于结束了。众青年岁数都不大，眼看猴群撤走，顿时发出激动欢呼，随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息，对于刚才的情况心有余悸。所有人都明白铁老功劳最大，但要是没有洛凡尘战斗力爆发，猴群先将众青年击杀，再发动自杀式攻击去对付铁老，到时候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至于说什么是因为洛凡尘才陷入险境这种话，这个时候没有人好意思说出口。他们性格高傲不假，但出自魂师学院培养，没一个是傻子。这群赤火猴明显是奔着被李洪鹏吸死的那头猴子来的，要怪也是找李洪鹏。而且当时哪怕放弃洛凡尘逃走，在丛林中逃跑，也别想跑过决心追杀的猴群。铁老没能力带着所有人一起逃走，早晚会被追上，顶多是跑得比队友快的人不用死罢了。呼呼，洛凡尘喘着粗气，胸膛鼓动，体表多处赤色鳞片破损，甚至渗透出血迹，但血液沸腾，在刚才的战斗中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酣畅淋漓，爽，过瘾，杀杀！他挪动脚步转身，看向众人，迎上了一双复杂的目光。怎么？洛凡尘挑眉，不会刚过这么短的时间就不认识了吧？众人定在那里，如同木头桩子一样，没有人说话，看着散发血腥味的帅气青年，眼神复杂，一道道目光中有感激、诧异、震撼、妒忌，而更多的是羞耻，难以直面对方是顶级天才的这个事实。看见战力这样超凡逆天的洛凡尘，死去的记忆突然开始复苏攻击他们。杨威耳边激荡起自己先前的嚣张鄙视之语，出身贫寒，土老帽，没天赋，没实力，只能依靠女人逞威风。超，到底是谁没天赋没实力啊？杨威疯了，他真的要疯了。感觉洛凡尘哪怕什么都没做，但那脚下的紫色魂环，一身的血迹和周围的猴尸都在狠狠地抽他大耳光，抽得啪啪作响，振聋发聩。李洪鹏也想起半天前是怎么当着洛凡尘面装逼的。你和郡主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废物典型，没郡主撑腰，你什么都不是。附加魂环废物本质就原形毕露，要有格局，不能和他这样的垃圾比。妈的，到底是谁没有格局啊？谁才是废物典型？李洪鹏难受，想哭，嚎啕大哭。
他打死也没想到，看似除了帅一无所有的垃圾平民，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石破天惊，会这么吓人。格局个屁啊！自始至终，他才是那个垃圾。丝袜近乎全部破损的辣妹郡主叶希英，自然也忘不掉对洛凡尘说过的话：别努力了，再努力，凭借平民的血脉，也最多吸收200年的魂环罢了。这边800年的太强，我们带你到最外围去找。叶希英才明白，对方说的没错，8品武魂真的不算什么。他第2魂环附加800年便沾沾自喜，结果对方转手就把第1魂环附加了一个1000年的，而且还低调的一匹。时空仿佛在回溯，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此前对洛凡尘的冷嘲热讽，想起了此前肆无忌惮地秀着上流贵族的优越感，宣泄着对平民血脉的不屑，而那个青年却始终淡淡地看着他们，从未反驳一句。他们一直以为这青年是因为懦弱，是心虚，是不敢与他们这些贵族天才反驳叫板，直到现在才发现，原来小丑竟是他们自己。对方不是不敢，更不是害怕，而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高高俯视着他们，甚至不屑多回复他们一个字，觉得那是浪费感情，不值得。李洪鹏脑中突然回想起一句话：真正的高傲是漠视，真正的寒酸是腰有钱财，逢人必振衣作响，没与人言必谈贵妻。他的脸烧红了起来，身体上的伤痛远远及不上此刻内心涌上来的羞耻感。其他人也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杨威脸疼得要死，根本没勇气去看洛凡尘那双熠熠生辉的眸子，心虚，毫无底气。叶希英没比其他人好多少，美辣脸蛋，红晕密布，白靴内黑丝袜包裹的白嫩脚趾紧紧扣动，丝袜仿佛都被抠破了。他羞得不敢正视洛凡尘，但余光总是忍不住偷偷瞄过去，内心充满好奇，怎么如此帅的人，天赋还这样强？不是贵族出身，真的可以拥有这般恐怖的成长潜力吗？如果最初他只是馋洛凡尘的帅气面容，现在则是产生了浓郁到足够让郊区站立的好奇和探索欲。铁叔膨胀的肌肉身躯重新恢复干瘪，佝偻着身子，背着一双黑手，看似稳如老狗，实则内心也慌的一批。疯狂回忆，想着之前有没有嘲讽过这小子，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要是也被打一波脸，真就是晚节不保，太丢人了。呼，好像也没说过什么太过激的话，这就好，这就好。老人下意识就抽出黑手抚了抚胸膛，庆幸地轻舒一口气，结果见到洛凡尘正看着他这个方向，抬起的手顿时尬住了，无处安放。嗨嗨，洛小友可真是人不可貌相啊，竟然藏着这么恐怖的天赋和实力。说话间，铁老将手悄咪咪的又背回了身后，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闻言，叶希英在内的其他青年齐刷刷的将目光看了过来，神情无比古怪。铁老吹胡子瞪眼：你们都盯着老夫做干什么？李洪鹏尴尬挠头道：铁老，洛大哥都帅成这样了，这貌相难道还不够吗？铁老一时间竟无言以对。是啊，这小子长得就是一副天人之姿，主要是先前穿的太寒酸了，更是独自出来冒险。话说哪个大势力能舍得放这样的天骄出来独自冒险啊？心未免也太大了吧。他瞪眼冲着李洪鹏骂道：你小子也忒不要脸，太无耻了些，先前还一口一个小平民，这么快洛大哥都喊上了。李洪鹏脸皮抽搐，做求饶状：错了错了，您老还是给我留点脸吧，以后还要在大陆上混呢。至于他改口这件事，瞎子都能看出洛凡尘的天赋，尼玛天赋都恐怖成这样了，是不是平民重要吗？不趁对方没发育起来的时候舔两口，等对方真崛起，你特么在后面排着队都舔不上。铁老心中哼哼一声，你小子现在知道要脸了，刚才接我短的时候呢，而且避免自己社死的方式就是拉着别人一起社死。对了，你刚才对郡主吼什么来着？杨威心中社死感觉无处发泄，见此机会立刻从旁补道：郡主愿意对你笑一下，当狗也愿意，我他妈打死你啊！李洪鹏抬起一脚就飞踹过去，将猝不及防的杨威踹倒，当当就是一通乱踢。不敢惹洛凡尘，不敢揍铁老，我还不敢揍你。洛凡尘无视眼前闹剧，目光在四处搜寻着，没发现熟悉的身影，不禁有些狐疑。难道是他猜错了？女教皇和师妹其实一直都没跟上来，不会真的让他自生自灭吧？他心头莫名一揪。踏踏狂踹杨威的李洪鹏听到脚步，扭头看见火辣窈窕的叶希英走到他身前。郡主！李洪鹏立刻停手，局促地用单臂拍了拍身上灰尘，神情紧张。叶希英定定地看着他，认真道：你救了我，我很感激。李洪鹏嘴角溢出笑容，难道他的春天要来了吗？打动了心中的女神郡主。但是听到但是，李洪鹏心头一沉。叶希英摇头道：我真是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没有好感，但你的恩情不能不报，我可以让父王保你一辈子平安，甚至想办法帮你把手臂接好，但是希望你以后能远离我。
郡主。李洪鹏所有笑容消失，仿佛有心碎的声音咔咔响起。叶希英抿唇，当然知道对方听到这番话会多难受，但他就是敢爱敢恨的泼辣性子。你走吧，我怕洛凡尘误会。不，李洪鹏心中响起一声心痛的呐喊。洛凡尘一边走向李洪鹏，一边冲着叶希英无语道：喂，别什么事都带上我，咱们什么关系都没有。李洪鹏又被补了一刀，内心生出一种他的女神给别人当了舔狗的感觉，泪水不争气的流了出来。其他人都同情的看着他，那耷拉着的手臂太过于惨烈，等赶回王城，只怕早已经坏死，根本没救了。这时，洛凡尘大手突然用力拍在李洪鹏骨头断裂、紧紧连着皮肉的臂膀上，杀猪般的惨叫响起。啊！惨叫声吓了众人一跳，谁也没想到洛凡尘会趁这个时候突然对李洪鹏下手。杨威刚从地上爬起来，惊得差点又跌坐下去，脸色惶恐。这么快就开始清算之前的嘲讽之仇了吗？你在做什么？你干嘛？其他青年拧着眉头，严厉出声制止维护同一个队伍的李洪鹏，兔死狐悲，生怕下一个被报复的是自己。洛凡尘的实力让他们忌惮恐惧，尽管身边还有铁老撑腰，但能命令铁老的郡主现在明显更倾向的不是自己这边啊，他们怎么可能不害怕？都住口！叶希英娇炸一声，凝视洛凡尘，他觉得对方不会像众人想的那么不堪。唰！青莲武魂再次出现，旋转间发出道道治愈之光，涌入李洪鹏骨头尽断的肩膀。洛凡尘神情冷冽，大手始终按在他的肩膀上。李洪鹏的惨叫戛然而止，惨白面孔浮现迷茫、错愕、惊讶，这是怎么回事？他能感受到肩膀处不再是刺骨疼痛，而是传来酥麻、痒痒的感觉，臂骨在重新生长。其他人张着嘴巴，满眼都是震惊。他们不瞎，李洪鹏那瘪下去的肩膀竟然肉眼可见的鼓胀起来，断骨再重生，这怎么可能呢？太不可思议！他的武魂竟然可以做到让断骨重生，难以置信！这武魂的治愈能力简直逆天了！众人忍不住发出一声声惊呼，就连铁老也是瞪着眸子，死死地观察着洛凡尘治疗的过程。不是他们没见识，正是因为接受过良好的教学，才更清楚治愈型武魂能做到什么程度。能止血、恢复皮外伤，治愈型武魂都可以做到，但想做到白骨生机，就必须是极品治愈型武魂才能办到的事情。这样的特殊武魂在整个魂武大陆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很难遇到。拥有这样稀有武魂的魂师，往往是各大势力争抢的对象，被奉为座上宾。而想要做到洛凡尘这般抬手间重塑骨骼，那必须得是顶级的治愈型武魂，再加上强大的修为才能办到。可是洛凡尘现在仅仅只是一环，不，他的青莲武魂甚至还没有附加魂环。这说明洛凡尘这个青莲武魂的品质已经高到了众人闻所未闻的地步。眼看治疗接近尾声，李洪鹏手臂即将恢复如初，众人内心的震惊提升到顶点。这治愈能力太夸张了，见过变态，没见过这么变态的。他到底是辅助型魂师还是强攻型魂师？此言一出，这群贵族精英们面面相觑，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匪夷所思。这还真是好问题。你说他是辅助吧，一环的修为比三环李洪鹏的实力都强，一拳干碎千年赤火猴，越级战斗吓人的要死。你说他是强攻型魂师，结果刚才一人乃7个毫不费力，现在还能让断骨重生，能奶能打，我靠，这尼玛再天才也不能变态成这样吧。众人心态崩了，感觉一直引以为傲的贵族血脉天赋惨遭无情碾压，所有的优越感被狠狠击碎，荡然无存。这大哥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啊？我印象中的平民都是血脉低劣、天赋垃圾存在，他怎么能一枝独秀，强成这样？死！外面的魂师恐怕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怪物妖孽存在吧。我有预感，这家伙以后出去亮相绝对要惊死无数人。杨威连到吸冷气，回想先前嘴欠得罪洛凡尘的行为，让他后悔的要死。铁老没说话，但对周围青年们说的话认同极了。他现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而且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猜测：这样的妖孽真的会是独自出行吗？难道真的就没有高手在暗中跟随护道？刹那间，他感觉丛林周围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叶希英背齿紧紧咬着水润蜜桃唇，他很意外，很惊喜，但随之涌上心头的是难以言喻的苦恼。这混蛋男人天赋竟然这么强，去哪里都会被当宝贝供起来，那他还怎么拐回家包养？该死！他攥着袖拳，气愤盯着洛凡尘，小嘴里嘟囔着：非得这么妖孽干什么？都已经这么帅了，那就别努力了，差一点躺平不好吗？可恶啊！唰，可以了。洛凡尘收起武魂，松开按着李洪鹏肩膀的大手，
周围立即停止议论，安静看过来。李洪鹏小心尝试着活动手臂，轻轻晃了晃，他的脸上露出难以言喻的惊喜。当大臂可以绕着身体抡一圈时，李洪鹏笑的眼泪都出来了，嘴角快咧到耳根。我好了，我竟然真的好了！看着喜极而泣的李洪鹏，在场没有任何人嘲笑他的激动。在弱肉强食、实力为尊的魂武大陆，失去一条手臂，至少削弱了大半的战斗力，永远比其他魂师少一块魂骨附加的位置。手臂经脉消失，魂力修行的上限也会受阻。而洛凡尘武魂的逆天治疗能力，将他从堕向废物的深渊拉了回来，他怎么可能不激动？呵，洛凡尘神色冷淡，与周围众人激动神情格格不入，一声冷笑让所有人面容一僵。他转身看向杨威等人，道：一群蠢货，毫无常识，不把断裂的骨头完全打断矫正，愈合了也是畸形。此前出言质疑的杨威等人顿时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起来。他们哪里能想到，洛凡尘真有让断骨重生这么恐怖的治愈能力，而且先前得罪了洛凡尘，确实心里一直怕被报复。铁老板着脸严厉训斥道：平时教育你们，你们不听，一个个拽得要上天，现在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吧？还不赶快给凡尘小友道歉！众人连忙看过来，就欲开口说话，结果被洛凡尘直接打断。不必了。洛凡尘摇头，懒得多看他们一眼，这就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贵族子弟，算不得什么人物，没什么可在意的。那个洛大哥，我先前出言多有不逊，不，您为何还愿意以德报怨，出手救我？李洪鹏满脸惭愧，烧红滚烫，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再与洛凡尘的举动进行对比，他有些无地自容。以德报怨。洛凡尘挪动脚步，转过身来注视着他，眉毛上扬，嘴角溢出一抹玩味弧度。他抬起手揉了揉手腕，啪，突然一个大嘴巴子甩了过去。李洪鹏烧红脸部遭受重击，扭曲变形，脑袋一歪，整个人螺旋着被抽飞了出去。一直到李洪鹏自由落地砸入草丛，传出砰的一声闷响，其他人才反应过来，一个个全都懵了，满眼皆是费解之色，没明白刚才洛凡尘还忙着救人呢，怎么突然就下狠手了？那一记大逼都子势大力沉，光看着就疼。莫非这家伙有双重人格，或者和郡主一样喜怒无常，也是个疯批？李洪鹏从草丛踉跄爬起，眼冒金星，只感觉天旋地转，脸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高高隆起，红肿起来，两行鼻血更是漫过嘴唇，凄惨无比。洛大哥，他是真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逼兜子抽懵了，疼的眼泪都出来了，感觉左脸骨应该是被打裂了。洛凡尘眸子没有丝毫同情之色，嘴唇缓缓开合，反问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这一句问得李洪鹏哑口无言，其他人陷入思索，眼中多有迷茫之色。洛凡尘道：就你是见你算条汉子，敢舍身替郡主抵挡攻击，而郡主之所以遇险，起因是为了护我，打你自然因为是你嘴巴不干净，欠抽。他洛凡尘有债必偿，有仇必报，以德报怨，不可能，想都不要想，不直接趁机给你补一刀，已经算是仁慈。众人惊愕，呆立当场，他们对洛凡尘这个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叶希英美眸闪光，娇躯不正常的哆嗦了一下，心中不仅没有反感，反倒产生异样的心悸。那你怎么光抽我，没抽其他人啊？李洪鹏委屈的快哭了，虽然知道自己确实欠打，但为什么挨揍的总是他，不是别人啊？这也太惨了一点。洛凡尘摇头，余光扫了一眼害怕而又好奇的杨威等人，缓缓道：因为他们不配。听到这样的回答，李洪鹏傻眼，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算是夸奖吗？应该算是吧，不太确定，他再看看。洛凡尘突然笑了笑，随意道：你不会因为村头的疯狗叫两声就生气，但如果他们想上来咬你，那就另当别论。这人怎么指桑骂槐呢？杨威等人眼珠子一瞪，感觉有被冒犯到，但是根本不敢发作。对方明明在笑，他们却感受到后背升起一股莫名的寒意，似乎对面的这个帅气青年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变相在警告他们，再不识抬举就要下手宰狗了。铁老在旁边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暗暗心惊。这天赋，这气场，这心性，确定是一个山村青年可以拥有的吗？哪怕是名师调教的贵族天骄与他放在一起，怕是也要瞬间黯然失色吧。洛凡尘说完话便盘膝打坐，好似旁边无人，迅速地开始吸纳灵气，恢复魂力，巩固刚突破到11级魂师的修为。与赤火猴群一番战斗，魂力消耗了大半。焚灵假帅归帅，强归强，但极其消耗魂力。为众人打辅助还好，但是帮李洪鹏断骨愈合，
近乎要将他体内魂力消耗一空。哪怕青莲武魂的治愈能力很变态，但也需要他提供魂力进行支持。多亏李鸿鹏只是断骨重新接上，不然凭他现在的魂力储备，可能真的就不够用了。丹田内13道魂力气旋，其中一道已经完全由气态转为液化，代表着他正式跨入11级。按照女教皇老师所说，常人只需要10道气旋全部液化，就可以跨入20级，获取第2道魂环。而他因为破线3次，拥有13道气旋，突破的难度要比其他人大了一些。不过难度和收获是成正比的，没有多出来的3道气旋，他就算武魂特殊，体质异于常人，最多也就附加8、900年魂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以10级的修为吸收1000年魂环，创造出这前无古人的奇迹。大陆公认，魂师的第1魂环吸收极限是400年，第2魂环是900年，而洛凡尘已经达到了别人吸收第3魂环的水准。他心中不免开始好奇期待起来，若是将13道魂力漩涡全部液化，到时候第2魂环又该是何等年份，比其他天才魂师强出多少。而且这次完成突破后，应该不用再限制小泥鳅，又可以吞噬进化一波了。时间一点点向后推移，火红烈日向西一落，翠绿丛林内暗淡下来。这回哪怕叶希音不开口，铁老等人也不可能抛下洛凡尘离开。他们这些贵族反而更懂得如何把握住机会，尽力不得罪有潜力的人，向权力上方攀爬。周围已经被铁老带人清理干净，防止尸骸和血腥味吸引来其他的魂兽。青年们或是警戒四周，或是休养调息，唯独美辣的绝色少女蹲在那里，藕臂拄着膝盖，玉手托着两腮，盯着洛凡尘闭着眼睛的帅脸看，眸中闪光，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的身上披着一件朱红经纹的大氅，盖住了破损的上衣，显得更加英气迷人。白靴沾染泥土，一双黑丝袜早已破得不成样子，漏洞百出，堪堪包裹在白腻的美腿上。只不过此地不适合脱下丝袜，叶希音只能忍着，好在热裤依旧完好。叶希音目光下移，见到洛凡尘还穿着破旧褴褛的血衣，小声清脆：“呸，就没见人过得这么寒酸过，可怜死你！”他嘴上傲娇地表达着不屑，双手将昂贵的朱红大氅从娇躯解下，站起身给洛凡尘劈过去。远处看似在修炼，实则在偷偷观察这边的杨威几人，心里哇凉哇凉的。这可是他们追求了多年的女神啊！叶希音疯是疯了点，也很野蛮，但是够漂亮啊，天赋也很强，家世更没话说。亲眼看见女神关心别人，扎心的要哭出声轰。就在叶希音衣服披上去的刹那，洛凡尘体内突然涌出一股特殊的气势，瞬间惊动所有人。面对齐齐扫来的目光，叶希音捏着衣服在半空尬在原地，不知所措。当铁老察觉到洛凡尘溢散出的魂力气息，老眼一瞪：“12级，这小子突破了！突破！您老别开玩笑，这怎么可能？”众人皆惊，张大着嘴巴，下意识就否定了铁老的说法。哼！铁老斜了惊呼质疑的杨威等人一眼，皱着眉头，神情不悦：“老夫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年纪，绝不会看错。”李鸿鹏连忙陪笑：“铁老，我们怎敢怀疑您啊？是洛大哥，他下午才刚刚突破11级，这才过了几个时辰，就又突破了。”“是啊，铁老，这样的修行速度简直闻所未闻，太不符合常理了。”杨威等青年也是连连点头，满面惊疑。不是他们不愿意信，是根本没法信。魂师刚觉醒1级的时候最容易突破，但越往后修行，需要积累的魂力就越多，突破的速度自然也就越慢。杨威脸上露出一副活见鬼的惊愕表情，因为他也是今天刚突破到11级的，而且还是比洛凡尘先突破的。结果他这边才勉强把突破后的修为巩固下来，洛凡尘那边已经完成新的突破了。就算有差距，也不可能差这么多吧？听着众青年难以置信的质疑声，搞得连铁老自己都有些不自信了。难道他真的老了，看走眼了？正巧这个时候，洛凡尘结束修炼，从地面站起，睁开的双眸疲态尽扫，神采奕奕。他发现其他人都瞪大眼睛死死盯着他，觉得很莫名其妙，而且这些目光未免也太诡异些。这群人不会都和郡主一样贪图她的美貌吧？洛凡尘抖了个哆嗦，这时鼻尖溜入一缕香气，扭头一看，美腿黑丝的刁蛮郡主就站在身后，与他近在咫尺。“郡主，你这是？”叶希音脸蛋润红，一双柔仪捏着朱红大氅，“绝也不是，放也不是，总不能直接说本郡主是看你这个混蛋男人衣着单薄，想给你加件衣服吧？那他岂不是很没有面子？”他挺直柳腰，胸前的白腻沟壑惊艳无比。“别自作多情，本郡主才不是担心你冷呢。”洛凡尘诧异道。“可是郡主，我还什么都没问呢啊！”看着男人那双明亮黑眸，叶希音愈发心虚，紧张中语无伦次道：“
本郡主正想蒙上你脑袋，打晕你这个混蛋，带回城里当奴才，结果你醒了，算你命大。洛凡尘点头，我知道，郡主怎么会是那种好心给我盖衣服的人呢？你知道个大头鬼哟！叶希英心中所有娇羞瞬间化作气恼，气得呼哧带喘，小脸红扑扑的，英气娇颜别有韵味。看得洛凡尘内心都不由得感叹，好一个绝色郡主，极品辣妹，就是性格太蛮横了一些，要是能调教过来就相当完美了。铁老从旁边走了过来，友善笑道：洛小兄弟，你刚才可是突破到12级了。洛凡尘嘴角一抽，好家伙，这称呼也变得太快了一些，开始是那小子，后来是洛小友，现在直接就成洛小兄弟了。您老就是传说中的变脸王吧？对，第2个魂力漩涡液化达到12级了。洛凡尘点头，倒是没有隐瞒，大方承认。其他关注这边的其他人发出倒吸凉气的声音，竟然真的达到12级了，这未免也太快了些。匪夷所思，作弊也不可能这么快啊，这还让不让咱们活了？铁老猜测得到确认，苦笑连连，还是老夫眼拙啊，此前竟然没看出洛小兄弟这般天纵奇才。洛凡尘听着众人一声声惊呼，神情古怪道：所以你们刚才都不修炼，盯着我蒙丑，就是因为这个？小友这话说的。铁老道：1日连破2境，难道这还不值得关注吗？我一直都是这样啊，没什么好惊讶的啊。洛凡尘无语，这难道不是基操吗？你们还说自己是贵族精英来着，结果动不动就一惊一乍的，这也太没有逼格了。什么？一直都这样？我抄，汝听人言否？众人都看见了洛凡尘那无奈的神情，尽管对方没多说什么，但他们总感觉自己等人好像被强烈鄙视了一样。唉，洛凡尘想起刚才修炼时的感觉，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叹直接给其他人干沉默了。众人脑门上就差浮现出一串问号。叹气，哥，祖宗，你还有什么好叹气的啊？今天刚获得一个千年魂环，顺手破了魂武大陆附加第1魂环的历史记录，然后又火速突破1级，这还要叹气？老实说吧，你是不是想气死我们，不想让我们活了？李洪鹏抓狂地搓着乱蓬蓬的头发，眼睛布满红血丝。杨威喉咙心甜，一口气哽在胸口，差点没上来，这踏马也忒气人了。叶希英天生性子骄傲，眼中根本容不下几个人，结果被洛凡尘现在搞得有点没自信了。面对众人发疯的神情，洛凡尘认真摇了摇头。好汉不提当年勇，突破既然已经结束，那就是过去的事情了，再提也没什么意思。我刚才修炼的时候发现突破速度比以前慢了太多了，怎么可能不叹气？这还算慢？李洪鹏张着嘴巴，整个人直接石化裂开。大哥，咱不是没见过装逼的，但从没见过您这么一本正经装逼的。铁老忍不住问道。洛小兄弟，敢问你以前修行是什么速度？洛凡尘摇了摇头，不想说。他已经发现了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这群人类似是学渣，考试及格就满足了，80分就很开心，能考90直接颅内高潮。他们永远不懂学霸那种没考满分的痛苦。现在这情况就像是一群学渣正为了考试及格而喜悦狂欢的时候，一个学霸抱着差1分满分的卷子突然走过来，懊恼不已，唉声叹气。叶希英心中好奇，眼看洛凡尘默不作声，小嘴顿时撅了起来。怎么不说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咱们现在都是共患难的交情了，我们要害你早一刀捅过去了。李洪鹏拍了拍胸膛，洛大哥是怕吓到我们吗？我们都是经过专业培养，心理素质很强的。洛凡尘摆摆手，没有说的兴趣，目光环视四周，寻找着天亮时来的方向，准备回去找女教皇和师妹了。铁老猜测道，魂师阶段的修行确实要容易一些，凭洛小兄弟的天资，1天4级肯定是有的。李洪鹏摇头，我觉得还可以再大胆一点想，1天5、6级也有可能。你是不是猜得太夸张了？还1天6级，1天5级我都没听说过。杨威连连摇头。叶希英扁着红唇，这男人怎么看都不看他一眼，周围的破树破草能有他好看？气得美腿晃动直跺玉足，将朱红大氅恶狠狠砸向洛凡尘。哼，小气鬼，真不够意思啊！洛凡尘听到风声，手臂一伸将大氅揽住，回眸无奈道：你们非得要听，也不是不能说，就1天9级吧。铁老下定决心，这一次要表现得淡定一点，拿出5阶强者的体面来，不然老被一个小辈震惊的一惊一乍，太没有逼格和面子了。所以在听到洛凡尘说话后，下意识就点头，悠哉道：哦，原来是1天9级啊，确实还不错。其他人全身一颤，僵硬的将头扭转过来，齐齐看向铁老，一双双瞪大的眼睛仿佛在说：您知道自己刚才在说什么吗？要不要再重复一遍，看看自己到底说了什么鬼话？我有说错什么吗？
铁老先是茫然，接着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口中嘀咕着：“刚才他说什么来着？好像是9级，1天9级。卧槽！我操！”他心中仿佛一团火焰炸开，整个人都差点跳起来，一瞬间冲到洛凡尘面前，鼻息粗重：“洛兄弟，你确定没开玩笑？真就1天9级？”洛凡尘无奈回答：“算是1天吧。”什么叫算是？铁老心里难以平静，不刨根问清楚，以后怕是要睡不着觉了。叶希音咂舌道：“如果是2天9级，那也很恐怖啊。”洛凡尘摇头回忆道：“那天我苦练了一晚上，所以说1天不准确，应该算半天吧。”半天。叶希音花容失色，铁老等人如遭雷击，僵直站在地面，不停地吞咽口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正值夏季，夜晚的丛林中拂过暖风，一行7人的王城贵族却打了个冷战，难以言明的惊悚感在内心激荡。越了解这个衣着破旧的帅气平民青年，越能体会到一种什么叫恐怖到极致的天赋。偏偏这家伙还一副风清淡的模样，没有丝毫自傲。他们现在总算明白，为何对方1天连破2级反而要叹气了，因为站的高度根本不一样。格局？什么是格局？这踏马才叫格局啊！李洪鹏眸子炙热发亮，仿佛看见了人生信仰一样。可怕，太可怕了！骆大哥，你确定自己是人吗？洛凡尘瞪眼：“你震惊就算了，这怎么还骂人呢？”李洪鹏意识到自己说话有误，立即解释道：“骆大哥，是你太妖孽了，我都怀疑你是不是10万年魂兽重修，化形成人，不然这么妖孽太难以解释了。”其他人深以为然的点头，越看洛凡尘越不像人，像是一头绝世大凶兽重修化形，不自觉地向后退去。丛林暗处，白银月笑的前仰后合，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血兔乱颤，丰盈可人。他擦了擦眼角笑出的泪滴：“太好笑了，老师，终于不是光我一个人承受来自师弟的痛苦打击了。你看他们那惊呆了的样子，还不如我淡定呢。嘻嘻，竟然还觉得师弟是魂兽，就离谱。”帝未央一双绝美凤眸在黑夜下依旧凌冽如寒泉，寂静无声，但红润唇角微微上扬着，心情似乎不错。洛凡尘无奈了，忍不住吐槽：“天底下贵族不能都这么沙雕吧？眨眼功夫给他当成魂兽了，现在总不能扯着嗓门大喊我是人，我是人吧？那也忒二了。史诗级难题来了，当别人都怀疑你不是人时，你如何证明自己是个人？”洛凡尘一脸黑线：“拜托你们能不能正常点，别给贵族丢脸了。”李洪鹏又后退了一步：“哥，不是我们怀疑你，关键你这也不像是人类能拥有的天赋啊。”其他人点头。传说10万年魂兽选择化人重修以后，虽然是重新开始修行，但修为会突飞猛进，战力强的一塌糊涂。行了，都别胡闹了。铁老认真道：“10万年魂兽化人重修，只会觉醒出以前本体的武魂，不可能双生武魂的。”众人恍然，不过一想起洛凡尘还是双生武魂，嘴角更是止不住抽搐起来。这简直比魂兽化人听着还恐怖。整个魂武大陆拥有双生武魂的天骄屈指可数，1000万中无一例都是站在真正金字塔尖的顶级天才。结果他们现在就遇到了一个。看到众人打消疑虑，洛凡尘松了口气，多亏铁老站出来，不然他还真不知道怎么自证。不过通过对方的3言2语，他也更加了解关于10万年魂兽化形的事。家里千娇百媚的九儿小姨事，幻化成人和化形不是一码事。洛凡尘暗自嘀咕，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遇到一个化形成人的魂兽，他很好奇，想研究一下。不过很快摇了摇头，自己在乱想什么？10万年魂兽总共也没多少，化形的更少。魂武大陆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有多辽阔，他想遇到就遇到，那概率太低了。这时叶希音脉动勾丝美腿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抿着美眸，严肃问道：“你确定自己是平民，不是在拿我们开涮？话都说过了，信不信随你。”洛凡尘耸了耸肩，满脸的无所谓。接触下来，他觉得这女人其实不算特别乖，但哪怕只是轻微的抖 M 的属性，你也不能给她太多好脸色，人家就好这一口。叶希音摇头，青丝晃动：“不是不信你，是你这个武魂强度，简直可以跟4大帝国、10大宗门、各大势力核心子弟血脉觉醒出的武魂媲美了。就像我，虽然也是苍龙帝国皇室血脉，但因为血脉不够精纯，最终只能觉醒出8品的鹰龙武魂，而皇室最精纯的血脉则可以觉醒出9品至尊的太古苍龙武魂，魂武大陆4大最强兽武魂之一。这要感谢常年沉寂、偶尔诈尸的系统爸爸。”洛凡尘发现系统每次诈尸都是他干了点啥特殊的事情，难道这是变相鼓励他自力更生？心里这么想，嘴上随口道：“你们贵族靠血脉，我们穷人只能靠变异，恰好我变得还行。
变得还行。周围铁老等人默默无言，习惯了承受打击，心态躺平了，一时无话，从林中归于平静。洛凡尘手臂揽着朱红大氅，与美辣诱人的西英郡主对立站着。沉默良久后，洛凡尘抬头，对面美辣郡主竟然巧合的动作同步，抬头认真开口：“跟我回家吧。”“什么？跟你回家？”洛凡尘瞪大眼睛，一脸吃惊：“你反应这么夸张，干什么啊？”叶希英脆声道，不过很快也意识到自己说的这话确实有歧义，弄得跟一起回去见家长一样。他傲娇地扬起美辣容颜，轻哼道：“别误会，你先前不是说自己是孤儿吗？本郡主向来心善，看你无家可归，这才大发慈悲想收留你的。”“心善？大发慈悲？”洛凡尘挑了挑眉，就你这刁蛮任性劲儿，不欺负死别人就不错了。所以郡主家里一定收留了很多年龄18岁、高大帅气的孤儿喽？你放屁！叶希英嗔声骂道，瞪大狗眼告诉我，本郡主像是那样随便的人吗？随后他神色缓和，盯着洛凡尘认真道：“你要是去了，就是被我收留的第一个男人，也是唯一一个。”洛凡尘向后一跳，哼声道：“所以哪有什么向来心善，扯淡！你那是想收留我吗？我都不好意思戳穿你，你分明是缠个身子。”小心思被当众无情戳破，叶希英脸红羞怯的不行，但是内心却莫名的涌出一股特殊的兴奋感，兴奋到全身微颤，白皙滑嫩的肌肤都泛起病态红晕。他紧咬银牙，斥声道：“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别自恋了，本郡主追求者无数，对你根本没有感觉好吗？”洛凡尘洒脱笑道：“如此甚好，郡主既然对我无感，那便赶快放我离开，我刚才正想道别。”一旁的李红鹏都快羡慕哭了，恨不得冲过去薅住洛凡尘领子，大声质问：“哥，我的亲哥，缠你身子还不好吗？多是一件美事啊！”他还想被人缠呢，结果主动凑过去被当成垃圾嫌弃。杨威这里妒忌的眼睛都冒红光了，心里酸的都快进化成百年柠檬精了。他百般献殷勤被郡主嫌弃，这家伙百般嫌弃郡主，结果郡主偏偏还主动往上凑。铁老有些发懵，他也算老江湖了，阅人无数，很少会有他看不懂的年轻人，但是这眼前这帅气青年，他是真看不懂。郡主意思都这么明显了，你只需要半推半就，平步青云的机会不就有了？抱上郡主这条大长腿，直接发达了好吗？吃软饭吗？不寒碜，跪在一个女人后面就可以站在天下人面前啊！修行资源有了，强大后台也有了，美娇妻也安排上了，虽然刁蛮了点，但是架不住又美又辣啊！成家又立业，瞬间人生巅峰，这不香不爽吗？能得到郡主青睐，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缘，结果这洛兄弟可好，想都不想，直接拒绝了，真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都不动心。处在权力斗争的圈子，铁老见过太多为了获得权力地位抛妻弃女，甚至不惜与兄弟亲友反目的魂师，但从未见到这样怪的年轻人，顿时连连摇头，内心叹息直言：看不懂，看不透啊！其他人心中此时浮现的念头和铁老一样，难道世上真的有人对财富地位不动心？叶希英问道：“你执意要走？”洛凡尘点头。郡主此前答应过富家魂环后会放我离去。叶希英始终盯着洛凡尘，没从那双深邃黑眸中看出丝毫犹豫，有的只有平静，似乎对他的容颜、身材、地位乃至一切都毫不贪恋。但对方越拒绝，他心悸的就越厉害，越不想放对方离开，心底甚至涌出一股强烈的占有欲。叶希英脸色渐渐沉了下来，袖拳攥起，冷声道：“如果我一定不放你走呢？”洛凡尘笑道：“那我们就不是朋友，而是敌人了。”叶希英伸出纤长手掌，一抹银色月光顺着树叶缝隙落在掌心，他缓缓握合5根青葱玉指：“洛凡尘，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本郡主想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我父王很宠我，凡是我想要的，就一定会出现在我面前。”洛凡尘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身体紧绷起来。所以，郡主是打算让铁老动手，强留我了？呵！叶希英突然冷笑起来，她美眸一瞥，红唇扬起，溢出难以言喻的骄傲之色。你确实很厉害，但未免也太小瞧本郡主了。不为难你，我放你走。洛凡尘大感意外，熟知叶希英刁蛮倔强性格的铁老、李红鹏等人更加意外。看到洛凡尘脸上终于露出诧异神色，叶希英心情愉悦，发出清脆畅快的笑声。混蛋，没想到吧？洛凡尘大方承认，确实没想到。叶希英眸光复杂，你知道吗？本郡主从前虽然能得到想要的一切，但是每天并不快乐，心里反而很空虚，空虚的让人发狂。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明明很多人都在羡慕我的生活，直到看见独自奋斗的你，
我明白了，别人给的终究是别人获得的，靠自己努力得来的，才能从中品味出真正的快乐。啊，这洛凡尘惊住了，拜托，哥奋斗是因为我没有你那样的好爸爸，你在乱学什么？叶希音张开痰口，深吸一口气，最终所有气息顺着水润唇边缓缓吐出，一双英气美辣的丹凤眼肌射出2道倔强光芒。本郡主已经决定好了，这一次我想要的东西不让任何人插手，我会自己去争取，拿下你，好好体会品味这份特殊的快乐。我拒绝。洛凡尘抗议。拒绝无效。看到叶希音美眸闪烁的异样兴奋光芒，洛凡尘嘴角一抽，天哪，刚以为郡主性子恢复正常了，结果熟悉的味道这么快又回来了。如果是别的女人，他觉得对方可能会正常追求他，但是换成抖 M 的叶希音娥那就不好说了，指不定给你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不会给他下药吧？洛凡尘，你刚才说咱们是朋友对吧？叶希音美眸闪过狡黠之色。啊！洛凡尘挠头，我有说过吗？你最好别跟本郡主装傻耍无赖。叶希音瞪眼，不然我喊铁老打晕带走你了哦。是朋友，行了吧？洛凡尘无奈叹气。不过当初他吸收魂环的时候，郡主说的话他都听见了，对于郡主的本性他是完全认可的。叶希音水灵眼珠一转，那作为朋友，我送你点礼物是应该的吧？他突然从储物空间取出一包东西，映射到洛凡尘空着的左手上。这是？洛凡尘疑惑，而认出这包裹的铁老大惊失色，一脸肉疼的呼声道：小祖宗，不可啊！没等洛凡尘打开包裹，铁老狂奔了过来，想要将那包裹抢回去。唰！叶希音挪动白靴拦在洛凡尘身前，铁老不敢冲撞，立刻停住脚步，焦急道：郡主小祖宗，这些东西咱可不兴送啊！李洪鹏等人此时也看清了那包裹，身躯一颤，纷纷出声阻止。使不得，郡主这可使不得啊！放肆！叶希音柳眉蹙起，泼辣哼声道：到底我是郡主，还是你们是？听到这声蛮横凌厉的交诈，众人抖了个机灵，这才发觉好像自从遇到自洛凡尘以后，郡主就温顺了许多。不过现在又回想起了曾经被支配的恐惧。自然是您。铁老垂眉低手，其他人也三缄其口，老老实实站着。洛凡尘此时心中已经有了猜测，打开包裹，果然露出一颗颗红彤彤的小果，溢散着清新果香，闻后浑身舒泰，仿佛体内魂力运转都跟着加快了几分。果有9颗，相比采摘时1颗未少，难怪铁老众人这般紧张激动。叶希因护在洛凡尘身前，美眸凶气逼人，扫视众人，随后指着那兜包裹道：你们是打算叫本郡主做事吗？莫说这诸果，哪怕是我爹的王城，我都敢送。送王城？铁老等人哆嗦着，头皮发麻。这话要是别人说他们肯定不信，但是叶希音不一样啊，只要他敢送，他那个老爹没准真的敢给啊。谁不知道乾隆城城主天武王是个女儿奴，对外杀伐果断，凶名远扬，唯独对女儿溺爱到了极致，有求必应，无不答应。可以说郡主这无法无天的刁蛮性格就是被天武王宠溺出来的。其他人大气都不敢喘的时候，一道男声突然响起：郡主，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洛凡尘将包裹扎好递了回去，他不了解诸果价值，但通过铁老等人反应能猜出1、2。叶希音扭头，脸上凶气消失，唇角傲娇上扬：千金难买本郡主乐意，你收下我就高兴，除非你看不起我，不把我当朋友。洛凡尘也不墨迹，利落道：行，我收，不过吃绝户不行，得给你们留一些。好啊！夜色中，叶希音展颜一笑，犹如鲜艳玫瑰绽放，妩媚动人，笑盈盈道：那你留几个，我就踩碎几个好了。铁老众人苦笑，完了，郡主疯批劲儿上来了。洛凡尘摇摇头，无奈收下了。这就对了嘛。叶希音扁着红唇，娇滴滴的道：你怎么能拒绝人家的一片心意呢？卧槽，怎么感觉这郡主病情加重了呢？洛凡尘打算快点跑路，而且女教皇和师妹真没跟上来的话，那就应该还在原地等他回去呢。凡尘哥哥，叶希音轻唤道：作为朋友，我送你点小礼物是应该的。那洛凡尘被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给我正常说话，咱俩谁大还不一定呢吧？好的呢，哥哥。叶希音火辣娇躯凑近，压低饱满上身，凑到洛凡尘耳畔，吐气幽兰道：那作为朋友的你，如果妹妹有困难，是不是要帮忙呢？洛凡尘想掐住这妞脖子，质问她：小老妹，你这是怎么回事？作死啊！不过左珠果右大厂实在腾不出手来，他眼睛甚至能瞥见那沟壑中的迷人风景。帮，自然要帮。郡主今日才不顾危险帮我护道。
叶希音美眸闪过狡黠之色，满意的收回火辣上身，笑嘻嘻的道：“那凡尘哥哥3个月后要来乾隆城哦，人家有个很重要的忙需要你帮。”涂琼见比了这事，洛凡尘看明白了，这妮子绕了一圈，在这里等着他呢。你不会单纯就想把我骗过去，见见我吧？叶希音摇头，一口否定道：“没有，确实有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出手相助。”行，洛凡尘点头，只要这个很重要的事不是帮你生孩子，我力所能及的一定帮你。啐！叶希音眼珠子瞪得滴溜圆，脸蛋红的要滴出水来。说什么呢？强扭的瓜不甜，不甜但是解渴。洛凡尘耸肩，这是你跟我说过的，所以我要把丑话说前面。你……叶希音被噎得直跺脚。好了，你不妨先说是什么事情。我并不觉得郡主有什么忙是我能帮得上的。洛凡尘很有自知之明，他虽然比别人帅了一点，运气好了一点，天赋强了一点，但实力现在是不够的。叶希音摇头道：“每年的冬月，也就是11月，我父王统御的乾隆城会和其他邻近的2大王城举行王城魂师斗战赛，参赛人员尽皆是19岁以下的年轻魂师，由战斗胜败多寡决定3大王城附近矿脉和其他资源的开采分配。你天赋那么厉害，我想邀请你帮忙参赛对敌，奖励很丰厚哟。”洛凡尘一愣，下意识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矿脉这东西，哪个王城实力强，直接抢走就是了，何须让年轻人比赛这么麻烦？叶希音道：“首先呢，苍龙大帝是不允许手下9大王城互相征伐的，而且强者之间的战斗不好控制，很容易出现伤亡，哪一方势力都损失不起。选出年轻魂师比试战斗，风险既小又很公平，所以大家都能接受。最主要是还可以提前练兵。”练兵？洛凡尘纳闷。叶希音解答道：“为何每年限制年龄都在19岁？因为第2年会进行全大陆的青年魂师斗战赛，到时候4大帝国以及所有宗门势力、神殿都会参加，限制参赛年龄20岁。那可是整个大陆最顶级的盛事，哪怕获得第100名，那都是难以想象的殊荣，可以名扬魂武大陆，受无数人仰慕和追捧，他们都是真正兑现天赋的天之骄子。”叶希音美眸满是向往，李洪鹏等人闻言脸上也出现了狂热之色，明显很兴奋。洛凡尘尬住了，牢头道：“那个，我怎么在村里从来都没听说过有这种赛事？”叶希音道：“所以帝国贵族或者宗门嫡系们才看不起平民啊，他们消息太落后，太闭塞了，就像是活在2个世界。”洛凡尘点头，无非就是有很强的信息壁垒呗，信息资源都被贵族把持，所以平民很难逆袭。不提这个了，距离全大陆斗战赛还早着呢。叶希音突然凑到洛凡尘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道：“其实刚才说的那些只是3大王城比试明面上的理由，这里面其实还藏着一个大秘密。”什么秘密？洛凡尘好奇道。不告诉你，略略，等你3月后来了再说，肯定对你有好处哦。叶希音取出一块青铜令牌，塞到了装猪果的包裹里。诺，这是本郡主的令牌，来到乾隆城后，不管在哪里，直接报上我的名字就管用。洛凡尘无语，这是生怕自己不去。说话说一半，生孩子可是要没屁。他想了想，止住了这个念头。洛凡尘将朱红大肠打开，劈回叶希音的娇躯，而后拿着包裹转身即走，没有拖泥带水。沙沙，叶希音紧咬润唇，目光悠悠望着丛林夜幕中远去的血衣人影，最终还是忍不住喊了出来：“喂，你站住！”洛凡尘回身，叶希音道：“与其你自己孤苦伶仃漂泊，不如跟我回家，我请名师教你。”洛凡尘笑着说：“傻丫头，谁告诉你我没有老师了？你有老师？”叶希音先是一愣，接着咬牙道：“那得是多不称职的老师才能放任你自己出来冒险，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洛凡尘心头一跳，我的小祖宗哟，这可不兴乱吐槽，多亏女教皇老师不在，不然你没了。叶希音越说越气，看着洛凡尘那身血衣就心疼。跟我走，换了他，我给你找个名师吧，实在不行，让我父王亲自教你，凭你的天赋不该被庸师教导。铁老这个时候也站了出来，惜才道：“洛兄弟，郡主所言不差，负责任的老师不会放你单独出来冒险的，心太大了，他就不怕你有个3长2短。跟我们走，凭你的天资，保证把你当宝呵护起来。”洛凡尘越听，心跳加速的越厉害，总觉得后背发凉，仿佛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别说了2位，老实说吧，我老师其实很猛的，他现在很可能就在暗处，你们说错话是要倒霉的。猛？叶希音当时就不服气了，扬起下巴道：“再猛能有多厉害？70级、80级？”不过他还是多问了一句：“铁老，这附近有人藏着吗？”铁老肯定道：“郡主，这附近连只魂兽都
都被老夫转一圈，刻意驱散了。如果有人，哪怕是80级强者，我也不可能发现不了。丛林暗处，白蟒美腿踩着黑靴的紫发马尾圣女和威严绝美的金裙女教皇站在一起。老师，有人在挖您墙角，哎，还是当面挖呢，太逗了。白银月捧着胸口，笑得胸脯乱颤，笑着笑着就没音了，因为他发现女教皇脸色明显不太对，小声试探问道：“老师，您该不会生气了吧？”帝微央没回话，甚至不看他，绝美雍容毫无表情，不见喜怒，但周围寒气越发加重。坏了，要玩，绝对有人要玩。白银月不禁抖了个寒战，他捏了捏自己可爱嘴角，强行板住笑容，避免遭受无妄之灾，将同情的目光投向远处还在极力拉拢洛凡尘的郡主和铁老，敢挖教皇老师的墙角。6，佩服死了，你们真是超勇的。月下丛林，郡主和铁老还在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拉拢着。洛凡尘越听越心惊，连忙打断：“好了，不要再说了。郡主，我就坦白跟你们说了吧，我老师是90级以上的强者，至于身份，他没开口，就不与你们说了。”叶希英7人闻言顿时一愣，接着面面相觑，都能看出对方眼中的狐疑之色。李洪鹏道：“洛大哥，你确定自己老师是9阶以上的超凡强者吗？”说罢，他又摆手解释道：“那个，你别误会，我们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怀疑你是不是被人骗了。”铁老也站出来解释道：“整个大陆魂师何止千万，但能达到7阶魂圣的便已经是少之又少。8阶称号级强者无不是坐镇一方的大佬，而9阶超凡已经跻身魂武大陆巅峰强者之列，堪称各大势力的终极战力，神龙见首不见尾，常人连远远见一面都很难。这样的强者碰巧在民间走动，收你为徒的概率就太低了。”叶希英张开谈口，好意挽留道：“凡尘，你8成是被忽悠了。你看现在这么晚了，都没人出来寻你。”洛凡尘摇摇头：“听我一句劝，不让你们乱说话，是为你们好。按照我的猜测，老师很有可能就在这里，只是不想现身。但你们再多说2句，真把他老人家惹出来，收拾你们我可拦不住。”切！叶希英傲娇任性劲儿又涌了上来，掐着小蛮腰，挺着傲人胸脯，无所谓的道：“少吓唬我，本郡主才不怕呢。有本事你喊他出来教训教训我，谁害怕谁就是乌龟王八蛋。”他将眸子扫向旁侧的其他几人，问道：“你们害怕吗？”“嘿，有郡主在这里撑腰，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杨威等人顿时摇头，陪笑说着。有一人则是犹豫了，没吱声。“李洪鹏，你怎么不说话？”“郡主，要不咱们这回听洛大哥劝。”李洪鹏被洛凡尘打脸打了太多次，到现在还心有余悸，是真的害怕了。叶希英撇唇道：“没劲儿，从出生到现在，敢收拾本郡主的人还没出现呢。”“哦，是吗？”一道冰冷威严的御姐声音传出，在丛林之中激荡，不断回响，久久不能平静。听到声音的刹那，所有人身躯尽皆一震。暗中怎么可能有人？我明明已经仔细探查过了。铁老面色惊变，叶希英那傲娇的娇容陡然一僵。李洪鹏哆嗦了一下：“我抄，别闹，真来了。”他都快哭了，我就说别怀疑洛凡尘了吧。洛凡尘眸光一亮，还真在。先前觉得师尊和师妹不在，他还是有点小失落的。对方果然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心中暖暖的。不过他又叹了口气，女教皇既然现身，那这无法无天的郡主今天注定要倒霉了。谁在暗处？叶希英紧张环视四周，他也不傻，周围的人铁老都发现不了，说明修为真的很高。铁老苦涩一笑，立即拱手作揖：“刚才老夫和郡主胡言乱语，现已知错，诚恳道歉，还请高人原谅。”“不原谅。”冰冷无情女声再度传来的一瞬间，众人四面八方响起了连续的撕扯之声。哗哗，虚空扭曲，裂开一道道巨大的黑暗口子，如同食人的远古凶兽一般，充斥着危险狂暴的气息。望着封死所有人路线的空间裂缝，铁老头皮发麻，声音震颤，磕巴了起来：“破碎虚空，9阶超凡！”扑通，杨威等修为稍弱的直接扛不住压力，吓得跪倒在地。他们也算见过很多强大的魂师，但从未见过这般恐怖的场景，空间都裂开了。这是90级以上的超凡强者才能施展的手段。李洪鹏双腿哆嗦着，哭丧着脸，这回被郡主害惨了，他是无辜的。叶希英娇躯传来本能的战栗，死死地咬着樱唇，美眸闪烁着无比震惊之色。他是真的没想到，洛凡尘背后竟然真的藏着这样一尊恐怖的强者。铁老颤抖着道：“郡主能瞬间将8方空间破碎的这么彻底，绝对不是普通的9阶超凡啊！”他潜台词有意提醒叶希英，怕郡主这个时候倔劲儿上来，那对方杀了你都没处说理啊。撕拉，
一道更大的空间门户裂开，一尊浑身被耀眼炽热金光包裹的高挑女人走出，惶惶不可直视。洛凡尘疑惑，他确定这是女教皇，但是老师似是有意不想让人看清容貌。为什么呢？不应该啊！她，那耀眼的女人身影每一步迈出，都仿佛踩在众人心口，除却洛凡尘感受不到压力，其他人有一种要溺水窒息的感觉。初见这般强者，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剩下的只有生物本能的战栗和恐惧。呵，冷笑在林间回荡，众人失声，不敢抬头。不说话了，你们不是想见本尊吗？铁老都快被吓死了，他活了一辈子，都从未体验过这么恐怖的压迫感，哪怕是9阶初期的天武王也远远比不上。对方到底是哪位大人物啊？整个大陆的女性巅峰强者不多，是传说中神皇帝国的年轻女帝，还是光明神殿的女教皇？无论是哪一位大人物，都是瞪一眼就能碾死他的存在啊！他妈了，真的被吓到，浑身彻底麻木了，心里已经开始喊洛凡尘祖宗了。他这回是彻底服气了。谁能想到衣衫破烂、平民出身的洛凡尘背后站着这么一尊恐怖大佬啊！真正的巅峰强者，不是你光有天赋就能被收入门下，还要对上人家的胃口才行。铁老现在才醒悟，自己等人多么可笑，一直以为人家洛凡尘没势力，结果人家的背景比他们恐怖了不知道多少倍。叶希英、李洪鹏还有杨威等人心中的感觉难以言喻，原来小丑竟然真的是他们自己。本以为天赋输了，还有家世可以安慰，结果背景也输得一塌糊涂。最重要的是，这被耀眼金光包裹的恐怖女人既然出现，岂不是意味着对方先前也一直在暗处跟着？他们庆幸此前没有针对洛凡尘不利，甚至还帮了点小忙，不然只怕要瞬间原地暴毙，人间蒸发。害怕恐惧的是，他们说的所有话岂不是都被人家听了去？这一路上可没少提洛凡尘的出身啊，更没少秀优越感。众人觉得自己太可笑了，在拥有这样大佬当后台的洛凡尘面前炫耀背景，就像是乞丐在和帝王炫耀自己今天要到了几枚钱币。不说话，那就不用再说了。女教皇一道冷哼，将他们思绪拉回现实，全都怕极了。比起可笑不可笑的问题，他们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搞不好要没命了啊！一个个顿时将哀求的目光看向洛凡尘，就像即将溺水而亡的人，想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结果当铁老众人将哀求目光看过来的时候，洛凡尘双手一摊，无奈耸肩，一副爱莫能助的模样。不听大哥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时候瞅我有什么用？劝你们的时候还以为哥跟你们开玩笑逗乐呢。看洛凡尘不打算管，铁老等人如坠地狱，瞬间绝望。此刻肠子都悔青了，后悔没有听从劝告，当着人家大佬的面疯狂作死。李洪鹏潸然泪下，他是无辜的，他没跟着起哄，纯是被这群蠢货连累的啊！尊上，我没说您。金光复印的高挑女教皇默然道：“你没说。”李洪鹏面色一喜，还没来得及高兴，又听女教皇道：“但你说过本尊弟子。”李洪鹏脸色惊得煞白，心脏急速跳动，要炸开一般。天哪！对方果然在，一直都在，所有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完犊子了。杨威更加不堪，直接吓得晕倒过去，一头呛在地上。你要对我们做什么？叶希英婀娜娇躯在威压下站立，一双修长勾丝玉腿，挺翘臀儿都在颤抖着，但是绝美面容依旧保持着最后一丝倔强。女教皇没理他，抬手间海量魂力涌出，在空中凝结成一根根金色丝线，分别捆向7人4肢，将众人吊了起来，悬挂在半空。尤其是叶希英，明显被特殊招待了，来了个五花大绑，金丝紧紧勒入身体。洛凡尘眼神愈发怪异，越看不对劲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龟甲妇？就差线不是红的了。哪怕前世他是个年轻的海王，但也从没有试过这种调调，不太确定。再看看，放开我！你要对我做什么？叶希英娇躯用力挣扎着，越挣扎越紧。洛凡尘看得津津有味，忍不住感叹：抖 M 的疯批郡主就是和正常人不一样，换成寻常女孩，早就吓得跪地求饶了。哎，我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呢？洛凡尘检讨自己1秒钟，又认真观摩起来。他觉得女教皇这等胸怀格局，不至于伤害他们。做什么？女教皇冷艳唇角扬起清冷弧度，可惜金光闪耀，没人有机会看见这动人的一幕。嗖，金灿魂力涌出，在空中凝结出鞭子，直接抽向被一根根细丝捆绑吊起的叶希英。啪，长鞭抽出，看得铁老心惊肉跳。郡主这辈子也没挨过毒打，就是破个皮也没有啊！太狠了！尊上息怒，尊上要是有怨气，别抽郡主，就抽老夫吧，老夫甘愿替死。女教皇冷喝：闭嘴！
原谅洛凡尘不厚道的笑了，因为空中又多凝出了6根鞭子，这回别说郡主，连带着铁老都一起挨抽。你说这是怪他吗？他都提醒多少次了，自己嘴碎挨揍，那没办法了。洛凡尘暗自嘀咕，你们几个要是聪明的话，应该就能发现女教皇根本没往脸上，当下这种要害抽，老实挨顿毒打让人家消消气就完事了。但要敢嘴硬骂人，那就是想作死的鬼，谁也拦不住。这种蠢货洛凡尘也不会出声帮忙。等等，洛凡尘突然注意到，别人都被抽得嗷嗷乱叫，唯独叶希音这边有古怪。那白皙脸蛋大片绯红，咬着水润红唇，一双英气的丹凤眼紧紧瞪着，但不紧不凶，反倒像是要滴出水来一样。靠！苦中作乐。不过他的快乐很快结束了，因为空中又多出了3根金鞭，全部招呼向郡主。啊，还讲不讲道理啊？凭什么光这么打我？其他人呢？叶希音疼得实在忍不住了，尖叫发出抗议。铁老等人闻言差点哭出声。哭死！郡主这个时候都不忘了他们。凭什么？女教皇冷笑一声，不解释，抽得更狠了。李洪鹏哀嚎道：别说了，别说了，郡主，越说话不被打得越惨吗？啊！叶希音咬着银牙，你再叫我做事啊，我就说我就啊！洛凡尘一拍额头，无语了，大妹子，你还问凭什么呢？你是不是忘了，之前是你一直叫嚣着让人出来教训你，求虐求教育的，这回算是求人得人了。起初叶希音还能咬牙保持嘴硬，后面实在绷不住了，大滴大滴泪珠往下落，最后的体面就是忍着没求饶，没哭出声。洛凡尘颔首，有种有骨气，敬你是条汉，不，妹子。等等，眼看时机差不多了，洛凡尘往前走了2步。老师，要不咱们歇会儿？女教皇清冷视线扫视过来。我很老妖。洛凡尘感受到杀气，先是一愣，接着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之前好像说了一句他老人家死，这么记仇的吗？果然，女人都恨说自己老的人，超凡脱俗的女教皇也不例外。洛凡尘默默退后，死道友不死贫道，诸位各自安好吧，再给你们求情，哥就自身难保了。他一抬头，发现叶希音那双水灵大眼睛一直盯着他在看，死死的看，恨不得要将他衣服拨开，生吞了一样。洛凡尘脸上浮现一串问号，求虐的是你，抽你的是女教皇，你瞪我干什么？再瞪信不信哥也抽你，来一个鞭打金枝，哥这鞭子可比女教皇的厉害。他，女教皇凝视吊在空中的7人，道：如何？现在我这个误人子弟的不称职师尊，称职了吗？称职，称职，就没有比您更称职的了。7人小鸡啄米一般点头，彻底被抽怕了，眼中里只有畏惧和惊恐。刚才对方一边在抽他们，竟然还一边帮他们把伤势治好，这样才可以反复抽，这操作太魔鬼了。刁蛮泼辣的傲娇郡主现在也老实的跟鹌鹑一样，对这个未知的女人害怕极了。不说了，我不说了。凡尘，跟为师走。女教皇抬手间撕裂空间，黑洞般的门户出现。洛凡尘点头，跟随女教皇步入门户。在门户闭合的瞬间，叶希音连忙发出急促呼声：别忘了咱们的约定，不来就不跟你好了。洛凡尘无语，挨抽半天了，心里都没忘了这点事。真行。到时候看我心情吧，心情好再说，拜拜了您。洛凡尘挥了挥手，气得叶希音嗷嗷叫。唰啦，眼前的场景骤然变换，金灿绝美的高挑女教皇就在身边，而前面树梢上站着黑靴白蟒美腿的白银月，直勾勾盯着他。师哥，你就这么干脆跟老师过来了？师妹还以为你会看那漂亮郡主可怜，替他们求情呢。师妹，你这话茶味有点重啊，不会吃错了吧？洛凡尘笑着摇头，我相信老师，他们肯定不会有事的。切！白银月撇唇，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仿佛在说，还是你会说话啊。帝未央唇角微翘，似乎很受用。吊一宿，小惩大戒。放心，有为师的气息，不会有魂兽赶过去作祟。老师考虑的周全。洛凡尘笑着道了一声，随后问出心中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存在的疑惑：教皇老师刚才好像有意在隐藏身份，照理说他们的身份地位还不值得您在意啊。帝微央月眉挑起，略感诧异。不错，直觉很敏锐。为师此举是为你好。洛凡尘诧异，为我好？帝微央颔首，绛唇轻启，悠悠道：如果让别人知道你是我的弟子，对你来说很风光，但也很危险。危险？洛凡尘疑惑道：师尊的实力只怕已经冠绝当世，哪个不开眼的敢动您的弟子？噗嗤，白银月浅笑道：师哥，你要是知道老师都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不会这么说了。
洛凡尘也没上挑。凭老师的实力地位，哪怕曾经做的事再过火，也没人敢针对吧？不，白银月摇了摇头，眨了眨眸子道：“师哥，你要当心了，女教皇的弟子可是高危职业哦。”洛凡尘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开玩笑，他是那么轻易就被吓到的人吗？不过内心倒是升起好奇，老师都做过什么？师妹，且说来听听。嘻嘻，白银月甜甜一笑，玉指搭在水润蜜唇上。老师其实也没做什么啦，就是替平民做主，搞了一点小小的改革而已。结果神殿、帝国、宗门的那些大贵族全都不乐意了。哼，一个个的真小气。洛凡尘听得一头雾水，不过很快察觉到对方话语中的关键词汇：平民、贵族、改革。卧槽！他心中仿若惊雷炸开一般，着实吓到了一大跳。不会吧？不会真的是像他想的那样吧？如果真的如他猜想的那样，女教皇可就太狠了，已经不是作死那么简单了。哎，看到洛凡尘瞪着眼睛的一副紧张模样，白银月娇颜露出意外之色。师哥，你竟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废话，当然能听懂，我可是从经历了无数变革的时代穿越过来的啊！你们所谓的变革，在哥那个时代都不知道经历多少次了。洛凡尘看见女教皇凤眸也溢散出诧异目光，正盯着自己看，这才意识到问题。靠，一时受惊把这个忘了。作为穿越者见怪不怪的东西，但对于魂武大陆的人来说，可能稀有无比。魂武大陆某些方面很像是贵族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改革绝对算得上是真正的高端概念。平民没机会接触，而且就算接触了，思想没萌芽之前也无法理会其中深意啊。结果他一个平民小子，只是听师妹随口一说，表现的就这么震惊，女教皇和圣女不惊讶就怪了。这下该怎么解释？洛凡尘无语了。不过大小美女都直勾勾的盯着他，不给个说法也不行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嘴遁了，听懂了？这有什么听不懂的？白银月明显不信，狐疑道：“师哥，你确定能听懂？该不会是不懂装懂吧？我当初可是被老师教导好久，才对这些东西一知半解呢。而且我也没说什么，你就明白了。”洛凡尘斜了圣女一眼，笑了笑：“师妹说的意思，不就是老师想为平民做主，然后与贵族强者对立了吗？才不是那么简单啊！”白银月摇头，觉得改革这种事情对于洛凡尘生活的世界太遥远了，没人教导，站的位置不够高，怎么可能体会到其中真意精髓？女教皇看到洛凡尘自信模样，似乎来了兴致，开口道：“凡尘，你展开说说。”洛凡尘点头道：“师妹刚才提及平民和贵族，这是两个对立面，而作为对立面，双方一定是有矛盾存在的，无论站在哪一边都不能忽视，也无法忽视这个矛盾。师妹刚才说老师站在平民这一边做了一点小小的变革，那变革针对的一定是这个矛盾。而平民和贵族的矛盾是什么呢？”学生顺着这个思路想了想，是大量的修行资源被贵族占用，是平民被贵族奴役差遣，是有关魂师修炼的信息知识被贵族牢牢把控。白银月一开始漫不经心地听着，觉得师哥修行天赋逆天，但学识这方面是需要时间学习积累的，他肯定说不出什么有深度的东西来。结果越听越心惊，谈口张的老大满眼的震惊。帝微央起初也只是含笑在听，但笑容逐渐收敛，面色愈发凝重起来，风腰紧紧挺起。怎么不说了，继续说下去。女教皇少有的露出了急切的语态，对洛凡尘进行催促。洛凡尘心中一跳，我靠，他不会说超纲了吧？不过看着女教皇那个如饥似渴的模样，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了。既然想清楚了双方矛盾是什么，我心中就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教皇老师想要变革的是……白银月美眸瞪大，女教皇纤长玉指握合。洛凡尘一字一句道：“打破贵族阶级的资源垄断，破开信息枷锁，帮平民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听到洛凡尘说完，女教皇握在掌心的玉指一颤，白银月一时间惊为天人，忍不住内心的惊愕，发出呼声：“怎么可能？师哥，你竟然真的懂？这不可能！无人教导你，怎么会领会这些？废话，在那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这点东西也不算什么啊！无知的异乡人忧。”洛凡尘白眼道：“我都是根据你说的话推论出来的，推导过程你不是也听见了？可是，白银月懵了。这是想推导就能推导出来的东西吗？换个平民教他都不会吧？”洛凡尘这时看向女教皇那双清冷威严的绝美凤眸，苦笑着道：“老师，您这样为平民做主，进行改革，无疑会动所有贵族的利益和蛋糕，这是一条与天下贵族为敌的不归路啊！”眼看女教皇没有否认，洛凡尘无疑更确定了他的猜测是对的。他真的没想到女教皇竟然这么勇。说实话，洛凡尘觉得女教皇到现在都还没死，简直就是个奇迹，说明她自身实力真的是太硬了。
硬到哪怕天下所有贵族对他恨之入骨，也不敢动手杀他。洛凡尘光是靠想象就能察觉出，在这个世界想改革太难了，不是耍两句嘴炮，不是流几滴血就可以做成的。贵族血脉觉醒出的强大武魂，就已经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拥有着绝对的武力。他不相信女教皇不明白这其中的难度和厉害。洛凡尘无法想象的是，帝未央明明已经是权倾天下的女教皇，享受无尽荣耀和权力，为何还要冒身死道消的危险去做这些？洛凡尘凝视着帝未央，忍不住问出心里的那句话：老师，您就真的不怕吗？怕什么？怕失去地位，怕死。丛林月光下，帝未央平静开口：凡尘，怕的话，为师当初就不做女教皇了啊！这世间总有比死更可怕100倍的事情。帝未央抬眸顺着林中缝隙，看向那黑暗夜空的皎洁明月，月光照在女教皇绝色无双的雍容上，显得更加冷艳威严。她朱唇轻启，吾为女教皇，执掌光明神殿，普天之下，目之所及，尽该为吾的子民，怎可有阶级贵贱之分？邪魂施害100人1000人，便人人喊打，是千万平民如蝼蚁刍狗的贵族又害了多少人？为师不过是向贵族们取回本该属于民的一些东西，但他们不愿意。既然不愿，那就打。清冷御姐声音犹如凤吟，没有宣誓，没有咆哮，只有难以言喻的坚定和霸道。洛凡尘感到震撼，内心却又不免叹息。女教皇要改革维护平民，只怕神殿第一个跳出来不同意，更不要说其他帝国和宗门了。就连他自己扪心自问，都还是一个自私的人，压根不会为了别人让出资源，牺牲自己。何况是那些早就吃得脑满肠肥的大贵族呢？洛凡尘问出了很实际的问题。教皇老师，倘若你想打，打不过怎么办？帝未央垂下面颊，冰晶般的凤眸看向洛凡尘，他突然笑了，宛若万年尘封的冰山解冻。即使有一天为师孤家寡人，敌人千万，那又如何？我之意志，无人可阻。虽千万人，我亦往矣。帝未央似乎不愿再提这些，开口道：凡尘，为师没想到你不仅天赋超群，悟性竟然也如此之高，着实让人惊讶。但为师不会带你和银月走上我这条道路。白银月从旁茫然道：为什么啊老师？您一直不愿意跟我解释这件事，我愿意帮您的。您是担心我会遇到危险吗？帝未央摇头，没有解释。这时旁侧突然传来男人磁性浑厚的嗓音：因为老师需要的不是手下，不是帮手，而是真正发自内心想走这条路的同行者，对吗？白银月还云里雾里。帝未央娇躯震颤，猛地转头看向声音方向，看着那张谪仙俊逸的青年面孔，冰冷凤眸满是难以置信，似乎某种潜藏多年的心思被道破。他喉咙震动，甚至带着几分小心。凡尘，你刚才说什么？见到女教皇这种特殊反应，善于察言观色的洛凡尘突然明悟了。他以前了解的只是那个冰冷御姐帝未央，而不是胸怀天下的女教皇。但现在他懂了，在最恰当的时间说出最恰当的话，最能打动女人的心。洛凡尘眸子深邃起来，温柔地看向女教皇。他没有回答对方问题，而是反问道：老师，您应该很孤独吧？白银月心中一跳，师哥怎么突然这么勇？这话也不像是弟子该说的话啊。师哥，老师有我，有无数神殿之人伴随左右，怎么会孤独呢？洛凡尘摇头，依旧定定凝视女教皇。女教皇注视这个等待自己回答的小男人，娇躯震动，平静多年的心湖宛若一颗小石子突然投入，向周围荡起了一圈圈涟漪，越荡波及得越远。很多思想变革上的东西，他教过白银月，教过其他人，用心教过很久，但对方都是一知半解。他不快乐，一直都不快乐，心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孤独感，仿佛在一座黑暗无边的世界，只有一个孤独的小女孩独处，从来没有真正懂她的人，没有真正懂她想要做什么的人。对面这个年轻的不像话的弟子，却仿佛懂了。他为什么能懂？他怎么可能会懂？女教皇想不通，心乱了，但她现在不想了解其他乱七八糟的，她只能立刻确认，她真的懂自己吗？女教皇开口了，往日的清冷威严依旧在，但多出了一份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害怕惶恐。害怕得到的不是想要的答案，害怕终究是空欢喜一场。凡尘，你为何会觉得老师孤独？洛凡尘笑了，给出答案：因为老师缺少的是同行者，哦不，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才对吧？女教皇面色变了，指尖在颤，心也在震，彻底乱了方寸。洛凡尘的话如同一束和煦温暖的阳光，照入黑暗无边的世界，打在了那个孤独小女孩的身上。同志。帝未央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但这个称呼却仿佛带着难言的力量，解开了他心中难以言喻的缺失感、孤独感。同德同心，同心同志。对，
我一直缺少的，不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吗？他对着洛凡尘笑了，笑得很迷人。刹那间，冰雪消融，那一瞬的风情让洛凡尘有些恍惚。美，真的很美。老师，您这是？白银月似懂非懂，无法理解眼前的事，不是他愚钝，而是他年纪尚小，远远没有达到女教皇的胸怀和层次。洛凡尘则不一样。银月，老师今后不再孤独了。帝微央和心一笑，让人如沐春风，展露着与冰山冷艳截然不同的风景。啊！白银月懵懵的。帝微央道：因为老师以后就有你师哥了。白银月谈口张大，震惊了。喂，老师，您这话说起来很有歧义的，容易让人想入非非。洛凡尘感觉自己貌似玩大发了，他就是按照前世的理解，随口胡诌几句，哪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咋直接给女教皇聊出情绪高潮了呢？貌似就差喊一声：无道不孤，天下除我与君，尽皆牛马。凡尘，女教皇目光灼灼地看向洛凡尘，犹如在看稀世璞玉。从今天起，你我便不再是师徒了。白银月震惊了，脑袋嗡嗡的，红红火火，恍恍惚惚。老师平日沉默寡言，冷得要死，今天怎么被师哥说两句就不正常了？洛凡尘也一脸震惊，不是师徒，那还能拜把子当兄弟？靠，别闹，应该不会这么离谱吧？白银月时再忍不住了，弱弱问道：老师，您确定自己现在是认真的吗？银月，凡尘和你不一样，他不适合做老师的弟子。帝微央启唇回答，但那一双清冷孤傲的美眸却始终没有移开，始终凝视洛凡尘。和我不一样。白银月闻言一愣，随后品出其中味道来。这不就差明着说他比师哥菜了吗？帝微央开口问道：凡尘，如果不是师徒，你希望和老师成为什么关系？真挚的管鲍之交？洛凡尘也就心里皮一下，真敢说出口，估计女教皇能直接教他做人。不对，也可能是做女人。对方心里想什么他大概清楚了，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没有回答，反问女教皇：弟子想什么不重要，而是老师希望我今后是一种什么关系？白银月震惊，牛啊，我的师哥，敢反问女教皇的人，你还是第一个。帝微央冷起娇容，神情肃穆。确定关系前，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才行。可以。洛凡尘点头，不卑不亢。他知道对方这是想考教自己，但只要能猜透女人心思，对症下药，自然也就无惧一切提问。帝微央悠悠道：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你觉得本教皇毕生都在追求什么？追求什么？白银月陷入沉思，素手无意识捋着紫色马尾，美眸突然一亮。老师，这题我会。少女欢脱活泼的心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抢答道：打倒所有贵族，扶植平民，为生民开出一片新天地。粗浅的理解。洛凡尘暗暗摇头，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进行简单的打倒，那么旧的贵族倒了，很快又会有新的贵族站起来，这绝对不会是女教皇这样胸怀大志、野心勃勃的女人想看到的结局。果然，女教皇凤眸竖起，露出严师姿态。银月，住口！为师在问你凡尘。白银月顿时扁起阴唇，委屈巴巴，不敢触怒。果然，有了师哥就忘了俺这个陪伴您多年的小棉袄。多年以来，老二的家庭地位没有了。眼看女教皇在等待回答，洛凡尘俊意面容浮现自信气概，缓缓开口：何须一句话总结？依我看，4字便足矣。女教皇眸光一闪，讶然道：4字？对。眼看洛凡尘如此自信，女教皇内心期待的同时也紧张了起来，大概是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吧。教皇老师平生所求，无非4个字：众生平等。洛凡尘言辞有力，一字一顿，每一字都仿佛直接叩击在女教皇体内紧闭无数年的门户之上。不，也许那心门就从未对人打开过，甚至无人得见。而今那心门松动，要破开了。帝微央神色动容，凤眸透出特殊光芒，认可、感动、喜悦。对于一代女教皇来说，心意如刀，坚硬似铁，何曾流露过这般复杂情绪？她忍住内心情绪，摇头否定道：人自出生便有区别，天赋、家世、身体是否有缺，众生又怎可能平等？洛凡尘笑了，口若悬河。因为老师所求并非世人眼中粗浅的绝对公平，人可以有贫富之差，可以有强弱之分，但不可以没有自由，没有向上争取的权利。人不可以被剥削，不可以被霸凌，不可以我想努力，你他妈自己吃饱了，然后把门堵死，连尝试的机会都不给我。洛凡尘宛若道破天机，帝微央眸子越来越亮，夺目的光芒似要将他融化一般。白银月惊呆了，定定站在那里，口中下意识传出呢喃：师哥，
好厉害，貌似比自己还小的他，怎么可能懂得这么多东西？真了不起啊！白银月不明觉厉，此时此刻不仅佩服洛凡尘的修炼天赋，还有惊人的人生悟性。统御天下不是光有武力就够的，文武双全才是王道，这也是他这个圣女一直被老师嫌弃的点。说得好！帝未央对这个回答满意到了极致，嘴角掀起了绝美的弧度，美到连同样是美女的白银月都看呆了。白银月突然警醒，教皇老师遇见师哥后笑的次数，好像比前面那么多年加起来都多得多。师哥就如此有魔力吗？他好像只看到了师哥的帅和强，而老师仿佛看得更深入。他，帝未央含笑走向洛凡尘，步步生莲。魔鬼娇躯宛若冷傲寒梅，裙摆摇曳间，一双被长筒金靴包裹的修长玉腿若隐若现。他站定身子，凑得很近，洛凡尘鼻尖甚至能嗅到独属于女教皇的淡淡清香。对方的身材、容颜、气质仿佛有毒，带着致命的诱惑。其他人只会敬畏，不敢有丝毫亵渎女教皇的念头，但洛凡尘却胆大包天，心猿意马。无论是铁老、叶希音等人，又或是圣女师妹，都觉得他很完美，但他知道自己有缺点，很大的缺点，每个正常男人都会有的缺点。他这辈子没兴趣当圣人，只想努力当好一个有实力的正常男人。帝未央轻唤，凤音婉转。凡尘，这清冷而又温柔的声音，给人的感觉犹如冰火两重天一般。他继续道：纵观宇内，强者无数，但在本教皇眼中不过如此，一群匹夫，过眼云烟罢了。普天之下，能入本教皇心者，唯有君儿。自今日起，师徒之事不要再提。凡尘，你可愿做本教皇知己？换做常人被女教皇这般相邀，只怕整个直接要飘，欣喜若狂了。但是洛凡沉稳如老狗，淡定的一匹，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其实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不高兴，毕竟这个入心跟那种意义的入心不一样啊。洛凡尘怀疑自己有病，而且病得很重。正常人听到女教皇胸怀这样的大志，估计会肃然起敬。他不一样，他想把对方搂在怀里，好好疼一疼。想到，从心，没改。看着女教皇期待的目光，洛凡尘脸上7分认真，3分笑，冲着女教皇伸出手。故所愿也，不敢擒耳。女教皇笑了，而白银月着急得快哭了。凡尘，你这是？看着男人伸出的手，女教皇有些纳闷。洛凡尘这才想起来，魂武大陆没有前世那样的握手礼，不过手已伸出，岂能无功而返？他一本正经道：这在我们村子叫做握手礼，对心里真正认可的人，每次见面都会握手。这样啊？女教皇月眉上扬道：你们村子很有意思，没有少女的羞涩，有的只有成熟女性的坦然。大大方方就将玉手伸了出来。洛凡尘手臂向后微退，紧握住女教皇的5根青葱手指，冰凉柔腻的触感让人心神一荡。不是说握手吗？怎么只握住手指？女教皇察觉到这个小细节，好奇询问。美眸深处有一抹局促一闪而逝，这还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愿意和男人有肢体接触。洛凡尘爽朗笑道：在我们村子，男人握女人的手不会全握，半握已是尊重，着实有趣。帝未央唇角上扬，觉得很新奇。女教皇的手感很舒适，但洛凡尘没有贪恋，很快松手。成熟的海王好色，但不下流该尽的时候，哪怕头破血流也要冲进去，但火候不到的时候要把握好分寸，在对方心中留下好印象。旁边白银月一脸木然，心潮澎湃。老师竟然愿意让师哥牵手，老师不是排斥男人吗？啊，银月你怎么了？帝未央余光注意到女弟子好像有点不对劲儿。白银月呼吸急促道：老师，您这样是不是太草率了？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帝未央问道。为师多了一位知己，你不该高兴才对吗？您是多了个知己，可我少了个师哥啊。痛，太痛了。白银月难受胸闷，却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只能口不对心的祝福，强颜欢笑。高兴，我很高兴。帝未央疑惑，那你怎么哭了？白银月闻言有点绷不住了，眼眶通红，泪液流淌。没事老师，我是太为您高兴了。噗嗤，一道笑声突兀传出，女教皇和圣女同时看了过去，见到洛凡尘正捂着嘴努力控制着。白银月梨花带雨的娇哼：师哥，你的同情心呐，妹妹都哭成这样了，你就不说哄哄吗？你不是高兴哭的吗？哪里还用哄？酷。洛凡尘捂着嘴，但还是有笑声传出，气得都白银月不哭了，恨恨地咬紧背齿。这臭男人，臭师哥怎么一点都不懂小女人的心思呢？帝未央正色道：银月，以后不可再叫师哥了，他与老师平辈相交，你应该叫师叔或叔叔才对。叔叔。白银月如遭雷击，呆若木鸡，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女教皇竟然还补刀，笑死我了！洛凡尘也不知道女教皇是故意腹黑，还是真没意识到问题在哪里。他早就开始注意白银月神情，将少女心思猜得8、9不离10，当然知道她为什么掉眼泪。酷酷酷，你还笑？白银月嘴巴嘟起，气得直跺脚，踩着黑靴的白蟒美腿连连晃动。抱歉，我是专业的，除非实在忍不住。皎洁月光下，洛凡尘踩着翠绿杂草走过来，伸手拍在白银月的香肩上。师妹啊，你那小红嘴唇都快咧出这片魂兽绿洲了，这还叫高兴吗？别骗自己了。白银月俏脸轻颤，不过很快掩饰，矢口否认道：你胡说，我骗自己什么了？洛凡尘嘴角上扬，打趣道：行了，别嘴硬了，你恐怕是舍不得失去我这个便宜师哥吧？臭不要脸，谁在乎你？白银月心中哼解，本姑娘不要面子的嘛，谁承认谁是狗？哦，这样啊。洛凡尘笑道：既然舍得的话，那你现在是不是该改口叫师叔了？你做梦！白银月气抖冷。你看，洛凡尘啧啧道：我还没说什么呢，你就急了，急眼了吧？白银月看着帅气师哥那贱贱的模样，银牙咬得咯噔作响，挥起袖拳就对准眼眶倒了过去。谋杀亲师哥啊！洛凡尘侧身跳开，继续挑逗：师妹不要伤心，以后咱们各论各的，我叫你师妹，你叫我叔。啊，我跟你拼了！林中月下，绝美圣女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银月，不可对你师叔无礼。女教皇清冷声音传来，白银月前扑之势戛然而止，更扎心了。洛凡尘摇了摇头：霸占吧师妹，我和师尊的感情不会影响咱们的关系，各论各的。哼，你谁啊？我不认识你。白银月抱着双臂，翘着琼鼻别过头去，嘴角却抑制不住地上扬起来，心中那种小孩子宝贝即将被抢走的失落紧张一扫而空。洛凡尘笑笑没说话，善于调动女神的情绪，让对方情绪出现波动，进入你的节奏，这其实就是女人口中常说的对人有感觉没感觉。杨威和李红鹏那种一味压低底线的讨好，给女人是带不来这种特殊感觉的。刚签完女教皇师尊，转头撩圣女师妹，他估计也算魂武大陆第一人了吧。洛凡尘看向帝未央，心里有2件事想要询问，刚要开口却哑住了，一时间还真不知道换什么新称呼。女教皇何等眼力和心思，直接道：凡尘，日后你唤我未央即可。你我现在虽无师徒之称，但可有师徒之实，你天赋异禀，我会倾囊相授。未央，一个敢叫，一个真答应。白银月讶然，没想到洛凡尘改口如此之顺畅，他莫名的有些生气，却又不知道气从何来。确实，如果换作旁人，会胆怯女教皇的威仪，一时间难以叫出口。但洛凡尘不在乎这个，脸皮薄，没妹妹喜欢，他可是脸厚得很，直接问出第一个疑惑：未央，你此前在郡主那里现身，哪怕金光晃眼，但没有掩饰声音和实力，对方回去以后应该还是可以猜出你的身份吧？帝未央月眉上扬，猜出来又能怎样？魂武大陆女性强者不多，但还是有一些的，比如那神皇帝国的年轻女帝，这些强大贵族精明得很，只要对方没有10成把握确认背后支持你的高人是谁，就绝对不敢冒着得罪未知强者的风险为难你。等你去了乾隆城以后，定会将你封为座上宾。洛凡尘恍然，又从对方话语中嗅到一个信息，道：难道你也想让我去乾隆城？帝未央讶然，他好像也没有多说什么，男人就感知到自己的某种态度了。对，那乾隆城里藏着你的机缘，此话后说，你先问第2个问题。机缘？什么机缘？洛凡尘压住心中纳闷，快问道。先前我听师妹提及过秘技，如今我已突破，获得魂环魂技，不知道秘技和这魂技有何区别，如何修炼？他心里始终是把提升实力放在第一位的，没实力，手段再高明也白费。谁理你？大多数女神心里的本质是慕强，仰慕强者，爱意境皆由崇拜欣赏开始。当然，馋他帅，想怕他的坏女人除外。当初我就随口一提，没想到师哥你还记得。白银月趁着能叫，赶紧多叫2声。银月，你来给他解释吧。好的，师哥，魂技来自魂环，大多是魂兽生前的天赋技能，而这秘技则不同，是魂师根据自身武魂特点进行开发，创造出的强大战技。生怕洛凡尘理解生涩，白银月又补充道：例如天下第一枪武魂宗门神霄宗便拥有快若奔雷子殿的7式枪技，而最强刀武魂宗门赤霄宗也有号称无物不斩的7式刀技。洛凡尘问道：秘技应该不常见吧？对，白银月颔首，寻常魂师别说学，想见到有人施展秘技都很难，这是每个顶级大势力的不传之秘。
洛凡尘追问：秘技和魂技孰强孰弱？白银月道：寻常魂师创造的战技威力弱小，破绽百出，都不配称为秘技，威力自然远小于魂技，如同鸡肋，不学也罢。唯有武魂可以代代相传的大势力，通过历代天才不断努力完善的战技，才有资格被称为秘技，可以完美与他们自家传承的武魂契合，发挥出惊人威力，远超魂技。当然10万年以上的魂技同样威力骇人，秘技也很难超越，但同样不好获得。洛凡尘明悟，难怪宗门贵族势力不可撼动，除了天生武魂强大，他们还拥有无数代人共同努力完善的秘技啊！真特喵应了那句话，我祖孙3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被你1代人超越？从这儿也能看出女教皇魄力到底有多大，人家都这么强了，你还敢掀桌子，狠得让人头皮发麻。他心中一动，敏锐觉察到女教皇一定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底牌，不然不可能敢打这样的逆风局。白银月吐了吐香软小舌：师哥，现在你明白了吧？同级之内拥有秘技的魂师先天就占据巨大实力优势，那像我这种草根去哪里能学到秘技？洛凡尘心中对这秘技产生了浓郁兴趣，他拥有顶级悟性，接触秘技增长一番见识后，日后未必不能创造个3招2式，哪里都学不到。白银月摇头叹息道：就连老师这里都没有可供师哥学习的秘技。怎么可能？洛凡尘诧异，秘技最重要的是要合适你的武魂才行，哪怕把神霄宗的7式枪技给你，你没枪也学不了啊，更无法发挥出威力来。胡扯，谁说哥没有？藏锋多年，未曾饮血。信不信祭出无枪，吓入一跳。白银月道：我所掌握的2式战技幽银月光舞，就是老师耗心费力根据我的武魂特征创造出来的。至于老师自己掌握的光明神殿秘技，仅仅适合天使类的武魂，我眼馋也学不来。那圣子黄燕之所以嚣张跋扈，就是因为不仅拥有双生武魂，还学会了7式顶级秘技。洛凡尘奇怪，听你的形容，所有顶级战技似乎都只有7式。对，因为只有3环魂尊的修为才可以开始修行战技，前面2环是打基础的时期，学习秘技需要有极高的淬体底子，并且修行战技耗费时间，但是又不能耽误修行，所以每10级学1式，贪多嚼不烂。白银月道：师哥现在的实力媲美普通的3环魂师，应该可以越阶学习秘技。我想老师应该已经在考虑帮你量身创造一个秘技了。帝微央开口：不，并没有。没有。白银月实话：打我脸是吧？算了，打就打吧，弟子还能跟老师计较不成？帝微央道：凡尘，你武魂属龙类，日后进化只怕不弱于那天下第1龙武魂太古苍龙。若是学我草率创的秘技，你的天赋容易浪费，银月没得选，而你有更好的选择。尽管我这里没有适合你的秘技，但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寻到。哪里？洛凡沉下意识询问，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难道是乾隆城？猜到了。帝微央眸光略带诧异，好几次了，他发现男人反应真的很快，悟性超绝。我此前说那边有关于你的大机缘，就是秘技，真正的顶级龙类武魂秘技，你需要到那里去找一个人。洛凡尘讶然道：不会是找郡主他爹吧？毕竟只有苍龙帝国皇族嫡系才拥有龙类秘技。这一次他猜错了。帝微央缓缓摇头，唇角上扬，露出一抹有趣弧度。不，你要找的是一个乞丐。乞丐？旁边的白银月忍不住发出惊呼，乞丐手里怎么可能掌握真正的龙魂秘技？没错，就是你理解的街头乞丐。帝微央颔首回应，不过看到洛凡尘淡定的一瞥，他颇感意外。师哥，你怎么没反应啊？白银月不解，一点都不惊讶吗？洛凡尘笑了笑，惊讶个锤子哦，作为穿越者来说，这套路稀奇吗？路边乞丐看你骨骼惊奇，送你一本如来神掌，或者传授你一套降龙18掌外加36路打斗棒法，请你继承丐帮帮主之位。丐帮长老那千娇百媚的深闺美妇老婆觊觎你的盛世俊颜，对你夹道欢迎，深夜想找你谈经论道，传道授业，取长补短，结果被帅气的你义正言辞拒绝。美妇恼羞成怒，伙同帮众诬陷你要强卡了他，于是你独占群雄，使出降龙18掌，震惊天下。瞧瞧这剧本多熟悉。白银月愣愣看着洛凡尘，师哥不知道在想什么，笑得也太邪魅了，嘴都歪了。洛凡尘侃侃道：传说高人都有游戏人间的习惯，想帝微央口中的乞丐定是身怀通天修为的隐士大佬。通天修为？帝微央眼神怪异起来。等你到达乾隆城，看见街上有一个4肢尽数斩断，只能如蠕虫般活着的老乞丐，那就你要找的人了。4肢尽断？洛凡尘脑瓜子嗡嗡的，别闹，隐士高人也没有隐到把自己手脚砍断的吧？这样说的话，
他的降龙18掌、打狗棍、深闺美妇不全没了吗？那人曾经很强。洛凡尘知道女教皇冷傲的性子不会跟他逗乐，那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对，很强。帝未央颔首，曾经惊艳了一个时代的盖世奇才，压得同辈天骄抬不起头来。曾豪言败在他手中之敌，只能望其背影，永远无法超越。洛凡尘嘴角一抽，天狂有雨，人狂有祸，哥们你活该有此一劫啊！4只都做没了，别人要想超越你，只有冲第5只下手了。你也不是他的对手吗？面对洛凡尘询问，帝未央遗憾道：我乃后起之秀，可惜没机会与其过招。老师，为何我从未听你说过此人？白银月疑惑。帝未央冷哼道：他是老一辈的人，而且关于他的消息涉及苍龙帝国一桩天大丑闻，有人刻意想掩盖抹除掉这段历史。如果不是机缘巧合，我也不会得知他藏在乾隆城。岁月如刀，斩天骄，但也没这么斩的吧？洛凡尘内心涌出好奇。未央，什么丑闻可以让一个盖世奇才沦落到这般田地？当年内幕我无心打听，但好像是因为一个女人。帝未央难得发出叹息，似是惋惜一个奇才的陨落。洛凡尘无语，你就不能八卦一下，了解了解？搞的哥听一半心痒难耐，泄不出来啊。帝未央认真道：当年他遭难固然是为了一个女人，但我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天赋实力太强，引起了多方忌惮。他不仅拥有苍龙帝国皇室绝不外传的7世秘籍，据说后来又有了逆天际遇，借此际遇再创2世终极秘籍，足以超越10万年魂技，这才引来残身之祸。洛凡尘神情古怪，得机缘创战绩，镇天骄，遭针对，被围攻，因女废。这家伙拿的主角模板吧，就差个普尔后利了，不过4只皆空，貌似没戏了。他叫什么名字？叶傲天。洛凡尘，好家伙，老实交代，你跟龙傲天什么关系？怎么了凡尘？帝未央看见男人反应有些奇怪。没事。洛凡尘竖起拇指，威武霸气，是个好名字。帝未央点头。洛凡尘知道对方是 get 不到自己的槽点，你可以前往乾隆城试着接触此人，倘若对方愿意教你绝技，便是天大的机缘，若是事不可为，也无需强求，直接来神殿寻我。帝未央叹息，此事其实不必抱太大希望，此人遭逢大变，只怕性格早已扭曲，而且当年苍龙帝国那么多强者都没能撬开他的嘴，习得7世之后的2招终极秘籍，你去只怕也很难。洛凡尘点头，是啊，非亲非故，谁愿意把一生所悟的秘籍尽数交给你？看你帅，看你骨骼精气，别闹了，对自己没好处的事儿，没人愿意干。女教皇这样胸怀的人可不多了，就像那狗日的4供奉，别说帮忙，直接下毒暗害你。不过洛凡尘琢磨着，那叶傲天要真是因为女人而残废的，受过情伤有心结，抑郁至今的话，那他未尝没有机会专业完美对口，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男女情感方面，他是专家。不对，专家都快成贬义词了，那就大师吧。等等，大师好像也不太行。么的，好词都让垃圾霍霍完了。帝未央叹口轻气，又道：你此去乾隆城主要目的自然是学秘技，不过那刁蛮丫头所言的3大王城斗战赛，你大可参加试试。有什么说法吗？洛凡尘问。帝未央蹙眉道：那斗战赛看似是为了争夺矿产资源分配权，和为了全大陆比赛提前1年练兵，实则暗藏玄机。哦。洛凡尘想起叶希音先前神秘兮兮的说辞。帝未央道：我麾下精英探查的结果是，那乾隆城的天武王和另外2大王城藩王一直守着一个秘密，这场比事变与那秘密有关，斗战赛的优胜者都会莫名消失一段时间，出来后会获得种种特异能力。异能？洛凡尘眉毛挑起，眼神诧异。对。帝未央点头。还记得跟在那丫头身边的铁老吗？他那双漆黑铁手可不是修炼出来的。洛凡尘顿时回想起那双宛若铁石的奇异双手，坚不可摧。如果可以自由选部位加强的话，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可惜我麾下精英没有探查到足够的消息，便打草惊蛇，被那天武王发现，只好撤回来。帝未央提醒道：你去以后一定要小心那天武王，看似杀伐铁血，粗鲁异常，实则心思深沉，外人无法揣测。不是他应该小心我，拿捏不了他，拿捏他女儿不就行了？洛凡尘暗自打趣：天武王，你也不想你女儿当舔狗，舔我的事情被其他人知道吧？哦，差点忘了。帝未央唇角上扬，那天武王家的丫头对你格外青睐，去那边倒是不会有什么危险。洛凡尘捕捉到对方眼底一闪而过的揶揄之色，果然，这女教皇表面高冷威严，实则内心腹黑，有一丢丢的小闷骚，不确定，再看看。老师，他那叫青睐吗？那小浪蹄子
分明是禅师哥的身子，他下贱。白银月神情激动，帝未央诧异道：“他惦记的不是凡尘吗？你怎么急了？”我……白银月气势一衰，贝齿咬着阴唇，眼神躲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洛凡尘偷笑：“故意的，这女教皇绝对是故意这么说的。”白银月焦急的直跺2条白蟒美腿，人家怕师哥吃亏吗？我就是看不惯他狼子野心，贪婪的眼神都快钻进师哥身体里了，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银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女教皇发出清冷御姐音：“身为圣女，不能拿有色目光看人。”白银月被噎得快哭了。再说凡尘能吃什么亏？女教皇摇头：“他什么都没付出，人家小手一挥就送他9枚珠果，这些灵果去勾栏换上100个男人出来都够了吧？”白银月一时间竟无言以对。老师您到底站哪一边？洛凡尘摇头：“郡主能有什么坏心眼呢？无非是恋爱脑加点小病娇罢了。等等，勾栏，这个魂武大陆还有勾栏？怎么没听角小姨提起过？算了，有就有吧，跟他没关系。他这种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怎么可能会去勾栏那种吸精抽髓的污秽之地？有空一定打听打听在乾隆城哪里，要避开这种地方。”帝未央开口道：“你们在此地等我，我去这魂兽绿洲深处走一走。”啊！白银月先是一喜，接着问道：“老师这么晚了，你要去做什么？”帝未央清冷眸子盯向他：“听为师要走，你怎么好像有点高兴？”“没啊，徒儿很担心您。”白银月情真意切：“您这就要走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啧。帝未央冷笑一声：“为师去绿洲深处替凡尘借点血回来，你们且在此地等我。”唰，金靴包裹的连足一踏，魔鬼妖娆的身躯消失在丛林阴影之中。未央这是去做什么？洛凡尘扭头询问，不明白这是去借什么血。白银月咂巴着水润桃红的小嘴儿：“未央，哎呦，师哥你教的可真亲切呢。”嘶！洛凡尘靠近白银月，鼻子上下轻嗅，圣女白皙面颊浮现一层红晕，羞恼道：“师哥，你突然离我这么近做什么啊？”洛凡尘抬头，白银月对上男人那深邃帅气的星眸，砰砰砰，心跳不禁加速。我再闻，是哪里传来的这么大酸味儿？白银月娇嗔：“谁算你和老师的关系了？你不要乱讲。”洛凡尘指了指修长雪白美腿踩着的黑靴，没说那个，我是听说穿黑靴容易出汗。白银月羞怯骂道：“恶心死了！小仙女脚丫怎么可能有酸味？”洛凡尘摇头，严肃道：“我不信，除非你脱下来，敢自己掰起来闻一闻。”月下的紫发圣女先是一愣，接着脸色涨红，迈动美腿，挥舞袖拳，对洛凡尘穷追猛打。啊！洛凡尘瞅准前面有块大石头，侧身躲闪白银月袖拳，同时左脚故意半向右脚向前摔去，脑袋眼看撞向梆硬石头。师哥！圣女急促交呼，紫色倩影闪过，一把拦住洛凡尘肩膀，拥入怀中，扶正了身子。处在圣女香软怀中的洛凡尘瞪大着眼睛：“师妹，你怎么能占师哥便宜呢？”白银月惊了：“我再救你啊，要不你就磕石头上了，不伤也疼啊。”洛凡尘目光锐利：“我一个魂师还真能被绊倒不成？老实说，你是不是对师哥图谋不轨？”白银月还说对我没心思，你看还搂着我呢，此举与那西英郡主有何异？男人义正言辞。白银月立刻就要将藕臂抽回，结果被洛凡尘伸手抓住，根本挣不开。“师哥，你干嘛？”白银月脸红欲滴：“我要保留你欺负我的证据，等未央回来。”洛凡尘暗道：“小丫头，看你还敢不敢吃醋？跟女孩如果感情火候到了，一定要及时推进关系，从语言交流变成简单的肢体接触，比如白银月如果对她没好感，早爆出4环实力，给她轰到一边爆锤了。真以为此刻束缚住圣女身体的是她的手臂吗？不，是少女心中对她的好感。师哥，你快松开，师尊快回来了。”白银月面色绯红，娇躯软化，冰清玉洁的圣女哪里遇到过这般无赖情景？哪怕是圣子黄燕无比觊觎她，却也不敢如此无赖。一是圣女不干，二是怕被女教皇割以永志。洛凡尘回身凑向圣女那绝美娇容，悠悠道：“师妹，你也不想未央回来看见你是这么欺负我的吧？”师哥！白银月娇躯微颤，感觉四肢发软，如同软脚虾一般，心中小鹿乱撞，砰砰乱跳。求求你放开我，算我错了好不好？人家就是担心你，不是想占你便宜。说实话，看着白银月这个状态，洛凡尘内心有些震惊，因为他突然发现一个事：魂武大陆上的女孩普遍比前世的女人心思要单纯。前世别看渣男多，渣女海后那也是一抓一大把，拜金的心机女就更别提了。只能说，在物欲横流、信息爆炸的时代，套路太多。师哥，老师随时可能要回来，
你放过我好不好？人家错了。白银月求饶磨蹭着，试图抽身离开。这哀求的曼妙小声调，背部的小刮蹭，香气萦绕，老实人哪里顶得住啊？肯定一心软就松手了。但这个时候松手，你裤腰带就得紧，一切前功尽弃。洛凡尘用力一抓，不行，现在就找借口搂我，以后那还能得了？必须让未央看看，我真没有。洛凡尘目光灼灼对视道：倘若你问心无愧，对我一点好感想法都没有，那便在此立誓，发过誓我就放了你。我发。白银月目光躲闪，不敢看洛凡尘眼睛，誓字终究说不出口，因为他问心有愧。银月，还说你对师哥没想法，师哥，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松开吗？白银月咬着樱唇哀求道：师尊回来，要是看见咱们这么奇怪的纠缠在一起，会生气的。洛凡尘道：那你得先叫我一声好听的。白银月羞怯轻唤：好师哥，放开我好不好？不好听。洛凡尘摇头：这还不行啊。白银月面颊烧红，喉咙发出小鹿般羞怯轻盈：好哥哥，放过妹妹好不好吗？嘶！洛凡尘虎躯一震。深夜丛林，美人从后搂着自己，鼻尖香气萦绕，耳畔传来娇滴滴的哀求声，这谁顶得住？不过这个时候撒手就输了，距离感情升温还差一把火。不行，放不了。你无赖！白银月气的娇躯颤抖，羞愤异常，潭口一张，对准洛凡尘颈部就咬了过来。真咬啊！洛凡尘呼了一声，用力大口咬出牙印来，又是一个给未央看的罪证。堂堂圣女咬人，太不体面了。羞愤少女顿时松口，看着咬出的牙印和水渍，神情一慌，顿时怂得和小鹌鹑一样。师哥，是我冲动啊，你不要告诉老师。松开你也不是不行。洛凡尘老实笑道：你刚才占了我一次便宜，公平起见，我得占一次回去才能两清对吧？对。白银月糊里糊涂点头，很快又摇头，清脆道：没有，人家才没想占你便宜呢。洛凡尘不说话，两人就保持亲密姿势僵持着。空气安静数十息，白银月终于绷不住了，小声嘀咕：好吧，你想干什么就干吧，不过只有一次机会。洛凡尘挑眉：一言为定，绝不食言。白银月点头：我信你。洛凡尘松开握着的白嫩藕臂，转身。白银月轻吐着气息，如遭大赦一般，不过注意洛凡尘讨债的目光，又紧张起来。我来了哦，师妹。洛凡尘嘴角挂着一抹邪笑，同时伸出大手探向娇柔圣女。就一次。白银月抿唇，闭上眼睛，卷长睫毛紧张轻颤，心中暗骂师哥太坏了，简直就是大坏蛋，这下不知道要摸向哪里。凶！烈焰！他还没被男人碰过，我这个圣女不干净了。白银月眼前黑暗，胡思乱想半天，结果身边一直都没有动静传出来，让他愈发紧张。不会吧，师哥不会是打算亲自己吧？等，就是没动静。他急了：师哥，你行不行啊？搞快点。没有回音。白银月眼皮微抬，偷偷咪咪睁开一道缝隙，向外偷看。人呢？眼前空荡，他心中纳闷，师哥到底在耍什么把戏？睁眼向四周寻找，发现洛凡尘正盘膝坐在草丛，老神在，闭目修炼。白银月润唇张开，满脸震惊：让你占便宜回来，你怎么修炼上了？师哥不是大坏蛋吗？怎么可能有便宜不占？洛凡尘这一手操作是真的把白银月整懵了，这和他设想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大少女快步走过去，推了推洛凡尘肩膀，质问道：师哥，你这是在做什么？洛凡尘缓缓睁眼，心如止水的平静模样。修炼。师妹这样吵我，很容易走火入魔。白银月傻眼了，这眼前跟老僧似的男人，是刚才那个坏蛋师哥吗？你刚才不是说要？洛凡尘摇头，叹了口气：师妹，我觉得你可能对我有什么误解。你占师哥便宜，师哥能理解，毕竟师哥长得还行，不丑，比其他男人吸引力应该多一点。但师哥要是也占你便宜，那就是师哥不懂事了。刚才那些不过是玩笑话，不要当真，此事切莫再提。白银月愣愣地看着再度闭上眼睛修炼的洛凡尘，心湖潮水涌动，一时间难以平静，到底哪一面才是他真正的样子？原来刚才是他把师哥想得太狭隘了。白银月素手轻抚向傲人胸口，而且这内心中那淡淡不舒服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洛凡尘眼前黑，心中亮，按照这最后一把火，应该已经在师妹心中烧起来了吧？女人喜欢男人主动，但不喜欢流氓，交往时尺度的把握很重要，当入则入，当抽则抽。刚才他若是真摸了，看似两人身体距离更近了一步，实则心里的距离遥远了。以退为进，
才是王道。而且有一细节让洛凡尘有些惊疑不定，因为他回想起来刚才的过程，一切未免有些太顺利了。难道白银月真就看不出自己抓他手臂不松开的理由，有强行安插罪名的嫌疑吗？哪怕事发当时反应不过来，事后也该反应过来了吧？结果出奇的配合他，跟个傻白甜一样，让撒娇就撒娇，说占便宜就让占。一代光明神殿圣女，女教皇亲传弟子，见惯尔虞我诈，心性岂会简单？谁要是真把他当傻白甜，谁就是真傻子。所以到底谁是猎人，谁是猎物，洛凡尘搞不清，也不需要搞清，因为他不是什么猎人，他只想做个耐心的钓鱼佬，放长线才能钓美人鱼，愿者上钩。白银月这边看洛凡尘果真一点动静都没有，心如止水的修炼起来，银牙咬起。人家好歹也是圣女，对师哥就这样没有吸引力吗？连那个刁蛮郡主都不如。恰好这时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洛凡尘睁眼打开包裹，拿出一枚珠果放在手里端详，差点把郡主送的这东西忘了，这果子好像可以加速修行吧。洛凡尘自嘲摇头，有好东西不用，苦哈哈，自己练上了，我这不是暴殄天物吗？咯噔咯噔，师妹你听，这附近好像有类似属魂兽一样的磨牙声。洛凡尘眼神警惕。白银月松开牙扣，露出和善微笑，哪有什么东西在磨牙啊？师哥你肯定是听错了。轰，远处一道巨响突然炸开，师兄妹两人瞬间一惊，齐齐顺着声音传来方向注视过去。那是什么？只见那魂兽绿洲核心区域位置，黑暗的夜空中有5道耀眼光柱冲天而起，金绿蓝红黄5种颜色极为耀眼。洛凡尘站起身，凝视远方，隔着老远距离也能感受到那5道光柱散发的恐怖波动，仿佛一点余波就能让弱小魂师灰飞烟灭。轰，又是一声巨响，耀眼炙热的金光涌现，刹那间将暗黑丛林照亮的宛若白昼。洛凡尘能感受到那金光散发着难以言喻的神圣气息，有些熟悉。这是未央，他在和谁战斗？白银月似是觉察到了什么，面色凝重。老师怎么会和麒麟尊者战斗上？天际5道光柱分别蕴含金、木、水、火、土5行之力，这是麒麟尊者的天赋魂技5行玄光柱。洛凡尘问道，对方是魂兽还是人？是魂兽。洛凡尘讶然，一头魂兽叫麒麟尊者。白银月点头道，对，它本体是一头80万年的5行玉麒麟，这方绿洲真正的魂兽主宰，实力凌驾在其他7头魂兽帝王之上。大陆魂师本来都称他为麒麟帝，只不过这家伙数次飞到各大帝国上空显圣，不伤一人，不毁一城，就一个目的，纠正称呼。每次都咆哮说麒麟帝太俗，他不喜欢，要尊称他为麒麟尊者。我抄，就离谱。洛凡尘嘴角一抽，这家伙一听就是挺牛逼的大佬，怎么干的事儿这么奇葩？强者逼格呢？洛凡尘无语道，就为了这点小事儿，他就敢往人类区域跑，难道不怕被强者围攻夺还躯骨吗？不怕，他一心想逃没人拦得住。白银月摇头，因为这麒麟尊者还拥有一个变态的天赋魂技5行遁术。而且，洛凡尘问，而且什么？白银月有些不确定的道，我听老师说，魂兽森林可能潜藏着一个远比麒麟尊者还恐怖的魂兽，各大势力强者害怕猎杀麒麟尊者惊动那未知的恐怖存在，便不敢做得太过火。至于魂师猎杀寻常魂兽倒是无所谓，毕竟魂兽自己内部也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不同种族之间不断厮杀，只要没有强者疯狂杀戮魂兽，那么也不会有魂兽帝王出面管。原来如此，洛凡尘恍然，没想到能听到这等隐秘。他担心道，那未央与那麒麟尊者对上，不会遭到其他魂兽帝王围攻吗？万一惊醒那未知存在怎么办？那未知魂兽从未现身过，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杜撰出来的，并不存在。白银月道，老师不是莽撞之人，既然去了，应该就有十足把握回来。洛凡尘突然想起女教皇临走前说要去借点血，这不会是去找麒麟尊者借了吧？闹出这么大动静，有借的样子吗？难道他听错了，是去劫点血？女教皇的事儿能说劫吗？魂兽绿洲核心区域狂暴能量涌动，女教皇凤眸威严，背后扶着一尊巨大的12亿神圣天使虚影，爆发着璀璨圣光。对面是一头100米高的玉色麒麟，全身玉色鳞片闪耀5行神光，神异而又强大。玉麒麟咆哮，女教皇，难道你想与我魂兽绿洲开战？帝未央闻言，凤眸斜了一眼四周阴影里蠢蠢欲动的6尊庞大兽影，冷冽道，麒麟尊者，借汝的一滴精血，立刻就走。倘若尔等敢无耻联手围攻，本尊这就离去，回神殿调遣强者杀回。
玉麒麟气的颤抖，到底是谁无耻啊？大半夜莫名其妙杀上门索要精血，还讲不讲道理？女教皇，你欺人太甚。本尊没有欺人。帝微央摇头，冷声回应。啊！玉麒麟震怒咆哮，女人你在玩火？你是在讥讽本座不是人吗？帝微央没理他，这麒麟帝一直喜欢模仿人类行为，称号就是看了一本人类小说给自己取的。想当人早干什么去了，10万年能重修成人的时候不想，80万年才想起来，晚了。不说话，你当本座这魂兽绿洲，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帝微央眉头一皱，气势涌起，没工夫听你絮叨，本座时间有限，还有人在等我。放肆！玉麒麟暴喝一声，眼看女教皇玉手抬起，强势暴躁的画风急转而下，轻笑道：不就是区区精血吗？好商量，好商量。江湖又不是只有打打杀杀，本座就一个要求。善。帝微央颔首，说出你的条件。玉麒麟严肃道：帮我们魂兽绿洲打听一个人，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件宝物。哦。帝微央挑眉，前些日子本座察觉到一股高位格的精纯龙族气息在魂武大陆出现，都说女教皇言出必行，便想请你帮忙查找这龙族气息的源头。若是能查到，不仅这精血奉上，我魂兽绿洲也自此认可你这个朋友。帝微央心中微动，表面不露声色。这龙族气息就算是宝物或是人，又与你们有何干系？玉麒麟道：这你就不必管了，答应本座，这精血你尽可拿走，若是不答应，便战吧。呵，本座也不是好惹的。女教皇故作思考，像是在斟酌一般。好，我会调查，但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告知你。爽快！玉麒麟没有察觉到对方言语漏洞，爪尖飞出一滴五色精血，如同斑斓琥珀一般。女教皇收入掌中，撕拉，空间破碎，裂缝出现。告辞。在踏入黑暗裂缝前，女教皇停顿一瞬道：麒麟尊者，劝你还是别学人类小说的人物说话。唰，倩影消失，玉麒麟摸不着头脑地看向阴影中的6头庞大兽影。他最后这一句什么意思？不知道，不懂。5头凶兽都摇头装糊涂，唯有其中一头全身棕色，顶上一撮金毛的巨熊道：老大，他的意思是你说话太中二了，埋汰你呢。玉麒麟眼神犀利，很中二吗？必须中二啊。其实我老早之前就想吐槽老大你这一点了，很滑稽的好吗？哈哈。巨熊大笑间向后栽倒，砸折一棵100米粗壮古树，肥屁股倚靠着树根，熊爪拍得腹部咚咚作响。熊憨子，本尊者忍你很久了，今天就替主上清理门户。玉麒麟化作一道土黄光芒，遁入地中，眨眼出现在大熊上空，一个大逼兜子扇了过去，轰！巨熊飞了出去，砸倒无数大树。他一双熊爪护着脑袋，嘴里懵懂问道：老大，你咋说急眼了呢？君子动口不动手。玉麒麟挥舞遮天爪子，一通大逼兜子暴扇。本尊者不是君子，本尊者是踏马的禽兽。另一边，魂兽绿洲外围，空间撕裂，女教皇拖着掌心麒麟精血从门户迈出，一道少女声音正巧传入耳中，让他瞬间愣住。师哥，你就把衣服脱了吧。快脱嘛！月下丛林，男女影子纠缠在一起，白银月不断伸手扒向洛凡尘衣服。师妹，使不得啊！白银月急促道：有什么使不得的？你兄我妹帮你点小忙不是应该的吗？洛凡尘捂着衣领，不用了，这点事我自己就可以解决。听话，你就脱了吗？放心，师妹手艺活很好的。白银月不停催促着，没有放弃的意思。洛凡尘无语，这圣女师妹果然只是表面白莲花，不是省油的灯。这么快就找个了理由，名正言顺过来报复自己。你们两个在做什么？威严冷声突然从旁边传来，俊男靓女尽皆一颤。白银月迅速跳开，连忙向从空间裂缝走出的女教皇解释：老师，您别误会，我就是看师哥衣服沾的都是血，太脏了，想帮他洗洗。女教皇冷声道：他自己不会洗吗？师哥衣服上口子太多了，我是想帮他洗完，用针线活帮他缝补缝补。白银月回应的滴水不漏。女教皇没说话，看向男人：凡尘，是这样吗？洛凡尘被这样一双冷艳平静的凤眸注视，虽然没做错事，但这莫名的心虚感是怎么回事？女教皇为了他在与麒麟尊者打打杀杀，而他和师妹在这里拉拉扯扯，颇有一种大郎在街上拼命给夫人卖炊饼赚钱，结果回来看见金莲在和门庆深入交流的既视感。而他像那个金莲。洛凡尘道：师妹确实是这个意思，我不从，他便拽我衣服，接下来的未央你就都看到了。女教皇颔首。洛凡尘和白银月刚松了一口气，女教皇接下来的话让两人目瞪口呆。银月，去把你师哥衣服扒了。啊！
白银月张着嘴巴，满脸不可思议，怀疑自己是不是耳背听错了。您说什么？算了。女教皇摇头，扭头道：凡尘，你自己把衣服脱了吧。这洛凡尘一脸懵，见鬼，现在什么情况？白银月胡闹也就算了，女教皇总不可能也跟着瞎搞吧？这不是瞎搞吗？就这么把咱们吊在这里。丛林另一边，被倒吊着的李红鹏发泄着不快，而叶希音和另外一个女生则是正吊着，裙下风光没有暴露，但黑丝袜撕破的不成样子，露出美腿大片雪白肌肤。闭嘴吧你！刚才那强者在的时候，你怎么不避避？现在能耐了。叶希音一句话给李红鹏对的没脾气，英气美眸凝视着刚才五色光柱涌起的方向，那边的动静不会是樊城和他老师引起的吧？杨威脸色发白，不知道被吊的不过血还是害怕。郡主，咱们不会有危险吧？他们是想活活将咱们吊死在这里吗？你是蠢的吗？叶希音冷笑道。对方抬抬手指就可以杀咱们，没杀说明只是吊咱们小惩大戒。铁老开口附和。郡主说的对，四周一直没有魂兽过来，说明对方留了手段保护咱们，这束缚咱们的金色魂丝力量在减弱，应该很快就可以重获自由了。叶希音扬起下颚，傲娇不屑道：杨威，你这智商只配插秧，跟我家樊城哥哥比简直天上地下，差远了。不对，把你跟他放在一起比，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声音无比刺耳，杨威下意识想反驳，结果一句辩解的话都说不出口。对方天赋、实力、背景，哪一个不碾压他？再不想承认，也得清楚郡主说的话是对的。郡主，您确定想邀请洛小兄弟参加3城斗战赛吗？铁老似乎在犹豫着什么。怎么不行？叶希音反问。铁老迟疑道：洛小兄弟的实力毋庸置疑，但毕竟还只是刚突破一环，年纪尚小，可以击败底蕴不足的李红鹏，但不代表可以面对那群真正卡着19岁年龄参赛的王城精英。叶希音出奇的没有反驳，开口道：李红鹏确实菜了些，跟往年参赛的那些19岁、35级以上的王城天才根本没法比，都不够人家一只手打的。坏了，我成战斗计量单位了。李红鹏觉得有被冒犯到，但是也清楚自己几斤几两。第3魂环的附加极限是1700年，而他只附加了一个1000年的魂环。那些参赛人员当初最差也是附加了1400年以上魂环的天才，突破到35级后，战力更是大幅度提升，拥有战胜2500年魂兽的战力，他差得太远。叶希音继续对铁老道：以凡陈哥如今的修为，自然不是那些老天才的对手，但不是还有3个月的时间吗？我相信凡陈哥一定会进步的，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将9枚可以加速修行的诸果全留下？而且比赛拿不到冠军也没关系，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了，我才能有机会。铁老惊醒，原来看似胡闹的郡主在心里早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他忧虑道：可是凡尘小兄弟背后有着一尊神秘女强者，女强者中倘若是神皇帝国女帝还好，若是女教皇的话，咱们苍龙帝国和那位尊上可是一直不对付啊。天武王大人会允许有这样特殊背景的人参加3国斗战赛吗？毕竟关于比赛的一些隐秘，不可能让无法掌控的人知晓。叶希音满不在乎道：你们只要不跟我父王说这件事不就好了啊？众人瞪眼。什么啊？叶希音凌厉道：谁都不许跟我父王提凡陈哥后面有神秘强者的事儿。本郡主平生最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谁要是说出去坏我和凡陈哥好事，就是找死，而且说出去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你们认为凭我父王对我的宠溺会容忍出卖我的人吗？铁老实相道：郡主怎么交代，老夫就怎么说，全凭郡主吩咐。李红鹏觉得郡主和洛凡尘没一个是他这种小虾米能惹得起的。你们呢？叶希音凶冷，眸光斜过来。众人后背发寒，抖了个哆嗦。俺一样，俺也一样。铁老忍不住问：郡主，万一洛小兄弟没来怎么办？叶希音霎时一愣。是啊，真不给面子，不来怎么办？没办法，我找父王哭行吗？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女教皇拧着眉头，不脱怎么帮你提升实力？洛凡尘不解，脱衣服和提升实力能有什么关系？女教皇冷声道：你才觉醒几天，现在12级的修为，参加3城斗战赛可不够，而且到了那边想学习秘技，没有一定强度的身体基础可不行。我现在就是要用光明神殿秘法，借助这5行玉麒麟精血，帮你提升肉身强度。洛凡尘不明觉厉，将外衣脱了下来。女教皇黛眉蹙起，全脱。很快，洛凡尘就将那衬脱下，赤着精壮上身，站在女教皇和圣女面前。呀！白银月娇呼，双手捂着面颊。女教皇目不斜视，上下打量着，饶是洛凡尘这样脸厚心黑的手，也有点吃不消这样的目光。偏偏对方眼里没有丝毫旖旎之色，只是单纯的审视。不错，
白银月竖起的小耳朵微动，暗自嘀咕不能让教皇老师吃独食啊。捂着面颊的双手悄悄分开缝隙，暗中偷窥。他倒吸一口凉气，似是没想到男人身材发育的竟然这般精壮。咕咚，他喉咙微动，咽了咽精液。就在洛凡尘要被看得受不了的时候，女教皇连连颔首：“不错，确实不错。凡尘，你这身体貌似有些特殊，完全异于常人。看来我为你借来这麒麟精血是对的。”洛凡尘心中纳闷，忍不住询问道：“不知道未央你要施展什么手段？”神殿代代传承的天使类武魂七式秘技不适合你，但是淬体秘法可以给你使用。女教皇解答的同时，从储物空间取出一株株奇异灵草，清一色悬浮在空中。呼，她红唇开合，吐出一口沾染神圣气息的金色火焰，将灵草炼化，杂质化作黑烟飞出，留下一团透明灵芝。去！一直被托在掌心的五色麒麟精血与灵芝混合在一起，透明灵芝刹那间化作火红色，散发着五色光晕，蕴含着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气息，让人有一口吃下的冲动。白银月诧异不解道：“老师，我从未见您让我脱衣服，施展过什么淬体秘法啊？”女教皇瞥了他一眼，摇头道：“这淬体手段至阳至刚，你的太阴幽莹乃极寒武魂，二者水火不容。”好吧。白银月有一点小失落，不过欢脱的性格很快忘记烦恼，兴致勃勃地看着师哥：“凡尘，你盘膝坐好，守住心神。这个淬体过程注定会很痛苦，如同钝刀割肉，但你一定要坚持住，挺过去便好处极大。此为我殿秘法，神荼淬体。此法是足以排入天下前3甲的淬体秘术。不过现今我用这80万的麒麟精血为引，对你的提升效果应该足以媲美白虎帝国天下第一的风雷炼体术。神荼淬体，听这名字好像有点意思哈。”洛凡尘嘴角上扬，他赤着上身盘膝坐好：“来吧，不就是疼点吗？未央你尽管在我身上折腾，我受得住。”且帝未央凤眸一瞪，四周风起，将洛凡尘盘坐的身子托举起来，悬浮在半空。火红灵芝飞来，凝聚在帝未央指尖，忍着点疼。提醒刹那，帝未央指尖燃烧起神圣炽热火焰，飞快点向洛凡尘宽阔后背，指尖如龙蛇游动，快速勾勒出一根根火红线条。白银月惊讶张开痰口，他发现那一根根杂乱线条竟是隐隐汇聚出一头神异凶兽模样。他恍然大悟，呢喃道：“以背为指，饮血为墨，画纸为笔，屠兽炼身，这便是神荼淬体。好特殊的手段。咦，老师不是说淬体很疼吗？师哥怎么没叫啊？”“是啊，我怎么没叫啊？”洛凡尘现在一脸懵，女教皇不是说很疼吗？为什么他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嘶哈，好像还有点爽，后背舒泰，能感受到湿热的滑腻指尖触碰着他的肌肤在游走，似是在大保健一般。他的心、肝、脾、肺、肾都传来异样的发痒感觉，整个人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受。这女教皇要不是事先跟他说这是正经淬体，洛凡尘都怀疑这是不是在给他做马杀鸡。太刺激了！女教皇心头震动，这麒麟精血混合灵芝被神圣火焰烙印在皮肤上，继而霸道打通所有经络阻塞，渗透进五脏之内，洗炼五脏。照理说，洛凡尘应该痛不欲生才对啊，怎么半天都没有动静？这么能忍的硬汉！女教皇心中不由得生出敬佩。凡尘若是忍不住就喊出来，不碍事的。真的可以吗？洛凡尘忍得很辛苦。没关系啊！白银月一个踉跄，差点栽倒，这叫的也太销魂了吧！谁家能痛苦成这样？女教皇细密睫毛一颤，情绪都不连贯了，手上动作也差点停下来。什么鬼？这家伙好像一点都不疼，还很爽。唰，一头神异凶兽在洛凡尘背后出现，女教皇将指尖最后一点精血灵芝涂在异兽眼眶，成了，犹如画龙点睛一般，那神俊凶兽好似瞬间活过来，激发出耀眼火红光芒。女教皇抽身而走，洛凡尘身体积累的爽感也攀升到了极致，彻底的爆了出来，全身滚烫赤红，五脏竟是发出五色光辉，心脏火光爆发，肾脏水光波动，肺部金光激荡，肝脏绿光萦绕，脾脏黄光沉淀。洛凡尘站直落向地面，只感觉后背滚烫炙热，五脏不断涌来浪潮一样的爽感，他们好似在一起发力，带动全身血肉一起发生蜕变。未央，我这是怎么了？没事，别担心，淬体效果很好。女教皇凤眸划过一彩，事先就她也没想到取这麒麟血为引，施展神荼淬体的效果会这么好。她很确定，寻常人施展神荼淬体绝对不会产生这般神奇效果，哪怕有麒麟宝血也不行。洛凡尘体质绝对特殊，因为他竟然连丝毫的疼痛都没有产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天生八脉齐开，经络无阻，所有的精血灵芝没有丝毫浪费，
全部进入五脏，被充分吸收，发生蜕变，就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先天之躯了。好可怕的肉身天赋！倘若这不是自己知己，倘若不是内心骄傲不允许，女教皇都忍不住想要一招将他扼杀在这里。洛凡尘意犹未尽，想问女教皇能不能再来一套，那滋味太刺激，太销魂了。当什么女教皇？这手艺不开按摩店可惜了。别管收多少钱，他天天光临。白银月满心疑惑道：“老师，师哥体表散发的五道光芒是怎么回事？”女教皇道：“这神荼淬体是以特殊手段将凶兽精血炼入人体，次炼筋骨，主炼五脏，而80万年五行玉麒麟乃是此淬体秘术最完美的原料。”洛凡尘忍不住问：“为什么？”女教皇解释道：“人体五脏皆有属性，心火、肾水、肺金、肝木、脾土，而麒麟五行之力与之对应，可以完美激活人体五脏蕴藏的潜力。观察哪个脏器发光最亮，它的潜力便越大。”白银月迅速将目光注视过去，洛凡尘也低头查看，好像都挺亮的。嗡！这个时候，蔚蓝色的光芒突然大放光华，压得其他4道颜色略显暗淡。洛凡尘瞪眼，目露狂喜之色，因为那是代表2肾潜力的肾水之色，不，这是代表男人尊严的蓝色诗歌。白银月捂着红润小嘴儿，指着洛凡尘，一脸震惊茫然道：“你裤兜里偷摸揣什么大玩意了？”卧槽！洛凡尘吓了一跳，不用白银月提醒，他也根本无法忽视那不可言说的存在。鲲鹏化怒龙，昂首仰天笑。小老弟儿这波使师级加强，属实给洛凡尘看呆了。说好的淬炼五脏呢？这都给他淬哪儿去了？不是他的问题，一定不是他的问题。他可是正人君子，肯定是这光明神殿这秘法太流氓了。师哥，快让我瞧瞧你藏的大宝贝，这几天也没见你拿出来展示过。洛凡尘闻言一惊，这是可以展示的吗？白银月已经探出小手抓了过来，卡姿兰大眼睛亮晶晶的，散发着强烈的求知欲。他连忙抽身闪躲，避免把柄落在对方手上。还不给看，真小气！白银月气得嘟着小嘴直跺脚，一双新长美腿白晃晃。他好奇激动道：“很早以前就听说有一些魂师会把暗器藏在袖子、鞋子中，没想到师哥竟然藏在裤腿里。”洛凡尘脸皮抽搐，一时间无言以对。这特喵应该怎么解释？在线等，挺急的。嗨嗨，洛凡尘干笑道：“师妹你还真是机智，这都被你看出来了。”白银月红唇上扬：“那是，本姑娘可是神殿圣女，机智的一批好吗？你就拿出来给妹妹开开眼好不好？”不行。洛凡尘摇头拒绝。你都说是暗器了，又岂有示人的道理？这等杀伐利器一旦祭出来，敌人必有血光之灾，那是要见红的。哦，好吧。眼看白银月终于打消了窥探真龙的心思，洛凡尘长舒一口气。不过刚斜眸就注意到旁边无声矗立的那道冷艳倩影，心又提到嗓子眼，整个人顿时不好了。哦操，怎么还能把这位姑奶奶给忘了？帝微央面无表情，但唇角微翘，凤眸明显透着几分戏谑光芒，正观摩他一本正经的忽悠无知少女。靠，射死了啊！圣女不懂，女教皇难道还不懂吗？洛凡尘脑中仿佛有灵魂小人，尴尬的满地打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银月走过来，用力戳了一下洛凡尘肩膀，气愤娇嗔：“师哥，你骗人！我有理由怀疑你在欺骗无知少女。”洛凡尘虎躯一震，这妮子反应过来了。白银月哼声道：“暗器不应该是那种隐秘性极强、钢针之类的东西吗？你看看你这玩意，如此显眼，怎么可能是暗器嘛？明摆着是骗人！”洛凡尘脑瓜子嗡嗡作响，一时间想不出个对策来。偏偏五脏之光还在闪烁，尤其是代表肾脏的水蓝光芒已经沸腾起来。他头大如斗，感觉五脏之力激发出的潜能太多，筋骨、血肉胀得有些受不了了。比起社死，他现在更害怕的是怒龙爆裂，雕诈天。洛凡尘咬紧牙关，有些痛苦。催动魂力调节气血，但他修行时间尚短，一时间根本无法平复暴涨躁动的气血之力。师哥，白银月发现男人异常，担忧惊呼，也顾不得好奇，转头急促问道：“老师，师哥这是怎么了？咱们怎么才能帮他啊？”凡尘，我来帮你。帝微央早已看出洛凡尘的胀痛难忍，红唇开合，发出高冷御姐音。嗖！帝微央闪身而至，握住洛凡尘，冷静威严道：“别担心，你这是五脏之力涌出太多潜能，肉身一时间接受不了这暴涨的血气，只需我帮你卸掉这血气便好。”刷刷！帝微央通过两人握合的双手，将对方体内的血气吸纳过来，捋顺后又温柔地吐了回去。洛凡尘能感受女教皇输送回来的力量，犹如少女冰凉小手一般，全身游走，帮他将体内的暴躁血气拨乱反正。他筋骨噼啪弹响，气血攀升，身形上涨，整个人更加丰神俊朗，
阴无挺拔。当女教皇松手刹那，所有不适尽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身心触电般的通透舒畅。血气宣泄完毕，洛凡尘体会到了一种释放后的精神愉悦。白银月突然一句话又给他拉回现实。咦，师哥的暗气怎么突然消失了？洛凡尘低头一看，呼，终于消停了。他瞥向白银月，你个没用的小蠢货，师哥刚才都快要爆了，你还在这里马卡巴卡呢。还得是女教皇靠得住，直接妙手回春，消肿止痛。刚才注意到女教皇心若冰清，天他不惊的冷眸，洛凡尘心不慌了。对方明显对这种情况毫不在意，而且这事其实也不怪他啊，对不对？都是意外，身正不怕棍影斜，没什么好怕的。感觉如何？女教皇冷声问道。洛凡尘尝试握了握拳头，轻笑道：感觉无需动用武魂附体，一拳就能打爆一个三环李红鹏。女教皇唇角上扬，不错，这神图淬体的最终效果因人而异，提升力量是次要的，最主要是自此激活了你五脏中的五行之力。当你激活背后的麒麟纹身，五行之力生生不息，滋养肉身，恢复力大幅度提升，对五行属性的攻击也具有一定抗性。麒麟尊者身上纹，掌声送给洛凡尘。啧，还挺上口的。洛凡尘美滋滋的，想立刻找面大铜镜，倒反复转几圈，好好照照。毕竟他穿越前除了帅点、绝活多点、女性朋友多点，其实就是个年纪不大的普通人，突然挂个麒麟纹身，当然新鲜兴奋。别的穿越者图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感兴趣，反正他就图一个游戏红尘，快乐自由就够了。撩喜欢的人，吃喜欢的菜，去喜欢的地方，偶尔善念一动，帮助想帮助的人，时而正经严肃，时而泛起中二，这才是真正的他。如果不是他的理智告诉自己自由需要实力来支撑，他对修炼的兴致绝不会像是现在这般狂热。所以为了自由，我选择无敌。洛凡尘拉回万千思绪，外面不过数息，他眼睛一瞪，盯着蹲在身前的紫发马尾，大眼萌媚。师妹，你这是在搞什么？白银月抬头仰视着男人，卷翘睫毛眨动，阴唇张开，认真说道：我在研究你把它藏哪儿了。不过师哥你藏得不隐蔽，这里还是有鼓包，正常人我和老师可都没有。他以闪电般伸出纤长手指点了一下，洛凡尘哆嗦一下，直接跳了起来。当一件事情超出你的掌控怎么办？洛凡尘抓起地上血衣，撒腿就跑，头也不回地窜向丛林外围。太脏了，我去找个水潭洗澡。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妹有不懂问你老师吧。白银月不明白洛凡尘为何会匆匆跑掉，更不明白的是他看向手指，暗器不该是硬的吗？为什么摸着是软的？老师，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白银月如同好奇宝宝一般看向女教皇。帝微央冷唇微抽，眼角青筋跳动。腹黑的他本来在饶有兴致的看戏，结果这小子突然跑了，把烂摊子甩给他了。混蛋，这男人一定是故意想搞他心态。帝微央冷声驱赶，去修炼，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问。白银月又耸又涌，挺起饱满胸脯，人家不是小孩子了，再过2个半月就18了。帝微央摇头，不让你知道是怕你尴尬，你这丫头不识好歹。白银月撒娇似拉着女教皇手臂，轻轻摇晃，嗲嗲道：您就告诉人家嘛，徒儿心大着呢，天底下就没有能让我尴尬的事儿。帝微央叹了口气，手中光芒一闪，从储物空间取出一本发黄的小书册，封面无字无图，丢到了白银月手上。这是？帝微央淡淡道：神殿历代圣女成年必读书籍，早晚也该传给你的，翻开别后悔。我肯定不后悔。好奇心泛滥的白银月哪里把持得住，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求知若渴地翻开小黄册，仿佛即将迈入神秘世界。啊！只是翻看第一页，看清2幅男女图片，旁边标注着排排小字，白银月就忍不住发出娇呼，嘴唇哆嗦指着册子：老师，他们怎么如此不知羞耻，都不穿的吗？阿扎之物，这是阿扎之物。帝微央冷冷道：不看还我。白银月咬着唇，低头继续研究起阿扎之物，上面图画仿佛具备着神奇的魔力，深深吸引着他。继续向后翻看，随着知识增进，他的娇躯开始颤抖，脸蛋愈来愈红，直到将最后一页合拢，他的脸蛋已经烧红到极致，压根不敢去看女教皇的眼睛，颤巍巍的小手将册子递回。老师，还你。不必还我，你保存好，传给下代圣女，它的重要性不用为师强调了吧？啊！白银月捂着俏脸，终于忍不住发出尖叫，害羞的直滴眼泪。老师，我刚才到底都干了些什么蠢事啊？我后悔了，我不该看这东西。我以后该怎么面对师哥啊？女教皇面无表情道：这回知道你师哥暗器藏哪儿了。白银月脑海中顿时浮现刚才和洛凡尘交流的场景，随后哭得更大声。啊！我还跟师哥说我机智的一匹，
我记这个鬼哦，老师，我现在真没脸见人了，怎么办啊？女教皇清冷问道。手感好吗？手感。白银月神情一滞，对，差点忘了，他还手欠的去摸了。啊，我不活儿也没脸活了，让徒儿一头撞死在树上，下辈子再回来报答您的养育，授业之恩吧。也许帝微央道，你师哥不知道男女的差异呢，就像你之前一样。对啊，那样就不用尴尬了。白银月哭声停止，心情好了不少。帝微央反问道，他要是不知道，至于逃跑的那么快？啊，白银月哭得更用力了。您这是安慰我吗？您这不是在刺激我吗？帝微央手指点出，白银月哭声戛然而止，顺着指着方向紧张看去，师哥这么快就回来了？不，帝微央摇头，为师的意思是那根树粗。一个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一定会在另一个人的脸上出现。帝微央唇角溢出愉悦笑容。绝代风华的女教皇心中悠悠轻叹，她似乎好久没这么放松过了。压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成为圣女，继承教皇之位的时候，还是发动改革，面对天下贵族敌视的那一天？不对，是在大陆历练时，亲眼见到了无数霸凌不公、无数人间悲苦后开始的。天下大事，有些是他不能改变的，有些是他可以改变的，而有些是他觉得哪怕做不到，也应该去努力改变的。哗啦哗啦，洗个澡澡，心情好哈。男人至死是少年。幽暗丛林，柔和月光泼洒在澄澈小溪，洛凡尘哼着小曲儿洗着澡，巴适得很。他本来只是打算出来避避风头，没想到还真让他听见水声，找到了一处小溪，照了一下，发现后背没麒麟纹，差点以为给洗没了。他试着将魂力从五脏穿过，五色光芒涌起，背后顿时亮起一条条火红纹路，组成一头神俊异兽。原来要激活才能显现的，不错，高端上档次。麒麟纹散发浓烈凶威，溪流内的水系魂兽没有一个敢近身，吓得四散逃逸。洛凡尘顿时明白女教皇为何放心他自己出来，这纹身可是带着此方魂兽绿洲霸主麒麟尊者的气息，哪里有魂兽敢造次？不仅加持战力，还相当于一道护身符。神殿底蕴果然了得，竟藏有这种秘法啧，也不知道未央怎么给师妹讲那方面的知识。洛凡尘这边玩味想着，丝毫没有注意到水底有一道牙签大小的迷你阴影正在迅速逼近他。洛凡尘正在洗衣服，腿部突然传来刺痛，他瞬间跳起，麒麟纹发光，一拳砸了下去。溪流炸开，水花迸溅，出现一片真空，露出鹅卵石，而后很快又被淹没，什么都没有。洛凡尘光腚上岸，警惕扫视，溪流清澈，没有任何魂兽踪影。低头一看，大腿被破开了一道细微伤口。他运转魂力，身体也没有任何异常，更无怪东西进入，心中暗叫邪门，立刻撤离此地。边跑路边提裤。当他走后，四周重新归于幽静，只有涓涓流水声，月光朦胧的小溪旁，一道高挑倩影凭空走出来，没有空间裂缝显现，更没有任何魂力波动。他戴着一张滴着血泪在哭泣的金色面具，似哭似笑，压抑沉重，诡异非常。就是这样一个诡异的女人，银丝如瀑垂落向腰际，黑纱长裙包裹着完美到极致的娇躯，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晶莹的雪白光泽，玉腿纤长，赤着白嫩连足悬浮在空中。她探出皓腕，一道迷你银影从溪水中飞出，竟是一条银色的小龙虚影。龙影在女人掌心消散，留下一滴嫣红血液。神秘女人低头看向血滴，诡异金色面具下透出的是一双美到极致的银色瞳孔，但那绝美双瞳空洞无神，散发着忧郁、沉重、死寂的气息，仿佛早已失去人生方向，心灰意冷，对世间一切都漠不关心，提不起兴趣。而掌心这滴从洛凡尘身上获取的血液，似是唯一能让他提起3分兴致的东西。先前感知到的精纯龙族气息，会是这个人吗？女人放出心神，感知血滴。数息后，那死寂寒潭般的银眸微颤，荡起涟漪，传出剧烈情绪波动。父亲，人类身上怎么会存在父亲的气息？女人立刻张开蔷薇花瓣般的湿润红唇，掌心精血激射而来，射入口中。她红唇紧闭，舌尖抵着精血，做进一步确认。娇躯很快如触电般悸动，声音充斥着难以置信。不，这不是父亲的气息，虽然他身上龙族气息很稀薄，但比父亲血脉的位格更高。这不可能。女人无法相信这个事实，迅速扭头，匪夷所思地看着洛凡尘提裤子跑路的方向。世间怎会有超越父亲的血脉出现？他的父亲可是万龙之王，神兽主宰，龙神啊！上界的龙神血脉根本不是区区凡人可以承受的，更何况是超越龙神的血脉。这家伙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银发神秘女人惊为天人，随后惋惜忧叹。只可惜
这至高的龙族血脉过于稀薄了一些，还远远不够。若是能再增加一丝就好了，但这又怎么可能是凡人能做到的？银发女人摇头，此等天地难容的至高血脉，凡人能得到就已经是难以想象的奇迹，连她都要为之震惊。想要再增强，太异想天开了，根本不可能。连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提升此等血脉。再去看看。短暂震惊后，女人银眸再度死寂忧郁。黑纱裙下的白嫩莲足迈出，引入前方虚空，那边正是洛凡尘离开的方向。凡尘，四周无人，你的身体内外我也都检查过了，没有异样。丛林中，女教皇将点在洛凡尘手腕的双指撤了下来。听到对方的话，洛凡尘这才放下心来，摸了摸腿部已经结痂愈合的伤口。难道真是他太多疑了？可是不明不白的，怎么会突然裂开一道口子？说是坚实划开的就太扯了，找不到原因他就很难受。不过女教皇都说没问题，他自己琢磨也没用，还不如抓紧时间提升实力。未央，师妹她这是怎么了？洛凡尘看向蹲在篝火旁专心烤肉的清亮圣女。往常自己回来，这丫头必然欢脱活泼的蹦跶过来，叽叽喳喳。这次可好，跟个自闭儿童一样蹲在那里烤肉，一言不发。难道是因为女教皇凤眸瞥了一眼，道：刚传授她一些新知识，应该在忙着消化吧？洛凡尘神情怪异，不会吧？女教皇真这么快就给这妮子进行生理知识大扫盲了？怎么做到的？他本以为女教皇只会随口搪塞圣女几句，没想到会真讲怒龙和仙朝的区别。篝火旁背对两人的白银月紧咬樱唇，脸蛋满是红雾，黑靴内穿着白丝仙女袜的脚趾在不断蜷缩。他一直在强装镇定，竖着小耳朵偷听着两人对话，不断祈求这个话题快点过去。这回算是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太羞耻了。师妹，忙着呢。白银月香间突然被拍了一下。啊，师哥，你回来了。清亮少女一双小手紧张到无处安放，语无伦次起来。洛凡尘嘴角上扬，看着这么可爱的小师妹，无论是谁，很难没有想要一屁股坐死的冲动。不会还因为师哥不给你看暗器的事生气呢吧？天啊，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白银月差点哇的一声哭出来，靴内不安的小脚趾已经把白丝仙女袜抠破洞了。没有。洛凡尘笑道：别气了，只要你开口，师哥这就掏出来给你看。不用，师哥您藏好就行。白银月肌肤烧红的快冒烟了，连连挥舞小手。眼看少女这激烈反应，洛凡尘心中笃定女教皇绝对给白银月扫盲了，而且扫盲的很仔细很到位。师妹，你怎么变心了呢？之前还对他那么有兴致来着。不，此等神兵利器岂能轻易示人？白银月心中惊呼，师哥这是疯了吗？这玩意是可以掏出来随便乱看的吗？谁叫师哥宠你呢？洛凡尘将手伸进裤兜，径直取出一件细长黑影。啊！白银月顿时发出刺耳尖叫，根本不敢看，捂着眼睛转身奔向女教皇。老师救命，师哥耍流氓啊！他掏出来了，他竟然把那东西掏出来了！乱叫什么？你好好回头看看。女教皇单手抵住白银月肩膀，无奈叹息：傻孩子，你又被人家耍了。平时挺精明的丫头，怎么偏偏到洛凡尘这边被吃得死死的？也怪他这个师尊在两性方面的知识对白银月教导的太少了，主要是神殿从上到下也没人敢调戏圣女啊，谁也没有洛凡尘这么猖狂啊！白银月愣住，回眸定睛一看，发现洛凡尘掏出来的是一根削得尖锐的褐色木头。就这跟他想象的那东西完全不一样。洛凡尘摇晃手中木头道：师妹，你刚才在喊什么啊？哥哪里耍流氓了？我……白银月哑住，面红耳赤，脚下磨蹭地面，不知所措。洛凡尘将回来前削好的木头丢到一旁，走到白银月旁边促狭道：师妹，师哥可是老实人，怎么会耍流氓呢？你脑子里该不会是在想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白银月躁动的身体突然安静下来，开口道：我明白了。洛凡尘诧异。白银月抬头，水灵眸子眯起：你不是耍流氓，你是看本姑娘单纯好欺负。师妹。洛凡尘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轰！白银月气势爆开，背后一轮清冽紫月武魂升起，黄黄紫紫四圈魂环律动，篝火泯灭，四周植物瞬间覆盖一层寒霜。来，这回你要是不给看，师妹我自己把你那玩意掏出来看。啥？洛凡尘退至女教皇身后，心中稍安，还装糊涂。白银月怒冲而来，女教皇唇角上扬，贴心闪到一旁，让出后面的神色错愕的洛凡尘。靠！这回翻车了。师哥你别跑，别拿假货糊弄我，有本事掏出来给师妹看看真家伙。月下一对俊男靓女在林间狂奔，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女教皇闲庭信步地跟在后面，
津津有味看着蓝颜知己和弟子的追逐大戏。洛凡尘也不想逃，刚才武魂附体，催动麒麟纹加焚焰甲和白银月对了一招，结果让他认清事实，太飘了，才修行几天就想干女教皇精心培养的圣女了。白银月可是修行2年，拥有秘技4道顶配魂环的神殿天才，30个李红鹏加起来都不可能是其对手。最重要的是，对方的太阴幽影武魂在月亮下战力有大幅度加成，距离不断被拉近。洛凡尘冲着侧方喊道：“未央，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女弟子行凶的？”帝未央摇头，发怒的银月，就连我也要忌惮3分，而且欠下的债终究是要还的。腹黑女，你忌惮个大头鬼！洛凡尘搓着牙花子，这女人分明是想看戏，就差嗑瓜子了。他现在100%确认，不止这女教皇腹黑，圣女也绝对不是白莲花。其实他有办法拿下白银月，不过女教皇也在这里，有的无赖招不能施展啊。秘技幽银月光舞，刷刷刷！白银月在逼近洛凡尘刹那，四周竟是同时出现9道他的幻影，身姿舞动，美轮美奂，难以分辨真假。砰！洛凡尘辗转腾挪，最终还是被一道幻影临身，整个人栽倒，被扑了出去。白银月心长白蟒双腿一夹，骑坐着他的胸膛，因为前冲惯性在柔软草丛中滑行，一张俏脸居高向下看，满是胜利喜色，红唇傲娇扬起。师哥，我抓到你了！对方明显留手，又有草坪接着，洛凡尘丝毫不疼。他神情有点不太自然，因为这个姿势太暧昧了。对方以为不坐在腿上就没问题了。海鲜都快送到嘴边了，妹妹，师哥不喜欢吃海鲜啊。白银月清脆道，以后还欺负不欺负人家？我可不是好惹的。成王败寇，怎么做随你，小心师哥以后报复就是了。洛凡尘岂会弱了气势，心中已经盘算着修为追上来后怎么收拾这妮子好。小树枝抽屁屁可太轻了。白银月娇哼，师妹又不是李红鹏那种菜鸡，我也是会进步的，想追上我等几年吧。话虽如此，不过嘴硬居多。他心里确实有点发怵，毕竟这师哥的天赋太逆天了。偏偏此情此景，如此姿势，他脑中莫名浮现出那册子中的一些招式画面，好像有一招魂师做连式啊！他脸蛋润红，喉咙发出含羞娇呼：“师妹，碰瓷是不是？”洛凡尘无语：“你压着我乱叫个什么劲儿啊？这回总没人欺负你吧？你要是再不给本姑娘道歉，我就要自己找暗器看了。”面对白银月威胁，洛凡尘笑了，他才不信师妹那还休样敢找。找吧，看把你能的。你说的。白银月翘臀挪动，倒坐了过去，伸手抓住腰带。道不道歉？洛凡尘吃准白银月舍不得揍他，更不敢扒他，全部心神都集中去屏蔽来自胸膛传来的软蛋触感。白银月握着腰带的双手颤抖，美眸光芒闪烁，一狠心，一咬牙：“这是你逼我的！卧槽，你真霸！”洛凡尘噌的一下就窜了起来。保持浅笑看戏的女教皇眸光凝固，笑不出来了。白银月眸光失神，傻在那里，白皙圆润双腿 M 型跪坐在草坪中，似是听不到外界的一切声音。那年未到2月2，龙王先抬头，惊鸿一瞥，在白银月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接下来的1个半月时间，女教皇、圣女、洛凡尘3人没有任何语言沟通，尴尬的气息充盈在3人心里。女教皇偶尔会离开绿洲一趟，反正一直冷着脸面无表情。圣女则是不敢与洛凡尘有眼神交流，处之极躲，做好食物放在那里，等着洛凡尘自己去拿。说实话，洛凡尘脑瓜子也是嗡嗡的，要是一个妩媚风骚的女人干这种事，他不震惊。偏偏是他的白莲花小师妹啊，就一个师妹看见问题也不大，女教皇绝对也看见了，估计造成的心理阴影很大，不然绝对不可能也沉默10天不说话。这个世界的女性确实比老家的要保守得多。不过她这1个半月的时间也没闲着，服用3枚珠果，凭借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天赋和自身努力，相继完成了丹田内11道魂力气旋的液化。至此13道气旋全部液化，达到了魂师巅峰20级的修为。洛凡尘总觉得自己应该算是23级，毕竟他比别人多了破线3次的3道液化气旋。但谁叫全天下只有他自己特殊，没有人给他单独开设等级。入乡随俗吧。珠果的药力大多融入进经脉中，还没有被完全吸收。洛凡尘自己觉得突破速度比以前慢了很多，但教皇和圣女言敌每次都会流露出震惊之色。撕拉，空间裂开，女教皇不知从哪里归来，洛凡尘1个半月来首次开口：“未央，我要去寻第2魂环了，你看找个多少年的合适？”高挑女教皇静静站在那里，沉默良久也没给出答案。绝顶天才的第2魂环极限是900年，第3魂环极限是1700年。
而洛凡尘略微修炼便已经是常人极限，第一魂环就达到恐怖的1100年，魂武大陆前所未有的头一力，这让别人怎么估算他的第二魂环？更何况这男人现在还比之前多了秘法神图淬体后的麒麟纹，五脏之力被激活，承受魂环的年限必然大幅度增加。一旁的白银月眸光闪烁，忍不住猜测起来：2000年，不，2500年，好像也打不住，太小看他了。总不会能达到3000年吧？那就太惊悚了，已经可以媲美精英魂师的第4魂环年限了。至于4000年，白银月认为绝无可能，这已经是第4魂环附加的极限年份了。无论是他这个神殿圣女，还是大陆上其他顶级势力的天骄，都要止步于此。帝未央憋了半天，最后发出清冷声音：你的情况特殊，不好估计，需要通过战斗寻找极限。好，洛凡尘点头。不过获取魂环之前，我先去让小泥鳅列个痛快，让他完成进化。他2米长的小泥鳅早已饥渴难耐了，暗中一直跟随带着诡异精面的银发女人，眼看一直没收获，不禁无聊失望，正打算抽身离开。听闻洛凡尘的话，停住了脚步。武魂进化。神秘女人面具下的死寂银眸微微闪光，不过很快又沉寂了下去。对方提到的应该是武魂进化，而不是他想要的血脉进化。武魂进化在魂武大陆民间很稀有，但在顶级势力中就比较常见了。神殿的天使类武魂刚开始觉醒时背后都是双翼，达到4阶魂尊时进化成4翼，后面每提升1阶额外增长1对羽翼，直到成为9阶超凡时，武魂会达到终极形态12翼天使。在这样武魂进化的过程中，血脉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潜力始终都是12翼天使，只不过一开始凡人的躯体无法直接承受天使武魂的终极形态，所以展现的只有双翼。血脉进化则不同，魂武大陆根本没有让血脉进化的方法。血脉发生进化会打破武魂终极形态的桎梏，让你的武魂潜力上限从12翼天使变成14翼、16翼。各大帝国宗门为何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他们血脉潜力足够强，平民血脉弱，没有任何进化血脉的办法，穷人只能靠变异。一旦变异成强大的血脉，多生育子孙后代，将这血脉遗传下去，那你也就有了跻身成贵族的资格。神秘精面女人眸光漠然，别说凡人不可能拥有血脉进化的方法，哪怕是神能做到的也没几个。神也有极限，哪怕是神也绝对不可能造就比龙神还强的血脉出来，更不可能做到让这种位格的血脉进化。所以在初次见到这个人类青年的时候，他很震惊意外，但也仅仅只是意外。那血脉虽然不可思议到比龙神还要高贵，却太稀薄了，其中蕴含的潜力对于凡人来说也许很强，在他看来还远远不够，差了一些。别说差一些，就算是差一丝想要进化上去，那也是难如登天。想起方才听到那青年提及武魂进化，自己便乱了方寸，心神激荡。神秘女人摇头叹息，觉得自己太异想天开了，神都做不到的事情，凡人怎么可能做到？女人精面下的绝美银眸更加暗淡死寂了几分，藏着说不出的落寞和失望。她抬眸望去，洛凡尘3人已经消失在丛林阴影中去捕杀魂兽，还有必要再跟下去吗？不需要了吧。神秘的精面女人黑纱裙摆晃动，妖娆到极致的完美娇躯消失在虚空中。翠绿林荫中，洛凡尘一脸问号地看着倒在脚下，少说也有1米多长的大黑耗子。大黑耗子肚皮朝天，四爪和细长尾巴不停地抽搐着，不省人事。好歹你也是1600年的嗜血恶鼠，我还没出招你就倒下了。洛凡尘一脸无语，刚才地下突然窜出这么一只大黑耗子，张开利齿冲向他，着实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催动麒麟纹就要还击，结果他后背刚冒红光，那嗜血恶鼠就直挺挺倒地上了，开始猛烈抽搐抖动。哎呀，老师你快看，他都开始吐白沫子了。白银月站在女教皇身边，好奇呼喊：鼠弟，胆小是病，你这样下去不行啊，哥得帮你治治。洛凡尘叹了口气，随即搬起一块大石，猛然砸向嗜血鼠脑袋。砰！地面一震，嗜血鼠双腿猛然一蹬，躯体彻底僵直。洛凡尘摇头，看，不喝汤不吃药，物理疗法多管用，这回不抽了吧？女教黄红润唇角微动，白银月忍俊不禁，被洛凡尘操作逗笑了。不过很快就觉得不对，1个多月前的事情他到现在都没忘了，又把笑强行憋了回去。洛凡尘没看两女，叹气道：鼠弟，帮你把病都治好了，不站起来跟哥道声谢多少有点不够意思哦。治点小病把头盖骨都砸碎了，还想人家跟你道谢呢。白银月嘴角抽动，有点绷不住了。唰，嗜血鼠没回音，一圈浅紫色魂环飘然升起。洛凡尘瞪着眼睛，表情浮夸：鼠弟，你这好好的魂环咋突然冒出来了？
嗨嗨，给你治病就是举手之劳，不用把环都献出来感谢，哥们这也不好意思收啊。嗖，他推手拒绝，背后2米长的青鳞小蛇迅速飞出，全身散发3色光芒，仿佛30年没见过女人的土匪，张开大口，产生巨大吸力，将嗜血鼠的魂环和血气吸进口中。噗嗤，太无赖了，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倒是诚实。白银月实在绷不住了，白皙小手捂着水润蜜桃唇，发出甜美空灵的笑声。这嗜血鼠估计重新投胎前都得一直骂你。女教皇最近因为回光明神殿处理琐事，心中不悦，被洛凡尘一逗脸上冰寒消融了不少。都是小泥鳅吞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洛凡尘暗道。破冰成功，这回大家不用继续冷战了。前世他别的没自信，撩妹这方面勉强算得上技近乎道。刷刷，青鳞小蛇气息增强，体表的第3道光芒更加深邃了一些，2米长的身躯延伸扩大，增长到了2.1米。白银月忍不住道：师哥，他现在又帅又飒，又长又粗，你再叫他小泥鳅就不礼貌了。洛凡尘打趣道：那叫大蟒蛇怎么样？少女白眼对洛凡尘的起名能力产生深深的怀疑。那你还不如叫小泥鳅呢。等等，我再想一下。少女撇嘴：得了吧，我已经对你的起名水准不抱有任何期待了。洛凡尘笑道：你看称他混沌祖龙如何？嘶！白银月深吸一口气，感觉这前后取名的逼格也提升太多了，天上地下。刚才土的不行，现在又吓人的不行。祖龙，祖龙，万龙始祖。苍龙大帝也不敢给自己武魂起这么嚣张的名字啊。师哥，你是真干啊，你管他叫祖龙，被其他龙类魂师听见，不得集体过来打死你。女教皇冷言未动，一直没说话，凤眸闪过一道金芒。他认为洛凡尘刚才不像是开玩笑，是真打算叫祖龙是狂妄，还是真有自信？洛凡尘耸了耸肩，所以说还是小泥鳅又萌又低调。白银月指着那威武的青鳞小蛇，鼓着腮子，你看它这么又长又硬，有萌的样子吗？洛凡尘叹了口气，咱们还是去寻找下一位生病的魂兽吧。吞噬1500年嗜血鼠，进化幅度太小，小泥鳅便挑食了。三人即将走出这里的时候，女教皇凤眸陡然变得锐利，突然扫向一个方位。谁？如果是寻常人，第一反应肯定会问女教皇怎么了。而白银月和洛凡尘都表现出了狗到极致的素养，两人不约而同，第一时间冲向女教皇身后。如果暗中有敌人，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还不用被敌人捉走当威胁的人质。洛凡尘两人都没有说话，去干扰女教皇的判断。恐怖的精神波动自女教皇体内涌出，铺天盖地的席卷向四周，将每一处空间尽数覆盖。没人。女教皇黛眉挑起，惊疑出声：是错觉吗？海量精神力如潮水般退回郊区内，女教皇回眸看向躲在身后的师兄妹，讶然失笑：你们两个还真够鸡贼的。洛凡尘这时才开口问道：未央，刚才暗中一直有人。女教皇摇头，玉指揉了揉眉心，刚才感觉那边空间好像异动了一瞬，查探后却无人，应该是我多心了。如果有人，我不会一点都察觉不出来。可能是最近大陆多处有血魔教的邪魂师作乱，神殿内9大供奉也不安分，处理这些琐事耗费了不少心神，才会产生错觉。洛凡尘没有多问，女教皇这个层次的麻烦他目前还帮不上，不如不问，多花点时间修行。他没有注意到白银月俏脸已经满是诧异目光，因为教皇老师一向强势冰冷，何曾在人前流露过这般疲惫模样，说明洛凡尘在教皇心里的意义真的很特殊。好敏锐的洞察力。暗处虚空中带着诡异精面的神秘女人发出冷冽惊诧声音。她刚才看见洛凡尘的武魂竟然以那样特殊的方式进化，情绪出现了一些波动，就立刻被察觉到了。虽然这只是她的一具分身，不过女教皇能有所察觉真的很强了。看来这神殿女教皇比外界传言的还要厉害，小麒麟远远比不上，这女人应该已经离那个境界很近了。了不起！神秘女人感叹一声后，又将全部注意力放回了继续寻觅魂兽的洛凡尘身上。她本来已经打算走了，但又鬼使神差的回来了，没想到真就让她发现了惊喜。只是看了一眼，她就确定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进化，跟邪魂师那种粗糙的吞噬也不一样，是真正的完美消化，将来自外界的魂力、血气尽数吸收，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甚至在那青年将武魂收回身体以后，他自身的血脉也在潜移默化的蜕变升华。这青年到底是什么路数？这是凡人可以拥有的武魂吗？金面女人难以抑制心中的惊讶，不过极力在控制自己的情绪，还不确定，她再观察看看，避免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哟，英兄，朱棣，大中午的不午休，干架呢？带老弟一个呗。顶着2根猩红獠牙的巨型野猪和长着狰狞鬼脸的猫头鹰，本来战斗的热火朝天，此刻齐齐看向突然闯入战场的陌生青年。
洛凡尘今天没像平常那么正经，表现得有几分玩世不恭。他在试图用自己现阶段能做到的幽默方式帮助这个红颜知己缓解心情。一直以来，对方可没少帮他。师哥小心，这是血牙猪和鬼脸猫鹰，看体型都是2300年的实力了。白银月奸笑的同时不忘提醒，女教皇和圣女的身份很高，可没人敢在他们面前这么随性不正经，带来的感觉耳目一新。吼吼！厉！血牙猪和鬼脸猫鹰见人类出现，瞬间露出仇视目光。猫鹰鬼脸犹如活过来一般，秒啄张开传出道黑色音波。血牙猪一对獠牙闪烁锋利红光，践踏冲出。洛凡尘魂力按特殊方式在五脏游走，瞬间激活麒麟纹，背部神骏麒麟散发火红光芒，隔着衣服也能清晰看见。英雄热情，刚来就给我唱小曲儿。不过这动静太小了。洛凡尘甩甩头，硬抗黑色音波攻击，意志坚如磐石，丝毫不受影响，看向践踏冲来的血牙猪。他不闪不避，脚下旋进，双手猛地向前一抓，轰！脚下泥土向后炸开，洛凡尘未曾后退一步，硬生生钳住2根锋利獠牙，将血牙猪狂暴力道化解，死死遏制在原地，不能前冲分毫。洛凡尘呲出一口白牙，和善道：“猪弟，你病了，病得很重，这牙都长畸形呲出来了，一定很痛苦吧？哥帮你矫正矫正。”他双手紧握獠牙，脚下震得而起，双脚同时踹向血牙猪头颅，同时身躯向后猛地发力，手上用劲儿一拽，吃吃！吼！伴随着血牙猪惨叫，他那2根刺穿过无数魂兽的血牙被洛凡尘硬生生拔了出来。花牙拔掉了，这回不疼了吧？洛凡尘甩手将2根血牙当长矛刺出，丢向还在唱歌的鬼脸猫鹰，对方扑扇翅膀躲过攻击。够意思，唱歌还不行，还给哥跳舞助兴。白银月惊呆了，太无耻了！你那是拔牙吗？你那是把人家杀戮吃饭的力气都拔走了。而且现在这什么情况？不开武魂，仅靠其灵纹加持的肉身力量就可以吊打2000年魂兽。老师，鬼脸猫鹰的鬼啼直接影响神魂，连30级魂师听了都要被眩晕数秒，师哥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女教皇唇角扬起，斜眼道：“说明凡尘强的不只是肉身，还有神魂。”白银月不解，可是神魂之力不是7环以后才可以修行，此前大家同级别不都一样的吗？你说呢？女教皇反问，不过目光一直在洛凡尘身上，她能看出男人的心思，心里的感觉很微妙。不会吧，师哥就连神魂强度也天生比其他人强大？白银月震惊地张着痰口，这家伙修行方面就没有短板的吗？别跑，英雄！血牙猪已经倒在血泊中，鬼脸猫鹰眼看事态不对，立刻忽扇翅膀逃窜。下面这个热情的人类青年让他不寒而栗。白银月开口提醒：“师哥，别追了，咱们6环之前都飞不起来，没办法对上这种飞行魂兽的。”洛凡尘冲着他笑了笑：“师妹，给你看看我最近琢磨出来的新招。”他踏跃而起，武魂瞬间附体，全身好似龙化，青色精灵覆盖，逼近鬼脸猫鹰。不过终究是差了一段距离，向下坠下去。猫鹰发出怪啼，瞳孔闪出嘲笑讥讽。距离够了。洛凡尘抬起手掌，掌心刹那间宛若有青色游龙幻影盘旋，近看便是小泥鳅如今的迷你版。一道青色漩涡产生，恐怖的吸力顿时作用向鬼面猫鹰。力！鬼面猫鹰察觉到下方吸力的刹那，忽扇翅膀想要飞向高处。鹰爷，别走啊，再来玩玩！洛凡尘掌心发力，那游龙幻影盘旋的青色漩涡吸力大增。他落回地面，那空中的鬼面猫鹰也随之被吸扯过来。力！鬼面猫鹰发出尖锐急促的啼叫，瞳孔所有的得意讥讽尽皆化作难以言喻的恐惧。他没想到这人类不能飞，还能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威胁，拼命向着远方挥舞翅膀，但后背一股恐怖的吸力作用在他的身上，不断向下倒退，浑身血液魂力也在这股吸力下紊乱躁动起来，要破体而出。过来吧你！洛凡尘大手一把将猫鹰摄取下来，扼住了他命运的咽喉。鬼面猫鹰发不出嘶鸣，眼神害怕极了，惶恐的蹬腿乱抓。别怕，老弟都是为你好，感觉你不太健康，抽一点血帮你检查检查身体。鬼面猫鹰挣扎得更厉害了，我他妈自己健康不健康我还能不知道吗？刷！洛凡尘右手青色漩涡吸力再增，猫鹰的血气魂力自体表涌出，尽数涌入漩涡之中。那青色漩涡融入新的力量，逐渐化作血色漩涡，气势不断攀升。鬼面猫鹰兽同闪过绝望和怨毒。小气，抽点血都不行，那就还你。洛凡尘叹了口气，随后漩涡内吸收积蓄的势能全部回用。轰！血气爆发，瞬间炸开，耀眼异常。鬼面猫鹰来不及惨叫，便炸飞了出去，砸落在草丛中，没了声息。英雄，你自己的血咋还能接不住呢？
洛凡尘摇头，掌心漩涡爆发威能后又重新恢复青色，速度减缓消散。师哥，你……白银月瞪着美眸，内心震惊，完全没想到洛凡尘刚结束1个半月的修行，就可以做到随手秒杀2000多年的魂兽。要知道他才刚20级啊，排除李鸿鹏那种货色，出入30级的天才也不可能这么变态吧？尤其是那一招隔空射鹰，太凶悍了。女教皇凝着凤眸，还在回忆洛凡尘刚才施展的手段，那特殊招式让他都感到惊艳。洛凡尘拍了拍粘在手上的黑羽，转身笑道：“师妹，你看我新研发的招式如何？”白银月验了烟方液：“师哥，你确定刚才那变态的招式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不然呢？”洛凡尘耸了耸肩：“这些天我又没和未央独处过，也不可能是他背着你偷偷传授我绝活吧？”“怎么可能？”白银月有些不可置信，扭头向女教皇确认：“老师，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师哥刚才那招已经可以媲美秘籍了吧？”女教皇盯着洛凡尘启唇道：“他这一招凝聚魂力在掌心形成漩涡，产生的吞吸之力可以吞噬敌人魂力、气血，同时魂力旋转的势能和吞噬来的血气积蓄在掌心，随时可以爆发出来。这一吸一放看似简单粗暴，远不如秘技精妙，但却同时具备控制和爆发，远比大多数秘技要霸道。而且如果为师猜的没错，凡尘随着武魂进化，日后这吞吸之力只怕会更加霸道，又控又有输出，还可以持续增强，这也变态了吧？”白银月红润小嘴张开：“师哥武魂在进化，这招岂不是堪称神技？”女教皇轻轻颔首，没有否认。洛凡尘解除武魂附体，威武青鳞大蛇虚空游弋，飞了过去，张开大口吞吸血牙蛛和鬼面猫鹰的躯体魂环。回头一看，把他逗乐了：“师妹，你这是干嘛呢？”白银月低着头，白皙掌心不断涌出魂力，试图凝成漩涡，结果一点吸力没有不说，简直不到1秒就破散了。气得白兔乱颤，美腿晃动，黑靴直跺，只能悻悻结束尝试。“不行，还是不行，这根本模仿不出来嘛。”女教皇摇头：“放弃吧，银月。”白银月咬唇：“老师，我是按照您剖析的原理一步步去做的，为什么还是不行？你还没发现吗？你师哥不仅武魂特殊，魂力也具备吞噬属性，这吞噬的能力才是练成那招的关键。那年白银月被封为圣女，除了圣子黄燕，碾压无数神殿天骄，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结果遇到洛凡尘以后，他真切体会到了曾经被他碾压那些人心中的窒息感觉。”白银月心中叹息：毁灭吧，跟着这种变态朝夕相处，他太累了。抬起美眸，正好看见青年侧身的挺拔身躯，帅气出尘的侧颜，心跳仿佛漏了一拍，有些失神。哎，他好像又不累了。白银月咬唇：“算了，跟这种变态有什么好比的？放过自己，打不过就融入。”轰！青鳞大蛇气息跃迁，2米1的身躯扩张到了2米5，脉象愈发威武，青色精灵璀璨，闪耀着3色光芒，腹部、头颅、尾巴似乎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微不可察的变化。洛凡尘心情愉悦，成就感十足，多不容易，这可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喂出来的。好像有哪里说的不太对，算了，总之是他喂的就对了。一旁的白银月唏嘘连连，谁能想到当日那不过巴掌大的小黑泥鳅，短短不到2月时间，竟然能成长到这般地步，简直太神奇了。也不知道那4供奉和黄燕见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女教皇诞生道：“会更想灭了他。”白银月笑容一僵，确实，以4供奉的枭雄性格，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斩草除根。换黄燕就不一样了，那装逼怪估计会说有大的蝼蚁也不过是蝼蚁，有种过来单挑，即便我一手背负身后，也可单手将你镇压。女教皇冷眸寂静：“无所谓，如有必要，我会出手。走吧，咱们。”洛凡尘招呼大小极品美女继续深入丛林，他的小泥鳅还能进化增长，未到极限。我感觉师哥你这第2魂环3500年打不住了。白银月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第2魂环3500年就离谱，很多精英魂师第4魂环连3000年都没有。洛凡尘眨了眨眼，拍了拍他的香肩：“妹妹，你大胆点，4000年也不是不行。”白银月被这一声妹妹叫得脸蛋晕红。“对了，师哥，你刚才那一招有名字吗？”洛凡尘回道：“龙吸水。”“切，土死了，一点也不霸气。”白银月一脸嫌弃，白眼道：“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天天小泥鳅叫着了，就是起名费。那你给我起一个。”洛凡尘笑道：“我想想哦。”白银月水润阴唇，含着白玉指尖呢喃道：“掌藏游龙，吞血气，是魂力。游龙吞血太邪，就叫游龙是魂手吧。”女教皇颔首：“善。”
洛凡尘笑道：“我怎么还是觉得我的龙溪水好？好你个大头鬼啊！”白银月狠狠夹了洛凡尘一眼，就连你那武魂在外面要叫人家青龙，叫小泥鳅，太委屈人家了。洛凡尘嘴角上扬，他是故意逗这妮子的。至于这游龙噬魂能创造出来，主要还是基于他修炼的祖龙吞天诀特殊，就是因为有这功法，小泥鳅和魂力具备了特殊的吞吸之力，修行才如此迅速。他有预感，等到自身魂力提高和小泥鳅继续进化，还能开发出更多的变态招式。丛林行走的三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暗中带着诡异惊面，赤着连足，娇躯绝世的银发女人已经有些按耐不住，抬起皓腕，又放出一道细小银龙。哇，太变态了吧！师哥这种级别的魂兽都可以轻松拿下。白银月目瞪口呆看着前方，女教皇眸中也闪烁着诧异。夕阳洒落余晖，复映茂密丛林，数米长的巨大毒蝎轰然倒地，布满蓝灰纹路的坚硬甲壳破碎，流淌着暗紫血液，蝎尾上的毒钩似乎被蛮力扯了下来，丢在远处，腐蚀枯萎一片绿色灌木。战斗结束，洛凡尘背后麒麟纹隐退，体表精灵散去，掌心的青色漩涡化作无数光粒消逝。青灵大蛇武魂脱体而出，在猎杀完血牙猪和鬼面猫鹰后，洛凡尘花费了半天时间，又帮他吸收了数只魂兽，最强的是一只3400年的六臂斑山猿，现在体型已经增长到了3米多，再叫蛇已经不合适了，称一声青蟒更恰当。吸了这4000年的蓝毒血尾蝎，小泥鳅应该就吃饱了，得消化一段时间才行。神翼青蟒张口吞吸毒蝎血气和魂环间，白银月蹦跶跑了过来，紫色马尾晃动，青春活泼。大变态，我来啦！洛凡尘嘴角一抽，师妹不会说话，你就少说点。哼！白银月撇唇，你就是变态，大变态，20级就打爆4000年魂兽，还让不让别人活了？洛凡尘纠正，严格意义来说，我应该算23，没差别好吗？白银月无语，别说23级，你看那李红鹏30级打1000年魂兽还费劲呢，你拿我和那只舔狗比干啥？哼！白银月双手掐腰，那我2个半月前吸收的魂环也才4000年，人家可是圣女哎，我不要面子的吗？我不跟女人比。洛凡尘摇头，白银月鼓起腮子，瞧不起女人是吧？小心我这一双女拳打爆你的狗头！洛凡尘视线大放投向清亮少女短裙包裹的饱满翘腿儿。师妹，时代变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你骑在我身上的机会了。再胡闹，师哥可会打屁股的。翠，你耍流氓！白银月俏脸一红，强装镇定，不过心里还是忍不住波动起来。这家伙进步太快了，真的太快了。等这男人附加完第2魂环，实力怕是要赶超他这个圣女了。要知道他可是足足修炼将近2年了，而洛凡尘呢，满打满算不到2月。恐怖如斯，腾腾！青鳞巨蟒3米长的庞大身躯鼓吹膨胀，气息躁动，体表光芒明灭闪烁，明显消化不良。洛凡尘神态稳定，静静看着，这情况和他预料的差不多。轰！青蟒武魂最终完成吸收，这一次体型扩张到了3米3，体表鳞片纤毫毕现，纹路更加精致特殊，散发出的3色光芒已经强盛到了极致。洛凡尘满意颔首，回头也得研究寻找原石，让青莲武魂也进化一波，总不能厚此薄彼。他感觉青莲武魂如果进化到12片连半，给他的惊喜不会比小泥鳅少。洛凡尘走向绝色金裙美人，开口道：未央，可否帮我找一头5000年的火属性魂兽？我想试试。5000年？师哥你这是不惊死人，不罢休啊！白银月震惊，脑门出现一连串问号。女教皇依旧沉稳，没有多言，只是将清冷凤眸对准他。决定好了。洛凡尘点头。好。女教皇闭上眸子，磅礴海量的精神力辐射向四周。洛凡尘轻笑，果然，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先前随机碰魂兽是因为小泥鳅不挑食，想附加合适的魂环就挑剔多了。好在有女教皇在身边帮忙搜寻，既省时又省力。换成别人，哪怕是郡主也没有这奢侈的条件，女教皇这种强者可不会轻易给人当雷达扫描。女教皇睁眼，凤眸闪光。凡尘，你运气不错，发现一头极品血脉的5000年魂兽，很适合你。不过这家伙实力肯定远超同级魂师，就看你能不能打过了。走。洛凡尘来了兴趣。三人刚穿梭出去几步，洛凡尘脖子便传来刺痛，似是被什么咬了一口。抬手一摸，血滴渗出，破开了一道细微小口。洛凡尘有些绷不住了，气急败坏。靠，又来！女教皇闻声立刻向四周查探，拧着黛眉摇头道：我没感知到周围有人。师哥，你是不是自己刚才不小心滑到哪里了？白银月费解道：要是有老师都察觉不到的强大存在，
也不至于老跟蚊子一样咬你啊，完全没有动机啊。洛凡尘很确定，绝对不是意外，肯定有什么东西咬自己，但是他又没有证据，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总感觉暗中好像有一双猥琐的眼睛在窥视着我。女教皇没有纠结，干脆道：走，先随我去追那适合你的稀有魂兽，跑了再找第二只可就难了。丛林三人消失的地方，先是一双不染尘埃的纤纤连足从虚空迈出，接着是黑裙妖娆的绝世倩影。金面女人含计银眸锁定洛凡尘离开方向，空灵冰冷的女声响起：呵，猥琐的眼睛。他低头看去，掌心细小银龙消散，淌着一滴新取来的洛凡尘血液，有些迫不及待地张开湿润红唇，血滴径直射入口中。女人妖娆无双的娇躯剧烈一颤，犹如触电一般，喉咙竟是发出特殊的清冷异样嗓音。死寂的银眸复苏，透出绚烂光芒，稀薄的血脉浓郁粘稠了。我没看错，他的血脉真的在进化。怎么做到的？他一个凡人怎会逆天到这般地步？女人银眸中的光芒变了，死寂在消退，绝望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希冀。这个男人绝对不能放过。日落西沉，月华如水，顺着暗黑天穹倾泻向魂兽绿洲。沙沙，夜深人静，孤男两女在绿洲丛林穿梭。女教皇领衔在前，宫装包裹的魔鬼娇躯只是轻轻晃动，便穿梭出去老远。白银月一双修长白嫩美腿柔韧灵活，在林间青彩树枝界里，犹如暗夜精灵般跃动前行。洛凡尘发誓，他是真没两女速度快，不得已才落在后面冲刺的。他两眼无心看美人，一心只想找魂兽。奈何前方少女御姐那柔软丰腰、饱满翘臀儿、白嫩长腿就在眼前不停地晃啊晃，晃得人眼晕。唉，男人摇头叹息，他是不想看这些的，这波实属无奈啊，只能先凑合看一会儿。前方200米左转就到了。女教皇凤眸回转，玉喉震荡，微张的潭口发出冰山女王音：有前世缺得导航那位了，就缺一个未央在线为您服务。洛凡尘心中正在打趣，密林前方突然传来怪异嘶吼：嗷嗷！吼！未央，前面这什么情况？打架呢？洛凡尘询问。女教皇没回话，神情不太正常。洛凡尘更纳闷了，前面什么情况能把女教皇都给干沉默了？而且听这个野兽吼叫声有点怪啊。到达吼叫传出方向，三人悄然潜伏在树冠上。洛凡尘拨开遮挡视野的树枝绿叶，看清眼前情景，眼神顿时古怪起来。卧槽，玩得这么野吗？一头龙首狮身，全身金毛的神异魂兽，双爪正按着一头毛皮雪白的巨狼。白狼不断挣扎无名，龙狮不紧不怒，吼声愈发兴奋高亢。洛凡尘认知被刷新，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你特么狮入狼道是几个意思？刷！侧方竟是又有一头白色巨狼窜出进入视线，口中还叼着一只血肉模糊的灰兔。发现眼前一幕，惊得他嘴巴里的灰兔都掉落下来，绿色狼瞳爆发愤怒光芒。哦，可恶啊！洛凡尘眼泛同情，瞬间脑补出贤良的狼夫人在家休憩，万恶的龙狮趁虚而入，勤劳的狼丈夫外出打猎，回来发现家被偷了，妻子正在遭受惨绝人寰的玩弄欺辱。白色公狼愤怒咆哮，气势汹涌，张开血盆大口，径直奔着运动的龙狮撕咬了过去。龙狮视而不见，依旧我行我素。洛凡尘震惊，你这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轰！白色公狼惨叫一声，被轰飞了出去。洛凡尘和女教皇师徒全都傻眼，谁也没料到出手的竟然是那被欺凌的母狼，突然扭身给了公狼一记白色口炮。嗷呜！公狼低头看着腹部焦糊的伤口，在抬手绿瞳闪过复杂光芒，询问：费姐，不敢相信，痛心疾首，吼吼。母狼凶相毕露，不予理睬。那龙狮恰巧扭过头颅，竟是龇牙露出邪魅一笑。卧槽！狮门庆、狼金莲、武大郎，洛凡尘要被震惊一整年。他猛然醒悟，合着刚才那母狼都是欲抗还迎。公狼岂肯罢休？一次次为爱冲锋一打二，又一次次被轰退，身上增添无数道伤痕，白色狼毛被鲜血染红。随着又一次冲锋，龙狮四蹄出现暗红火焰，一爪将他拍飞了出去。砰！白狼砸在树干上，四肢颤巍巍从地面撑起，踉跄站起身。他发出悲嚎，似乎还抱有最后一丝念想：回来吧，我的爱人，有什么难处我们共同应对。结果换回的是绝望，是无视，是龙狮和母狼的兴奋咆哮。他们如胶似漆，不肯分开。哦！白狼崩溃了，转身要逃离这里，刚跑出2步，又猛烈回身，神情决然，发动自杀式死亡冲锋。那神异魁梧的龙狮不耐烦地挥出一爪，一团巨大的暗红烈焰轰向公狼。公狼无法抵挡，
全身被熊熊火焰灼烧，疼痛到每一寸肌肤都在颤抖，但紧紧咬牙，哪怕即将被活活烧死，也没发出一声惨叫示弱。狼童死死盯着龙狮和母狼，两兽依旧我行我素。臭畜生啊！树冠上的洛凡沉气抖冷，纯爱战士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妈的，就是现在！轰！一道耀眼光芒如同陨星急速砸入林中，龙狮抽身逃离，便被陨星轰中。嘎巴！骨裂声响，龙狮砸飞而出，砰然落地，胯下空荡，血流如注，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嚎叫。他怨毒看向前方突然闯入此地，青色精灵覆盖的人类愤怒到了极致。狼精连孽根深重，龇牙凶厉嘶吼。洛凡尘无视威慑，深邃眸光转向被烈火焚身仍死不吭声的白狼。今天你不用死！他右臂一横，掌心青色游龙盘旋，漩涡产生恐怖吸力，所有暗红火焰尽数被隔空吸扯过来。白狼伤痕累累，依旧四肢撑地不肯倒下。狼童迷茫，对人类的行为满是不解。洛凡尘收回目光，对向眼前示威的两头巨大魂兽：你们得死！师哥，这是5000年的玉燕龙狮和2000年的雪域槟榔，小心！树上白银月出声提醒。无妨。洛凡尘摇头，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纯爱战士，但纯爷们的共识，牛头人必须死。脚下一踏，紫环闪耀，魂技焚焰甲，吭吭吭！一瞬间，洛凡尘周身璀璨的青色精灵从脚下到头上迅速化作赤红颜色，铠甲附体，赤灵内部宛若有岩浆流淌，火焰灼烧，背后麒麟纹神韵流转。吼！玉燕龙狮和雪域槟榔带着腥风血气扑杀而来，洛凡尘犹如人形凶兽，脚下炸碎，如同炮弹一般迎了上去。给爷滚！洛凡尘拳头砸出，暴力无匹。雪域槟榔前肢爆碎成血雾，肉屑混着骨茬激射四周，惨叫一声砸飞了出去。此时龙狮已至，四蹄燃烧暗红火光，当头踏下。洛凡尘松拳为掌，向上硬去。轰！炸响传开，双方碰撞。比起龙狮巨爪，洛凡尘的手掌显得小巧无比，不在一个级数上。龙狮树瞳溢出不屑，区区人类敢如此托大，硬接他的地狱火焰，那就等着彻底烧焦废掉。游龙噬魂，唰！洛凡尘焰甲附体的掌心游龙盘旋，所有的地狱火焰源源不断被吸入其中，龙狮树瞳震荡，不屑消失，惊骇异常。他的地狱火也是人类可以吸走的。同一时间，他体内的血气、魂力也有了紊乱迹象。轰！玉燕龙狮全身气势暴动，洛凡尘瞬间被震退出去，惊讶看着前方。只见那龙狮四肢血肉尽数化作灼烧的暗红火焰，仰天咆哮，四狮吼，若龙吟，杀地斩鸡之仇不共戴天。他卷土重来，洛凡尘交手后发现，这家伙的四肢竟然完全火焰化，物理伤害完全不起作用，直接就穿过去了，而对方火焰的温度却可以灼烧他。元素化，免疫物理伤害，这技能太变态了吧！洛凡尘舔了舔嘴唇，眸中爆出炙热贪婪的光芒。他终于知道女教皇为什么说这头魂兽血脉高端了。白银月及时出声提升：师哥，这是他的天赋魂技，焰化可以维持半刻钟。收到。洛凡尘催动全力与玉燕龙狮战成一团，青莲武魂也被召唤出来，发出一道道治愈绿光。游龙噬魂手最霸道的地方是作用在血肉和魂力上，对方血肉焰化后异常凝实，对吸力的抗性大大增加，不过还是会被洛凡尘抽丝剥茧的吸走火焰。同时其他部位血气也不断被吸扯过来，掌心吸血，青莲补血。洛凡尘虽然焰甲破损，多处受创，但血槽越打越满，越打越精神。玉燕龙狮瞳孔兽瞳惊惧，脊背发凉，可怕，太可怕了！这个人类和他撕碎过的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哪怕一开始能占据优势，但他现在气息越发衰颓，一身金毛暗淡无光，四肢火焰好似随时要熄灭。吼！他发出惶恐嘶吼，呼喊一条前肢爆碎的母狼过来支援。母狼立即悍不畏死地扑杀过来，而他则是趁机向着远方仓皇逃窜，哪怕痛失良机，也不敢再与这个诡异人类为敌。滚！洛凡尘一脚踹开母狼，2000年的魂兽现在根本不是他的一合之敌，抬手对准龙狮逃窜方向。此时掌心漩涡已经化作深邃暗红，充斥着爆裂恐怖的火焰波动，这是在战斗中不断吞噬的火焰能量。轰！一道火焰光柱破开空间，贯穿浴火龙狮胸膛，轰然炸开，照亮黑暗丛林，亮如白昼。嗖！洛凡尘站在倒地不起的庞大龙狮身前，对方已经奄奄一息，他摇头道：不是你的道就别乱入，当然宰了你与伸张正义无关，仅仅只是我馋你身子，我下贱。
龙尸走得很安详，是被气死的。一圈深邃的紫色魂环漂浮而出，哇哇哇！白银月从树梢上一跃而下，发出一连串的娇呼。师哥，你这也太凶猛了吧！连5000年的御焰龙尸都被你搞定了，我刚才都准备好出手帮你了。洛凡尘笑道。我突然意识到，凡是不能秒杀我的敌人，终究要被我活活耗死。白银月桃唇一抽，虽然不想看男人这么得意，但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既能吸血又能不血，你这打法太变态了，谁能顶得住啊？毫不夸张地说，那些靠吸血修炼的邪魂师碰到你这游龙式魂手都得疯狂掉眼泪。我感觉你比他们还邪门，还要霸道。银月，不要乱讲。女教皇冷声道。凡尘这一招堂皇大气，哪有邪魂师那样的阴霾邪祟之感？岂可相提并论？白银月吐出香软小舌，人家就开个玩笑还不行吗？您太维护偏袒这个臭家伙了。女教皇凤眸斜视，白银月顿时紧抿红唇，做乖巧模样。咦，师哥要做什么？洛凡尘没有第一时间吸收魂环，让大小美人感到诧异，看着他拎起母狼后腿，一步步拖着地面，离到了白色公狼面前，一把甩了过去。这母畜生，我不动，交给你杀。公狼抬眸，虚弱的绿瞳闪出不可思议，没想到洛凡尘会在乎他一头野兽的感受。他踉踉跄跄迈向母狼，伸出锋锐利爪，刺向母狼咽喉。最后一瞬，他悬停住了，眼神挣扎，回转身体，一直宁死不屈的雪域槟榔竟是冲着洛凡尘四肢卧伏，跪了下来。你不会是求我放过他吧？白狼点头，身子伏得更低了，卑微无比。卧槽，母狼出轨怎么办？公狼当然是原谅他。洛凡尘震惊麻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吗？哥记你是条汉子，不过说实话，狼弟你特么被绿真的不是没有道理，活该啊，太窝囊废了。好，洛凡尘点头，公狼叩首，发出呜鸣，最后的生机缓缓消散，而母狼如同大赦，刨动着仅剩的3条腿，拼命地向远处逃去，逃离这个魔鬼。呵呵，洛凡尘冷笑，化作幻影在原地消失，出现在母狼头顶，一脚踏下，踹碎母狼脊梁。咔嚓，母狼惨叫，应声而死。公狼瞪大眸子看来，洛凡尘摇头，抱歉，你能原谅他，我这暴脾气可原谅不了。唰，他抬手唤出青莲武魂，道绿色治愈之光飞出，公狼最后一口气被吊住，体内生机逐渐回升，灼烧的肉身开始复原，闪闪白毛长出。公狼绿瞳充斥难以置信。洛凡尘道，倘若他不丢下你独自逃生，我可饶他一命。你个蠢货，若是糊涂到想为这种贱人找我复仇，今夜我说了不杀你，明日我必杀你。嗷呜！雪域槟榔连连摇手，贵妇的四肢在地面挪动，虔诚地跪在洛凡尘身前，不肯站起，直接把白银月看呆了。这辈子没见过这场面，想都不敢想，就离谱。女教皇也没想到洛凡尘的魅力已经发展到兽身上去了。暗中的绝世金面女人冷艳银眸倒影着这幅槟榔贵妇场景，闪烁的光芒愈发特殊。滚吧，看着舔狗不舔狼碍眼。洛凡尘摆摆手，走向深邃紫色魂环，盘坐开始吸收，心里开始期待着这次获得的魂技。女教皇陡然发出惊疑，一个闪身便出现在浴火龙师身前，凤眸透出意外之色。白银月专心看着洛凡尘，卡兹兰的水灵大眼睛中溢满担忧。从古至今，第二魂环附加的极限便是900年，哪怕有例外之人，但也绝不可能超越5倍之多，直接尝试去附加5000年的啊，太过于恐怖，甚至是惊悚了。不，比起吸收魂环这件事，师哥凭借20级的实力打死5000年的御焰龙师，不是更惊悚吗？这时他注意到了女教皇异动，小声开口问道：怎么了，老师？女教皇冷视龙师尸骸，银月过来看。白银月心头微动，诧异道：不会是魂骨吧？当他走到近前，向下看去，龙尸靠近屁股的小腹位置闪烁着暗红光芒，似是藏着什么东西。不会吧，竟然真的是魂骨！白银月眸光震荡，俏脸满是惊愕。费解，5000年的魂兽怎么可能爆出魂骨？女教皇缓缓摇头，有可能，只是概率很低。白银月难以掩饰心中的惊讶道：千里挑一的概率啊，就这么被咱们碰上了？不，女教皇道，不是被咱们碰到，全都是你师哥自己的运气。白银月娇躯一震，是啊，跟他能有什么关系？要知道，在遇到洛凡尘之前，他衰得很，猎杀魂兽别说爆魂骨，爆出骨头碴子还差不多。老师，您以前猎杀魂兽都爆出过什么魂骨？呵，女教皇冷笑一声，似是自嘲。除了10万年以上的魂兽，为师斩杀过的所有万年魂兽中，就从未有一只爆出过魂骨。白银月表情杀时间精彩起来，
是他和教皇老师运气差吗？不是吧，他们都是正常人，甚至论天赋机缘绝对算得上天选之子，分明是洛凡尘这个人明显不正常好吗？此刻白银月不用提醒也已经想起来，上次那头700年的大力魔猿被洛凡尘弄死后也爆出了一块左臂魂骨，比起那万中无一的概率，这次千里挑一的爆率好像也不足为奇了，更像是常规操作。白银月双手抱着小脑袋，心中震惊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天哪，太疯狂了！师哥这到底是什么逆天运气啊？女教皇自然更早的就意识到了问题，一次是巧合，2次难道还能说是巧合吗？当2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撞到一起，那就不是巧合，而是真相。女教皇冷静判断道：银月，你师哥身上只怕怀揣着难以想象的大气运。老师，您知道我的，我这辈子从来没妒忌过一个人，真的。白银月如同掐了好几车柠檬一样，酸溜溜地盯着洛凡尘，眼底甚至泛起了心酸的泪光。他自幼就遭逢大变，父母被邪魂噬吸干鲜血而死，加入教皇殿更是因为太阴幽隐武魂特殊，屡屡被供奉的狗儿子黄燕觊觎。好在身后有女教皇撑腰，倒是不惧对方。把他的遭遇和运气和洛凡尘一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差距太大了。最气人的是，男人貌似才修行不到2个月吧，附加的魂环已经比他第4魂环还强了。若不是他拥有秘技和魂力等级优势，以及在月下可以大幅度加持战力，洛凡尘估计现在就可以打趴他了。可是这些优势还能保持多久？按照男人恐怖的魂力提升速度，武魂进化速度，不需要多久他就得双手抱头，被男人虐到无法还手。圣女的自信心严重受挫，妒忌之火熊熊燃烧，她是既高兴又柠檬。白银月眼泪汪汪，老师，他这家伙太完美了，难道就没有缺点了吗？女教皇道：我没发现，你什么时候发现记得告诉我。正吸收魂环的洛凡尘也能听见外界的对话。缺点吗？当然有，是人就一定有缺点。好色，喜欢女人，喜欢大胸翘臀长腿有气质的妹妹，姐姐也可以，再成熟一点的也不是不行。洛凡尘内心叹气，这怪他吗？他只是有着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的爱好，只不过他们因为种种理由不敢表达，藏在心里，而他更敢于直面自己的本心。喜欢就是喜欢，喜欢就要去争取，犹豫就是败犬。前世他尚且是这么做的，如今又有外挂到账，那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艾洛凡尘内心长叹，幸福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他只是一个自幼孤苦的不幸之人罢了，试图用一生的时间来治愈缺爱的童年。而且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为别人撑起伞，立志给全天下孤苦的女人一个家。不过精力毕竟有限，他只能优先拯救一些漂亮的妹妹回家。不是好色，是漂亮的妹妹在外面更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他于心不忍。至于剩下的男人女人，就只能靠和他一样的好心人出手帮忙了。白银月发出可爱的娇呼声，好酸，酸死了。放心，你不是第一个酸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女教皇面无表情安慰道，嫁给他你就不酸了啊。白银月神情一滞，很快跺脚娇嗔道，您说什么呢？我才不要嫁给这臭家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女教皇就静静看着他。白银月被盯得目光躲闪，垂下烧红面颊，看着饱满胸脯，脚尖轻轻踢踏地面草屑，细若蚊声。不提别的，他那个太恐怖了，按照册子里描述的根本不对称，要出事的啊。噗嗤，洛凡尘嘴角突然溢出鲜血，全身紫色魂光乱窜，气息极度不稳。师哥，白银月紧张惊呼，老师，师哥这是怎么了？女教皇道，你师哥神魂之力天生强悍，估计在吸收魂环的时候也有余力听到你我对话。什么？白银月肌肤紧绷，想起刚才自己都说过的话，他已经无地自容了。雪嫩脚趾抠的，可是白丝罗袜上次就被抠破，这次只能抠鞋底了。放心，他不会有事。女教皇话音未落，青莲武魂就飞了出来，打出治愈光芒。洛凡尘吸收进入尾声。白银月咬着唇，他现在担心的事儿已经不是对方有危险了好吗？太羞耻了。听见了，刚才的话竟然都听见了。老师，我看看这是哪个部位的魂骨。白银月转移话题，蹲下身子去查探那玉燕龙狮小腹透出的暗红光芒。啊，他怎么会长这样？白银月受到惊吓般向后跳去，指着那形状奇异的魂骨，红唇蠕动，就是说不出话来。女教皇看去也瞬间瞳孔一缩，没敢伸手去拿。轰！洛凡尘气势一爆，睁眼起身，正式突破到21级，成为2阶大魂师。2圈紫莹莹的魂环在脚下跃动，一浅一深，他神情有些迟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白银月扭捏拘束，不敢看男人的眼睛。女教皇开口问道，凡尘，
在想什么？洛凡尘道：刚才那一瞬间我有种特殊感觉，小泥鳅貌似可以把我附加好的魂环都吞噬消化掉，吸收魂兽魂环也就算了，主人的它也能吞。白银月欢脱的性子根本耐不住好奇，红脸凑了过来。有趣。女教皇唇角上扬，她也是第一次见这种事。洛凡尘摇头，没有继续深想，他刚辛苦附加的魂环不可能给小泥鳅吞了，而且他现在也吃不下了。白银月盯着洛凡尘脚下2圈魂环全都是紫色的，嘟囔着：变态，又破纪录了，第2魂环5000年，前无古人，后面估计也不会有来者，这传出去要惊死多少人。哎，这是什么？洛凡尘敏锐注意到玉燕龙狮小腹闪烁的特殊红光。托您鸿福，又爆出魂骨了。白银月答道。洛凡尘疑惑，那你们咋没把它取出来？那个还是师哥你来取吧。白银月面颊抽动，女教皇表情明显也有些不自然。洛凡尘察觉到了气氛的古怪，手掌覆盖魂力，向内龙狮腹内一抓，噗嗤，一块晶莹剔透的暗红迷你骨骼就被掏了出来，没有沾染丝毫血迹，只是这魂骨形状让洛凡尘虎躯一震，这形状未免太有个性了。洛凡尘捏着它，震惊问道：此为何骨啊？白银月嗫嚅道：它不属于正常的4肢骨、躯干骨和头骨，应该是传说中的外附魂骨。外附魂骨长这样。洛凡尘颅内嗡鸣，这魂骨形状分明是放大了无数倍的金针菇啊！白银月不好意思继续往下说了，还是女教皇清冷道：外附魂骨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正常魂骨会融入4肢、躯干、头骨之中，而外附魂骨每次激活则是在体外出现。白虎帝国曾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超凡强者，风雷尊者，他便用一对羽翼类型的外附魂骨，那对魂骨分别可以操控风、雷之力，大幅度提升飞行速度。更神奇的是，他那对外附魂骨可以吸收风、雷之力，不断进化，这是普通魂骨永远无法匹敌的。洛凡尘听明白了外附魂骨的牛逼之处，低头再看手里握着的这枚外附魂骨，恨不得一把扔出去，嫌丢人。人家是风雷一骨，自己这什么不正经的玩意？雕骨、金针骨、大魔骨。他也终于明白2位大小美人为何支支吾吾不肯拾起这利器了。师哥，这外附魂骨可是大陆顶级至宝，你要不附加试试，看看有何威能？白银月俏脸流露促狭之色，他想通了，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师哥。洛凡尘嘴角抽搐，这玩意附加到哪儿都不对劲儿吧？要是能融入自身骨骼内，还可以考虑一下，每次催动都在体外显现。那他附加个屁！他二弟天下无敌，不需要多一个老三。噗嗤！看着洛凡尘脸色阴阳变幻，扔还舍不得扔，附加还舍不得附加，白银月忍不住乐了。师哥，我都不知道你这运气是好还是不好，爆出了传说级的外附魂骨，就是这魂骨不太正常。洛凡尘将魂骨递出，师妹，你不是还没附加魂骨呢吗？要不给你附加好了。白银月面色一变，仿佛瞬间脑补出了一个大雕萌妹的画面，顿时一阵恶寒，嫩滑肌肤紧绷微颤，他连连后退摆手，不要，别和师哥客气啊。洛凡尘嘴角上扬，小样儿，逗弄哥，你这妮子还太嫩了点。洛凡尘摇头，行了，这可是好宝贝，师哥可舍不得会给你。白银月震惊道，师哥你别冲动啊，不要为了宝物一时间想不开，真融合了啊。一想到师哥要变成双头龙怪物，他就害怕，男神没了啊。洛凡尘指节在他头上一敲，无语道，你这妮子胡乱脑补什么呢？这东西我自有妙用。白银月撇唇，这破魂骨能有什么用？也只有这么下流的龙狮才会出产这么下流的魂骨。洛凡尘笑而不语，这东西对于正常男人来说自然是垃圾，但对于有所缺失的男人来说，珍惜程度堪称世间第一珍宝不过分吧。这个世界既然有帝国，那应该不缺太监。洛凡尘点评道，这货魂骨包的不怎么样，不过给我的魂技倒是很满意。白银月美眸亮晶晶，好奇道，什么魂技？快施展试试。洛凡尘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因为他竟然获得了前世年少时最梦寐以求的信仰神技，还曾经站在夜间公园的椅子上中二呐喊，一次次兴奋挥拳比划。后来他发现远处阴影里一直坐着个老大爷，将一切尽收眼底，把彼时的洛凡尘尴尬到浑身发麻，僵直站在椅子上不知所措，脚趾差点抠出3室一厅。来想老大爷并没有嘲笑他，反倒是悠长叹息，年轻真好，大爷曾经也年轻热血过啊。不过大爷信仰的可不是你那个人物。那是。小凡尘忍不住进行询问，老大爷一把甩掉拐杖，猛然站起身，一脸严肃问道，少年，你相信光吗？正当洛凡尘收敛上扬嘴角，准备施展信仰神技给白银月看的时候，
远处丛林响动，传来饥渴激动的男人声音：“嘎嘎，花姑娘，还是2个极品花姑娘，兄弟们今天有福了，难得将气血吸干，2个美女花瓶用来吸咱们，解解解。”砰砰砰，草地震动，洛凡尘3人看见树丛中一个赤膊上身的魁梧壮汉走出。壮汉全身肌肉炸裂骇人，呈现诡异惨白颜色，他脸上正挂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呲出的牙齿不断淌血。2个花姑娘，1个童子鸡，今天算你们倒霉，遇到本大爷出来打野时，我们倒霉。洛凡尘嘴角抽搐，这位肌肉猛男，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调戏谁？壮汉舔动血肉，狞笑道：“看来你们还没有认清楚遇到大爷以后问题的严重性。乌鸡、苍老师，你们还不出来，更待何时？难道要吃大爷残羹剩饭？”刷刷，一个黑脸尖嘴、瘦如马杆的男人窜出，浑身长着细密的黑毛。嘎嘎，谁他妈像你这样无脑正面刚？老子只喜欢藏在黑暗中苟着，猥琐偷袭。壮汉瞪眼，把你那乌鸡嘴闭上！嘎！黑脸男人破口骂道：“大鸡巴，再说一遍，老子武魂是暗翼乌鸦，不是鸡，再说跟你拼命！”壮汉点头：“好的，小乌鸡，你他妈！大鸡巴，小乌鸡，这特喵是什么奇怪组合？”洛凡尘满脸古怪。话说这哥俩不会是2B 吧？你们劫财劫色都行，能不能专业一点？怎么自己人戏要干起来了？咯，婉转妖娆的女人笑声突然传来：“乌鸡哥，消消气，他这一身大肌肉筷子都是牺牲智力，用脑子换的，你也不是不知道。”鬼姬扭头骂道：“苍老师，你信不信我把你那2个大肉瘤子拧下来当球踢？来啊，就怕你一个手握不住。”阴影正一个性感妖娆的成年女人踩着黑色高跟走出，稚嫩童颜，腰肢纤细，肥臀随时要将暗红后妈裙炸开，胸前呼之欲出，甚至可以说是到了恐怖的程度。卧槽！洛凡尘瞳孔一缩，隔着老远就感受到一股凶气扑面而来，少说也是 F 级强者等等，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叫球王奶妈，叫苍老师。什么鬼？鬼姬骂道：“你信不信老子将你就地正法？”妖妇摇头，舔动红唇道：“妾身刚才好像说错了呢，你2个头应该都拿去换体格了。外强中干，拿过来也是牙签脚大缸，就别到妾身这里丢人现眼。”轰！鬼姬脚下草屑瞬间炸开，鬼背武魂附体，4圈魂环旋动而出，黄黄紫紫。你再说一遍试试！打起来，打起来！洛凡尘听到俏皮女声，余光看见白银月挥舞粉拳，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样子。尖嘴黑脸男打起圆场，劝阻道：“好了，鬼姬，这次你确实太冒失了，没搞清楚对方实力如何就贸然现身，很危险。”我呸！你俩还真是邪魂师之耻，胆小就回家玩泥巴，有理智还他妈叫邪魂师！洛凡尘震惊，你特良还真是个人才，说的竟有几分道理。鬼姬抬手指过来，一个毛头小子，2个娘们就能把你们吓着？操！有什么好怕的？你俩以为他们是谁？老子根本不带怕的，有种就跟我冲过去！我确实没中啊。童颜巨迷的红裙妖妇耸肩，没时间跟你贫，小白脸给你，那细皮嫩肉的靓妹子给小乌鸡。至于这个成熟冷艳的御姐嘛，鬼姬残忍狞笑一声，你们谁都不要插手，让我一个人来拿捏，也就喜欢征服这股子冰山劲儿的冷美人。鬼姬，你冷静点，我感觉不对劲。黑脸尖嘴男后退一步，慎重劝告道：“你看这2女一男，见到咱们一点都不害怕，跑都不跑，要是没底气，会这个样子吗？”你懂个屁！鬼姬龇牙笑道：“他们这是被本大爷的王霸之气慑服了，吓得腿软走不动路，只能原地等死。邪魂师是邪，不是蠢啊，憨屁！”黑脸男人心中暗骂，觉得自己还是问个靠谱的吧。苍老师，你怎么看？没有回音。奇怪，怎么没动静了？黑脸男扭头看去，发现红裙妖妇对他的话充耳不闻，烟媚眸子直勾勾盯着一个方向看，正是洛凡尘的位置。黑脸男心中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喂，我问你话呢。帅，太帅了。咕咚，妖妇说话间喉咙蠕动，传说咽口水的声音。乌鸡脸色更黑了，太阳穴青筋跳动。我他妈问你怎么看，没问你帅不帅。男人，帅男人，玩，要玩。又阵亡一个。乌鸡恼火道：“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没见过男人。”妖妇烟媚眸子燃烧起熊熊火光。见过男人，没见过这么帅的，太极品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男人。我要得到他，我一定要得到他，狠狠的亵玩。哦不！妖妇甩头，发丝晃动，我可舍不得吸干这种极品，要持续性发展使用。乌鸡人傻了，鬼姬忘带脑子很正常，
这娘们平时挺理智的，这个时候是怎么了？疯了，都他妈疯了！有问题，真的有问题，咱们谨慎点不好吗？命只有一条啊！鬼姬骂道。别，你怕个屁！对方要是大佬，早冲过来杀咱们了。妖妇美目露出凶光，今天你敢阻止我奔向帅弟弟，老娘第一时间杀了你！可是，乌鸡将忌惮的目光看向纹丝不动的两女一男。注意到对方目光，白银月眼角泪滴流淌，打湿细密睫毛，潭口发出惊慌的呼喊：“哥哥，你快跑！”洛凡尘一脸懵，惊呆了老妹，这是什么操作？白银月四肢绵软的推了一把洛凡尘：“哥哥快跑！敌人是恐怖的邪魂师，不要管我，我腿麻了，跑不起来了。演我是吧？不对，这是演我还是演对面呢？”洛凡尘看向一直很靠谱的女教皇，只见冷艳神女道：“快走，再不走，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你们师徒俩这是什么恶趣味？一个女教皇竟然也会干这种事，钓鱼执法。雪白小腹剖开肯定是黑的。洛凡尘明白女教皇刚才那话其实也没说谎，这三个奇葩邪魂师再不走，可不都得死在这里？但是对方听进脑子的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鬼姬狂野大笑，邪眸鄙视乌鸡哥道：“你看爷说准了没有？我尚未出手，他们就软在原地。”可是乌鸡还是觉得不太对劲，他从两女身上察觉的气息都很微弱，3环左右。俩年轻人3环还算不错，但那个冰山玉姐这年纪3环是不是就太菜了点？感觉不对劲，有猫腻。红裙妖妇催促：“可是个屁！你看他们怕那样。”乌鸡，你别忘了七阶的血圣大人还跟在后面，有他给咱们撑腰，谁也不用怕。这口送到嘴边的小鲜肉不赶紧吃，可就要被血圣大人他们生吞了。乌鸡心态崩了，这俩都是什么猪队友？一个想女人，一个图男人，都他妈色急攻心，丧失理智了。妖妇道：“鬼姬，别理这没胆的小乌鸡了，先出手帮我对付这帅弟弟。”没空，区一个2环魂师，还需要我出手？妖妇狂热地盯着洛凡尘的脸，红舌擦过润唇道：“拿下他容易，但是不伤一根毫毛就吃下他很难。你不帮我，我就把那边2个小娘们全给你弄死。算你狠，上吧，速战速决。”洛凡尘无语，果然长得小帅也是一种罪孽，挨打都是第1名。不过对方是瞎了吗？看不见自己刚才打死的5000年御焰龙狮和母狼？扭头一看，没了，别说魂兽尸骸，连血迹都没了，一定是腹黑女教皇干的。他狐疑看了过去，女教皇道：“快走，不要做无谓的牺牲。都演我是吧？”洛凡尘虽然也想试验自己新获得的信仰神迹，但是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两女称心如意。男人要做情绪的主导者，行为在恰当时候必须让女人屡屡感到意外惊讶，情绪产生波动才会对你有感觉。现在正是时候。洛凡尘恐惧后退，大惊失色道：“各位好汉，放过弟弟，有事儿尽管冲他们来。”鬼姬大笑着拍打乌鸡肩膀：“哈哈，看见没？他怂了，怕了。”妖妇撇嘴摇头：“怂包胆小的男人我可看不上，不过看在这负折鲜皮囊的份上，老娘忍了。”女教皇和白银月娇躯微颤，震惊地看向洛凡尘。本以为男人要冲上去硬刚了，他俩当吃瓜群众，坐山观虎斗，结果突然来这一手骚操作，直接卖队友。哥哥，你怎么可以这样？白银月垂泪欲滴，挥手要打，白蟒美腿纠缠，脚下一个踉跄，跌坐在草地上。师妹啊，奥斯卡欠你一座小金人。洛凡尘道：“我有病。”童颜巨迷的妖妇更激动了：“没事，老娘就喜欢病态的小鲜肉。我有病，花柳病，碰不得啊！”女教皇冷脸彻底绷不住了，红唇哆嗦，白银月美眸闪过一连串问号，演得这么卖力，脸面都不要了。洛凡尘接下来展现出了更不要脸面的操作，直接将2个大小美女丢在原地，拔腿就跑，给师徒美人全都干不会了。繁衍，想走。妖妇背后出现一尊老妪尸影，这是她的血尸武魂黄黄紫紫4圈魂环，直接闪身拦住洛凡尘去路。在女人威胁的眼神下，那鸡巴大汉也不得不过来帮忙。非得跟我过不去是吧？洛凡尘无奈停步，给两女情绪波动的差不多了，也该实战练技了。这可是3个上好陪练。鬼姬猴急道：“麻溜束手就擒，是不是给你小子点币连是吧？”洛凡尘声音传出，暴躁气息原地炸开，脚下只留下土坑。鬼姬瞳孔倒映突如其来的拳影，下意识横扫阻拦已经来不及。砰！粗犷面部被拳头砸得变形扭曲，鼻血狂喷，倒飞了出去，砸得树干哗啦作响。这一招惊的3个邪魂师目瞪口呆，火爆妖妇懵了，上一秒还唯唯诺诺，然后就重拳出击。“您是变脸王吧？小子，
你不讲武德！鬼姬武魂附体，骨骼弹响，身形扩张到了3米，如同惨白猛兽，货真价实的大鸡巴，肌肉溢散着强大血气，如炮弹一般就冲了过来。同时，女人操控老御师武魂配合攻击，轰轰轰！鬼姬和妖妇越打越心惊，这小子怎么不释放武魂就可以跟他们4环的修为周旋？鬼姬大喝：“这小子确定是2环吗？他背后散发的诡异红光是怎么回事？慌什么？再诡异能有咱们邪魂师诡异？”妖女自信道：“体力好，说明我有福气了。对，只要秒杀不了咱们的魂师，要么逃，要么被咱们吸干。”大鸡巴鬼背一开，后背肌肉扭动，如同魔鬼张口，顿时产生出一股吸血之力，对向洛凡尘。性感妖妇也操控武魂夹击而来，食指间闪光，出现血色漩涡。第3魂技，血噬。洛凡尘挑眉，这就是被人吸精气的感觉。就这，吞吸的力度不够，比小泥鳅差远了啊！眼看青年落入下风，乌鸡哥脸色阴晴不定，蠢蠢欲动。走，还是不走？他斜了一眼白银月，确实水灵，太美妙了啊！当男人中意一个女人，不管对方是不是骗子，男人都会自己找理由骗自己。乌鸡哥异动了，如果对方真是牛逼大佬，现在想跑也已经来不及了。也许对面真的很菜，谨慎窝囊一辈子了，活得好好的，要不试着冲动一次，应该没事。轰！他4环暗翼乌鸦武魂附体，双臂化作黑羽翅膀，嘴唇突出化作乌黑鸟喙。老子想通了，你们别想吃独食！哈哈，我踏马来了！刷！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大彻大悟的乌鸡哥化作惊艳夜空的黑色极影，杀向洛凡尘。冲入黑暗战场的一刹那，乌鸡哥飞眸倒映出一道璀璨的巨大火焰拳头，自战场中央爆发，爆裂火焰扑面而来。他拼命刹车，胸前横臂抵挡，还是被金红色的火拳轰了个正着。卧槽！不要！轰！我踏马又走了！乌鸡哥惨叫一声，如流星般被轰飞，2个小眼睛绝自欲裂，充斥着难以置信。砰砰！性感妖妇和鬼姬拳都砸飞出去，没好多少，全身衣物多处出现焦糊，尤其是妖妇徐娘半路，凶器更加骇人。白银月不禁惊呼：师哥一招就秒了3个4环邪魂师，虽然他们魂力驳杂，基础不牢，但也太残暴了吧！新魂技，女教皇冷眸凝视战场中央，青年早已武魂附体，威风凛凛，犹如战神下凡。施展焚焰甲后，全身犹如披着赤红铠甲，后背麒麟纹闪耀，脚下踏着2圈紫色魂环。最神奇的是，他的右臂已经完全火焰化，外焰为红，内焰为暗金。他视线从燃烧的火焰移开，缓缓抬头，视线对向捂着胸膛砸飞的3大邪魂师。他心火在燃烧，眼神却异样平静地开口：第2魂技，火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性感妖妇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呼：一个2环大魂师怎么可能同时对抗咱们3个4环魂宗？你们快看他脚下魂环！乌鸡急促声音传来，充满难以置信。鬼姬和妖妇看清楚洛凡尘脚下魂环，瞳孔骤然紧缩，惊骇到了极致。紫色千年魂环，而且前2个魂环都是1000年的，这不可能！妖妇怀疑自己在做梦，这根本就不是真的。可是胸口还不断传来被击中后的肿痛之感。鬼姬倒吸凉气，我操，这小子太邪门了，这是人类能做到的。妖妇舔动猩红嘴唇，咯咯笑道：没想到这男人不仅颜值是极品，天赋更是前所未有，人家更想得到他了呢。乌鸡骂道：你个浪娘们，见到男人就腿软走不动路了是吧？我踏马是怂了，先走一步，恕不奉陪。鸡爸唾了血沫，虎眸充满嗜杀之色。小乌鸡，你怂个屁，他第2魂技都用完了，已经没有底牌，还不一起趁机拿下他？我拿你马了巴拉子！你猜他们为什么不趁机逃走，还如此气定神闲地看着咱们，明显有猫腻啊！乌鸡转身就跑，懒得再给2个色级攻心失了智的憨批猪队友解释，遇到危险不需要跑得多快，只需要跑得比队友快就好了。想走？洛凡尘冷哼，破空冲出，拦住乌鸡去路。乌鸡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心中的危机感更甚。他的暗翼乌鸦武魂具有预知死亡的第6感。他哭丧着脸道：冤有头，债有主，哥们你就行行好，放我走吧，有问题找他们俩啊！眼看这4环邪魂师服软，洛凡尘挑眉，觉得十分有趣。不怕反派实力强，就怕反派有脑子。你这么聪明，那就更不能留你了。洛凡尘直接挥动火拳莽了上去。乌鸡体表生寒，愈发觉得不对劲，但那火焰拳头临近身前。第4魂技，按压突袭。他化作黑羽翅膀的双臂扇动，腾空而起，避开火拳，闪烁幽光的利爪穿破鞋子，抓向洛凡尘。洛凡尘挑眉，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乌鸦坐飞机？我让你吐！
他弯臂挥拳，拳头化作超高温度的巨大火焰，用力向着斜上方砸出，火影横空。轰！该死，你的第二魂技怎么还可以用？乌鸦利爪崩裂，惨叫一声，被爆炸火拳再度轰飞了出去。洛凡尘冷笑，他这第二魂技可不是单次攻击，激活后大概可以维持半刻钟的时间。嗖嗖，耳畔传来破空响声，正是妖妇苍老师和鬼姬趁机出手偷袭，同时施展出了第四魂技尸魔舞血煞拳。妖妇身形犹如鬼魅一般，在空中形成数道幻影，鬼姬砂锅大的拳头散发刺鼻血腥味。轰！洛凡尘火拳挥出，高温大火吞噬前方空间，所有妖妇幻影尽数被笼罩其中，发出惨叫。同时左手为掌握向鬼姬拳头，敢硬接我的血煞拳，你找死！鬼姬嗜血讥笑，结果拳掌交接后，想象中打爆对方左臂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对方掌心出现一道青色游龙盘旋游动，高速转动的漩涡瞬间将他所有的力道尽数化解。鬼姬大惊失色，怎么可能？对方不仅轻描淡写地接下他的最强魂技，更是将他拳头上蕴含的血煞之气尽数吸走。不可能！洛凡尘唇角上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将掌心吸收的拳劲和血煞之气同时爆出。轰！鬼姬粗壮的手臂难以承受这股恐怖力道，瞬间炸碎开来，血肉白骨激射向四周。啊！我的胳膊！鬼姬凄厉嚎叫，跌跌撞撞向后栽倒，眼神不再霸道嗜血，望着洛凡尘充满恐惧。抱歉，力道没掌握好。洛凡尘看着对方痛苦，心里很愧疚。要是刚才一掌直接打死你，你就不必承受这种痛苦了。魔鬼，你是魔鬼！鬼姬嚎叫得更大声，脸色惨白，坐在地上连连向后蹬腿，躲避走过来的洛凡尘。你不要过来！洛凡尘看着对方呲血的断臂，摇头道：一定很疼吧？让我帮帮你，死了就不痛了。你不要过来啊！鬼姬害怕极了，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恐惧过一个人，此时身体和心灵正遭受双重打击。老师，师哥杀人就算了，还要诛心，太坏了。白银月轻笑后忍不住感叹，太变态了，二环之身吊打3个4环邪魂师，这战绩传出去估计都没人敢信。女教皇颔首，很了不起。为师记得你初入2环的时候，借助夜间月华增幅，最多也只能对抗3环吧，拉一踩一就没必要了喂。白银月美眸上翻，撇唇道，谁能跟师哥这个变态比，简直就强得不像人。突然他眸子一瞪，师哥小心！洛凡尘踩着鬼姬头颅就要给这个大鸡巴猛男一个痛快，听到惊呼顿时扭头，凶气逼人的性感妖妇悄无声息的出现，犹如鬼魅一般，直接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他冲着洛凡尘的脖颈轻轻吹气，张开红唇，吐气幽兰，小甜心，得不到你我就毁掉你，滚开！洛凡尘焚焰甲爆发火光，但妖女身上散发出阵阵青光，抵挡住了他攻势。没用的，我一直在等一个近身的机会，现在你就等着被切身吸干吧，咯。妖妇神情充满得意，笑得花枝招展，同时全身散发出恐怖的吸力，稀释洛凡尘的血气和魂力。第3魂技幽冥尸息，他的眸子闪过浓重的同情之色，舔动红唇道，小冤家，得不到你我就吃了你！你完了，我完了！洛凡尘挑眉，丝毫不慌。妖妇咯咯笑道，邪魂师手段的诡异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你现在还挣脱得掉吗？洛凡尘冷笑道，走不掉的应该是你吧。妖妇完全听不懂男人在说什么，对方的气血魂力分明在源源不断涌向自己体内，但下一秒轰的一声，男人身体竟然产生出了更加恐怖的吸力，他所引以为傲的幽冥尸息在这股吸力面前根本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啊！性感妖妇发出尖锐嚎叫，全身哆嗦起来，怎么可能？你这是什么手段？难道你也是邪魂师？洛凡尘摇头，当然不是，不是邪魂师怎么会有这种吞噬气血的手段？妖妇火爆娇躯拼命挣扎，却根本逃离不了，局面瞬间反转，他的吸食气血手段被克制得死死的。放开我，快放开我！洛凡尘笑问，好玩吗？妖妇发出勾魂的求饶娇声，小冤家，快放了妾身吧，妾身愿意给你为奴为婢。洛凡尘颔首，很不错的提议。妖妇陡然一喜。洛凡尘摇头，可惜你这种浪裤裆的浪荡女人，给我当狗都不配。吸力陡然大增，妖妇发出阵阵哀嚎，完全对身体失去了控制，血气魂力源源不断的被吸走。更惊悚的是，她的武魂附体状态解除，武魂和魂环竟然也要被吸入洛凡尘体内。不可能，你这手段怎么比我们邪魂师还险？妖妇对这种诡异的手段简直闻所未闻，
吸食别的也就算了，武魂、魂环也能吸走。洛凡尘脚下踩着的轨迹根本动弹不得，看到这一幕，吓得浑身瘫软，嘴唇哆嗦。魔鬼！他后悔了，后悔精虫上脑，要招惹这种恐怖的家伙。旁边的白银月看呆了，邪魂师都吸不过师哥，师哥这吞噬能力未免也太霸道了吧？要说师哥不是邪魂师，估计都没人信。火辣妖妇的武魂和魂环都被洛凡尘吸走，最终无力的滑落，四肢绵软瘫在了地上，俏脸上毫无血色，虚弱到了极致。武魂，我的武魂！武魂被强势夺走，魂力被吸空，他现在的状态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洛凡尘青色精灵覆盖的身躯开始膨胀，体表涌出阵阵湿气，将对方的武魂和魂环吸入体内后，感觉一股驳杂的力量冲击着身体，眼睛都充满疯狂嗜血。麻烦了，洛凡尘暗叫不好。小泥鳅如今是吃饱的状态，一切吸来的东西只能靠自己肉身去抗，有点顶不住了。他红着眼睛看向火辣妖妇，放过妾身。妖妇咬着红润嘴唇，甚至前送身子，故意凸显出傲人的火爆身材。妾身很会伺候人的，小哥哥试过就能知道了。我也是一时糊涂，就饶了妾身吧。洛凡尘点点头，掌心对准妖妇，所有刚才吸纳进来的武魂、魂环、血气全部倾泻而出，化作一道蕴含狂暴能量的黑色光柱，直接炸向妖妇。炸响传开，烟尘四起。很快，烟尘散去，地面出现了一道深坑，火辣妖妇早已化作了飞灰，连骨头碴子都没留下来。卧槽！无情！猛男诡计下的决子欲裂，没想到那样美艳火辣的女人，这小子说杀就杀，眼睛都不眨一下，那他岂有活路？抱歉，让你受惊了，我这就送你跟他团聚。洛凡尘和善道了一声，拳锋爆出火光，直接将肌肉猛男烧烤成炭，死不瞑目。呼！解决2个敌人，洛凡尘长舒一口气。刚才好险，他还想试试在吸了对方的武魂、魂环以后，自己能不能使用来着。可惜根本没时间尝试，吸入的能量太多了，要是不及时倾泻出来，身体就要被撑爆，精神也要陷入混乱。难怪邪魂师一个个精神都不太正常。刚才他在吸收了对方的武魂后，确实感觉到那武魂蕴含的阵阵邪气，侵袭人的神智，带来对鲜血杀戮的渴望。以后绝对不能乱吸邪魂师的武魂，搞不好就给自己赔进去了。等等，这才弄死2个，他差点忘了还有一个鸡贼的邪魂师。师哥，救命！白银月可怜的呼声传来，他和女教皇脑袋镜皆被乌鸡的锋锐翅膀对准。洛凡尘无语，咋的？做戏要做全套，演弱女子演上瘾了。乌鸡恶狠狠地瞪着小眼睛，威胁道：小子，警告你别过来，不然我就杀了你的2个女人，让你后悔一生。洛凡尘解除武魂附体，耸了耸肩，打了个哈欠，想杀就杀吧，随你便。白银月扁着红唇，师哥，你怎么如此无情，不爱师妹了吗？嘤。乌鸡头皮发麻，察觉到有些不劲儿，但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开口骂道：住口！你个小娘们，都死到临头了，还敢嘴贫！嗖，林中突然窜出4道人影，领头的中年男人满头血发，青色3角眼，黑色长指甲。见到来人，乌鸡欢喜大笑，哈哈，血圣大人来了，天不亡我，不管你们3个有没有猫腻，这下都死定了。血发男人冷声道：乌鸡，怎么回事？乌鸡哭诉道：血圣大人，鬼姬和苍老师都被那小子打死了。他笑道：还好我机智邪蛇这2个女人，让对方投鼠忌器，不然就等不到您来了。区几个垃圾，就差点让你们全军覆没，真给本圣丢人。血圣鹰鹫眸光从洛凡尘身上掠过，十分不屑，而后看向乌鸡挟持的2女，看着那冰山玉姐，越看越觉得熟悉，似曾相识。他脑中好似有闪电划过，全身抖了一激灵，发出愤怒的吼声：乌鸡，我曹你8辈祖宗！砰！血圣扑通一声，直接跪在地上，泥土炸开，地面一颤。这一幕直接给众人看呆了，乌鸡一脸懵逼。血圣大人，您这是？女教皇饶命，我不认识这狗东西，不认识他啊！血圣肝胆欲裂，吓得快哭出声。你小子挺牛逼啊，女教皇都敢挟持，超你妈的！我就是一个小小的7阶邪魂师，能惹得起对面这尊大佬吗？女教皇！血圣后面3个邪魂师闻声一颤，人的名，树的影全部跟着跪服，瑟瑟发抖。乌鸡人都傻了，吞咽着口水。教皇，传说中铁血杀伐的女教皇。洛凡尘微笑吃瓜看戏，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还是喜欢你们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白银月轻灵问道：喂，那红毛的，你竟然认得我老师？血圣低垂着脑袋，不敢抬头，胆怯道：有幸在教内瞻仰过教皇大人的画像。
乌鸡颅内轰的一声，耳鸣阵阵。我结识了女教皇，还沾沾自喜。他感觉自己不是机智一匹，是虎笔透顶。扑通，他也跪倒在地。女教皇饶命，刚才是小人说话太大声了。白银月浅笑安慰道：别这么紧张了，没关系的，我老师一向很好说话的。乌鸡紧绷，心情微松。阿嘞，白银月玉指搭在唇上，美眸上翻思索道：因为一般惹了老师的人呢，没来得及开口就死了捏。乌鸡哥如遭晴天霹雳，心跳超速，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魔鬼，你们都是魔鬼吗？少女的可人笑颜更像是死神在冲他微笑。这一刻他好像看见过太奶了，喊他下去吃团圆饭。血圣眼看形势不妙，顿时弃车保帅，抛下所有人，背后魂力凝结出一对血色双翼，腾空便跑，心中疯狂咒骂乌鸡：你踏马挨千刀的，干啥啥不行，惹是第一名，找死能找到女教皇头上，自己作死不够，还想带着老子一起死。白银月笑指空中：老师，那红毛的竟然还想逃哎，看来了解您，但了解的不多。女教皇抬起绝色冷颜，隔空凝视：本圣今天偏不信，凭我30年的功力，加上叫中元老赐予的护身宝物，能逃不掉。血圣施展燃血秘技，不顾损耗的拼命逃亡，同时从怀中取出一枚血色玉符，狠狠捏碎。空间撕裂，霎时间出现一道血色门户，门户内溢出一股强大的凶戮气息，宛若有史前凶兽要复苏降临。何方宵小，敢动我血魔教中人？听到门户内传来的苍老声音，血圣面色狂喜：有救了，元老大人要出手救我了。女教皇不见动作，隔空冷道一声：我帝未央。那霸气沉稳的苍老声音猛然拔高了几分，成型稳固的血色门户剧烈抖动起来。女教皇依旧平静看着，双手抱肩，玉指轻轻叩击。此时血圣半个身子已经钻入门户。滚，莫矮老子！砰，爆响传开，血圣整个人被轰飞了出来，半张脸都开裂淌血，挂着明晃晃的血印。小崽子，你死不死啊？谁都敢惹，竟然还想把敌人带回老巢。伴随着暴跳如雷的苍老声音，那血色门户快速解体，如潮水一般快速退去。不！血圣拼命冲向门户，试图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是门户消失的比他逃命的速度都快，他只来得及抓住最后一把血色光影。我没进去，我还没进去啊！我无辜，人不是我惹的，我也是受害者啊！洛凡尘一脸震惊，这就是传说中牛逼雕炸天的血魔教圆桌石老妖，作为大反派的逼格呢？这也没有啊，可惜了。女教皇轻叹一声，老贼精明，果断切除了空间联系，又失去一次找到血魔教总部的机会。他抬起纤长玉指，隔空点出，空间封锁，血圣整个人顿时被禁锢在原位，周围空间犹如石墙奔着他挤压而来。原来真逃不掉。血圣一脸绝望，用尽积攒了一生的力气，歇斯底里地发出最后一言：乌鸡，我抄你马！轰！一团血色烟花在空中爆开，愤怒的声音不断回荡：不怪我啊，我也是无辜的，憨批队友误我。乌鸡泪流满面，吓瘫了。这把高端局他真消受不起，连操作的机会都没有。教皇大人，小人真不是有意冲撞您啊，没事，下辈子记得注意点。帝微央凤眸闪光，空间撕裂开来，裂缝宛若猛兽张开的黑色巨口，将乌鸡瞬间吞噬。他抬指准备对另外3个邪魂师下手，不过又放了回去，因为那3个已经栽倒在地，被活活吓得心脏骤停，猝死了。洛凡尘吞咽口水，他该反思以前对帝微央是不是说话太大声了。以前他对女教皇实力没什么确切概念，这回算是见到了。对方载魂圣跟杀鸡一样，也就动动手指头的事，难怪80万年的麒麟尊者都愿意借他精血。穿越以后气运金龙贯体，一切都太顺了，以至于让他忽略了一件事：前世撩妹失败，最多被拒绝，可以无限试错，总结经验，越战越勇，直至高歌猛进。这一世要是失败，那就是挫骨扬灰啊！女教皇察觉到男人的异样，黛眉微蹙：凡尘，你不舒服？听到这清冷询问中暗藏的关心，洛凡尘心中大定，这都稳了，自己到底在后怕什么呢？刚才吸了那女人的武魂后，确实有些胀得慌。唰！洛凡尘眼前一晃，女教皇绝世无双的完美娇躯就已经闪到身前，能闻到一股特殊的清香。一对冰凉滑腻玉指搭在他的手腕上，随后撤走。没事，我替你检查过了。女教皇提醒道，下次不要乱吸收邪魂师的武魂，很危险。好的，未央。洛凡尘心态恢复自然，想起前世名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胆子大，女神放产假。任重道远啊，九儿还在等着他突破到7阶呢。走吧。
白银月蹦跶过来。等等，洛凡尘摇头，走向剩下3个没动静的邪魂师。他们都被老师吓死了，不用管了。看着男人不怕麻烦的处理那3具尸骸，白银月满脸费解。洛凡尘回头笑道：在野外杀人最好保持一个好习惯，死了也要补刀，最好把敌人骨灰也一起扬了，这样才安心，不然万一哪个没死透，从地下钻出来报复咱，或者报复咱们亲人怎么办？白银月阴唇微张，被男人的骚操作惊呆了。那个，我好像没有亲人。洛凡尘耸肩，不，你还有个哥哥，而我是真没有。呀，白银月一脸抱歉，我还有个哥，差点把他忘了，多亏他没听见。轰，搞定了。洛凡尘拍拍手走回，背后激起大片白色烟尘，3个尸骸在云烟中飞灰烟灭。白银月嘴角抽搐，老师，我怎么感觉师哥这武魂，这毁尸灭迹的风格，好像他才是真正的邪魂师啊。女教皇摇头，银月，你高看邪魂师了，多损啊，背后消遣我是不是？洛凡尘走过来，手指轻轻叩击在白银月的脑门。白银月吐着小舌，没有了，人家就是觉得你这个天赋混白到委屈你了，不去当邪魂师实在可惜，估计在血魔教混个圣子没什么问题。不去。洛凡尘瞪眼，脑子坏了才去，我算是看出来邪魂师都是一群神经病。他前世是海王，又不是精神病院院长，他的颜值很危险，万一到那边遭受哪个女精神病大佬的喜欢，鬼知道会经历什么。女教皇目露沉思，显然在考虑着什么。洛凡尘暗道不好，该不会真打算把自己搞入血魔教当卧底吧？情绪顿时紧张起来。嗷呜！突然一声兽吼响起，洛凡尘正心烦，扭头斥道：你在狗叫什么？一头巨狼小心翼翼凑近过来，高大威猛，毛发雪白澄亮。白银月惊奇道：师哥，这不是你先前救下的那头雪域槟狼吗？也不是狗啊。没说差。洛凡尘摇头道：那李红鹏是披着人皮的舔狗，他是披着狼皮的舔狗，都是狗。白银月小声嘀咕，为什么总觉得师哥对舔狗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怨念？洛凡尘心里默道了一句，因为舔狗哄抬币价，把本不值这个价钱的东西舔出了新的高度，让他真以为自己是值这个价钱。槟狼，告诉姐姐，你又回来做什么啊？白银月抬手想去摸槟狼的雪白毛发，结果被对方直接侧身闪过，甚至还给了他一个看白痴般的嫌弃眼神，把圣女气得跺脚，想宰狼吃肉。雪域槟狼缓缓走到洛凡尘面前，4肢跪伏，压低身子，发出短促的呜鸣。这是邀请师哥坐上去。白银月经历短暂惊讶后更气了，狗眼看人低是不是？这后被师哥就做的，他这个圣女连摸都摸不得。行了，别狗叫了。洛凡尘摆手道：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不需要你用这种方式向我报恩。嗷呜！槟狼姿态浮得更低了，大有洛凡尘不愿意他就不起来的架势。洛凡尘无奈，跨腿骑乘在巨狼背上，坐上去后他眼前一亮，别说还挺舒服，又软又温，比前世骑马舒服多了，而且既拉风又带派。哦！雪域槟狼这回来了精神，直立起身，昂首阔步，迈起了六亲不认的小步伐，给女教皇和圣女看得一愣一愣的。洛凡尘诧异，低头问道：怎么了你们？7头魂兽应该没什么好奇怪的吧？有什么问题吗？还没有问题，问题大了。白银月无语道：你知道吗？魂兽天生桀骜不驯，让他们屈服人类比杀了他们还难受。而这普天之下最具血性、最倔强的魂兽就是狼族，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奴役他们。抓过来当坐骑，想都不要想，一不留神就自绝给你看。你这骑的倒是挺潇洒。哈哈，原来如此。洛凡尘思索道：那可能因为他不是狼，他是真的狗吧？白银月盯着槟狼眼睛，怂恿道：良禽择主而事，他都这么侮辱你了，你都不先翻他。槟狼不仅将所有话当作耳旁风，甚至还驮着洛凡尘大摇大摆地绕着白银月转了几圈。啊！白银月气得脸蛋酡红，发出恶龙咆哮：谁都别拦我，今天我必宰了这孽畜！师妹，打狗也要看主人啊！洛凡尘翻身下落，推手阻止。白银月气呼呼道：果然是舔狗，这么骂你，换我可忍不了。洛凡尘大笑，回头冲着槟狼问道：你这家伙确定以后一直跟着我？雪域槟狼认真点头。洛凡尘颔首：行，那给你取个好听霸气的名字吧。嗷呜！槟狼兴奋期待的嚎叫。旁边的大眼萌妹翻起白眼，默默道：你高兴得太早了。洛凡尘沉吟道：就叫二狗吧。女教皇听了直摇头：我就知道。白银月巴掌拍向脑门：哥啊，这么酷的槟狼咱叫二狗多丢面啊。多好，多接地气，一听就好养活。
嗷呜！雪域槟榔欢快地摇起了尾巴，白银月眸子瞪得更大了。你个蠢东西，要是以后灵智全开，发现自己叫二狗，看你会不会羞耻得满地打滚。女教皇突然开口道：不太对劲，怎么了未央？洛凡尘和白银月都看了过来。女教皇皱眉道：这雪域槟榔本该生存在遥远的极北冰原，绝对不可能是这东方魂兽绿洲该出现的生物。是啊，这怎么可能？得到提醒，白银月也反应了过来。猜干什么？直接问他不就好了。洛凡尘指向正在低头舔爪子的雪域槟榔，脚尖轻踢：二狗，你是本地狼吗？哦。槟榔摇头：极北冰原迁徙过来的。槟榔点头。白银月惊讶道：他一个千年魂兽，跨越那么远的距离，跑到不适宜自己的生存的环境来做什么？洛凡沉沉思道：那只能是有什么原因逼得他不得不逃离家园。不错。女教皇头来赞许眼神：你是因为天敌逼来的，还是极北冰原出问题了？槟榔张着大嘴巴愣在那里，眼巴巴看着三人，也就是他没嘴，不然已经要骂街了。你他妈倒是一个一个问啊，这我咋打？洛凡尘很快意识到问题，重新问：因为天敌。槟榔摇头：冰原出问题了。嗷呜！槟榔瞳孔出现恐惧之色，似是回忆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双爪不停地刨地，将自己头埋了进去。看来确实是冰原出问题了。洛凡尘同情看着槟榔，这货太惨了，千里大逃亡来到绿洲，还被绿了。未央，你们神殿没收到这方面消息吗？女教皇摇头：冰原天寒地冻，气候恶劣，除了冰系魂师，几乎无人踏足，自然没有情报。下次我派人去那边探查看看。现在最重要的是利用这最后1个月的时间，让我来亲身调教你。调教我？洛凡尘哆嗦了一下，脑中莫名闪过了一系列残忍的刑具。对。帝微央颔首道：凡尘，你的魂技强度远胜同级，但每个魂技在战斗中只能使用1次，若是使用完了，你该如何？洛凡尘不假思索道：跑。帝微央眼角微颤，这话说的还真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要他怎么往下接？洛凡尘道：所以才要学习秘技。白银月笑盈盈道：师哥，你是打算以后只要与人战斗就放大招，不开大招就不会打架了是吗？帝微央解释：凡尘，刚才与那些邪魂师的战斗你做得很好，但对于你自身来说，还远远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状态。你只顾着施展魂技，但麒麟纹增幅的肉身之力却没有完美发挥出来。洛凡尘若有所思：确实。帝微央道：因为你空有一身的气力作为宝藏，却少了体术这把钥匙去将它开发出来，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亲自调教你进行基础体术的训练。想要去乾隆城学习秘技，也需要有体术基础才行，不是一个门外汉过去就可以学会的。洛凡尘眸光一亮，按照对方的说法，倘若体术修炼到极致，岂不是一招一式尽皆是秘技，凭 A 级大招？啪！午夜丛林中清脆爆响回荡，雪域槟榔躲在远处的一棵树后，探着脑袋，前爪搭在树上，狗狗碎碎的观察正遭受调教的主人。白银月坐在枝杈上看戏，蜜桃臀显得更加挺翘迷人，一双踩着黑靴的白玉美腿来回游荡。师哥，好好做动作，要是做的不到位，老师不是开玩笑，他是真抽啊！当年就一点没留情面，抽得人家嗷嗷叫。洛凡尘现在没工夫搭理他，汗珠大滴大滴的顺着脸颊滚落。这也没办法，换谁直臂单手端着一杆300公斤的乌钢棍都受不了啊！前世正常的成年男人，单手端着一根3斤的木棍，保持正直，坚持30个呼吸都费劲，而他要端着这大玩意坚持1个时辰。如果这样也就算了，女教皇的花活还不止于此。此时他双膝弯曲近乎90度，马步姿态，而女教皇褪去了包裹长腿的金色筒靴，穿着白丝罗袜的雪足踩在了他的双膝之上，施展千斤坠，为他增加着负荷。起初美人临身，洛凡尘自然感觉巴适极了。眼前是美女帝微央，手上是乌钢长枪，既能修炼又能养眼，多潇洒。不过很快他就不这么想了，先是手臂传来火烧一般的酸痛感，随后是背肌、腹肌，最离谱的事情来了。女教皇罗袜雪足施加的力道，竟然不断跟随着他体力消耗的程度进行变化，始终是他双腿所能承受的极限重量。多一点他直接跪倒，少一点不够极限。女教皇对力量控制的精妙绝伦，分毫不差。一股特殊的幽兰芳香从近在咫尺的绝代女教皇身上传出，但洛凡尘不敢睁眼。女教皇手里一样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就一件鞭子，还特么的是钢鞭。洛凡尘很想问问白银月，你确定当年帝微央抽你是用的这大家伙？来一下命都没了吧？不过洛凡尘很快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意识松动，走神了几次，但女教皇都把鞭子抽向了地面，抽出一道道醒目的沟壑。哭死！我的未央还是爱我的。教皇手中鞭边地上抽，只起提醒作用，没舍得真往洛凡尘身上打。在女教皇摧残下，洛凡尘的体力濒临极限，意识甚至有些恍惚，很累，很想睡觉，一觉不醒。清冷动人的御姐音在耳畔响起：凡尘，坚持住，现在正是修行时，如此极限状态才是最容易领悟陆河的时机。洛凡尘混沌的大脑极力聚拢精神，回想起操练前女教皇对他讲解的体术陆河。体术想要入门，必须要领悟陆河。外体三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内神三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唰！洛凡尘脑中灵光乍现，感觉全身肌肉力量以几倍大龙为核心，开始逐渐凝结为一个整体，意念对于肌肉力量调动进入了更深的层次。这种感觉很奇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仿佛进去了新天地。就在此时，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的特殊声音响起：定，心之所向，力之所往，意之所达，力之所在。卧槽！洛凡尘身躯猛然一震，奇葩系统又诈尸了，这都1个多月没动静了。宿主毅力惊人，自行领悟5道陆河，激发隐藏特殊奖励毅力通天，请领取奖励。洛凡尘心念一动，选择领取。宿主领取奖励成功，破望天瞳，照穿迷雾，勘破虚妄，可随宿主魂力提升不断进阶，大成可上动九霄，下彻幽冥。外界，帝未央感受到洛凡尘体内传来的特殊变化，抽身而退，金靴飞回，罗袜雪足踩入其中，凤眸多了几分讶然。银月，还记得你当初领悟陆河用了多久吗？白银月哭丧着俏脸，撇嘴道：打死我也忘不了，3个月。您整整摧残了我3个月啊！话说你也太偏心了，都舍不得抽师哥一下，做样子也好啊。帝未央选择性忽视，自顾感慨道：凡尘悟性的确惊人，如今已经领悟陆河，体术入门了。什么？白银月不敢相信地从树上跃下，跑了过来，感受到洛凡尘周身更加内敛的血气，不由得惊讶出声：师哥这么快？很快，他伸手捏了捏脸颊，调整表情：我不该惊讶的，他就是个怪胎，跟他认真比我就输了。嗡！洛凡尘眉心震动，一抹帅气玄傲的银纹浮现，闪烁着璀璨的银色光华，照亮四周黑暗，晃得白银月眯起水灵大眼睛。老师，这又是什么情况？女教皇忍不住发出惊疑，她也诧异起来，没见过修炼陆河能把眉心都修炼出动静来的啊。洛凡尘陡然睁眼，双眸熠熠生辉，同一时间，那银纹神光流转，打出一道光束，正好映照在正对面的白银月身上。呀！白银月娇呼，全身发凉，刹那间有一种浑身都被看透的感觉。洛凡尘眼神一滞，眼前美景让他心脏砰砰直跳，他貌似发现系统给的这天瞳的作用了。不过很快调整心神，回话道：师妹，你大呼小叫什么呢？怪吓人的。白银月指着洛凡尘眉心，娇嗔道：谁吓人？是你吓人好吧？师哥，你眉心这个到底是什么啊？怎么这么像一只眼睛？确实是眼睛，还是天眼，出奇的好用。但洛凡尘嘴上不能这么说，直接装起了糊涂，一问三不知。帝微央清冷声音传出：凡尘，可以让我摸摸吗？啊！洛凡尘扭头看过去，霎时间气血奔涌。卧槽！大胆妖孽，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是个雪肤仙女。他差点幸福的晕倒过去，有这第3只眼睛，其他2只都可以不要了啊。帝微央没有小女人那般含羞扭捏姿态，清冷大方道：没听说过修炼陆河可以练出第3只眼的，所以想摸摸看。洛凡尘强行移动视线，避开了女教皇，心中直呼罪过，他真不是故意的。他是海王，不是流氓，男人好色也得有凭有度，不然太下流。看吧。帝微央玉指点在洛凡尘眉心，似是察觉到什么，面色动容起来。怎么会？洛凡尘暗叫不好，不会是发现他这天瞳可以透视了吧？那他岂不是要原地暴毙？老师，发生什么事了？白银月急不可耐，就像是因为吃不到瓜，在瓜田里上蹿下跳的茶。帝微央一脸严肃道：银月，你知道凡尘神魂之力比先前壮大了多少吗？白银月诧异道：修炼陆河主要是针对体术，对精神力的提升几乎等于没有吧？这才是问题所在。女教皇震撼道：凡尘的精神力比先前增长了整整9倍，已经可以媲美5阶魂王了，你知道吗？如果是吃了天才地宝这种事可以理解。白银月露出看怪物般的眼神，补全了帝微央后面没说完的话。但他什么都没吃。白银月问道：师哥，你有什么感觉吗？
感觉挺好。试问你对这眉心的银色纹路有什么感觉？它有什么作用吗？洛凡尘摇头，我不知道。承认事实等于找死，所以他选择善意的谎言，至少对自己是善意的。呀，你鼻子怎么流血了？白银月拿着手帕扑过来帮忙擦拭。洛凡尘视线躲避都来不及，所有的一切尽收眼底，比血涌得更厉害了。好在折腾一会儿后，他掌握了脸去天童的办法，不然要喷血而亡。好神奇！白银月冰凉小手摸了摸洛凡尘的脑门，鼻血止住了，刚才那个银纹也消失了。难道说这银纹出现的条件是流鼻血？洛凡尘双眼有些失神，因为他不小心发现了白银月的小秘密，这妮子竟然一直缠着胸。可是即便如此，明面上看着也不小了啊，身怀重宝，深藏不露啊。帝微央安慰道，凡尘不用担心，我觉得你这应该是伏飞货，这特征我总觉得有些眼熟，下次回神殿我去藏书阁查阅一番。洛凡尘心头一紧，你要不说这句话，我还不至于担心。要是真让你查到了，不得拿着40米大砍刀追着我从蓬莱岛砍到南天门。寻常男人只要大饱眼福就满足了，洛凡尘不一样，吃到嘴里的才是自己的。就像书本要写名字，没打不过标记的东西，谁能证明是你的？二狗，过来！洛凡尘喊了一声，没回音，扭头望去，雪域槟榔在那边摇着尾巴，左顾右看。看谁呢？就喊你呢。嗷呜！看到洛凡尘勾手，雪域槟榔四蹄践踏，仰天长鸣，兴奋冲锋了过来。一个急刹车没刹住，差点给洛凡尘滑铲倒。叫二狗委屈你了，应该叫傻狗。面对洛凡尘吐槽，庞大槟榔乖巧蹲坐在那里，吐着长舌头，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洛凡尘指挥道，去打2只能吃的回来，咱们这个家不养闲宠。槟榔如离弦之箭冲向丛林，过了半个时辰，拖拽一头半大野猪跑了回来，邀功似的放到洛凡尘面前。哇，太酷了吧！白银月伸手想去摸狼毛，结果又被槟榔侧身躲开了。篝火燃烧，烤架上的烤野猪直冒油脂，撒上香料后气味更是诱人。师哥，可以开动了。白银月将烤肉切在绿叶上递了过来，你和未央先吃。洛凡尘现在一脸狐疑，这货平时表现得那么智障，让打猎却是雷厉风行，显然不对劲。他切下一条猪腿，提着走正舔爪子的槟榔面前轻放草丛上，自己也盘膝坐下。女教皇和圣女都将目光好奇移动过来。洛凡尘道，二狗，你平时装傻充愣，是想让我觉得你人畜无害，愿意接纳你对不对？毕竟没人希望留一个危险分子在身边。舔爪子的槟榔动作一致，看到对方反应，洛凡尘印证了心中猜想，继续道，你打猎迅捷高效，是想跟我证明你有用，有价值留在我身边对吗？槟榔抬头，瞳孔中满是惊讶。啪！狗东西，心眼还挺多。洛凡尘一巴掌拍在槟榔脑袋上，笑骂一声，随后走回去和两女用餐，多的话一句也没说。嗷呜！槟榔愣愣看着青年背影，又低头看了一眼面前放好的烤肉，如释重负地吃了起来。时光流逝，转眼1个月的时间过去。轰！盘膝在林间的洛凡尘起身，神完气足，魂力修为已经从21级突破到了30级。大魂师级别的修行是将丹田内液化的13道魂力漩涡融合，形成一个魂力湖泊。如今只剩下最后3道破线的漩涡还没有融合，一旦融合就可以正式去获取第3魂环。没想到你到了大魂师级别，突破速度还能这样猛。白银月声音惊叹，从远处走回，他也是刚练完功，香汗淋漓，紫色发丝湿漉漉的。看到洛凡尘周身溢散的魂力波动，咂舌道，你这臭家伙，我苦修2年才提升到47级，你不到2个月就修炼到30级，这还不算你额外破线浪费的时间。洛凡尘笑道，这里面也有服用猪果的功劳，给你又不要，现在还剩3枚。白银月轻哼道，别的女人送你的东西我才不要呢。看着少女撅着水润红唇，那傲娇可人的小模样，让人恨不得上去咬一口。哦，洛凡尘挑眉，师妹这是吃醋了？开玩笑，本姑娘是圣女哎，是那种争风吃醋的小女人吗？白银月美眸上翻，我可不喜欢你，也就那种花痴郡主才看你走不动路。洛凡尘叹了口气，哎，别说，近2个月没见，还真有点想她了。好在马上就到约定在乾隆城会面的日子了。白银月虎着水灵大眼睛，嗔声道，你想她干什么？我和老师陪你还不够吗？那女人有什么好想的？她可不像什么好人，她馋你身子，她下贱。洛凡尘嘴角上扬，师妹，我还没说什么，你怎么就急了？白银月神色一滞，我这是作为师妹表达对师哥应有的关心。
洛凡尘大笑不语，笑得白银月阵阵心虚，不敢直视男人眼睛。他弹口咬住发圈，一双白嫩小手将湿漉紫发捋向白皙脖颈后方，梳拢起高马尾，而后单手握住，取下发圈扎上，青春活泼的美少女，气息十足，看得洛凡尘微微失神，不由感叹家中既有窝边草，何须再去满山找。白银月问：老师去哪儿了？洛凡尘道：我让未央去帮我买东西了。圣女一时间沉默，这世上有几个敢让女教皇跑腿的，估计也只有眼前这家伙才敢这么奢侈。轰！一阵突破响动传来，师兄妹二人齐齐看了过去。白银月嘴角抽搐：师哥，你这狼确定还正常吗？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洛凡尘眼神古怪，他也想知道一头狼魂兽活得越来越像人，这算正常还是不正常？此刻那战马大小的雪域槟榔盘腿坐在地上，脊背佝偻，两只前爪上翻，叠在两条后腿膝盖上。槟榔一开始做出这个滑稽修炼姿势的时候，洛凡尘觉得很无语，这不是在模仿他吗？后来槟榔突破了，他大感震惊，这也能行？后来每次只要他一打坐修炼，槟榔马上凑过来，将他吐纳出来的灵气杂质视若珍宝一般吸走，修为竟然蹭蹭的往上涨。如今洛凡尘完成30级突破，这货竟然也突破了。看这个魂力气息，修为现在只怕可以媲美3000年的魂兽了，进步神速。白银月心中腾升起了浓郁的危机感，再不努力修行，连师哥身边的狗都不如了。不过为什么师哥吐纳的灵气杂质可以加速魂兽修行？他其实也偷偷凑近吸了一口，结果啥用没有，因为做贼心虚，还差点把自己呛到。嗷呜！槟榔睁眼，激动冲了过来，一个滑铲4只跪伏，毛绒脑袋轻蹭洛凡尘裤腿，满是恭顺讨好。洛凡尘撸猫一般撸着槟榔：二狗啊，学我打坐行，要是敢模仿人2条腿走路，我把你狗腿打断。哦！槟榔狂点头。白银月随口问道：对了师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洛凡尘摇头：不知道。少女咬着红润嘴唇，美眸划过一抹小失落，刚欲说话，撕拉，丛林空间裂开，冷艳女教黄心长美腿迈出，将一个黑色包袱递给了洛凡尘：给你要的东西。那我先走一步，晚点再回来，遭遇危险我会喊救命，记得听。洛凡尘翻身上廊，风驰电掣跑远。白银月迷茫道：老师，您给师哥什么宝贝了？他咋这么兴奋的就跑走了？帝微央冷声道：秘密。白银月瞪大眸子，不可置信道：您和师哥都有背着我的小秘密了？帝微央凤眸瞥了他一眼：为师和你洛叔叔有点小秘密，不过分吧？白银月扎心了，小脑袋瓜嗡嗡的。那您知道今天有些特殊吗？知道。白银月脸上刚浮现喜色，帝微央就道：凡尘突破的日子，刚才一回来为师就发现他突破了。啊！白银月张嘴。帝微央反问：不对吗？对，我去自己修炼了老师。白银月极力掩饰眼底的落寞，尽量不让对方看出来，背过娇柔身子跑向丛林。入夜，月上梢头，哗哗。白银月坐在河边大石旁，水面倒影着少女哀伤的娇容，手上花瓣已经被薅的就剩光感。她一个人在呢喃自语：今天是人家生日哎，老师和师哥都不记得的吗？她又摇了摇头，自我安慰道：不记得就不记得喽，生日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都很忙的好吗？是自己太脆弱了，这样可不像圣女，幼稚死了。滴答滴答，颗颗水珠砸进水面，荡起一圈圈波纹。白银月贝齿半咬着润唇，她不怪别人不记得，也知道自己不该矫情，可就是好想哭啊。沙沙，脚步声传来，白银月如同受惊小鹿，第一时间蹲下身子，捧起清水撩在脸上，用力搓了搓表情，咧出让人放心的活泼笑容，这才转身和连经走来的冰山玉姐和帅气青年打起招呼：老师，师哥，你们怎么来了？洛凡尘笑道：师妹啊，你眼眶咋这么红？刚才不会是在偷偷哭鼻子吧？白银月双手掐腰，哼声道：开玩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好吗？没出息的人才哭鼻子。洛凡尘托起手，中方形玉盒：我研究了一个糕点，保证你没见过，要不要过来尝一尝？师哥竟然还会做饭！白银月震惊，这2个月的时间可一直都是他做的。他很快摇头道：请老师吃吧，我今天不太舒服，实在没什么胃口。洛凡尘耸了耸肩，笑道：得，我这生日蛋糕算是白做了。未央，他这个当事人不吃，那就咱俩你一口，我一口吃完好了，别浪费。生日！白银月娇躯一震，心中情绪波动，迅速跑过来追问：师哥，你刚才说什么？洛凡尘不解释，直接将盒子推到白银月胸前。喏，自己打开看看。白银月下意识将盒盖掀开，美眸陡然震颤，里面赫然是一块精致的双层奶油蛋糕。
上面小银月18岁生日快乐，一行字尤为显眼。师哥，你……白银月抬头看向洛凡尘，又低头看向那蛋糕，反复数次，语无伦次起来。洛凡尘眨了眨眼睛，不会吧？不会真以为师哥会把你的生日忘了吧？这可是你这妮子的成人礼，我和你老师都很重视。白银月死死咬着红润嘴唇，但嘴唇的颤抖根本抑制不住，眼眶迅速烧红。看天上，洛凡尘提醒。白银月抬头看向夜空，地未央轻轻打了一个响指，轰轰，天空炸开一道道绚烂的烟花，最终无数光影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轮紫月。那是白银月太阴幽隐武魂的模样。这一刻，少女再也绷不住了，泪水大滴大滴流淌，打湿了细密睫毛。此前是伤心，现在是难以言喻的感动。没忘，原来他们都没有忘，合着自己先前蠢死了，傻乎乎的，连人家再给自己准备惊喜都猜不出来。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才不会哭。洛凡尘一边模仿白银月说话，一边哈哈大笑。师妹，其实我们早就来了。羞得白银月直跺脚，捂着面颊直呼没脸见人了，但心中幸福温暖的要死。洛凡尘掏出蜡烛插在蛋糕上，点燃烛火。这举动让地未央和白银月都很茫然奇怪。他解释道，这生日蛋糕是我们家乡独有的，过生日要吃蛋糕，吹蜡烛，在心里许愿才完整。若不是未央帮我集齐了材料，还真不好做出来。白银月惊诧道，所以老师中午给你的就是这蛋糕材料。答对了，你指挥老师出去就是去搜集这些了。没错，洛凡尘笑道，你不会以为你的教皇老师不爱你吧？他只是不喜欢用嘴表达。老师，白银月哽咽了。地未央仰面冷哼，都是凡尘的功劳，本尊可没这么多花样给你。老师和师哥都是爱我的。白银月感动得稀里哗啦。陪他吹完蜡烛以后，地未央开口道，凡尘，距离你和那郡主约定的3城斗战赛时间还有7天，明日就可以正式出山了。凭你现在的实力，我很放心。好。憋在这丛林2月，天天与狼共舞，洛凡尘早就摩拳擦掌，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了。这回终于练成本事，可以出山了。他要去见见这外面的世道到底是怎样的，记得避开勾栏这等阿杂之地就可以了。地未央抬手撕裂空间，步入其中。我回神殿请功一趟，将为你准备的2件特殊宝物取来，你能用得上。空间愈合，黑暗丛林就剩下师兄妹2人，眸光不小心对视，一时间竟是都没有说话。另一边，魂兽绿洲最深处，愤怒暴躁的咆哮响起。天杀的女教皇，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麒麟尊者放在眼里？竟然在我的地盘公然放烟花！老大，这你还能忍？我老兄可忍不了，咱们一起去吃了他丫的！5行玉麒麟拍出遮天蔽日的爪子，一巴掌就扇在头上长着搓金毛的巨熊头顶。就你聪明是不是？你猜本尊者为什么在这里瞎避避，而不是直接杀过去？去了谁吃谁就不一定了。熊憨子双爪护着脑袋，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显然挨打都挨出肌肉记忆了。除了3头龙那家伙出去潇洒10几年还没回来，咱们其他兄弟不都在吗？麒麟尊者更生气了，就你有兄弟牛逼是吧？难道人家女教皇不会摇人？这时空间走出戴着金面的银发美人，黑纱裙下的娇躯完美无瑕，纤长小腿，雪白美足，白嫩脚趾犹如荔枝般纯净。主上，麒麟尊者、熊憨子以及阴影中其他5头魂兽帝王全部跪倒俯首，恐惧的浑身瑟瑟发抖，毫无凶威。小麒麟，我要离开绿洲一段时间。您是要去？熊憨子刚开口询问，麒麟尊者一招将他拍飞了出去，匆匆解释道：“这货不懂事，请您宽恕。”银发女人声音已经不知何时消失得无影无踪。麒麟尊者长舒一口气，破口骂道：“熊憨子，你想变熊更是吧？主上大人去哪儿，也是咱们有资格问的。”熊憨子委屈道：“我这不是好奇吗？主上这都多少年没出绿洲走动过了。”麒麟尊者冷笑：“主上既然出山，那就说明人类可能要倒大霉了，敢惹主上的人都得死。”其他6大魂兽帝王认同的点头，满脸喜色。师妹，你别动。哦，好。洛凡尘摸黑凑了过来，白银月扭捏起来，脸蛋酡红。师哥，你离我这么近做什么啊？洛凡尘指肚在白银月唇角轻轻刮蹭。傻妹妹，胡思乱想什么呢？把脸吃花了都不知道。白银月这才发现是他想多了，对方只是帮自己刮残渣。庆幸的同时又有几分失落。男人的脸就在镜前，月光复映下，本就谪仙俊逸的面容显得更加迷人。他那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加速跳动起来。师哥，今天谢谢你为我准备这些。洛凡尘嘴角扬起帅气弧度。师哥也是个应该的，我亲哥都没你1/10好。白银月用力摇头，从小缺爱的他
最受不了重视之人精心准备的惊喜。亲哥和女教皇都是不善表达的人，其他人根本没机会知道他生日这种隐私。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洛凡尘问。白银月认真道：你说，我做。洛凡尘指着脸颊。白银月肌肤一紧，但还是吻了上去，又闪电般撤回。坏死了，这下好了吧？洛凡尘摇头。我的意思是不亲那边。白银月惊呆了，无赖，刚才那可是我初吻，你骗走就算了，然后还说不算数。洛凡尘指着另外半边脸，全凭自愿。白银月咬了咬薄唇，最后迅速凑了上去，哪想到洛凡尘动作更快，将脸一正。不！少女美眸瞬间瞪大，满是震惊，意识到这回才叫上当受骗套路，全是套路，说好的亲脸呢？洛凡尘闭上了眼睛，他睫毛颤动，最终也缓缓闭上了。银月圣女含羞的不行，面红耳赤。洛凡尘这情场老手，眼看情绪到位，自然乘胜追击，表现出了男人应有的主动。师哥，不能继续了，老师快回来了！白银月伸手推搡，藕臂却软绵绵的，拒绝的声音软糯柔弱，全身力气好似全被凭空抽走一般。一双黑靴美腿像是踩在棉花上，被洛凡尘亲成了软脚虾。少女最终搂住男人的腰，心中的感觉很微妙，既胆怯又向往，既恨男人的无赖，又觉得很甜美，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思维不清晰起来。嗷嗷呜！一阵鬼哭狼嚎将白银月惊醒，连忙向后撤脸，但洛凡尘双臂如铁钳，搂得很紧。二狗这家伙突然狗叫什么啊？看见主人吃肉，单身狗闹心是不是？白银月似乎看见了什么，美眸瞪大，手掌着急地拍打洛凡尘搂紧的小臂。洛凡尘心中顿时升起一抹心中不妙的感觉，眼角余光缓缓向后瞥，猛地一哆嗦，全身肌肉僵住了。一道冰山高冷的金裙倩影站在那里，不知道站多久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卧槽，女教皇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洛凡尘头皮发麻。关于女教皇给我取宝物，我却将她徒弟亲了这件事，应该作何解释？这情形怎么破？在线等，挺急的。他这回真失策了，本以为对方要走很久，哪里想到亲个嘴的时间就回来了。错怪二狗了，这货不是妒忌，他是在试图帮助我这个没用的主人保住一条狗命啊。不，老师，您什么时候回来的？白银月趁机推开，一条透明丝线是那样显眼，他连忙伸手捂住红唇，语无伦次，就像偷吃糖果被抓的孩子一般。帝未央冷言平静，你好像不希望我回来。没有。白银月胡乱挥舞小手解释道，您千万别误会，我和师哥是纯洁的兄妹关系，什么猫腻都没有的。帝未央凤眸一闪，别逼我扇你。白银月顿时冷静闭嘴。洛凡尘心中无语，师妹啊，你这话已经不是侮辱女教皇的智商了，分明是在侮辱人家的势力。狗都能看出来咱俩纯洁的师兄妹关系，已经污了吧？你哪怕说是因为一时感动，激情犯了罪也行啊。等等，白银月要是这么说，就不是白莲花，反倒成了那些久经沙场的渣女了。帝微央冷声道，凡尘，我回来的好像不是时候。白银月心情忐忑，大气都不敢喘，莫名的有一种抢了女教皇男人的负罪感。洛凡尘摇头，不，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白银月美眸一震，师哥怎么一点都不心虚啊？不怕被师尊处理的吗？帝微央讶然，洛凡尘落落大方的表现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回来看你搂着我徒弟亲。洛凡尘笑道，是想让微央你这个当师尊的给我做个见证，我喜欢银月，把她许配给我吧。谁也没想到洛凡尘会如此语出惊人。白银月猛然抬头，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不可思议。帝微央也震惊了，心神受到冲击。你刚才说什么？洛凡尘抓起白银月小手，银月，咱们就是谈恋爱亲个嘴而已，你怂什么？搞得跟做了亏心事一样。白银月红脸反驳，谁跟你谈恋爱了？如果不喜欢，你会亲我吗？洛凡尘挑眉，亲了就是亲了，我不会放着亲过的女人不娶，让她有一天嫁给别人。你无赖死了啦！白银月娇嗔，小拳拳捶男人胸口，这一刻甚至忘记了女教皇还在身边，心里甜蜜蜜的。倘若男人刚才对女教皇找借口转移刚才亲亲的事情，印象分在圣女潜意识中一定大打折扣，觉得这个男人没有担当，是个敢做不敢当的孬种。但是洛凡尘大方承认的举动，却是将少女心中早已萌芽的情感彻底激发了。帝微央道，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洛凡尘认真开口，男人如果连自己喜不喜欢一个人都搞不清楚，那还是别活了。帝微央沉默，对视男人深邃黑眸，数息后颔首道，行，银月可以许配给你，但有一个条件。老师，您还没问我愿不愿意呢，就给徒儿给卖了。你……帝微央斜了绝美圣女一眼，愿意俩字就差写脸上了，冷笑道，
别逼我删你。洛凡尘问。什么条件？帝微央道。我要你在明年夏季的世界青年魂师斗战赛上，将那圣子黄焰斩杀。他那大日烛照武魂与银月的太阴幽影武魂一阳一阴，乃是相辅相成的武魂，整个神殿都在撮合他们在一起。若不是我压着，只怕他俩早就有了婚约。明面上斩杀黄焰，本教皇还不屑这样做，而且名不正言不顺，但他要是技不如人死在擂台上，谁也说不了什么。到时候神殿圣子你来做，不过肯定要直接面对四供奉和其他供奉的怒火，但我会保护你。洛凡尘冷笑，你不说，此人我也必杀之，我还有账没和这师徒俩清算。好，帝微央点头，那等你击杀黄焰，本教皇便帮你和银月举行大婚仪式。洛凡尘轻舒一口气，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不仅没死，还血赚。九儿小姨知道自己这么快就给她拐了一个好妹妹回家，应该不会生气吧？唯一的败笔就是以后跟女教皇深入交流的难度系数增大了啊，但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案了。老师您怎么就这样给徒儿卖了？银月舍不得你，我最爱的是您啊。帝微央静静看着他，抬手扇出啪，白银月疼得蹦到一边，小手捂着半边臀儿，疼得嘶哈抽着冷气。肿了，肯定肿了。洛凡尘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师妹，我怎么忍心拆散你们师徒，会一直让你跟微央在一起的。白银月抬眸看了一眼男人帅气的侧颜，立刻似受惊小鹿般迅速移开了视线。一想到自己已经算是个半个女人，芳心就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凡尘，明日你就要正式出山，踏入真正的魂师世界，这2件宝物给你，一定用得上。帝微央手上光芒一闪，一副银色的面具，一尊小型的12亿天使雕像。这是……洛凡尘目光立刻被吸引过去。那天使雕塑古朴无华，灰尘暗淡，如同普通石雕一般，而那银色则显得诡异非常，右眼流淌着血泪，神态似怒似怯，同时散发着愤怒、恐惧2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帝微央解释道，若是你出山后遇到无法解决的危险时，拿出这雕塑便可。至于这面具，是我从一处神之遗迹获得的宝物，共有3大妙用。其一，戴上后可以遮掩全身气息，堪称潜伏利器。其二，戴上后你若是想，可以易容成任何见过之人的模样。洛凡尘闻言震惊，这看似诡异的银面，功效竟如此厉害。帝微央戴上银面，脸上荡起涟漪，光芒过后惊的白银月红唇张大，老师变得我一模一样了，神乎其技。洛凡尘忍不住感叹，若是不看身材着装，他都无从分辨真假。这面具简直就是潜伏暗杀的神器，也不知道激发天瞳能不能看穿，他没敢尝试，毕竟2女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天瞳的功效，就别自己找死了。帝微央摘下面具，突然给了白银月屁股一巴掌，另一半也打肿了。老师您干嘛突然打我？白银月尾屈巴巴揉着小屁股。帝微央道，我心情不好。这银面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戴上它以后，你的心情可能会变得暴躁易怒，可能会变得胆小如鼠。洛凡尘惊讶，连你这等强者的情绪也可以影响？对，不过摘下来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尽量不要长期佩戴。洛凡尘疑问道，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它有3个功能，还有一个是什么？看。帝微央心神一动，面具化做了一枚银色戒指，它还是一枚储物戒指，坚不可摧，可以将你的物品收入其中。这妖牛逼！洛凡尘震惊到了，这玩意不会是一件神器吧？功能未免太全面了一些。最重要的是，女教皇竟然愿意把这么宝贵的东西送给他。帝微央将戒指摘下，丢给洛凡尘，滴血认主后就是你的了。男人迟疑道，这宝物对你用处肯定也很大吧？帝微央道，收着吧，本教皇可不希望唯一的知己刚出山就被人打死。洛凡尘滴血在银戒上，戒指顿时缠上食指，隐没其中，给他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他有名字吗？帝微央道，幻虚戒，我取的。你剩下的3枚珠果，村长给的包裹，还有那大力魔猿魂骨，我都一并放在里面了。洛凡尘心念一动，天使石雕被他放入幻戒，将意识探入戒内空间，除了自己的几样物品，还有一座亮闪闪的小山包堆积在那里，差点亮瞎了他的眼。那小山是什么？帝微央随意道，哦，没什么，怕你出山日子过得太穷，就随手给你准备了300万苍龙币，不算多，就当个零花钱吧。这还叫没什么？洛凡尘嘴角一抽，人麻了。你怕不是对零花钱有什么误解？村内1户3口之家，一年满打满算也就消费2000苍龙币，300万相当于什么？大概和前世6000万的购买力差不多吧。他也不想吃软饭啊，架不住女教皇硬往嘴里塞啊，想吐都不让吐出来。爱苍龙币是青色透亮的圆形金币，正面镌刻着面额，最小额度是1，最高额度为100。
背面则是一头腾云的太古苍龙。洛凡尘问道：“神殿也有自己发行的货币吗？”帝微央摇头：“天下只有4种货币：苍龙币、白虎币、玄武币、神皇币，分别由4大帝国发行，彼此之间相互流通，没有阻碍。它们可以简称为龙币、玄币、皇币。最后一种是虎币，对吧？”洛凡尘知道女教皇为什么说不出口了。帝微央道：“对了，还有一件事，你可知我为何从不让你去为第2武魂青莲附加魂环？”洛凡尘轻笑：“猜到了一些。想吸收高年份魂环，必须要有强大的魂力和体魄作为支撑才行。现在给第1武魂附加魂环已经足够我向更高等级突破。等我修炼到9阶，再给青莲武魂附加魂环，到时候个个都可以附加高年份的了。”白银月和帝微央刹那间都感到惊讶，没想到洛凡尘自己就悟透了这一点。帝微央赞叹道：“你很聪明，双生武魂的修行者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此处。今晚休整一番，明日你便前往乾隆城吧。”女教皇整夜都陪伴在身边，洛凡尘哪怕再心痒，也不敢顶风作案去调戏白银月。时间推移，翌日清晨，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候。帝微央看不出任何伤感，白银月更是撅着红唇欢笑道：“师哥终于可以出去祸害别人了，不用光是我自己受打击和刺激了，好吧，走了。”洛凡尘骑着战马大小的雪域槟榔，带着女教皇给的地图，没带半分留恋，潇洒挥手离开。帝微央邪眸道：“别装了，人都走了。”望着消失的青年背影，白银月笑颜顿时消失，再也绷不住了，眼泪哗啦啦的流。“老师，我好像真的喜欢上师哥了。”呜，好舍不得他走。这个时候，丛林侧方传来青年渐渐的声音：“师妹，我就知道你会哭，刚才的笑都是装的。”白银月呜咽戛然而止。“你没走？”“走了，又没完全走。”洛凡尘从侧方窜出，二狗被他留在了前面，他偷偷杀了个回马枪。白银月眼神茫然：“老师，您是不是提前就发现师哥折回来了？”帝微央颔首：“所以是故意套我话？”“对。”两个人的老六行为顿时让白银月整个人都不好了。“你们竟然合起伙来欺负无知少女，于心何忍啊！”“好了，师妹，这回真走了。”洛凡尘承诺道：“下次见面，我必帮你锤死那圣子黄燕，跟我抢女人，使使吧你！”三人最终还是分别。这一刻，无论是白银月还是女教皇都发现，近3个月的朝夕相处，男人在他们心底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洛凡尘骑着白狼，风尘仆仆赶路一天。眼看天黑，便来到了一处官道边上的3层客栈落脚，将白狼安置在马厩，自己开了一间上等的客房。此时他正泡在大型木质浴桶中，舒舒服服的泡澡。客栈小二还在上面贴心的飘了一层玫瑰花瓣，浓郁香气扑鼻。估计还有2日路程就能到达乾隆城，真够远的。洛凡尘心中已经对此次出行有了计划。第一，寻找原石，帮青莲完成进化。小泥鳅都进化成大青蟒了，青莲进化还是停滞状态，这可不能厚此薄彼。他感觉青莲再长出2枚花瓣，给他的惊喜不会少。第二，完成对叶希英郡主的约定，参加斗战赛，顺便看看关于铁老铁手的到底是什么秘密。第三，寻找帝微央说的4肢断裂的乞丐，想办法学习到秘籍。砰！就在此时，他客房的窗户突然被轰开，打断了他的思考。一道红影窜了进来，洛凡尘吓了一跳，大半夜的，什么玩意窜进来了？定睛看去，眸光不禁一震，他突然不慌了，因为来人很美，美的人畜无害。那是一个长发如瀑，穿着红色喜服的妙龄女子，娇躯曼妙，腰肢似细柳，口若含珠丹，眼角一点泪痣，绝美娇颜散发着病态柔弱的美，宛若林黛玉一般。这谁家新娘子跑出来了？还是传说中的嫁衣女鬼？不过都无所谓，只要胆子大，女鬼放产假，洛凡尘丝毫不怂。两人视线交汇，喜服美女眼睛骤然瞪大，似是没想到有男人正在木桶泡澡。病态发白的娇颜微微润红，小手捏着衣角，有些手足无措。洛凡尘懵了，这新娘子夜闯房间，既不劫财也不劫色的，就站窗边害羞上了，什么情况？小兄弟，不好意思啊。喜服美女欠身鞠躬，透出一股大家闺秀的气质。她绵软无力道：“有人追杀我，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借你的房间躲一下。”这么有礼貌？洛凡尘微微惊讶，柔弱绝美的病态脸蛋，黄莺般的婉转虚弱嗓音，让人不自觉生出一种想要将之搂入怀中，好好疼爱一番的冲动。洛凡尘不至于因此善心大发，但心中被打扰泡澡雅兴的火气已经全消。砰砰砰，都他妈别睡了，查房。这个时候，房间外传来嘈杂响动，似乎有什么人蛮横闯入了客栈，正在一间间客房搜寻。病态美女神色紊乱，
连忙将窗户闭合，妙目在屋内焦急环视，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洛凡尘没急着说话，暗自打量着这个女人，气息很虚弱，显然受了重伤，但能分辨出来是四环魂宗的气息，能让他一个人逃窜这么远，说明他的敌人也强不到哪里去，最多是五环魂王的修为。这样的话，自己还不至于有危险，那倒不必急着赶他出去，先看看情况再说。外面搜查的暴躁声音愈发临近，病态美女先钻入床下，很快又钻了出来。床下不安全，他们一定会找的，怎么办？他咬着发白润唇，急得不行，最终目光锁定在了洛凡尘身上，准确的说是他的浴桶上。对不起。病态美女迅速褪下喜服，蕾丝衬衣将饱满身材包裹得淋漓尽致，浅红丝袜贴合着白皙长腿，她将喜服收入储物空间，咬牙跃入了洛凡尘的浴桶之中。卧槽！洛凡尘瞪大眼睛，没来及开口，病态美女就已经钻了进来，脑袋埋入水下。浴桶很大，但装2个人也很挤啊，头快碰头了。砰砰砰，开门，房门震动，最后直接被人从外面暴力踹开，4个凶神恶煞的大汉野蛮冲了进来，黑色劲装，胸口绣着一只特殊的紫黑蝴蝶。大汉进来便破口骂道：操，你小子他妈的聋吗？听不到大爷们在外面敲门？洛凡尘目光对向他，一言不发。大汉更怒了：我抄，你找死，挑衅我们是不是？啊吧啊吧！洛凡尘人畜无害的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4个怒火燃烧的大汉顿时如同被人浇了一盆冰水一般，全都傻在原地，有火没理由发，情绪不连贯了。真是聋哑人！大汉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欺负聋哑人，我真该死啊！阿大，愣在那里做什么？还赶快搜！外面传来一声女人的凌厉呵斥，一道穿着蓬松黑裙的倩影走入客房，黑裙下一双被黑丝包裹的美腿晃动，踩着绑带高跟，浓重的烟熏眼影，黑紫润唇，整个女人都散发着特殊的暗黑禁欲气息。洛凡尘微微一愣，这女人貌似跟身下这个长得一模一样，连眼角的泪痣都一样，竟然是双胞胎。只不过这姐妹花风格差的有点大，一个暗黑强势风，一个白莲柔弱风。是黄子飞。洛凡尘抱着肩膀，啊吧啊吧！4大野蛮大汉杀人无数，此时却莫名的有一种负罪感，笨拙的做着手语，试图安抚洛凡尘不要慌张，开始在房屋内翻腾搜寻。暗黑美女注意到洛凡尘的脸，眸光一亮，小子够帅的，可惜是个哑巴。大汉们很快就将床下甚至房梁上都检查了一遍。黄子飞，您姐姐不在这里。暗黑美女斥道：那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给我继续去追，必须要废掉他，绝对不能让他健康回到白虎帝国。砰！敌人撤走，留下一屋子狼藉。洛凡沉稳如老狗，丝毫不慌，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些人气息雄厚，但没有一个达到5环的魂王。如果暗中没有高手跟随，真要干起来，他付出的是被看光，他们要付出的则是生命。不过他稳，二弟可不稳了。一通奥莱国棍法估计已经把水下的嫁衣美女头打懵了，可是这不能怪他吧，是这女人自己往枪口上撞的。哗啦，病态美人钻出，发丝湿漉漉的一片，犹如出水芙蓉一般，与男人近在咫尺。她红着脸咬唇感激道：谢谢你没有出卖我。洛凡尘肃然起敬。病态美人似乎也察觉不妥，从浴桶跃出，从床上抓起被子包裹住了打湿打透的娇躯，只露出被浅红丝袜包裹的纤长小腿在外面。丝袜打湿后，5根羊脂白玉般的脚趾清晰可见，还涂着白色指甲油。抱歉，忘了你是哑巴。美人露出同情怜惜眼神，开始笨拙地做起手语。洛凡尘无语道：转过去，我要换衣服。美人震惊：你不是哑巴？洛凡尘瞪眼：你才是哑巴。病态美人惊诧：那你刚才跟他们？洛凡尘懒得给他解释，行走江湖装聋作哑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自顾地开始穿衣服。美人连忙扭身回避。待洛凡尘穿戴整齐，美人望去，眸光不禁微愣，好帅的男人，气质简直不似凡尘中人。他甩甩头，觉着这样盯着男人看并不礼貌，款款作揖。这次真的要感谢小哥搭救了。洛凡尘颔首，举手之劳，不必挂齿，现在危机已过，姑娘走好，我就不送了。男人无情下达逐客令，让美人一愣。在白虎帝国，他追求者不少，就连皇子都对他嘘寒问暖，男人们看他的眼神大多带着隐晦的邪气和贪婪，而眼前这个男人却没有半分留恋，好似巴不得他赶紧离开。打扰了。病态美女起身向门外走去，鞋子早就不见了，美足点地，步伐踉跄虚浮。嗨嗨，她嘴角溢出血迹，染红了苍白嘴唇，本就柔弱绝美的面容更加惹人同情。但洛凡尘自顾地坐在桌边悠然品茶，
眸光没有半点波动，更没有丝毫挽留的意思，上赶着不是买卖，很掉价的行为。一个女人如果没求你帮忙，就别热心肠的瞎上去同情，不然很大可能会吃力不讨好。好多老实男人都是犯了这个忌讳，是办了，只获得几句口头谢谢，感情没变化。况且路边的野花不能乱采，鬼知道带不带刺。这女人很诱人不假，但明摆着是别人家跑出来的女人，乱掺和没必要。她现在的目的地是乾隆城，再有6天就是和辣妹郡主约定的3城斗战赛了。精虫上脑的鬼姬和苍老师到现在连灰都找不到了。可嗨嗨，病态美人气息越发虚弱，浑身湿透发凉，强撑着软弱娇躯倚靠在门上，回眸问道：小哥，你也是魂师对吧？不知道。洛凡尘不冷不热的回答，呷了一口热茶，微苦后回甘。可我能感受到你的魂力气息达到30级了，你应该也就刚到18岁吧，这个年龄有如此实力，担得上一声青年俊杰了。洛凡尘并不奇怪女人能看出自己实力，毕竟他根本没用幻界掩盖气息。话说自己有这么老妖，明明没到18好吧？眼看男人不理自己，病态美人咬唇，面色纠结。那个，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自己真的很难逃过他们的搜寻抓捕。不可以。洛凡尘摇头，一口回绝。美人流露愧疚之色。是我无耻了，你都救了我一次了，我还大言不惭的求你帮忙，可我真的没办法了。我要去乾隆城，可是凭我现在重伤空虚的情况，已经没能力赶过去了。乾隆城，洛凡尘心中一动，目的地倒是一样。男人越是拒绝，美人越是觉得他很可靠。我知道让30级的你去面对5名魂宗是很危险的事情，不过只要你能偷偷将我送到乾隆城，我愿意将身上唯一的宝物送给你。不行，护送你总觉得有些麻烦。洛凡尘还是摇头，他现在也不缺什么宝物，懒得平白招惹麻烦。脖子上挂着苏九送的白狐玉坠，手上戴着女教皇送的幻戒，要啥有啥。你听过原石吗？我这里有2枚原石。病态美人掌心多出了2枚漆黑如墨的石头原石。洛凡尘心头一震，顿时来了精神，定睛看去，果然与老村长送他的那枚一模一样，脑袋马上不摇了。可护送你好像也没那么麻烦。病态美人俏脸一僵，这家伙这么现实的吗？不过他的脸上很快露出喜色，走过来将2枚原石递给洛凡尘。先给你，可不许反悔，这是我身上最值钱的宝物了，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洛凡尘拿过来一看，确实是原石，体内青莲武魂已经蠢蠢欲动，迫不及待想要出来吞噬。他讶然看着女人，你就这么给我了，不怕我收东西翻脸，杀人夺宝？比起送你上路，送你上西天好像更容易些。病态女人吞吐道，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洛凡尘觉得比起先前那个暗黑风格的妹妹，这个姐姐是不是有点单纯的过头了？确定是双胞胎姐妹花？洛凡尘翻手间将2块原石先收了起来。行，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你的事情我接了。病态美人紧张道，不，你才30级，打不过他们的，硬刚只有死路一条。不用消灾，带我逃到乾隆城就好了。如果路上遇到他们，你随时可以抛下我自己跑，不要跟他们死扛，那样反而会害了你。洛凡尘被女人说的话惊到了，他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的意思是有危险我可以不用管你，自己跑？对啊。病态美人点头。你愿意帮我已经很感激了，要是最后连你这种好人一起死，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洛凡尘嘴巴微张，他看出女人这番话说的是真心实意，没有半分作为。好家伙，出门遇到活菩萨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单纯，一门心思为别人着想的女人。洛凡尘认真道，算你运气好遇到我，你这趟出门我保了。女人自我介绍道，我叫叶希轩，19岁半，41级魂宗，刚才来的是我妹妹叶幽灵，45级魂宗。洛凡尘闻言便知，这俩女人绝对不是出身普通势力，这个年龄如此实力，也就比圣女师妹差一个档次。你妹实力竟然比你这个当姐姐的要强，而且还追杀你。洛凡尘十分费解。随着女人的介绍，洛凡尘解到了事情的原委。叶希轩来自白虎帝国境内的冥影宗，冥影宗位列大陆10大宗门之一，拥有顶级刺客、暗杀系武魂冥影蝶。冥影宗世代与白虎帝国皇室联姻，妹妹叶幽灵与2皇子订有婚约，所以被称为皇子妃。而叶希轩这次与3皇子大婚，他不愿意便趁机逃了出来。洛凡尘还了解到，刺客家族内部类似养蛊，族长鼓励小辈间进行杀戮，角逐出最强之人。而白虎帝国皇室也是如此，皇子之间夺嫡血腥残忍，完全不顾亲情，唯一胜出的皇子可登王位，所以叶幽灵才会借此机会千里追杀他这个姐姐，丝毫不顾及亲情，因为他们家族内压根就没有亲情。洛凡尘狐疑道，人的性格趋向于武魂属性，话说
你这性格也不像明影蝶这种刺客暗黑风格的武魂啊。叶希轩苦笑，因为我的武魂变异了，变成了光明彩衣蝶。你这么多年过得应该挺辛苦的吧？洛凡尘用屁股想都知道，一个黑暗风的家族出来个光明武魂有多么的格格不入。叶希轩叹气道：“我父亲一直不让我出门，说我给他丢脸，让家族蒙羞了。”洛凡尘叹气：“那你爹可真够畜生的。”叶希轩一脸问号。洛凡尘好奇问道：“那让我护送你去乾隆城是想做什么？而且是因为变异后的武魂弱吗？所以你的修为才落后妹妹这么多？”叶希轩解释道：“你这两个其实可以算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洛凡尘实在想不出这女人实力上不去和前往乾隆城能有什么关系。对，叶希轩点头解惑道：“我们家族会定期发放修行资源，鼓励小辈之间掠夺，而我将所有发放的修行资源都节省了下来，一直存着没有使用。我妹妹因为不只吸收自己那份资源，还会去掠夺其他人的，所以修为才比我高很多。”洛凡尘惊了：“好家伙，本以为你是个青铜，结果是个王者，什么资源都不用，在这个年龄就突破到41级了，仅仅只是落后夜幽灵4级。要是换别人这么玩，估计再多落后几级也很正常吧？”他费解道：“所以你节省资源要做什么？”叶希轩虚弱轻咳：“我想将积攒的资源全部带给远在乾隆城的未婚夫，帮助他修行，完成我们的理想。”未婚夫？洛凡尘闻言眉头一皱，揉着眉心道：“等等，你把我思路搞乱了。你不是从白虎帝国逃婚跑出来的吗？还去找什么未婚夫？”叶希轩道：“一开始我们宗族是将我与白虎帝国的大皇子联姻，我也是大皇子的未婚妻。但是太皇子母后早死，二皇子天赋更强，母妃势力也更加强大。他自知在皇宫内修行只会被对方势力一直压制打击，早晚死路一条，于是便逃了出来。不过只有我知道，他逃到了乾隆城蛰伏。白虎大帝和我的族长父亲都不认可他逃跑的懦夫行为，于是便在3年后决定将我许配给三皇子。”洛凡尘听完暗道：“贵圈真乱，嫁给三皇子不好吗？显然应该比逃走的大皇子更有势力吧，也算一个依靠。”叶希轩摇头道：“一女岂能有2个未婚夫的道理？女人就该保持忠贞，我的未婚夫既然没有休了我，那谁来让我改嫁也不行。而且可能是虎性本淫，无论二皇子还是三皇子都沾点变态，唯独大皇子表现得正常些。”洛凡尘发现病态柔弱的美人，此时眼神坚定有力，散发着忠贞烈女的风采，不禁摇头叹了口气：“可惜这大皇子是个懦夫，不值得你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寻过来。”叶希轩反驳道：“他不是懦夫，他走之前曾跟我说过，他只是战略性的撤退，会在乾隆城潜心修行，闯出一片天地，再卷土重来，杀回白虎帝国的。你看这饼画的又大又圆。”洛凡尘笑了：“大皇子这话别人信不信他不知道，反正他是不信。他说过要带着你一起跑吗？”叶希轩摇头：“没有，2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了吧？”洛凡尘又问：“这3年来他可曾联系过你？”叶希轩咬着唇：“没。你太单纯了，逃跑不算懦夫，但丢下自己的女人逃跑肯定算。”洛凡尘道：“一个真男人不会丢下未婚妻在狼窝，自己跑路3年，连一句关心话都不传回来。他难道想不到自己一旦逃跑，就要留下你自己一个人面对二皇子和妹妹的压迫？”叶希轩本就柔弱的娇容更加发白了几分，他是单纯不是傻，这些当然都想过。也许他有苦衷。洛凡尘询问：“你很了解他吗？”叶希轩摇头：“接触并不算特别多，仅仅只限于见过10几次面吧。订婚1年后他就跑了。”“那你就这样相信他，还违背家族冒险逃婚跑出来？”洛凡尘费解。叶希轩奇怪道：“从一而终相信自己的未婚夫，这不是一个未婚妻该做的吗？如果我都不相信他，谁还能相信他呢？”洛凡尘哑住，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他看到对面这个女孩眼里有光，真诚纯净的光芒，不掺染任何杂质。他两世为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阳光，没有受到任何人性丑恶面污浊的女孩。可惜有主了，那发给你的资源自己不留着用，坚持要给那家伙送去干什么？叶希轩道：“我的光明彩蝶武魂不具备破坏力，提升实力也是浪费，还不如把资源都留给他。他答应过我，以后会帮我实现心愿的。”洛凡尘好奇问道：“什么心愿？”叶希轩脸上露出灿烂笑容，希冀道：“我想杀戮自我这一代彻底终结，我们用实力制服二皇子和妹妹以及所有同辈，只要我能赢到最后，那所有人就都不用死了。”他也同意我的观点。洛凡尘嘴角一抽，希望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他不会在有梦想的人头上泼冷水。但这话
一听就阻力重重，很难实现。首先你得打趴下所有同辈，其次还得获得老一辈的同意。这种识别，想指望一个抛下自己女人逃跑的懦夫男人有魄力办到？洛凡尘不解地问：你既然还有其他资源宝物，为何专门把原石送给我？叶希轩不舍道：它既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之一，也是我最珍贵的东西。这次既然是让你冒着生命危险护送我，我自然也得拿出相应价值的东西，不能让你吃亏。洛凡尘虎躯一震，这样真善美的小天使，到底该是怎样的男人才值得拥有？可惜名花有主了啊！他是海王，又不是人渣，干不出门前松土挖人墙角的事儿来。乾隆城那位大皇子最好当个人，别是个纯畜生。老实说，洛凡尘对这样的女孩很难讨厌起来，相信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意看见这样的女人真心被辜负吧。洛凡尘吓唬道：你把底都透给我了，就不怕我把你洗劫一空，吃干抹净？叶希轩眨了眨美眸，甜美笑道：事实上，你直到现在也没对我这个弱女子做什么，要动手岂不是早动手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从你的眼里看到了同情、怜惜，唯独没有邪恶。胡扯！洛凡尘否认，我可不是什么好人，要不是看你脏兮兮的，早已经把你按在床上霸凌了。噗嗤！叶希轩甜笑，你好有趣哎。洛凡尘觉得有被冒犯到，自己就一点反派气质都没有。狠狠道：你给我把眼睛闭上。哦，好。叶希轩丝袜腿并拢，双手放置在腿上，乖巧坐好。这么信任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现在已经将自己全权委托给你了，你说什么我都听，不给你拖后腿。夜深人静，烛火照亮了床头的病态美人，一身喜服尚未褪去，饱满娇躯挺翘，凹凸有致，湿漉漉的秀发挂在绝美脸颊，白皙脖颈上，新长的丝袜美腿，3寸小脚垂落。洛凡尘看着服从自己命令、处于重伤的美人，喉咙微动，干，怎么就有主了呢？白瞎了一个大美人。本着他人妻不可欺的原则，洛凡尘还是坚守住了底线，没有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来。青莲武魂出现，射出道道绿光，打在叶希轩的头上，浓郁的生机在对方体内弥漫开来。女人微密的魂力气息一点点恢复，发白的嘴唇也开始恢复血色。洛凡尘收走武魂，看到依旧乖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叶希轩，摇了摇头。好了，睁开吧。叶希轩睁眼惊喜道：你竟然是辅助吸魂师，感觉我的内伤好了七七八八了，好厉害的治疗手段。难道你是大荒宗的子弟？大荒宗？洛凡尘挑眉。叶希轩有些意外，你不知道10大宗门之一的大荒宗吗？他们的大荒紫气鼎可是天下第一治疗武魂。紫气一出，白骨生机。看你才30级治愈能力就这么特殊，我还以为你是大荒宗行走在外的精英辅助呢。洛凡尘摇头道：我可不是什么精英辅助，而且一直在丛林修行，才出山没多久，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多。小哥过谦了，你这样强大的治愈能力，要是都算不上精英辅助的话，那天底下就没多少人配得上了。叶希轩庆幸道：果然老天对我不薄，重伤的我随便一钻就遇到了一个天才治疗型魂师。洛凡尘打了个哈欠，行了，天色不早了，睡一觉，明天再出发。咕噜，什么动静？叶希轩脸蛋一红，歉意道：我被追杀2天2夜了，一直没来得及吃东西。洛凡尘白了他一眼，忍不住数落：图点啥？老实嫁给3皇子还用遭这罪？等着。洛凡尘悄无声息推门走出，虽然是半夜可以直接点吃的，但他没这样做，怕夜幽灵5人杀一个回马枪，心中起疑。径直潜入客栈后，除借了盘烧鸡，还有一些点心回来。刚把房门打开，眼前顿时一亮，那个邋遢的逃婚新娘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白裙仙子在等着他。一袭素色的仙女裙，白嫩小腿贴合着薄如蝉翼的蕾丝袜，精致娇艳的五官，眼角泪痣好似画龙点睛，绝对完美符合男人们心中对白月光的美好神往。对上洛凡尘目光，叶希轩有些不好意思道：先前的喜服和丝袜都脏了，一直没来得及换，快吃吧，吃饱了好睡觉。谢谢公子，不知道这些算多少钱，我不能占你便宜。洛凡尘摇头：别墨迹，赶紧吃，都算在先前的保护费里面了。叶希轩明显饿极了，却还是慢条斯理的吃着，十分淑女。洛凡尘看得赏心悦目。洛凡尘开始在地上铺被子，刚才他出去顺带借了套被子，扔在了换界中。叶希轩眼看男人打地铺，顿时过来阻拦，说什么也不让洛凡尘在地上睡。行了，咱俩也别犟了，我看这床够大，都到床上睡算了。这怎么能行呢？叶希轩摇头：你都说了我不是坏人，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可是希轩得为未婚夫恪守妇道，守身如玉啊。洛凡尘翻白眼，那家伙到底为你守没守身都不知道呢，何必苦逼了自己？
中间隔个被子，肯定没事的。你就当咱俩睡2张床不就行了？放心，你我不说，没人知道。叶希轩很想说，我是单纯，不是傻，你这不就是想骗我上床吗？不过最终还是架不住洛凡尘真挚的邀请，选择信任，爬上了床。不过别说裙子，小腿上的蕾丝仙女袜也没脱。一夜无话，翌日清晨，洛凡尘和叶希轩洗漱后用过早餐，来到了马厩提狗。雪域槟榔正昂首阔步在马厩内巡视，而后凑近闻闻小母马，其他公马是大气都不敢喘，被逼到角落里瑟瑟发抖。洛凡尘上去就薅住槟榔的毛绒耳朵，咋地，挺不挑食啊？马你都想上，给我在这里选妃呢？狼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想发展一段跨越种族的恋爱。二狗瞳孔斜了一眼远处等候的叶希轩，仿佛在说，主人不是也这么快就上手了新的。洛凡尘轻拍一掌，别乱看，那是别人的老婆，不是我的。二狗眼神愈发佩服，哇，你竟然可以让狼类魂兽甘心当坐骑。叶希轩看到洛凡尘骑着高大战狼过来，十分惊讶意外，睫毛扑闪，充满好奇。在魂武大陆骑着接近3000年狼魂兽的效果，不亚于前世开一辆3000万豪华超跑炸街。上来。不了。叶希轩腼腆摇头，这要是坐上狼背，动作就太亲密了。洛凡尘瞪眼，不会占你便宜，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这货4条腿可跑得比咱们快多了。你也不想在见到未婚夫前被妹妹找到吧？好吧。叶希轩也知道轻重缓急，美腿踏地，飘身而上，双手轻轻捏住了洛凡尘腰际衣角，感受到男人气息，似是从未距离男人这般近过。叶希轩脸蛋酡红，你这么害羞，不会嘴儿都没跟人亲过吧？女人脸红得更厉害了。不会吧？洛凡尘惊呆了，这么纯，在魂武大陆有未婚夫，19岁了还没开封过。叶希轩支吾道，他想来着，我没给，我说最重要的是先修炼，其他得等到愿望实现再说。洛凡尘默念清心咒，自己绝不能当曹贼。二狗，跑稳点。轰！洛凡尘分明下的是跑稳的指令，但雪域槟榔却如离弦之箭一般，爆炸似的冲了出去，脚下土地都被蹬碎了。叶希轩整个娇躯都因为惯性压在了洛凡尘的身上，藕臂不得已搂住洛凡尘腰部，才能保持平衡，不被颠簸下来。嗖嗖，风声不断自男女耳边划过，周围无数山景一闪而逝。雪域槟榔穿梭在山道之中，黄冲数个时辰还有余力。同级别的情况，论耐力能强过狼的魂兽几乎没有，但没几人能收服高傲的狼族，除非他不是狼，是舔狗。一路平安，叶希轩喜上眉梢道：凡尘小哥，看来咱们可以顺利抵达乾隆城了。轰！2道白色刀光突然自地下向上劈来。哦！雪域槟榔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仓促扭身躲闪，腹部还是被划开口子，渗出的鲜血染红了洁白狼毛。叶希轩和洛凡尘被逼得跳下来，警惕看着前方突然跃出的5道人影。暗黑风格的夜幽灵蓝在前方，冷艳邪气的眼影，紫黑润唇，黑裙下是黑丝包裹的高跟美腿。好姐姐，嗨，又见面了。他身后2个大汉持着造型奔张的大刀武魂，杀气腾腾，正是刚才地下出手砍伤白狼的人。洛凡尘无语道：您就是乌鸦嘴吧？刚说完你妹妹就带人杀过来了。没等叶希轩说话，对面持刀大汉瞪眼怒吼道：我认得你小子，你不是哑巴吗？老子内疚一晚上，还偷摸给了自己1巴掌，你他妈原来不是哑巴。大汉情绪激动，愤怒握着大刀武魂，他可能这辈子脏事干得太多了，昨晚发觉自己欺负的竟然是一个哑巴，良心发现，愧疚的不行。结果内疚了一夜，发现这货竟然不是哑巴，白浪费感情了。洛凡尘摇头，挺大老爷们，别整得跟感情遭到欺骗一样，貌似没人跟你说我是哑巴吧？大汉怒容一滞，是啊，这货也没跟自己说过他是哑巴啊。不过他很快瞪眼质问道：那你阿巴巴什么呢？还能干什么？洛凡尘耸了耸肩，摊手道：当然是逗傻子玩喽。大汉恼声道：你现在已经是案板上待宰的羔羊，还他妈敢骂我是傻子，找死！洛凡尘走近大汉，歉意道：你看这事儿闹的多不好意思，要不我也给自己1巴掌，让您消消气。老子已经开始生气了，你最好快点打，多打1巴掌，老子今天少砍你1刀，不然立刻给你剁成肉酱。大汉傲然哼声，一脸期待地看着洛凡尘，他要看对方亲手抽自己，跪地求饶，不然难解心头之恨。对方当着伙伴的面狂抽自己大嘴巴子，他这丢失的脸面也就找回来了。啪！洛凡尘势大力沉地将手臂抡出，一个大逼兜子就裹在了大汉的脸上，直接给对方抽懵了。一旁的叶幽灵还有其他3个大汉，甚至叶希轩也没想到洛凡尘这么刚，30级辅助的他都被包围了，还敢这么勇去激怒对方。
洛凡尘摇头笑道：“你当哥跟你一样傻，抽自己多疼啊！你看这样抽别人多带劲儿。”死，一个字，爽！我超尼玛，死到临头还敢打我！大汉一手捂着吃痛的脸，另一手抡起大刀就向身前一扫，劲风呼啸，要将洛凡尘拦腰斩断。唰！早有准备的洛凡尘向后一跃，刀尖擦身而过，差之毫厘衣物便要被划开。走位，打不着。兄弟，你不会更生气了吧？大汉内心如遭暴击，气得血液上冲，双眼赤红。皇子妃，您别拦我，今天我要砍死这家伙，太他妈贱了啊！暗黑系的丝袜美女冷声呵斥道：“冷静，这家伙是在故意激怒你，寻找咱们包围圈的破绽。”大汉捏紧手中大刀，怒声道：“皇子妃，您不必担心，这小子气息也就30级，累死他也逃不掉。聒噪，听我指挥。”叶幽灵娇诈一声，眸子威严冷视过去。大汉顿时缩头不敢出声，与其他3人将洛凡尘两人牢牢锁定，若有动作必定发出雷霆一击。咯。叶幽灵胸前乱颤，阴冷笑道：“姐姐，看来你还真是走投无路，疾病乱投医呢。”她染着紫色的纤长美甲对准洛凡尘：“不会吧？你不会指望这路边随便碰到的野男人就有实力帮助你摆脱我们的追杀吧？看好了，他才30级，够妹妹我一招秒杀的吗？”叶幽灵暗黑的性格不断摧残着叶希轩的心理防线，每一句话都如同冰冷的刀子一般切割在叶希轩的心口。这个白裙仙子的面颊愈发苍白绝望。洛凡尘拍了拍叶希轩的肩膀：“头一回看见有妹妹把姐姐欺负这么惨的。不用怂他，我会出手。”啧，你小子哪里来的自信？大汉放声笑道：“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你知道我们都是什么等级吗？想英雄救美，你那30级的微末实力还不够看。”洛凡尘懒得回话，不想跟这种小角色多避避，抬手就想给这大傻子狗头打爆。结果一道倩影闪到他的身前，将他牢牢护在后面。“凡尘小哥，别冲动，咱俩都不擅长战斗，肯定不是他们5个魂宗的对手。让我来。”叶希轩冲着前方长腿黑丝胞妹道：“幽灵，家族风气使然，你有自己的立场，你想杀姐姐，姐不怪你，但她是被卷入进来的无辜人，不该遭受无妄之灾，求你放过她。”暗黑美女叶幽灵嗤声道：“你这个家族之耻，收起你那怜悯弱小的嘴脸。咱们冥蝶家族的信条是什么？万物尽虚无，一切皆可杀。有情感有怜悯的刺客还叫刺客吗？无情才是刺客的终极之道。”叶希轩落寞的神色中又带着坚定：“我可以不当刺客，但我不想没有家人。如果所谓的强者之路是放弃人性，血亲相残，那我宁愿废物一生，虽死无悔。”暗黑美女冷哼道：“天真幼稚，咱们家族为何历经100年、1000年依旧强盛不衰？白虎帝国的国力为何蒸蒸日上？难道是因为与人为善？不，只是够狠。每一代牺牲所有废物血亲，用养蛊的方式优胜劣汰，角逐出最强者，这才能保持基业万世不衰。没有实力的仁慈一文不值，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无用的感情只是别人可以利用的弱点。你连亲爹都敢杀，谁能不怕你？够狠才能生存下去。”叶希轩摇头，眼神没有丝毫动摇。变强绝不存在唯一解，家族团结的力量一样强大。可惜家族已经烂到了骨子里，我空有反抗的勇气，却没有拨乱反正的实力，也算死有余辜。但请你放过我身后这个无辜之人。叶幽灵神情冰冷，摇头道：“大事不可为，家族和帝国千百年来便是如此，抗争不过老家伙们的，你的失败早已注定。”他指着洛凡尘道：“小子，你滚吧，今天就给我这个好姐姐一个面子，不杀你。”叶希轩面色一喜，回眸道：“你快走，不用管我了，幸好没有连累你，不然我要愧疚一辈子。”洛凡尘讶然，还真让这女人嘴遁成功了。轰！气势爆鸣，大汉刀斩地面，厉声喝道：“不行，皇子妃，这小子不能放！”其他3人也逼近上来。“对，我们不答应，敢侮辱我们老四，他今天必须死在这里。”叶幽灵竖瞳道：“我的命令不管用了。”大汉有恃无恐道：“我们是二皇子殿下的忠犬，您一天没入宫就不是您的，您也不想为了这小子和我们伤了和气吧？”洛凡尘扑哧一声，差点笑出来。从细节来看，这叶幽灵明显也混得不咋地啊。但凡那二皇子真重视他，这几个奴才也不敢这个时候唱反调。叶幽灵脸色难看，却没有发作。那二皇子屡屡想跟他欢好，都被他拒绝，所以对他的态度每况愈下，越来越差。故而这些奴才并没有那么害怕他，甚至这里面很可能都有二皇子故意教唆的成分，示意这些奴才不要太听话，跟他示威，让他认清楚自己的身份，然后服软。“小子，你今天必须给爷死！我说的。”
大汉四人脚下爆开4道魂环，黄紫尽皆是45级以上的修为。2人为大刀武魂，还有2人背后分别出现猛虎和黑豹影子。轰！叶希轩蕾丝白袜覆盖的修长美腿向下一踏，七彩光芒闪耀，一道绚烂的彩翼蝶影浮现。黄紫4圈魂环，武魂附体后，叶希轩背后凝出一对华丽彩翼，散发着光明气息，本就超凡脱俗的容颜显得更加仙气飘然。凡尘小哥，我虽然不善战斗，但怎么也比辅助能打一些。你从旁略阵为我辅助，一旦看我撕开口子，带着你的白狼赶紧逃，我会努力缠住他们，为你拖延时间。辅助，这小子是辅助。大汉闻言更生气了，操！一个辅助还敢这么嚣张，真当老子是泥捏的？叶幽灵无语，我愚蠢的姐姐啊，本以为你找个30级的路人帮忙就够扯的了，竟然还找了个没用的辅助系魂师。叶希轩脸色一红，被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他确实是有点疾病乱投医了，之前身受重伤又无依无靠，内心慌乱之下就选择了向已经保护自己一次的洛凡尘请求帮忙。当然最主要的，他第一次见洛凡尘就莫名的感觉这家伙很可靠，值得信任，那种特殊的感觉说不上来，很微妙。这里面当然是洛凡尘的满级魅力起到了作用，但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别瞧不起人，他辅助能力可是很强的。叶希轩忍不住替洛凡尘还击，不想看到其他人侮辱帮助自己的这个男人。凡尘小哥，我上了，你准备突围？突围？做梦！4个大汉齐齐杀来，刀影横空，猛虎呼啸，暴爪生风，招式刁钻狠辣。叶希轩咬紧薄唇，自知今日凶多吉少，也不打算走了，不惜身受重创也要给洛凡尘拼出一条生路。他催动魂技就要冲上去，大手按住香肩，将他留在原地。男人磁性纯正的嗓音随之传来：别动，我来！轰！原地炸响，洛凡尘如同炮弹一般腾空而起，直奔4人。3米3的威武青芒武魂出现，瞬间在空中完成人魂合一。洛凡尘青色鳞甲覆盖，气力防御暴增，一记冲天炮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中猛虎武魂大汉的胸膛，对方整个人直接倒飞而出，迅速变招，屈臂顶肘向侧方猛然一磕，破了黑豹武魂大汉的凌厉爪法。与此同时，洛凡尘身形在空中翻转，长腿如钢鞭，在空中旋动大力抽出，瞬间抽中2位大汉砍出的刀身。当大刀传来反震之力，2人面色惊变，连续倒退出10数步才堪堪稳住身形。低头一看，虎口已经撕裂，向外渗透血迹。这怎么可能？叶希轩谈口张开，所有阻拦的话都哽在喉咙，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洛凡尘就已经展现出了强势姿态，瞬间化解了4人带来的所有危机，明显还占据了上风。叶幽灵满眼震惊，讶然说道：不可能，他不是辅助吗？他不是30级吗？怎么会有这样的战力？大汉吐了口唾沫，惊怒道：超扮猪吃老虎，这小子不是30级，30级能有这种实力，老子吃屎！骗吃骗喝！洛凡尘脚下一踏，2圈紫色魂环旋动而出，在场所有人瞳孔瞬间一缩，大汉们使劲揉自己的眼睛，怀疑是不是出现了幻觉。千年魂环，2个魂环都是1000年，怎么可能？大汉虎眸有些失神，喃喃道：2道魂环真的是30级，这是哪里来的怪胎？旁人震撼道：老四，这家伙是个天才。天才怎么样？老子打的就是天才，咱们4个魂宗还能输给一个2环的？轰！4人再度联手杀来，这次没有半分大意，催动自己的最强魂技琥珀拳，暴爪裂空，破空6连斩，疾风踏前斩。洛凡尘面对4大魂技联手围攻，深邃黑眸闪烁杀伐冷芒，全身青色精灵在第一魂环闪烁间化作赤红岩浆颜色，散发着坚不可摧的炙热气息。焚焰甲与背后麒麟纹一同发动，脚下旋进，震地而起，整个人身处空中，右臂收向腰际的刹那，第2魂环亮起，整条手臂完全化作金红火焰。火拳，刹那间拳印飞出，火光冲天，施展虎豹武魂的2个大汉惨叫一声，直接炸飞了出去，浑身火焰不断燃烧，惨叫着在地上打滚，完全化作火人。2道狠辣刀光已经杀至近前，洛凡尘冷哼一声，侧身躲开，同时挥舞出数道炸裂的火焰拳光。我让你们斩！轰轰！2位持刀大汉面色惊变，打死也想不到一个30级的人魂技威力竟然比他们还强大数倍，再想躲闪也来不及了。虽然挡住面前火拳，但长刀被磕飞了出去。这就怕了。洛凡尘眼神凌厉，身形一闪，双手掐住2大大汉脖子，向地面撞去。2人催动魂力想要反攻，但却感受到洛凡尘手掌传来莫名吸力，全身血气
魂力瞬间紊乱，被压制得死死的，双眼露出了老鼠见到猫一般的恐惧之色。轰！洛凡尘将两人暴力按入土中，离出2道长长的沟壑，最后拔出，随手甩在地上。砰砰！这时，一道黑色倩影悄无声息地潜伏到洛凡尘近前，正是明影蝶武魂附体的叶幽灵。微张的紫黑香唇中喷出无数紫色细小光点的同时，握着一柄淬毒寒刃切割向洛凡尘咽喉。滚！洛凡尘对这女人早有防备，左手焚焰甲覆盖的双指将寒刃夹在面前，不能寸进分毫。右臂一抡，叶幽灵直接被砸中软绵胸口，闷哼一声衰退了回去。至此，4人落败半死不活。叶幽灵捂胸吃痛，美眸如同看怪物一般盯着眼前这个男人，他情绪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破口大骂：叶希轩，你个骗子，大骗子！你不是说这家伙是辅助吗？你管这叫辅助？叶希轩震惊地瞪着美眸，尽皆是不可思议和惊喜，完全被洛凡尘天神下凡一锤舞的表现惊呆了，好似第一次认识洛凡尘这个人一般。我记得没错啊，他是施展了特殊的治愈手段，将我的伤势治愈了啊。洛凡尘扭头摇头淡声道：其实把我当辅助也没毛病，辅助的精髓不就应该是帮助队友把敌人全部干倒，不让队友受到任何威胁吗？这一点我做的应该还算到位吧。见鬼，就离谱！你对辅助的理解方式好像和正常人有点不太一样啊。一个辅助竟然杀疯了，带头冲锋打得比强攻型魂师还暴力，这能像话吗？叶希轩俏脸满是费解，叶幽灵暗自吞咽着口水。靓丽的双胞胎姐妹花面面相觑，都能看出对方眼中的匪夷所思。想反驳对方的歪理，一时间还真没找到合适的说法，硬憋得说不出话来。叶幽灵揉着吃痛的胸脯，肿了，肯定肿了。他感觉洛凡尘力气再大一点就要活活打爆了。姐，你到底从哪里请来的这怪物？30级真的可以做到这么强？说，你是不是故意请了高手来算计套路我？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深的心机。不，我没有。你别胡说，我真的只是路边随便找的野男人啊。叶希轩也很猛，到现在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本以为是远不如自己的30级辅助，都准备拼了性命也要帮助这个男人逃走了，结果对方一出手就把5个魂宗秒了，简直凶悍的一塌糊涂。这事情经过他要是跑出去跟别人说，肯定都没人信。洛凡尘走过来，笑着拍了拍叶希轩的香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幸不辱命，全部搞定。叶希轩吞吐道：你好强，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应该是双生武魂的特殊魂师吧？你猜？洛凡尘轻笑。叶希轩看到男人不置可否的样子，惊喜道：我运气竟然这么好，可以请到传说中双生武魂的盖世奇才帮忙，这也太巧了吧？遇到我运气好吗？你高兴的是不是太早了？我怕你把自己搭进来。洛凡尘暗自想着，摆手道：盖世奇才过誉了，我不过是比正常人多了个武魂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话说你运气一直很差吗？叶希轩美眸暗淡，似乎想起了过去遭遇的事情，轻轻点头伤感道：我虽然做好事，但从不相信好人会有好报的，因为我从来就没幸运过。洛凡尘眨眼：好人不一定有好报，但你可能命中注定有我报啊！突如其来的一撩让叶希轩出现慌乱，一双小手揪着裙边，耳坠红润了起来。洛小哥慎言，我有未婚夫了。洛凡尘不以为然：有未婚夫又不影响你交往男性朋友，难道你怕他生气？不怕。叶希轩咬唇摇头：只是女孩子应该恪守妇道，既然有了未婚夫，和外面的男人就理应保持距离的，不明确拒绝的话，也很有可能会伤害到对方的心。洛凡尘叹了口气，算是看明白了，这女人并不在意未婚夫，但很在意这个未婚之妇的身份。多好的女人啊！臭！不知道要便宜哪个狗男人了。说实话，洛凡尘有点妒忌，他想当曹贼，不过觉得撬别人老婆这种事该遭天打雷劈的，除非对方自己不珍惜，是畜生。他莫名的有些心烦，指着捂胸的暗黑系丝袜美女道：你这个妹妹怎么处理？处理？你还想处理我？未等姐姐说话，叶幽灵发出了妖媚放浪的冷笑：男人还没发现吗？你已经中毒了。洛凡尘面色一沉，捂着头道：你对我做了什么？叶幽灵得意道：任你实力再强，也要喝本姑娘的洗脚水。还记得刚才我口中喷出的紫色光点吗？那些可都是我精心调配的剧毒，被吸入体内后会麻痹你的神经，腐蚀你的内脏。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浑身无力，提不起魂力？洛凡尘身形摇晃，脚步踉跄。你好卑鄙！叶希轩惊呼，也顾不得男女有别的羞耻，丝滑双手抱住洛凡尘的手臂进行搀扶，紧张关心道：洛小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咯。叶幽灵笑得花枝招展，胸前乱坠。
感觉当然是蚂蚁啃食内脏的剧痛，只能原地等死了啊！洛凡尘身躯颤抖，虚弱怒斥道：“你竟然下毒，好卑鄙的女人！”叶幽灵鄙视道：“我一个刺客，卑鄙点不是很正常？难道要和你个糙汉子正面对输出？不对，你不是糙汉子，是个帅气的小哥哥。老实说，比我那个二皇子未婚夫帅多了。死了有点可惜，但是你太暴力了，人家怕，只能弄死你。”嗨嗨！洛凡尘向地面栽倒，伤者未大，叶希轩赶忙将他揽入怀中，淡雅香气扑面袭来，绵软可靠。他怒容对向黑丝美女：“叶幽灵，拿解药来，算姐姐求你，他这样的天才不该被我这样的废物女人连累死在这里。只要你愿意放过他，我可以保证他不会报复你，我也任由你处置。”叶幽灵叹了口气：“姐姐，你的人品我相信，但这是我最后的自保手段，根本没有调配解药，连我自己都不敢让这毒素入侵五脏六腑，他死定了哦。你倒不如问问他还有什么遗愿，不过说了也没用，你今天也注定自身难保。”叶希轩眼眶发红，满心愧疚：“洛小哥，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你还有什么心愿？”洛凡尘苦闷道：“你害苦我了，我这辈子连超过18岁的女人都没亲过。”叶希轩娇躯一震，抿着红唇，陷入犹豫：“我未婚夫都还没让他亲过我，可嗨嗨！”洛凡尘口中溢出血液，咳嗽道：“没让你亲我，我就随口一说，你别当真。姐姐，你要是不亲，拿过来给妹妹尝尝鲜。”叶幽灵胜券在握，调侃道：“可惜了这样的男人，又帅又能打。要是我男人该有多好，比白虎帝国皇室那些只用下半身思考的畜生强多了。”叶希轩最终下定了决心，对方把命都交给了自己，弥留之际的心愿他都不愿意满足，那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一个有未婚夫的女人吻了别的男人，他觉得对不起自己心中恪守的贞操妇道，打算亲完洛凡尘后便自绝当场，以证清白，这样就谁都对得起了。叶希轩臂睫毛颤动，水润红唇缓缓凑向洛凡尘，内心解脱忧叹：不都是希望我死吗？如果我死了，父亲、妹妹、族老就都该高兴了吧？水润红唇吻了过来，苦肉计得逞的洛凡尘却没有半分激动和高兴，因为他敏锐察觉到了叶希轩眸中的刚烈和决然，那显然是心如死灰之人才会露出的伤心绝望目光，他的心触动了。面对喜欢自己的女人，适当套路叫情趣，但面对其他女人，这样是否有些卑鄙了呢？他洛凡尘自认不是什么正人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好色的渣男，但何曾干出过伤害女人心的事？尤其是去伤害欺骗这样一个心思纯净的好女人。洛凡尘做出了最终的选择，他也有自己的底线，不能用卑鄙的手段去得到一个女人，这样哪怕亲到了又能如何？没有情感的吻索然无味，老子要亲就亲到爽，何须用骗的？他竖起剑指，点住了叶希轩亲过来的香艳红唇，对方顿时愣住了，没想到会被阻止，忍不住询问：“怎么了？”洛凡尘洒脱笑了笑：“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啊！叶希轩错愕不解，洛凡尘从香软娇怀中起身，将他轻轻推到一旁。回光返照，叶幽灵问道：“你不应该是四肢无力吗？怎么还能站起来？”四肢无力，洛凡尘嘴角上扬，缓缓摇头。唰！他一个闪身出现在2个烧成焦炭的大汉身前，拳头向下砸出。轰！地面震动，出现炸开深坑，2个焦炭大汉刚刚苏醒，就又被这股蛮力生生砸爆。叶幽灵踩着黑丝高跟的白嫩美腿，瞬间一颤。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还有力量？不可能。洛凡尘笑了笑，斜了一眼支撑大刀起身的2个魁梧大汉，正一脸怨毒地盯着他的方向。嗖！他闪身到来，和声道：“杀人者，人恒杀之。2位一路走好。”恐怖气血沸腾，2拳瞬间轰出，洛凡尘内心莫名的不爽都宣泄在拳劲之中。轰轰！2个魁梧大汉爆碎开来，炸散成2道血雾，溅射到周遭土石之上，血腥味弥漫四周。踏！叶幽灵娇躯不正常的哆嗦了一下，看着一步步缓缓走向自己的青年，头皮发麻。狠，太狠了！他们刺客奉行的是一剑封喉，哪有一拳把人家内脏都生生打爆的啊？你不是中毒了吗？4个前车之鉴让叶幽灵此刻害怕极了，哪里还有先前的嚣张？洛凡尘眉毛上挑，和讪笑道：“差点忘了，我百毒不侵，一个合格的辅助又怎么会中毒呢？”叶幽灵宛若柔弱女子一般，紧紧抿着紫黑性感的嘴唇，眸中波光粼粼。你是怪物吗？洛凡尘走到黑丝皇子妃面前，眸光平静淡漠。怕了，那就归安吧。叶幽灵双膝发软前屈，黑丝包裹的雪白足跟与高跟鞋底产生性感夹角，在即将跪地的刹那，
他眸光瞬间凌厉起来，武魂附体。第3魂技蝶闪，第4魂技冥影碎空刺。火辣倩影化作黑色蝶影消失在原地，叶幽灵瞬间闪到了洛凡尘头上，刺出的纤长玉指表面符现一道冥蝶纹路，美丽中溢散着死亡气息。呵，洛凡尘冷笑一声，岂能没有防备？他具备顶级悟性，又有女教皇精心培养，在战斗上的敏锐嗅觉早已今非昔比。看都未看上方，右臂一擎，掌心青色游龙盘旋，游龙噬魂。当，叶幽灵灵力一指点在洛凡尘手心，竟是传出金铁交鸣之声。所有指尖的劲力尽数被游龙形成的漩涡化解吸收，整个郊区都感受到了一股庞大的吸力。下来吧。他擎起的手臂向下一引，叶幽灵郊区失去平衡，直接被吸力拉扯下来。叶幽灵眸子毫无惊慌，身子仿若柔软无骨一般，被吸引的藕臂肘部扭曲反攻，美腿凌空旋踢，高跟鞋被大力甩飞，黑丝包裹的美足如同锥子一般扎向洛凡尘面部。他在战斗中就像是冷血无情的杀手，生死与他无关，摒弃了一切的恐惧。刚才的胆怯情绪都是用来麻痹洛凡尘伺机偷袭的。慢了，洛凡尘哼声，左手向面前抄去，砰！左手一把抓住那凌空抽来的黑丝脚踝，同时右手卸去游龙噬魂的吸力，用力抓着那脚踝狠狠向上扬起，而后猛地摔在地上，叶幽灵整个人直接拍向地面。轰！地面震动，叶幽灵外衣炸开，面颊淌血，魂光被暴力震散，颅内嗡鸣刺耳。洛凡尘丝毫没把对方当美女一般怜香惜玉，一把拽起了那乌黑的长发，将叶幽灵烂泥般瘫软的娇躯提了起来，抬脚对准膝盖踹去，整个人直接跪在碎石遍布的黄土地面上，黑丝钩丝划开，雪白膝盖涓涓流血，小石子嵌入肉里。饶！叶幽灵被打得战意全无，滴血的红唇哆嗦着发出求饶的声音。啪！洛凡尘一个大嘴巴子反抽了过去。饶个屁！蛇蝎毒妇，死有余辜，自己亲姐姐都要下死手，更是给她下无解剧毒。哪怕她和叶希轩长得一模一样，洛凡尘也丝毫的特殊想法都没有。洛小哥，叶希轩走了上来。洛凡尘道：这女人我就替你处理了。扑通，叶希轩直接跪了下来，小腿上的蕾丝白袜直接划破了，被渗透出的血渍染红。洛凡尘错愕：不用这么感谢哥吧，你是花了钱的。叶希轩脸红祈求道：洛公子，我知道要求有点无耻，你可不可以放他一条生路？被洛凡尘吓破胆子的叶幽灵娇躯一颤，投来不可置信的目光。你丫的虎吧，这还不杀？洛凡尘一脸无语，看见这叶希轩没出息的样子就来气，这算心善还是圣母？叶希轩羞耻道：我妈妈临死前求我不要和妹妹为敌，其实她也是被家族从小逼迫没有办法，有苦衷的。洛凡尘摇头：你愿意放她，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我答应的只是保护你，我也做到了，请保持咱们肮脏而又龌龊的金钱关系。叶希轩芳心一颤，他仿佛听明白对方为什么这么说了，是自己之前要和人家保持距离的。怪不了男人无情，人家确实和自己非亲非故，凭什么小嘴一张就让人家放人？洛凡尘盯着叶幽灵冷漠道：别说我不给你机会，给我一个放你的理由。叶幽灵急促道：我有钱，我愿意花钱赎命。洛凡尘道：有原石吗？没。叶幽灵摇头：只有姐姐有，母亲偏心只给她留了，想让她用来修行压制我。洛凡尘冷笑：那是你妈知道你什么德行，她压制你，你最起码还能有条活路。你们白虎帝国的虎臂我看不上，再给你一次开口的机会，拿不出筹码你就去死吧。叶幽灵求生欲拉满道：我愿意成为您的女人，姐姐会的我都会，姐姐不会的我也会。洛凡尘摇头无情道：你不配，别人用过的东西我嫌脏。叶幽灵喊道：我是干净的，没人碰过我，我一直清楚这是最后的筹码了，所以从来没让二皇子碰过，这点姐姐可以作证，你不信也可以自己检验。严丝合缝。叶幽灵说完话后就没那么害怕了，因为他对自己的姿色和身材十分有信心。他都说得这么露骨了，经得起查验的完璧之身，再加上皇子未婚妻的身份，不信天底下有哪个男人会不动心？男人不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吗？估计这家伙已经心猿意马，开始琢磨着如何卸完自己了吧。叶幽灵挺了挺傲人宝宝粮仓，彰显着优越性感的资本。老实点。洛凡尘勾起脚尖踢在叶幽灵小腹上，将女人踢的瞬间攻成 C 型虾米。少在我面前搔首弄姿。叶幽灵痛苦捂着小腹抬头，美眸满是不可置信的目光。这男人怎么回事？对美女都下得去这样的狠手？换个男人只怕早就把她按在地上摩擦了吧。洛凡尘不为所动，有的女人就不能多给好脸色，
容易蹬鼻子上脸，需要像熬鹰一样打磨掉锐气才能驯服。他冷冷道：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不杀你已经是看在你姐姐跪下替你求情的份上，还想做我的女人，你在想屁吃？叶幽灵娇躯抖了个寒战，这回是真害怕了。正常男人他都能一眼透过那色眯眯的眼神看穿心思，但眼前这个男人他根本揣测不透心里在想什么。此时也顾不得什么内心的骄傲，急促求饶道：不配做您的女人，幽灵做您的女仆可以吗？洛凡尘斜眼：女仆？对，我愿意给您做牛做马，为奴为婢。叶幽灵咬着紫唇，真诚地点着头，满眼皆是求生欲。做牛做马？洛凡尘嗤笑道：我都怕你哪天背刺了我，就你这样的蛇蝎女人，我看还是就地正法的好。叶幽灵吓得花容失色：姐姐，你说话管用，快帮我求求这位公子啊，我真的知道错了。叶希轩苦笑摇头：你太高看我了，洛小哥已经帮助我太多，我哪里有资格去要求人家怎么做事？他祈求地看向洛凡尘，目光楚楚动人。洛小哥，这妮子试图毒杀过你，你要是当场杀了他，也是他死有余辜，我肯定不会恨你的，只有感激。可是你能不能再给他一个机会？我就这一个妹妹了，你需要原石或是什么宝物，我日后一定替你寻来补偿你。洛凡尘俯身，大手捏起叶幽灵白嫩下巴，美人吃痛发出嘤咛闷哼，睫毛扑闪，满眼惊惧。就这样的好姐姐，你也要杀？纯畜生！他大手一甩，叶幽灵栽倒扑在地上，白嫩的香肩、小腹都沾染上了灰尘，黑丝袜勾起的雪白美腿也不断渗出着嫣红血迹，释放着无声的凄惨诱惑美。起来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勉为其难收下这女仆，但人是绝对不可能放的。洛凡尘斜了一眼跪倒的叶希轩，尖锐小石子都划破白色蕾丝袜，嵌入粉腿里了，这女人柳眉连皱都没皱一下。叶希轩绽放笑颜，长呼了一口气：我懂，不能放虎归山吗？他回白虎帝国求援怎么办？说句实话，幽灵能给洛小哥做侍女也算是他的福分。那二皇子抛开身份和天赋不谈，就是个喜欢祸害女人、欺压百姓的人渣，给你提鞋都不配。洛凡尘暗道，这女人看来也不傻，真就只是性格良善罢了，跟那种瞎发善心的傻白甜不一样。他支撑起颤抖的一双笔直粉腿，去搀扶向叶幽灵。小灵，以后一定要听洛小哥的话，再耍心机可没有人能救你了。叶幽灵甩开身来的藕臂，独自倔强起身。哼，不要你管，给你脸了，怎么跟你姐说话呢？听到洛凡尘凶巴巴的声音，叶幽灵双腿一抖，差点又跪倒下去，连忙道歉：姐，对不起，我承认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叶希轩一愣，他这么多年就没听妹妹这么低眉顺手的跟自己说过话，果然恶人还要狠人磨。唰，两束青色光芒径直飞来，分别打在了穿着黑白性感丝袜的姐妹花头上，浓郁的生机在她们体内流淌开来，迅速修复着伤势。两女腿部的伤势快速愈合，血迹消失，露出白嫩的肌肤，而叶幽灵开裂的美颜也重新容光焕发，唯独爆开的黑裙依旧破烂，无法复原，遮不住满园光彩。他们同时看向两束绿光的来源，洛凡尘掌心托着一朵石瓣青莲，滴溜溜的旋转，苍翠欲滴，神异无比。叶希轩美眸闪烁异彩，这就是洛小哥的治愈武魂吗？好厉害！我的天，原来不是开玩笑，主人竟然真的是辅助魂师。叶幽灵感受着体内那股精悍的治愈力，俏脸不禁露出惊诧之色，一般的辅助绝对没有这么恐怖的治疗效果。主人，这娘们进入角色挺快啊。洛凡尘翻手间将青莲武魂收起，如今得到2块原石，打算背着两女之后再吸收看看。哪怕青莲武魂越往后进化需要吸收的能量越多，但2块肯定足够花开到12般的了。他很期待武魂能有什么新变化。吭，刀鸣响起，叶幽灵突然拔出锋利匕首。幽灵，你要做什么？洛小哥都放过你了，别犯糊涂。叶希轩怒容满面，径直抽了一巴掌过去，想要打醒自己这个糊涂的妹妹。洛凡尘双眼眯起，不相信这女人还敢冲自己拔刀。我头脑清晰得很。叶幽灵斜了姐姐一眼，刚复原的白皙脸蛋迅速红肿，浮现指印。她握着匕首，动作出人意料，竟是刺向自己小腹，动作流利的在白嫩肌肤上刻出了3个小字，鲜血流淌，但她眉头都没皱一下。